来人，给本宫把丽妃和她产下的怪胎一并处死。于一洛努力地掀开眼皮儿，打量着自己身处何地。刚观察完古色古香的寝宫，接受了自己穿成了一个才刚出生的小婴儿，便听到了这句话。他总觉得这话有些熟悉，想抬头去看看说话的是什么人，可是这身体啊，才刚出生没多久，压根儿就看不到说话的是何人。皇后娘娘，臣妾的孩子怎么可能会是怪胎？刚生产完的丽妃被嬷嬷抱着的于一洛却越听越不对劲儿，疯狂地运转着脑子。啊，这两个人的对话怎么越听越有那味儿了？这个所谓的皇后是想处死我和生我的妃子？如此奢华的寝宫，我这就没命享受了。哼，丽妃，你自己生了怪胎事小，影响国之安定事大呀。本宫作为后宫之主，自然有权处理后宫大小事，把这怪胎报给丽妃好生看看，省得她以为本宫冤枉了她。娘娘，小公主她，您看看就知道了。哇，好一个破碎感十足的大美人儿！瞧瞧这鼻子，这眼睛，这嘴巴，怪不得好多皇上都活不过30岁。后宫若都是这样的大美人儿，能活得长才怪呢。一道道声音在耳朵旁炸开，那他听到的声音是谁发出来的？丽妃，可看清楚了，宫里嫔妃若是生下怪胎，一律处死，这是老祖宗留下的规矩。啊，想起来了，我不是穿越，是穿书了。我就说，怎么越听越熟悉呢？等会儿皇上那个暴君还会过来，毫不留情的把我和美人娘亲一起处死。哎呦！啊！听了皇后的话，于一洛在心里面啊啊直叫。难道我刚听到的话是我刚生下的女儿发出来的？放肆！这是本宫的孩子，谁若是敢上前一步，本宫就对谁不客气。皇后娘娘，小公主是无辜的，求你放过小公主。皇上驾到！皇上，丽妃才生产完，这等污秽之地，您实在是不该来的。无妨，去把丽妃产下的孩子抱过来给朕看看。皇上，不可！小公主她……女儿虽有些奇怪，可再怎么说也是从她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，她做不到看她被处死。看什么看啊，暴君？是不是打算处置了我这个怪胎？对上她金色的瞳孔，皇上耳边骤然响起声音：“哼，没见识，被我这个怪胎吓到了吧？我呸！还怪胎呢？这个都是皇后的手笔，目的不过是为了把我和娘亲除掉。亏你头发那么长，结果见识如此短，都不想着让太医来检查检查，就把我处死了。可怜我刚出生，有口不能言，不然啊，就能拆穿你这端庄大方的皇后的把戏了。哼，不过没事，团灭了，大不了就重开好了。有些不确定心中的猜想。你可曾听到有人说话？摇了摇头。难道皇上也能听到女儿的心声？女儿说了这么多大逆不道的话，说是皇上真的听到了，只怕女儿就没法活命了。看来皇上是听不到，不然只怕不会这么淡定。皇上，小公主如今这样，您看是不是直接处置掉？宫里之前也出现过类似小公主这样的，都是直接处置了。臣妾请求皇上传个御医过来，给小公主看看。他相信女儿的话是真的。唉，当这一个刚生产完的母亲面前说要处置掉她的孩子，好恶毒的心啊！你这是打算刺激美人娘亲，让暴君把我们一起除掉吧？哼，这算盘打得还真响啊！之前处置掉的那个孩子，不也是你用同样的方式才除掉的吗？如今又用到我身上，可惜我没办法说话辩解，不然啊，直接反杀了你这个心机婊！皇上听完，眸色深了深。皇后向来端庄宽容，岂会做出如此恶毒的事？皇上，让太医来看，无疑是告诉天下人丽妃产下一个怪胎，到时候天下人的悠悠之口该如何堵？你
又来？你这是担心太医查出什么端倪慌了吧？哼，还说得如此冠冕堂皇。不过美人娘亲真聪明，还知道让太医来看，不像这暴君，吱都不吱一声就把我嘎了，真是白瞎了这张好脸。曹公公，去请太医过来给小公主看看，多请几个。皇上，您这是忘记了老祖宗的规矩。皇后，你这是在教训朕吗？规矩就是用来打破的，朕作为天子，打破一下不合常理的规矩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好的规矩自然会遵从，坏的就没必要了。臣妾不敢。霸气啊，暴君，还知道多请几个御医，皇后的后槽牙只怕都被咬碎了。毕竟他只收买了为娘亲请脉的许太医啊。这小家伙的夸奖和大臣妃嫔的恭维不一样，毕竟他不知道我能听到他的心声，所以夸奖的话肯定是发自内心的。好困呢，还有被这暴君抱着好不舒服啊。他虽然是成年人的意识，可身子只是个婴儿，现在感觉上下眼皮在打架，可是又不敢睡过去，担心睡过去就再也睁不开眼了。皇上下意识地调整了下手势。哇，这个包子也太棒了吧，一抬眼就能看到美人娘亲的盛世美颜，瞬间就不困了。太医来了。皇上，太医既然来了，就赶紧让他们看看小公主为何。你们看看小公主为何会是金童啊？臣每日为丽妃娘娘请脉，并未察觉丽妃娘娘脉象有异。爷，接着爷，皇后娘娘嘱咐过你，就是有异呀，你也不会说。可惜这儿啊没有奥斯卡奖，要是搁现代，高低给你颁一个小金人。皇上，3位太医已经查看好了。3位大人，小公主为何会这样？许太医看了皇后一眼，臣未查出原因，小公主一切正常。臣和许大人结果一样。林太医，你呢？林太医医术不错，肯定能查出我身体的异样。就是他在太医院被皇后的人打压的不行，也不知道会不会因为皇后不敢说，我的小命可就掌握在他的手里了。回皇上，小公主身体健康，不过是服用了一种药物，小公主才变成了金童。林太医怎么会知道？许太医不是说没人能查出异样吗？皇后这是怎么了？可能天气变凉，臣妾身子不好，失态了。哎呀妈呀，这下小命应该保住了。林太医太棒了，皇后都心虚了。哼，按照皇后记仇的性子，林太医往后在太医院恐怕会过得更加艰难了。林太医可有办法让小公主恢复正常？可以，臣回去配几服药给小公主服下，便可以恢复正常。既然小公主无碍，本宫向丽妃妹妹赔罪。本宫是后宫之主，想为皇上分担，不想好心办坏事，误会了妹妹。本宫这就回宫，让人送人参过来给妹妹补身子。皇上，这是边关传来的。完了，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记了呢？这人给的信指定是边关传来的。舅舅为了击破一个时常进犯边关的小国家，假装投降打入内部，不想被有心之人加以利用，说舅舅通敌叛国，先有我是金童这事儿，又加上边关的信，暴君一气之下处决了我和美人娘亲，完美的完成了双杀。外祖父常年在外打仗，身子本来就不太好，得知我和母妃被处死，舅舅我被诬陷通敌叛国，一气之下直接吐血身亡，真是冤家路窄啊！这事是太师的手笔，又和皇后有关系。侍卫给他的信上确实是说金将军通敌叛国。朕还没说，这小家伙就知道得一清二楚，还知道是谁的手笔。看来小家伙真的有预知未来的能力呀。外祖父吐血身亡后被舅舅知道了，舅舅着急回京看外祖父，结果暴露了身份，被万箭穿心射死。本来以为活了下来，按照暴君的尿性，只怕这次是真的要团灭了。好困啊，死就死吧，先睡一觉，反正暴君一家也活不长。活不长？还一家都活不长？为什么活不长啊？皇上还想知道原因呢，可耳边却没有了声音。娘娘，小公主都没事了，你怎么一点也不开心啊？你才生产完，要保重身体。本宫没事，你让人来把这些被褥都换了吧。娘娘，
皇后这次能得手，想来是安插了人在我们宫里，奴婢会找出人来。娘娘放宽心些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啊！一觉醒来天都黑了，不过怎么这么安静？娘娘，这些是奴婢给公主找的奶娘，你看看哪个比较合适？我要奶娘，奶娘哪有亲娘香啊？让张嬷嬷把几人送出去。女儿眼睛还未恢复正常，这些人待她实在是放心不下。送出去了，芙蓉呢？没有听到声音，她收回逗弄于一落的手，抬眸便看到了一道明黄色身影，打算起身行礼。你抱着小公主又才生产完，不必行礼。这暴君又来干嘛？打扰我和美人娘亲的二人世界吗？不知皇上来臣妾这儿所谓何事？朕想起小公主还未起名，所以处理完事就过来了。丽妃觉得小公主叫什么名字好啊？臣妾才疏学浅，还是皇上为小公主赐名吧。不是，母妃，你咋就这么谦虚呢？你一个京城第一才女，说自己才疏学浅，也不知道暴君会给我起个什么名。若是换了个名吧，他怕自己听不习惯。秋水伊人，落落如石，就叫伊落吧。洛洛喜不喜欢这个名字啊？落落如石，顽固如石头一般，确实挺符合我的。至于这秋水伊人的意思，这是暗戳戳的给母妃表白吗？思念中的那个人？这女儿有点聪明，但不多。好好的寓意被她这样解释。洛洛，这个伊的意思是父皇希望你长大温文尔雅，仪态大方；落落如石的意思是希望你无论遇到什么事都坚韧不拔。装，接着装，明明就是对母妃有意思，不然也不会在母妃死后还找个替身。现在你没意识到喜欢母妃，等那些狗血的真相明了，你就等着后悔吧。母妃死了你后悔，外祖父一家死了你更后悔，可惜没有后悔药。这女儿对他的意见很大呀。皇上，臣妾昨夜梦到哥哥了，不知道哥哥在边关可还好？金将军在边关很好，你不用担心。朕听闻他潜入了敌国里，相信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回京了。哎，我去，这暴君 OC 了呀！他怎么相信了舅舅不是通敌叛国？难道是因为证据还没拿到手，明日早朝就有人造证据了？居然还有证据！朕看着洛洛就觉得神清气爽。明日早朝，朕带洛洛一起去上朝吧。我刚出生一天，你就让我打工？暴君，你做个人吧！他看到我就神清气爽，我又不是风油精啊！难道这就是我天选打工人的命吗？21世纪天天上班，现在刚出生还得被迫营业，天选打工人无疑了。算了，被迫营业就被迫营业吧，到时候顺便想办法救我那威武不凡的舅舅，免得美人娘亲伤心。站起身打算离开。哎呦，可算走了，接下来就是我和娘亲的二人世界了。呀呼！芙蓉，你找娘娘有事儿啊？古代有夹子。奴婢肚子有些不舒服，所以回房休息了，现在好些了，过来找娘娘请罪。芙蓉自小陪她一起长大，眼高于顶，这一身行头张扬的像个主子，倒不像宫女。既然不舒服就好生歇着，穿着这一身行头过来作甚？还能作甚？瞧瞧这打扮，可不就是专门来见暴君的？说谎真是张口就来。我眼睛变成金色这事儿可少不了他这个帮凶。奴婢现在已经无事，谢娘娘关怀。这宫女是丽妃你的贴身宫女，方才她冲撞了朕。曹公公，把人拖下去杖毙吧。他以为皇上问第一句话是看上了他。皇上饶命，奴婢并没有冲撞皇上的意思。暴君还真是个鉴表大师啊，一眼就知道芙蓉的小九九，赶紧给母妃解决了这个害虫吧。不过也可能是芙蓉不够美，若是再美一点，肯定二话不说就收了。啊，朕是那样的人吗？娘娘，奴婢真的没有冲撞皇上的意思，奴婢从小和娘娘长大，娘娘你救救奴婢呀！不知道堵住他的嘴拖下去吗？还要让朕来教你们？朕回头让内务府给你拨几个老实点的过来伺候。说完，等于一落夸他，可惜等了半晌，什么也没听到。皇上，不是，怎么又停住了？难不成想让娘亲留他宿在寝宫？
嘴上说不要，身体却很诚实嘛。皇上这是怎么了？变脸如此之快。皇上离开后，娘娘，奴婢知道你心里不舒服，可也不能养虎为患呐。嬷嬷不必担心，本宫没事，只是有些唏嘘罢了。于一洛还在思索着明日如何帮舅舅呢，可是吧，这睡意来袭，便就直接睡过去了。翌日辰时，洛洛跟父皇去上朝了。唉，做个婴儿都如此困难，这才几点啊？皇上驾到！等候着的大臣们听到皇上驾到，齐刷刷俯身行礼。众卿平身。谢皇。大臣们谢过恩后站起身。洛洛，醒醒，上朝了。皇上，这是小公主，朕带着她来上朝，方太师有意见吗？皇上，自古以来女子不能干政，你带小公主上朝，更是与理不合。哪个皇上上朝带个婴儿，真是闻所未闻。小公主才出生，能听懂什么呀？还干政？我看方太师你是老糊涂了呀。方太师语塞。你也知道公主才出生呀，那你带她来干嘛呀？皇上，要不朕这个位置让给太师你坐？他想说什么，被皇上毫不客气地打断。方太师脸色微变。老臣惶恐。还知道惶恐啊？看来没彻底老糊涂。有事起奏，无事退朝。想不到暴君这么会对人，太师的脸啊，真是比那调色盘还好看。禀皇上，金将军通敌叛国，是不是该捉拿回来问罪？金将军一家忠心耿耿，丞相可是有证据啊？臣有金将军和敌国沟通的证据。被人当枪使的李丞相，以后知道这信是假的，后悔的肠子都青了。清正廉明的一生也因此染上了污点。丞相可信，看来朕眼光还是很毒辣的。丞相果然是个好丞相啊。暴君不说话，他该不会是信了吧？这信和舅舅的笔记虽然一样，可确确实实是伪造的。毕竟舅舅递了几封密信都被人拦截了，可是我又不能说话，只会嗷嗷哭，也没用啊。哼，居然还拦截金将军的密信。若不是听到女儿的心声，他真的会相信这信是金将军所写。这信看着和金将军写的一般无二，可真细细看还是有些不同。李丞相，你认为呢？皇上对金将军笔记熟悉，臣相信皇上。李丞相上前道：“这暴君真的 OOC 啦，居然相信舅舅了。看李丞相都有些猛吧？相信就好，不用团灭了，喜大普奔呐。”洛洛，你看父皇这么相信你舅舅，真是不是英明神武，堪称明君啊！皇上抱着于一洛往御书房去，边走边说：“哎呀，皇上说这么多，小公主能听懂吗？”是，你若是能一直保持这样，你们一家的命和江山肯定不会落入别人手里啦。丽妃这个狐妹子果然留不得，现在一个刚出生的婴儿都能给我添堵了。皇上居然一路抱着小公主过来。皇后找朕是打算请罪的吗？啊，臣妾已经赔过罪，给丽妃妹妹送人参过去了。皇上，这是臣妾为您熬的汤，你喝点暖暖身子。皇上为何这么盯着臣妾？难道皇后不觉得自己应该向朕请罪吗？还自己熬的，说谎真是脸不红气不喘。工人一路提着进来，你接过手上就成了你熬的。可是臣妾已经……你给丽妃送人参是赔罪，可是洛洛变成这样，不是你的手笔吗？朕若是再晚过去一点，你是不是把丽妃母女俩都给杀了？臣妾冤枉，后宫里妃嫔有孕都是臣妾照料，亲力亲为，就担心皇嗣有什么闪失。臣妾若是真害丽妃，别人岂不是最先怀疑臣妾？皇上这么快就查到我身上了，难道是许他一招了？哎呦，是，你亲自照料，结果用药把还没出生的小皇子变成怪胎，等生产那天把人家母子俩都杀了，一个个都被你照料没了。后宫还夸你皇后仁厚，
真是一群被卖了还帮人家数钱的傻子。似乎真如洛洛所说，皇后照顾的不是妃子疯了，就是生下来是怪胎或者死胎。瞧瞧你这真诚脸，暴君只怕又信了。毕竟你是他的好皇后啊，可惜他不知道，他的好皇后自己没有孩子，也不想让别的妃子有孩子，这嫉妒心啊，杠杠的。皇上还没有从一个雷里面缓过来，于一洛又放了一个雷。什么叫皇后没有自己孩子？那太子是谁的呀？他一个皇帝这么惨的吗？他这是造了什么孽呀？许太医都招了，你都做了什么？用不用朕叫人过来和你当面对质啊？皇上既然已经认定是臣妾，臣妾无话可说，任凭皇上处置。皇后德行有亏，收回封印和掌管六宫之权，闭门思过2个月，把小公主送回去给丽妃，再去刑部传朕口谕，让他们提审许太医。你抱的时候小心点啊，别摔了。于一洛被送回到丽妃宫里睡了一觉，醒来喝了奶后，满足的咂巴咂巴小嘴儿。都说秀色可餐，如今可算是体会到了，就娘亲这美丽的脸，真是怎么看也看不腻呀！呀呼，宝贝女儿的小嘴儿可太甜了。也不知道哥哥怎么样了，今日本宫的眼皮跳个不停。嬷嬷，你去打听打听今日朝中发生的事。烦死了，好想告诉美人娘亲，舅舅已经没事了，让她别担心。有洛儿这个小福星在，你要相信哥哥肯定会没事的。对呀，舅舅没事，难道这就是我和娘心有灵犀吗？娘娘，今日真是喜事连连，奴婢还听了另外一件事。哦，什么事让嬷嬷如此高兴？听闻皇后被剥夺了六宫之权，闭门思过2个月，皇上还让人去提审了许太医。现在后宫啊都在议论这事儿。皇后失去了掌管后宫的权利，不知道暴君会让谁来掌管呢？皇上驾到！抬手就想去抱在床上哇哇哇的于一洛。皇上不可，你从外面来，身上带着凉意，臣妾怕洛儿因此着凉。是朕考虑不周啊，让他们把东西抬进来吧。皇上这是？这些都是给洛洛的，丽妃好生收着。抱我起来，我要看看暴君都少了啥好东西啊！美人娘亲太懂我了，这婴儿床可以啊，上面的东西看着很值钱的样子，等我长大用不上了，把上面值钱的东西都卖掉。那匣子里是啥呀？这是父皇给洛洛的暖玉，洛洛喜欢吗？喜欢喜欢，看这质地应该挺值钱的，给我弄个10块8块的就更喜欢了。原来洛洛还是个财迷呀，那我是不是可以用银钱收买他，从他那儿知道一些事啊？这突然之间就变成了小富婆，我才出生就赏了这么多。若是暴君一直赏我到长大，那我该是怎样一个天真开朗的小女孩啊！给了这么多好东西，女儿还一直说她是暴君，太惨了。还好皇上听不到女儿的话，不然夸我的和骂她的一对比，不得气死呀！金将军在边关一切都好，丽妃不用担心。谢皇上告知。不是，不会聊就别尬聊啊，我这替人尴尬的毛病都犯了。他是皇上，从来都是这些妃嫔讨好他，他也不知道该聊什么呀。留下来就是想听一听这小家伙会想些什么。朕带洛洛去御书房玩玩。于一洛哇哇哇的叫着反抗，可是呢，已经被皇上抱出了寝宫。反抗无效，他就只能乖乖的闭上嘴。看到等候在门口的刑部尚书，有结果了，进来说。哎呦，暴君，你做个人吧，你自个儿瞅瞅，刑部尚书那欲言又止的样子，肯定觉得你不该带我来这御书房。御书房重地，你带我来合适吗？赶紧送我回去，我要躺在娘亲香软的怀里睡觉。暴君怎么就这么热衷于带娃呢？难道是他长得太可爱了，暴君一看就喜欢？又或者是因为她是妖女宠他？臣，你是不是也觉得朕带小公主来御书房不妥，想劝朕别这样？臣不敢。不敢就是觉得朕不该这样，只是碍于朕的身份不敢说吧？可不是嘛，说了你又不改，人家都懒得说了，毕竟太师啊都被你对得哑口无言。
行了，那个许太医审的怎么样了呀？这是许太医签字画押的罪状，请皇上过目。既然这些都属实，明日行以斩刑。怎么了？皇上，这是金将军的折子。舅舅这折子都送来几天，居然现在才看到。折子暗藏玄机，没被看出来，才被递进来的吧？暗藏玄机？难道是身边人有问题？皇上，丞相大人求见。让人进来。丞相大人见朕，所谓何事？皇上，三皇子看上了臣的女儿，说要纳妾，臣是来求皇上主持公道的。唉，这是这个月第几个了？第6个。丞相听到了吗？你是这个月第6个过来说这事儿的，是不是你女儿看上了三皇子，非要做他的妾啊？不可能，臣的女儿性格内敛听话，怎会？怎么不会啊？男主光环呗。他没登基时就是后院议员，登基后为了穿越女，遣散后宫佳丽3000。行，朕知道了。明日朕选你们进宫问话。贤妃温良贤淑，怎么就生了这么个儿子？性格真是谁也不像啊。洛洛，你的几个皇兄，你觉得谁可以当皇帝呀？皇上真是疯了，什么话都和小公主说呀。有我挑的余地吗？肯定是三皇子啊，人家可是男主哎，你都是死在他的手里。翌日，于一洛没被带去上朝，睡到了自然醒。洛洛，父皇带你去玩。皇上昨日没套到话，决定今日三皇子和丞相的女儿进宫，带着小家伙去看看。皇上带洛儿去哪玩呀？臣妾要不再给他添件衣裳。不用，三皇子进宫，朕带他去看看。行。娘娘，皇上对小公主真好。可能是洛儿讨喜吧。皇上驾到！皇上抱着于一路去到大殿，坐到上首位之后，几人齐刷刷行礼。长得真是好看啊，完全是男女通吃，怪不得姑娘们挤破脑袋想进他的后院，同情暴君几秒钟。不是，怎么又同情上朕了？三皇子长这么好看，又不像暴君，暴君难道不怀疑的吗？怀疑什么呀？一个疑问还没搞清楚，又来一个。他现在是真想抱着于一洛使劲的晃，让他把知道的一次性说清楚。下面跪着的三皇子率先开口：不知道父皇宣儿臣进宫所为何事？你们起来吧。你想纳李小姐为妾，人家丞相大人同意了吗？回应皇上，臣女自愿给三皇子当妾，求皇上成全。这李小姐肯定是长脑子了，活生生的恋爱脑啊，身份又不低，你一个丞相之女做个什么不好，非要赶着做妾。王宝钏来了，只怕都得给你让半个山头，让你和他一起挖野菜。丞相，听到了吧？求皇上成全。皇上，小女已经许了人家，万万不可给三皇子为妾呀！既然已经许了人家，今日这事朕就当没听过。不错不错，暴君还是挺有人情味的。爹，你今日若是不答应我，我就撞死在这儿。胡闹！你母亲为你挑的婚事极佳，李小姐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，丞相夫人给她挑的人家是真的很好啊，可惜她满心满眼都是三皇子，丞相夫人只能舍下脸去退婚，婚没退成，还让另外一个庶女顶上。这庶妹啊，也算是捡漏成功，过得很好。父皇，既然没事，那儿臣就先行告退了。儿臣府里的舞姬才编排了一支新舞，儿臣等着回去看。朕让你母妃暂时掌管后宫，看你年纪也不小了，让你母妃给你挑个正妃，别成天和那些青楼女子厮混在一起。哎呦喂，我的傻父皇，你还真是慧眼如炬，会挑人啊！怎么就让贤妃掌管了后宫呢？三皇子能成功登基，可真是少不了你的添砖加瓦。你是不是觉得三皇子只知道吃喝玩乐和女人厮混？其实人家是在商量怎么取代你呢。父皇，儿臣名声这样，选正妃的话，也没有大臣愿意把女儿嫁给儿臣。朕心意已决，你回去吧。看来男主已经喜欢上穿越女了，所以才不肯选正妃。这男主也有些惨呢，自己身世都不清楚，即便登基后，也依然认为暴君是他的生父。什么叫以为我是他生父？难道不是吗？贤妃还有胆和别人苟合，秽乱后宫，混淆皇室血脉。皇上，您没事吧？
三皇子这性格和贤妃还有皇上您都不像。曹公公溜啊，太会说话了。可是下次不要再说了啊，容易掉脑袋。那你觉得三皇子性格像谁啊？这是还能像谁？当然是像你看中的禁军统领邓峰了。哼，你肯定想不到。皇上手上的茶盏就这么碎了。看样子暴君被三皇子气得不轻，帮人家养孩子，还把自己的安危交给三皇子的生父，如今又把后宫之权交给了贤妃，到头来气的呀是自己。大冤种实锤了，除了是冤种，还是个平平无奇的踩雷小天使啊！不是雷你不放在身边啊，佩服佩服。哼，想要生活过得去，身上必须带点绿；想要生活过得好，头上必须长点草。哎呀，完了完了，我现在已经不能直视暴君威严俊美的脸上了，总感觉他头上一片绿。把于一洛递给曹公公，咬着后槽牙道：“你包着。”皇上，您的手没事吧？这没事。是三皇子气你，又不是我，凶我这个小可爱干嘛？还是美人娘亲脾气好，不像暴君喜怒无常。你，曹公公，把小公主抱回去。他暂时现在不想看到于一洛，怕自己还没被人弄死，就先被他给气死了。另一边，带着女儿回府的李丞相也气得不轻。老爷这是怎么了？嘉儿这是怎么了？眼睛都哭红了。难道是三皇子非要嘉儿去做妾？你别假好心了行吗？若不是你为我订了婚约，又怎会这样？李家，你怎么和你母亲说话呢？你非要作践自己，去给三皇子做妾，如今又冲你母亲发火，谁教你这样的？我就是要给三皇子做妾，三皇子至少有身份。别以为你们都是为了我好，我不想嫁到蔡家有什么错？哼，不知好歹！你既然想给三皇子做妾，我成全你。老爷，你怎么能同意呢？好，我自己做的决定，不会后悔。好，我会去退了你和蔡家的婚事。你想给三皇子做妾，我没意见，只是丞相府丢不起这个人，你出了丞相府和李家就再也没了关系。好，夫人，让你太委屈了，也不知道蔡家愿不愿意退婚，本来在年前就要结婚的，都没几个月了。老爷不用担心，这事我会想办法处理。怎么说也是我们对不起人家蔡家。三皇子回府就去了杨欣的院子。陈哥哥，你回来了。潘敏良，你站在外面小心染了风寒。哎呀，我这不是想见到陈哥哥吗？今日皇上宣你去，所谓何事？不会又因为李家骂你了吧？明明就是李家死皮赖脸缠着你。要怪就怪陈哥哥你长得太帅了。啊，父皇没骂我，倒是让心儿你受委屈了。我不委屈，陈哥哥你又不喜欢他们，是他们贴上来的，这样也说明陈哥哥你有魅力，我眼光好。若是别人看都不看一眼的人，他杨欣才看不上呢，那不是丢了穿越人的脸吗？心儿这般好，为我出谋划策，我实在是说不出口。怎么了，陈哥哥？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我们说过不能瞒着对方的。陈哥哥，我知道你的处境不好，所以你后院里全是女人，只要你不碰她们，我都忍了。可是你明明答应过我，正妃的位置是我的，还答应了给我一生一世一双人。心儿，你也知道我如今没有反抗的能力，我们这儿男人三妻四妾再正常不过，和你来的那个地方不一样。有什么不一样？都是男人，我们那个地方可以，你为什么不可以？你做不到就别招惹我。于一洛对外面的事情一无所知，过了小半月的清静日子。娘娘，如今这宫里都在传小公主失宠了。花蕊，在娘娘面前嚼什么舌根呢？奴婢就是觉得他们是胡说。皇上虽然没来娘娘宫里，可是也给小公主送了不少东西。你既然觉得他们胡说，还搭理做事，宫里这么多嘴，什么都在意，你不是为难自己吗？奴婢明白了。既然明白了，就去领探过来吧。娘娘，听说贤妃近日要为三皇子选正妃，让贵女们都来参选。皇子选妃弄这么大阵仗，贤妃这是想借此机会立威吧？
可不是嘛，最近贤妃啊，可是换了不少自己的人，也不知道皇上是怎么想的。居心难测，总归和我们无关就是了。让你去太医院看看林太医，这事儿你去办了吗？看了，林太医一切都好，就是听说许太医被斩首了。斩首？皇上出手可真快啊！两人说了一会儿话，去领炭的花蕊哭着进来。这是怎么了？没领到炭吗？花蕊把领来的炭递给张嬷嬷。炭拿到了，你哭什么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先给花蕊涂药再说。到底怎么回事？刚上好了药，别把药哭没了，浪费娘娘给你的药。内务府的人说还没进入冬天不给炭，我就说小公主要用，他们就拿着不好的木炭打发我，我气不过，就和他们吵了起来。见皇上没来娘娘宫里，便开始为难。花蕊，你先下去休息吧。娘娘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她自己受委屈没关系，宝贝女儿不可以。嬷嬷，你去请皇上过来，就说本宫请他过来商量小公主的满月宴要怎么办。美人娘亲这是支棱起来了，肯定是心疼我才这样的，果然世上只有妈妈好啊。洛儿放心，娘亲不会让你受委屈的。丽妃正在逗弄着于一洛，臣妾参见皇上。啊，你个大猪蹄子，放开我美人娘亲，怎么还一直牵着呢？臭不要脸的！皇上，臣妾去把洛儿抱过来。你身边伺候的宫女呢？她有些不舒服，让她去休息了。伺候的宫女被人打了呗，下属还不轻。如今后宫是贤妃掌管，我可不信这事儿和贤妃无关。嬷嬷，你去把炭烧烧，有点冷，臣妾身子弱，洛儿还小。寝宫旁边就是荷花池，吹风寒气比较重，皇上见谅。这是什么炭啊？赶紧给灭了，免得洛洛吸了去。宫里没炭了吗？怎么用这种炭呢？宫里当然不会没炭了，这不是宫斗桥段吗？肯定是贤妃故意为难娘亲，给这她羞辱呗。若是没有她的授意，内务府的人哪敢打娘亲的贴身宫女啊？可能是还没入冬，身边的人去领，内务府是这么回的。臣妾之前用的是去年没用完的余炭，要是忘记了，今年还没入冬呢。曹公公，去把内务府的总管叫过来。还有，是谁给丽妃宫里拿这炭的？一并叫过来。你放心，朕倒想看看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了。洛洛的满月宴，朕会让人去办隆重些。这些人不是说小公主失宠了吗？朕就偏要隆重大办，给小家伙长脸。不然丽妃这么软弱可欺的样，谁都能踩上一脚。皇上，人带过来了。知道朕为什么叫你们来吗？你们看看那炭是给人用的。皇上，可能是小林子一时粗心拿错了，奴才这就给丽妃娘娘换上好的红罗炭。求皇上恕罪，都怪奴才粗心大意拿错了炭。还拿错？王公公这是想把事往小林子身上推啊？这么点小事都办不好的人，来什么内务府啊？既然拿个炭都会拿错，朕以为这手也就没必要留着了。王公公，你既然知道是小林子粗心大意拿错了炭，就由你砍掉他拿炭和打丽妃宫女的手吧。溜啊！暴君这是故意刺激小林子吐出更多东西啊！奴才尊皇上饶命啊！是贤妃和王公公让奴才这么做的，奴才只是奉命行事。奴才若是不这么做，贤妃会杀掉奴才的家人。他们还说什么丽妃性子弱不会告状，小公主不得宠，不会有什么事。即便真的被皇上知道了，就让奴才背锅。就被旁边跪着的小林子给打断了。家人的命是重要，可他自己都死了，干爹和贤妃肯定不会放过他的家人的。皇上，小林子这是信口开河，奴才都不曾见过贤妃娘娘，她这是诬陷。奴才没有，贤妃娘娘说了，这事成了就把她身边的宫女给王公公当对视。皇上若是不信，让人搜王公公的身，他身上有一块手帕，上面有一朵海棠花，正是贤妃贴身宫女给的。果然搜出了小林子说的那方帕子。皇上，奴才是被冤枉的。手帕确实是贤妃娘娘身边的海棠姑娘的，奴婢见过。来人，把两人拖出去，杖责50，逐出宫去。可以啊，除去了贤妃的一大助力，否则有王公公在，贤妃安插眼线到各宫就更加方便了。皇上听得心情愉悦，今日这小家伙夸了他2次了，
曹公公，把2人被杖责逐出宫一事传播出去。皇上这是打算对贤妃出手了吗？消息很快就传入到贤妃的耳朵里。废物，坏本宫的好事！娘娘息怒，本宫知道你讨厌王公公，可现在他被处罚了，往后本宫还怎么往各宫安插眼线？娘娘，你现在掌管后宫，再提拔一个人上去用就可以了。你说的简单，有可能皇上开始怀疑本宫了，所以才处罚王公公和小林子。真是晦气！皇上这么做明显是给丽妃那贱人出气，也不知道2人有没有供出本宫。娘娘不是要为3皇子选正妃吗？你可以请丽妃和你一起帮忙挑选，顺便试探试探口风。不错，我们现在去丽妃那儿，顺便瞧瞧咱们皇上宠着的小公主。见过贤妃姐姐，妹妹带着小公主不必行礼，本宫过来是想给妹妹你道歉，是本宫管理不妥，才让内务府的狗奴才折辱了妹妹。姐姐说的什么话呀？你才接管后宫，哪能事事周到？后宫人向来踩低捧高，又怎会是姐姐的错？想不到美人娘亲也懂得阴阳怪气啊！贤妃这个死绿茶，闻着味儿就来了，肯定是想套娘亲的话。还好娘亲不是什么傻白甜，看来3皇子挺像贤妃的，真是越发好奇贤妃的奸夫长啥样了，才让3皇子长得如此好看。鹿儿怎么什么都知道？其实他也很好奇贤妃的奸夫是谁，皇上知道吗？妹妹真是通情达理，听闻皇上在妹妹宫里处罚了内务府总管，妹妹没被吓到吧？果然是来套话的，这就进入正题了。皇上让人在外面行刑，妹妹没被吓到，多谢姐姐关心。姐姐请说。妹妹也知道3皇子是个不让人省心的，皇上让本宫给他挑个正妃，可本宫对京中贵女不太熟悉，想请妹妹帮忙一起长长眼。娘亲答应他，我太好奇他会帮3皇子挑个什么样的正妃了，拜托拜托，一定要答应下来。好，妹妹到时候会去。哦耶，娘亲果然和我心有灵犀，太棒了。2人出了丽妃的宫，丽妃这儿什么也套不出来，让她心里更加不安了。洛洛，父皇来看你了。早上不是才来过吗？怎么又来了？宝君肯定又想把我抱走。早上不是还夸他来着吗？现在怎么又嫌弃上了？朕带洛洛去御书房，丽妃，你继续用膳吧。其实皇上带着小公主也挺好的，娘娘您可以轻松轻松。咦，丞相怎么也在啊？看上去好憔悴啊，那黑眼圈都快掉到下巴上了。这是和丞相夫人吵架了，被赶出来了。皇上，臣可有何不妥？丞相大人找朕可是有要事相商啊。臣想找皇上告几天假。告假？莫非是你那女儿婚事还没退掉？人家蔡家已经告知亲朋好友，儿子今年娶亲，眼见着离婚期越来越近，结果新娘没了，肯定不会同意退掉婚约的呀。于一洛下意识的就想张口告诉丞相大人，让他把另一个女儿嫁过去啊，可是发出的却是哇哇哇。这事儿怎么说也是因3皇子而起，对方是怎么说的？朕帮你出出主意。不是，你能出什么主意啊？把人家蔡家都给砍了，或者逼人家主动退婚吗？这可要不得啊！这蔡家留着有不少用呢。你们在御书房不商议国家大事儿，在这商量后宅之事合适吗？啊！皇上说帮你出主意。父亲，真的父亲，一个敢出主意，一个敢信。蔡家想要的是一个妻子，你不是还有一个女儿吗？给送过去不就好了？没那么容易，不然老臣也不会这么苦恼了。有李家这个白眼狼在前，李夫人怎么敢再把另外一个女儿送过去啊？女儿又不是她生的，不是心甘情愿的去，不是起了反作用吗？哼，朕听说你夫人的绣工极好，不如让你夫人进宫见见丽妃，她想给小公主绣帽子。哟，暴君还知道摇人啊？让美人娘亲帮忙，这事儿啊肯定成了。书里丞相确实是这么做的，可惜没说服女儿。事情是解决了，女儿却和他们断绝了关系。谢皇上，臣回去就让那人明日带小女进宫来见丽妃娘娘。宫里，带着小公主去贤妃宫里坐镇，参见皇上。
起来吧，贤妃这宫里倒是暖和呀。上什么茶？你不就是老绿茶吗？宝君就是这一套。臣妾怕冷，所以烧了炭。丽妃妹妹被内务府刁难一事，臣妾很是过意不去。这些狗奴才实在该死。不过也是臣妾失职，求皇上责罚。皇上摆摆手，轻声道：“你才接手后宫，有些疏忽在所难免，朕不怪你。”谢皇上体恤，倒是让臣妾更加愧疚了。惺惺作态，刚刚喝的奶都快吐出来了。朕的冬装到现在还没赶制出来，往年这个时候该送到朕手上了。原来皇上来是为了这事。这么看，皇上应该不知道王公公是我的人，否则怎会这般轻易接过？啊，这事儿真是臣妾疏忽了。臣妾会让绣坊那边尽快把皇上的冬装赶制出来。站起身，你记得盯紧些，别出什么差错。朕让你掌管后宫，是对你的信任。你再继续信任下去啊，小命就没了，还信任？臣妾明白，恭送皇上。哎，皇上回御书房吗？去丽妃宫里用晚膳。哎，皇上，你已经有许久没翻牌子了，这怎么？朕每天处理政务，你是嫌朕不够烦？可是这别可是了，你往后提一次，朕就罚你去洗衣液的工桶。大臣们都来奴才这儿，奴才也没办法。你是听朕的，还是听那些老家伙的呀？奴才是皇上的人，以后不会再说了。再说那可就真得去洗公桶了，皇上可不是说着玩的。宝君这么讨厌翻牌子啊，怪不得贤妃耐不住寂寞，红杏出墙了。突然被扎了一刀的皇上差点把于一洛扔地上。说话间，到了丽妃的宫里，用过晚膳，外面天色暗了下来。皇上把李夫人明日进宫的事和丽妃说了。丽妃是个聪明人，笑着应了下来，便听到女儿的心声：“娘亲加油，这事成了，以后蔡家这个金库大有用处。”翌日午时，李夫人带着小女儿李倩来到丽妃的宫里，参见丽妃娘娘。丽妃笑容柔和地让二人起身，谢娘娘。李小姐很喜欢洛儿，娘娘恕罪，小公主长得精致，臣女忍不住多看了几眼，并非有意冒犯小公主。娘说了，进宫时别盯着宫里的贵人们看，我都这么隐晦了，没想到还是被丽妃发现了。不必紧张，本宫没有怪你的意思。你既然喜欢小公主，可以抱抱她。真的可以吗？可是呢，小公主一直瞪着大眼睛看她，时不时的发出咯咯的笑声，十分的乖巧。娘亲，小可爱为你脸都笑酸了。这李小姐喜欢算账，嫁到蔡家再适合不过了，你加油。花蕊，带李夫人去看看本宫给洛儿绣的帽子。支开了李夫人，这银钱本宫怎么算都不对。嬷嬷，你来给本宫算算。见张嬷嬷几次拨错算盘珠子，她都恨不得上去帮忙。娘娘，奴婢算的应该不对吧？是本宫为难你了。李小姐会打算盘吗？会，简直太会了。蔡家生意做大做强，她功不可没。看样子李小姐是会的，既然会，就劳烦李小姐帮本宫算算，这匣子里有多少银钱。坐下拿起算盘，手指灵活地拨动着算盘珠子，没一会儿就把银钱算好，装进匣子里。李小姐真是个妙人呀！娘娘过奖了，是臣女献丑了。这可不是献丑，李小姐算盘打得这么好，自然可以大大方方表现出来。本宫看过一个画本子，有个姑娘对其他什么都不感兴趣，偏偏对算账感兴趣。后来呢？后来姑娘嫁给了一个支持她的好夫家，凭借着自己的本事，让夫家变得越来越富有。娘娘，臣女也看过一个画本子。娘亲刚刚说的这个画本子内容，怎么这么熟悉呢？这不就是说的李倩吗？在哪儿听来的？哦，本宫愿闻其详。一个女子，她的姐姐原本订了婚，可是姐姐心悦其他人，不喜欢自己母亲订的婚约，人跑了，给父母留下了烂摊子。父母原本打算退婚，可男方不同意，她的家里还有一个妹妹。娘娘觉得
这个妹妹应该为家里考虑，顶替姐姐嫁过去吗？娘和李倩是懂说话本子的，李倩说的完全是自己目前的处境啊。看来是因为娘方才的话动容了。还有，你可快点答应嫁过去吧，你的福气在后头呢。等李家这个恋爱脑过回去吧。这就要看这桩婚约好不好。说是好，妹妹嫁过去皆大欢喜。不过本宫有些好奇，女子的父母提让妹妹嫁过去了，这桩婚事在父母眼里是好的，可姐姐不这么认为，妹妹也不清楚。臣女目前就看到这儿，父母没提让妹妹嫁过去。父母若是对孩子好，定然不会害自己的孩子。他们没提，可能是被姐姐伤透了心，担心小女儿认为是因为姐姐不要了才给自己，所以没提。说了这么多，李小姐喝点茶吧。蔡家是商贾之家，不像这些官宦人家有太多的束缚，也许她真的可以光明正大的做自己喜欢的事儿。谢谢娘娘。娘亲这招高啊，不用李夫人他们开口，李小姐就会自愿嫁过去，娘家也不会因此离了心，太妙了。谢什么？李夫人重新回到正殿。娘娘绣工精巧，臣妇看得都忘了时辰，娘娘见谅。本宫和李小姐很投缘，本宫听说李夫人双面绣绣得极好啊，勉强看得过去。娘娘若是不嫌弃，臣妇回去给小公主绣一双虎头鞋。丽妃自然高兴，应了下来，这才让人亲自送两人出宫。夫人和倩儿回来了。丽妃娘娘的绣工很好，人也很温和，我答应给小公主做双虎头鞋。倩儿，你说回府有话对我和你爹说，是什么事？爹娘，女儿知道你们近日在为什么伤神，女儿想清楚了，蔡家要的只是一个李家的女儿，也没指明要谁，那女儿就嫁过去好了。倩儿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女儿知道，女儿喜欢打算盘算账，不喜欢琴棋书画，嫁到蔡家去再合适不过。女儿相信娘挑选的人，娘不会害我的。姨娘在生她时就难产而死，是娘把她带大的，而且对她无微不至。你好好考虑，娘不希望你后悔，这样反而和我们变得生分。毕竟是她从小带大的，李家已经足够让她伤心了，她不希望这个女儿再和自己也离了心。女儿已经想得很明白了。倩儿，你说你喜欢算账打算盘，爹和你娘怎么不知道啊？娘和你爹不是不懂变通之人，你若是喜欢这些，娘可以请人专门教你这个，再给你一个铺子，先历练历练。谢谢娘和爹。李夫人带着李倩。李夫人今日来，还是为了退婚之事。哎呀，不是我们蔡家不想退婚，实在是亲朋好友都知道小儿今年娶妻，生意人最讲究的就是长姓二字。你们误会了，我今日过来是来谈婚事的，这是小女倩儿，当初定下婚事说是李家的女儿，并未说是谁。若是把订婚之人换成小女，这婚自然可以继续。小女自幼长在我的身边，自然是极好的，我也做不出为了解决婚约这事毁了自己亲自教导长大的女儿。既然如此，以后李姑娘就是我蔡家认定的儿媳妇儿了。摘下手腕上的镯子放到了李倩的手里。哇，好，这是我母亲当初给夫人的，现在传给你，你呀就收下吧。谢谢夫人。几人聊的是其乐融融，蔡夫人对这个儿媳更加满意了。她就一个儿子，结果儿子就只知道读书，对生意满毫无兴趣。现在儿媳似乎有兴趣，这也算是好事儿。我看倩儿对算账这些感兴趣，等你嫁过来，我亲自教你。娘。李倩看着蔡泽的同时，她也在看着李倩。等李夫人和李倩出去上了马车，倩儿觉得那蔡家公子如何？发什么愣呢？你觉得倩儿如何？哎呀，你瞧瞧他那样，心里指不定在偷着乐。方才看人家李小姐啊，眼睛都不眨一下。等你们成亲后，想怎么看就怎么看。倩儿这姑娘娘很满意，可以帮衬着做生意。退
退场后，李丞相还特意去御书房感谢了皇上一番。多谢皇上，臣的家事如今已经解决了。都是丽妃的功劳，丞相你也不必客气。那是，若不是娘亲出手，这事儿肯定成不了。就你们两个老家伙的办法，只会强行逼嫁。对了，今日贤妃那个死绿茶要给三皇子选妃，暴君一直抱着我在御书房，我还怎么看热闹啊？丞相大人没什么事就告退吧，朕还有事要处理。皇上，金将军那边现在如何了？金将军一切都好，莫非丞相不相信金将军的忠心？这次没有怀疑，暴君坚定地相信舅舅，舅舅必定能解决掉那个小国家，凯旋归来。那就好，臣相信金将军。可那封信假的，想离间朕对金将军的信任，丞相与其盯着金将军，不如多关注方太师。暴君还真是人间清醒啊，可惜对上贤妃那个死绿茶就开始降智了。看吧，这就迫不及待来找贤妃了，暴君真的超爱。皇上无奈，不是你想凑热闹吗？他哪里喜欢贤妃了？暂时不处理他，是因为还不到时候。皇上驾到！皇上，您怎么来了？带小公主过来透透气，难道朕不该来？都开始吧，三皇子还没来。三皇子估计还在哄穿越女，人家要的一生一世一双人，结果三皇子答应的好好的，你转身就让三皇子选正妃，可不是给人家小情侣添堵吗？一生一世一双人，哼！不过没关系，等他把三皇子废了，倒是可以满足两人的一生一世一双人。婵儿等会儿就到。丽妃妹妹，你觉得哪家小姐合适？哪家的小姐都不合适。你儿子是个什么名声？你心里没点逼数吗？还有脸问美人娘亲？我娘亲若是说了，不就是把人姑娘往火坑里推吗？哼，是你给三皇子选妃，还是丽妃选啊？臣妾就是觉得丽妃妹妹对京中小姐较为了解，所以才请丽妃妹妹帮着长长眼。哼，你自己的皇子选妃，你不去了解来参选的小姐，还指望别人？三皇子来了吗？回皇上，你来说，让你说你就说，看贤妃做什么呀？她的脸上有字不成？三皇子在府里和一群青楼女子喝酒作乐，说是等会儿就到。本来还以为暴君是在帮娘亲说话，所以对贤妃这个死绿茶。难道不是吗？想想觉得不对啊，他现在又不知道那些狗血真相，也不知道自己被绿了，所以肯定是觉得自己威严被三皇子挑衅了，才拿贤妃出气。皇上快无语死了，合着他做什么都能被曲解呗？他被挑衅的威严还少吗？亲自来为三皇子选妃，结果三皇子不是自己的孩子，太惨了。参见父皇、母妃、丽妃。哎呀，逆子，不知道今日选妃吗？杯子砸在他的额角，掉到地板上，砰的一声。他从小就喜欢读书习武，可父皇的眼里就只有太子。太子出生就比他们其他皇子尊贵，明明自己也很优秀，也想要父皇教导，可是父皇每次都是敷衍了事，打发掉他。完了完了，你三皇子睚眦必报的性子，以后肯定会加倍报复在暴君身上。你说说你打谁不好啊？打男主啊？儿臣知道，儿臣已有心悦的姑娘，不想选妃，求父皇收回成命。看这本书的时候，站在三皇子的角度，于一洛觉得他就是标准的美强惨，两个爹都不疼，娘也不爱，自始至终都是被利用。就连他喜欢的杨欣，也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歪歪，要做最尊贵的女人，不停地给他洗脑，才让他走到造反的那一步的。自己只是一颗棋子，也不知道自己的生父是邓峰。起来吧，既然你不想选妃，朕也不逼你。皇上，这穿越女洗脑的还挺厉害啊，居然让三皇子因为他不再隐忍。不过他这招欲擒故纵用的还挺溜，一边让三皇子反思自己，一边又更加厌恶上暴君，激发三皇子造反的心。她一个穿越女，明明知道三皇子有官配，还去勾搭三皇子，这不是妥妥的知三当三吗？若是三皇子和官配在一起，就不会造反，暴君一家也不会全都嗝屁啊。穿越女，几人离开后，选妃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？你不知道吗？这还要让本宫告诉你？是因为杨欣吗？本宫就知道
他不是个安分的主。是不是母妃不是一清二楚吗？即便没有心儿，我也不想选正妃。如今名声这样，不想连累其他人。本宫是为了谁？不是为了你吗？娘娘，三皇子头上还有伤，你就别打他了，有话好好说。就这点小伤口死不了，你若是能有出息些，皇上还会这么对你吗？连一个婴儿都比不上，丽妃那贱人还真会生，一个公主竟然比太子还得宠。母妃若没有什么事，儿臣就先告退了。你站住！本宫不管你对杨欣是个什么样的想法，都给本宫收收心思，否则本宫会杀了他。小公主快满月了，你父皇会为她办满月宴，到时候你别缺席，可以对这小公主上上心，加以利用。回到三皇子府，陈哥哥，我做了你最喜欢吃的菜等你，我们去吃饭吧。你这段时间去哪里了？陈哥哥，对不起，让你担心了。这伤是怎么回事？是皇上打的？皇上怎么能这么对你？你是他儿子，这要是再往下一点，就伤到你的眼睛了。都说最是无情帝王家，果真如此。不怪父皇，是我拒绝了选妃，小心手。怎么能不怪皇上？他是皇上也不能随便打你啊。我们那地方人人平等，婚事这些也是自由的。你不喜欢那些人，拒绝了何错之有？记得小说里面女主就是三皇子在选妃宴上认识的。欣儿，我说了，我们这个地方跟你那个地方不一样。行，我知道了。那些姑娘好看吗？你有没有看得上眼的？没注意。你见过我母妃吗？你母妃？我怎么会见过？陈哥哥是打算带我去见见吗？你若是好奇，皇妹满月宴的时候带你去见见母妃，她应该很喜欢你啊。不对呀，他记得小说里面三皇子并没有这么小的皇妹啊。陈哥哥居然还有这么小的皇妹，哎，是不是很可爱？很可爱，父皇很喜欢她。两人口中的于一洛刚睡了一觉醒来，方才我们走了，三皇子肯定又被贤妃打了，太可怜了。让美人娘亲给我处理拉得臭臭，太难为情了，好羞涩啊。洛儿还知道害羞呀，像个小大人似的。小公主现在就这么聪明，长大肯定很厉害。本宫只希望她平安长大，温柔聪慧就好，不需要太厉害。聪慧可以，温柔肯定不行。我这个大号已经废了，娘亲想要温柔的，只得重新练个小号了。皇上来了，朕带洛洛去御书房。皇上来的正是时候，洛儿刚醒，来的可真不是时候。我已经睡着了，勿扰勿扰，暴君速速离开。洛洛，朕带你去见见你太子皇兄。太子啊，也是有些惨嘞。太子去找皇上，估计是为了皇后，这里面还有贤妃的手笔。贤妃利用太子去求情，皇上就更加不会放皇后出来。他这是怕自己手上的权力还没捂热就被收回去。让他们斗去吧，只要皇后不被放出来，我们就先隔岸观火。哎，见到缺了根筋的皇兄了。太子轻轻抬眸张望，没有人开口啊。还没弄清楚是谁发出的声音，声音又响起了。你这人哪哪都好，就是太固执己见。三皇子和穿越女联合杀了暴君，写下假诏书让你自刎，并让位于三皇子，结果你都不核实一下就自刎了，只怕暴君在棺材里啊，气得棺材板都压不住了。他的目光锁定在于一洛身上，又觉得有些荒谬。说吧，找朕何事啊？回父皇，儿臣想见见母后。太子应该是想为皇后求情吧？一个为自己杀母仇人求情的大冤种，若是没有皇后，你母后也不会死啊。什么母后？儿臣的母后不是皇后吗？还好太子是他的血脉，不是皇后和别人苟合生的。陆皇后当年因难产而死，此前诞下一个死胎，所有人都以为陆皇后是难产而死，其实是因为现在的皇后调换了2人的孩子，并把陆皇后害死。不是，这2人怎么都不说话？暴君也不叫太子起身，怎么回事啊？太子跪下。儿臣遵旨。朕问你，你来是想为皇后求情吗？母后看他时神色复杂，之前他看不懂里面的情绪，现在却懂了。
朕再问你，假如朕被奸人陷害，对方用朕留下的遗诏让你自刎，你会不会照做？父皇是君，儿臣是臣，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。皇上差点气得一口老血喷出去，走到太子的面前踹了他一脚。朕就是这么教你的，这是愚孝，你不知道？查都不查就肯定那遗诏是真的？若是就这么自刎了，岂不是让奸人得逞？哎，皇上息怒，小妾上着小公主。哼，若不是朕抱着洛洛，非得踹死，还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。朕看你是想气死朕，你回去就给朕写愚孝这2个字，写到想明白为止。这不得归功于你找的好老师吗？没把太子皇兄教歪，就该谢天谢地。就是太子皇兄其他方面还是挺强的，若是能加以改正一下，必定比你更加能当好皇帝。父皇若是听到这么大言不惭的话，肯定早就把皇妹扔出去了。还好就我能听到，儿臣知错，回去就写。还有事？儿臣想抱抱皇妹，可以吗？抱着。心想多亏了你皇妹，否则你还得认仇人做母亲呢。小星星，别伤着她。看着哥哥笑的于一洛，嘴角忍不住跟着上扬。我是太子皇兄，皇妹长得真好看。不愧是白月光般的存在，声音好听就罢了，脾气也这么好。你放心，有我在，我肯定不会让你嗝屁的。瞧瞧小家伙被太子抱着就咯咯直笑，对朕，小家伙心里就没一句好话吗？多亏了皇妹，让他知道了自己的身世，他回去就查一查，看看到底是真是假。父皇，儿臣可以带皇妹去东宫玩玩吗？等会儿亲自送回丽妃宫里。朕让你做的事你做了，有时间带洛洛，赶紧给朕回去写字。娘娘，盯着太子那的人来了，让人进来。说吧，怎么样了？回娘娘，太子并未替皇后娘娘求情，反而是不知道做了什么，惹皇上不快，被赶出了御书房。你说什么？太子怎么不求皇上把皇后放出来呢？娘娘，太子既然惹了皇上不快，也未必是坏事。至于皇后娘娘，可以徐徐图之。杨欣回三皇子府了，已经回去了。三皇子为了他拒绝选妃，娘娘为何？你想问本宫为何还留着他吧？本宫劝你收起你那点小心思。掌控三皇子不容易，可掌控杨欣却易如反掌。杨欣有本事让三皇子听他的话，本宫又怎么会除掉他呢？有他在，三皇子即使不愿意做一些事，为了他，也只能任本宫拿捏。娘娘英明，只要有杨欣在，三皇子必定会听娘娘的话。说是杨欣违背了娘娘的意思呢，岂不是破坏了娘娘的计划？哼，不会的，杨欣比谁都希望三皇子坐上那个位置。那个女人的野心可不小，一边喊着人人平等，一边呢又妄想那个位置，真的是清高的可笑。见过贤妃娘娘。公公过来寻本宫何事？曹公公也不拐弯抹角。嘿嘿，皇上让奴才来问娘娘，冬装可赶制出来了啊？本宫待会儿就亲自去绣坊看看，你且回去告诉皇上，赶制出来，本宫就送过去给皇上。皇上最近都没翻牌子，本来规定了去皇后那儿的日子也没去。就丽妃那个贱人，几乎每天都能见着皇上。他念着的皇上此刻面前正跪着一个人，正是绣坊的管事嬷嬷。你说贤妃已经把龙袍取回去了？是的，奴婢亲自交到贤妃娘娘的手上，估计等会儿就会送过来。哎，行，你回去吧。皇上，晚膳是去丽妃宫里用还是？不用，在朕宫里用。是打算让贤妃送龙袍过来一起用吗？一直接着催龙袍进度去见贤妃，可真有您的。抱小公主去丽妃宫里喂奶，喂完带回来给朕。他要让这小家伙看看自己是怎么处理贤妃的，让他自我怀疑。他前脚才被抱进皇上的清心殿，贤妃后脚就捧着龙袍进来。哟，还穿一身绿呢，嫌暴君不够绿吗？瞧瞧这欲语还休的样子，暴君看的眼都直了。皇上嘴一抽，起来吧。贤妃今日这身衣服倒是衬人啊。谢皇上夸奖，这是臣妾今年新做的衣服，臣妾很喜欢。不仅你喜欢，暴君也很喜欢。呵呵，皇上，
您瞧瞧这龙袍，赶制的时候，臣妾特意派人去盯着，拿回来又检查了一番，才送到皇上你这儿。贤妃有心了，朕去试试合不合适。这可是龙袍哎，出了什么事，他贤妃担待得起吗？哎，不对啊，暴君方才见了绣坊管事嬷嬷，好家伙，他这是打算对贤妃捧杀呀！果然啊，姜还是老的辣。臣妾伺候皇上更衣。猎杀时刻，贤妃下线倒计时，呀于一洛伸长脖子等着俩人出来。好了，皇上看看满不满意？皇上，你怎么了？贤妃，你是不是在龙袍上动了手脚啊？还有脸问朕怎么了？皇上，臣妾就算有天大的胆子，也不敢在你的龙袍上做手脚。臣妾检查过龙袍，没什么不妥啊。你说了，龙袍是你派人盯着赶制的，要是你亲自检查过送过来的，不是你还有谁啊？你自己看看衣领处。皇上，臣妾冤枉啊！谋害皇上乃是死罪，臣妾又岂敢这么做？一定是有人想陷害臣妾。来人，贤妃意图谋害朕，拖下去关起来。哇哦，暴君干得漂亮，成功拿下首杀。莫非皇上发现了什么？不可能，应该是巧合。贤妃因谋害皇上被关入天牢一事，很快就在宫里传开，同时也传入了正在宫门外巡逻的邓枫耳朵里，自己则是快步朝御书房去。哎，邓统领怎么来了？找皇上有事？哦，是有些事，劳烦曹公公回禀一下。邓统领直接进去吧。这就是邓枫啊，不是说暴君对他极其看重，都是在殿外保护暴君安全吗？怎么现在才看到？年纪虽然是大了一些，不过能看得出来，年轻时应该挺帅，身材也很好，怪不得贤妃会和他苟合。卑职参见皇上。起来吧，邓统领怎么来了？莫非是抓了什么歹徒？回皇上，宫外一切正常，只是卑职听说贤妃娘娘意图谋害皇上，担心皇上龙体，所以特来问候。我信你个鬼！担心贤妃就直说嘛，还拿暴君当法子。之前你们二人都在暴君身边伺候时，可没少眉来眼去哈，还怪有情调的嘞。哦，朕没事，贤妃已经被关进天牢了，朕会让刑部专门去审，不信他不开口。所以邓统领不必担心朕的安危。皇上没事就好，贤妃娘娘乃是女子，只怕熬不过刑部的审问便没了。是这样没错，他既然敢谋害朕，就该料到会这样。邓统领你也说过，对待歹人不必仁慈。可是好了，邓统领再继续说，朕都要怀疑你是不是和贤妃有什么私交。既然没其他事，就退下吧。这是暴君离真相最近的一次了，好想告诉你，两人不仅有私交，还一起造了孩子。三皇子这个男主原本是三观还挺正的，但凡暴君长了嘴，他也不至于被穿越女洗脑。不过归根结底，都是因为穿越女搅乱了剧情。三皇子的身份只有我知道，我又不会说话。等我1岁会说话的时候，三皇子恐怕已经彻底黑化。为什么不直接穿越成个大人，或者会说话也行啊？他这不是长嘴了吗？皇上，如今贤妃娘娘被关入天牢，这后宫谁掌管合适？移驾清心殿，召集有妃位的妃子们到清心殿。皇上召集各位娘娘过来，是想问问娘娘们，掌管后宫之权应该交给谁？德妃，你来掌管后宫吧。承蒙皇上厚爱，臣妾只懂养花养草，吃斋念佛，实在难以胜任。淑妃，你让臣妾掌管后宫可以，只要能容忍臣妾的处事方式，臣妾自然愿意。若是我没记错的话，这淑妃虽然封号叫淑妃，可一点也不淑女，就喜欢舞刀弄枪，在后宫也独来独往，算得上是后宫的一股泥石流。本宫掌管，你们似乎不大乐意，要不你们来？没有，不用了。你们都退下吧。小家伙长得挺好看的，本宫可以抱去玩玩吗？你放心，本宫最近没捣鼓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，肯定不会伤着这可爱的小家伙。再说了，四皇子也是本宫带大的，不也活得好好的吗？是活得好好的，就是四皇子才奇怪，就迫不及待搬出皇宫，远离你的魔爪，生怕被你继续霍霍。淑妃，
洛洛该回去喂奶了，你也快回去忙你的。行，臣妾告退。小家伙满月时，本宫会给他准备一份礼物。陈哥哥，陈哥哥，我刚才听到贤妃娘娘出事了，你怎么还有心思喝酒？为什么没心思啊？你没听到吗？是他想谋害父皇，你要我怎么做？去劫狱吗？不管怎么说，她也是你的母妃，你不救她，谁去救她？母妃？别人的母妃会对孩子嘘寒问暖，母妃对我只有谩骂与责打。我说错了吗？贤妃出事了，陈哥哥你也会出事的，我只是不想你出事。母妃做的事与我无关，你出去，别来打扰我。希儿小姐，有人找你。谁找我？是你给三皇子新纳的妾李小姐。陈哥哥，你听我说，是那李家小姐非要给你做妾，她苦苦哀求，同是女子，我心软就答应了下来。反正就是多个人多口饭的事，我不想你心烦才没说的。我做这些只是想让陈哥哥你开心的，没想到会弄巧成拙。李家是丞相府的小姐，也不是全无用处。三皇子不再看他，朝门外喊了一声，让人把杨欣给带下去。被告知三皇子求见时，这个节骨眼上，男主是来为贤妃求情的吗？丽妃，朕把洛洛带走了。走喽，去看看三皇子有什么事。去就去吧，瞅瞅三皇子现在到底黑化了没？美人娘亲，容许你暂时失去我这个小可爱一下。儿臣参见父皇。暴君也真是的，你关心三皇子就说啊，抱起男主这条粗大腿多好啊！你找朕是想让朕放了贤妃？儿臣不敢，今日来是有事想请教父皇。你问。这盒子里面的东西，父皇还记得吗？咦，不为贤妃求情，反而还聊起了家常，这是坦白局嘛？暴君，你可得抓住机会啊！记得，是朕亲自送给你的礼物，你这是不喜欢，还回来给朕了？不会聊就别聊啊，这么好的煽情机会呢，你破坏气氛干嘛？儿臣很喜欢，可母妃说玩物丧志，所以把它给折断了。父皇为什么独独把这柄木剑送给儿臣，却没有给太子皇兄？暴君，好好聊啊，把你心里真实的想法告诉男主，让他知道是自己误会你了。现在他还没黑化，一定会被感动的稀里哗啦的。你抓周时抓了一把剑，5岁时说长大要当一名保护百姓的大将军，所以朕给了你这个礼物。朕可不希望你玩物丧志啊！之所以不看重你，是想让你知道，锋芒毕露未必是好事。儿臣还是不明白，为何儿臣不能锋芒毕露，太子却可以？太子是未来继承大统的人，自然是越聪明越能安定人心。你不一样，你是皇子，一旦锋芒过盛，难免会被朝中的老家伙拉入党争。你应该不知道你母妃的身份吧？她是曾经的玉楼国公主，被送来和亲后没多久，玉楼国便被其他小国给灭了。所以父皇让儿臣藏拙，是担心母妃利用儿臣复国。怪不得自己不选正妃，母妃如此生气，这是最好拉拢大臣的机会。三皇子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清心殿的，心里所有自以为是的认知被推翻，原本的怨怪没有了地方宣泄。三皇子，你要抱皇妹去哪儿？本宫跟你一起去吧。这小公主是想让三皇子吧？是要送皇妹回丽妃宫里吗？怪不得穿越女之3当3，男主长得可真是无可挑剔啊！对，小公主抓着三皇子的披风不撒手，所以三皇子陪奴才把她送过来。劳烦三皇子了，洛儿，来，娘亲抱。三皇子和暴君聊了那么多，现在心里肯定不好受，放他回去岂不是便宜了穿越女？他现在正脆弱，需要安慰呢。这皇妹，放开皇兄好不好？乖一点。可恨，我这小身板什么也做不了，只能一个劲儿的傻笑犯蠢。要不给他个亲亲吧？每次亲了美人娘亲，娘亲都可高兴了。三皇子，洛儿可能是舍不得你，想亲亲你。美人娘亲，你真的太懂我了。男主，赶紧低下你高贵的头颅，让我这个绝世小可爱给你香吻一枚。亲到了，希望这样你能开心一些吧。我嘴都快笑僵了。打算离开的三皇子脚步一顿，
那道声音继续响起。不，现在只希望你回去别听杨欣洗脑。暴君好不容易张嘴告诉你一些事儿，若是被杨欣三言两语给挑拨了，我真的会哭死。啊，方才被小公主亲了，难道这声音是小公主发出来的？皇妹这么小，又怎么会认识杨欣？杨欣确实说她是穿越来的，可皇妹也没有出过宫啊。花蕊，拿本宫的祛疤膏过来。美人娘亲真是又美又善良，男主这张妖孽脸留疤确实不好看。虽然杨欣那个重度颜控不会容忍他留疤，可他的药肯定没娘亲的好。难道是因为小公主亲的那一下？鹿儿很喜欢三皇子，这个祛疤膏效果很好，你拿去用吧，别留疤了。谢丽妃娘娘。娘娘怎么把如此难得的祛疤膏给了三皇子？本宫留着也没什么用，先给他吧。三皇子从马车上下来，越过他直接朝书房去。陈哥哥，你别生气了，我错了，你别生气了好不好？别跟着本宫。不行，现在不能和三皇子冷战。陈哥哥，我来帮你上药。不用了，本宫有药会自己上。我知道陈哥哥你还在生气，我上完药就出去，不会再烦你。本宫有药，出去。陈哥哥，你居然有这么好的祛疤药，这下你的额头肯定不会留疤了。来人，把杨欣带出去，没有本宫的允许，不许靠近本宫的书房。三皇子，属下有事禀报。进来。什么事？属下按照你的吩咐调查了杨欣小姐，她消失的这段时间都是住在京城外的一处庄子里。那处庄子的人是母妃吧？不是，属下查了，是邓统领的。你去查查杨欣找了那些人的身份，是否与玉楼国有关。皇上，秦大人来了。秦大人，贤妃现在还活着吧？回皇上，臣按照您的吩咐，虽然用刑，可不致死。天牢现如今守卫如何呀？皇上放心，天牢守卫森严，臣敢保证一只苍蝇都飞不进去。皇上，有什么不妥吗？若是皇上担心有人劫狱，可先把贤妃转至刑部的密牢，保证劫狱之人有去无回。赶紧给朕把人都撤了，和平时一样即可。曹公公，你说皇上这是什么意思？哎呀，皇上这是想看看贤妃还有没有同党，结果秦大人您把天牢看那么死，哎呀，就算有同党，人家也不敢来呀。原来如此，怪不得不把贤妃关到密牢里，原来是想放长线钓大鱼呀。哎，你们知道吗？听说贤妃娘娘在天牢里面被折磨的都快疯了，成天嚷嚷着要见皇上。让我看啊，要不了多久，小命肯定都没了。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，居然敢谋害皇上啊！见过邓统领。以后别再议论主子的事情，今日我就当没听到。邓大人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四处巡视一番，宫里这么多贵人，怕出什么差错。有邓大人在，歹人也不敢不长眼闯皇宫吧？张侍郎，你们这天牢怎么突然变松懈了？哦，这天气逐渐冷了，里面也没什么要饭，秦大人想着让大家休息休息，反正松懈些也没事嘛。云一洛那边啊，娘娘，贤妃都被关了几天了，皇上也没表明态度，要怎么处置？方才奴婢从外面回来，还听说天牢那边守卫都松懈了。皇上的心思其实我们能猜的，贤妃此次凶多吉少，进入那个地方就让刑部审，可不就是最好的态度？可不是嘛！暴君现在已经怀疑贤妃有负玉楼国的心，把贤妃这么关着，大概是想放长线钓大鱼，引诱一波贤妃的同党。暴君这波操作可以啊！等他发现自己钓到的大鱼是邓峰时，脸色应该很精彩吧？有些小期待。邓峰，禁军统领，莫非他就是鹿儿说的和贤妃苟合的人？三皇子生父。娘娘，怎么了？是茶凉了吗？奴婢去换。不用，茶倒是没凉，贤妃恐怕要凉凉喽。朕之前竟不知道丽妃你还写的一手好字啊！你不知道的多了，美人娘亲不仅写的一手好字，还画的一手好画，弹的一手好琴，做的一手好菜。哎，洛儿什么时候才会这样夸我呢？谢皇上夸奖。皇上是来带鹿儿去玩吗？哎，好想快点长大，现在这小身板一点人权也没有。
想知道男主和穿越女那边的进展都没办法知道。正想着呢，一道悦耳的歌声响起，示意曹公公过去看看是谁。皇上，人带过来了。要风度不要温度，穿这么少不冷吗？方才是你在唱歌？柔嫔羞怯的点头。回皇上，是臣妾。歌唱得不错，你们下次可以换些花样，不是在朕经过的地方唱歌，就是在朕经过的地方跳舞，毫无新意可言。臣妾只是恰巧在这儿。穿成这样在外面唱歌，还好巧不巧让朕遇到，你当朕是傻子？既然这么喜欢，就在这唱到天黑吧。哎呀，皇上消消气，奴才已经告诉过娘娘他们了，您不喜欢这样，他们不听，奴才也是没有办法呀。柔嫔不是皇后的表妹吗？突然出现在这儿，是不是皇后狗急跳墙，让她争宠来了？曹公公，这柔嫔和皇后是什么关系啊？柔嫔是皇后的表妹，还是皇后选入宫的。这奏折怎么都是方太师那老家伙递来的？光他一个人就递了几次，这不是给朕增加负担吗？皇后娘娘被您禁足，朝中大臣本就不满，现在还知道皇上您还让淑妃掌管后宫，所以就这位方太师这老家伙是想倚老卖老。方太师求见。还回去给这老家伙，朕懒得见他。太师大人，您回去吧，皇上还有要事要处理。回去吧，外面凉。快速转身进入御书房，关上门。太师气得拂袖而去。不见。皇上，是太子殿下。让他进来。起来吧，这让你想的事可想明白了？大暴君现在心情不好，想不明白指不定要被当成出气筒。谁让暴君不知道你的身份，把你和方太师同等对待呢？回父皇，儿臣想明白了，以后不管是什么人以父皇的名义下旨传诏，儿臣都会认真探查事情真伪，若不管不顾的遵从，是在弃天下黎民百姓的安危于不顾。太子皇兄666，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，起码你不会死于这样的骗局了。知错就好。皇后的事，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母后犯错在先，儿臣无话可说。父皇，儿臣带洛儿去东宫玩玩可好？东宫是什么样的？还挺好奇的。天天带暴君的御书房和清心殿看都看腻了。罢了，太子对洛儿好也未必是坏事。倘若哪天他不在了，至少有太子护着洛儿。带去吧，小心些。于一洛被太子逗得咯咯直笑，看着他温润如玉的脸，觉得真是赏心悦目啊。洛儿想去皇兄的书房看看吗？哇，太子皇兄的声音也太好听了吧，简直是音控之人的福音啊，我直接一整个爱住。那皇兄就当洛儿答应了，带你去书房看看，再去看看皇兄的小金库，好不好？小金库什么的我最爱了，越值钱的越喜欢，就是这么物质。呀呼！皇兄糊涂了，应该带洛儿先去挑挑见面礼。哇，随便一件茶具还有摆件，看上去都价值不菲。每天醒来就能看见这么多钱，心情一定十分美好。瞧瞧这金樽玉盏，也太奢侈了。洛儿看看，喜欢吗？喜欢，也不知道这金首饰和夜明珠哪个比较值钱，我应该挑什么呢？洛儿这么喜欢，都给洛儿好不好？就喜欢被人用钱砸我，太子皇兄简直就是送财王子，太爱了。这样的皇兄给我来一打好吗？太子殿下，你去御书房见皇上，皇后娘娘怎么样了？本宫是去认错的，母后只是被禁足，不会有事的。太子殿下，奴婢知道有些话不该说，可我们见不着皇后娘娘，后宫的女人也不是什么善茬，趁机落井下石该如何是好？知道不该说，你还一个劲儿的叭叭。皇后太狠了，居然放这么一个刁奴在太子皇兄身边，太过分了。嬷嬷这是在指责父皇不应该处置母后。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本宫让人带你去父皇面前把这话说一遍，看你有几个脑袋来掉。奴婢关心则乱，口不择言，太子殿下恕罪。没什么事，退下吧。这刁奴在皇后身边伺候已久，皇后做的不少龌龊事他都有参与，能让太子皇兄查他就好了。洛儿真是上天派来的小福星，还好我带洛儿来了，不然都不知道该从何处着手。怎么了？太子殿下，林奇也不藏着掖着，朱嬷嬷这等以下犯上的人，直接杖毙也死不足惜。别啊，把这刁奴杀了就死无对证了。
虽然我也讨厌这刁奴，哎，好气啊！说不出话，没办法揭露皇后的伪善嘴脸。是死不足惜，不过他还有用。让你查的事查的怎么样了？太子全儿说朱嬷嬷死不足惜。之前我说朱嬷嬷时，太子可不是这样的。陆皇后当年确实产下一个死胎，死因也是难产而死，宫中都有记录。太子把于一洛送回丽妃宫里。太子殿下，你这是？就当是作为皇兄给洛儿的见面礼。太子皇兄财大气粗，给的太多了，真想帮帮他，告诉他陆皇后才是他的母后。从女儿这里知道不少秘密，丽妃还是被这个秘密给惊了一下。三皇子不是皇上的孩子，太子又是陆皇后的孩子，我要不要隐晦地告诉皇上太子的身世呢？皇上并未说不许太子见皇后，看到皇后手里拿着一个草扎的小人儿，认真地扎着。母后，看清楚上面写着丽妃的名字，是不是你父皇答应放本宫出去了？本宫就知道皇儿你会把本宫救出去的。儿臣只是来看看你，顺便讨教一些事。父皇并未说要放你出去，为什么不放本宫出去？你没去求你父皇吗？果然别人生的就是养不熟的白眼狼。你陷害丽妃，许太医也被父皇斩了。若儿臣真去求情，不仅救不了你，还会让父皇连儿臣一起厌恶上。难道母后一点也不担心儿臣出事？又或者儿臣不是母后你所生？胡说什么？你听谁说的这话？有人说儿臣长得像陆皇后，听着确实是胡言乱语。到底是谁在太子面前嚼舌根？如今他只是被关着，若太子身份一事被人知道，恐怕再也没人能救他了。晚上过后，继续扎小人的皇后迎来她心心念念的皇上。你下去休息，本宫这边不需要你。抬眸对上皇上阴沉的脸，他下意识地把手上的小人往背后藏。扎呀，怎么不继续扎了？臣妾见过皇上，不知皇上在说什么？不是在你袖子里吗？拿出来吧，朕看着你扎。哼，也不知道皇后扎的是哪个倒霉蛋，盲猜一波暴君。曹公公一把把小人夺过来。我去，看来皇后被关着的这段时间，就靠这小人打发时间啊！这得多恨呐！要不要脸啊？居然敢扎我美人娘亲！罪过罪过，刚刚一时口误。皇后这次要怎么解释这个小人？需不需要朕给你找个开脱的借口啊？拽着皇上的袍角直喊冤枉。翌日，被带着上朝的于一洛不停地打哈欠。上奏吧。方太师上前一步，拱手道：不知皇后娘娘犯了什么错，皇上要把皇后娘娘禁足起来。太师这是管起了朕的家事。皇后乃是一国之母，老臣说的是国事，皇上应该给老臣一个交代。哼，皇后残害皇嗣，若不是念她是皇后，朕直接砍了她，好好看看。昨晚朕过去时，还看皇后扎了好一阵。太师大人，好好看看。皇上，这是误会。皇后是个什么样的人，大家都知道啊。都说一日夫妻百日，皇上查都不查，就直接处罚皇后，实在是难以服众。是难以服众还是难以服你啊？你女儿什么样，心里没点数啊？难以服众。皇上扫了眼众人。你们都对朕处罚皇后一事有意见？大臣们连连摇头。皇后是太师的女儿，又不是他们的女儿，他们可不想掺和。见众人避之不及的样子，让方太师皱了皱眉。看来就太师一个人不服啊！你年纪也大了，朕准你告老还乡吧。朝堂上的事你也别管了。方太师要拿出他的必杀技来，每次暴君让他告老还乡，他就倚老卖老，要死要活，结果就不了了之了。于一洛眨巴着圆溜溜的眼睛，看着脸色难看的方太师。哎，在蓄力了，要开始了。必杀技还蓄力？皇上要老臣告老还乡，不如要了老臣的命。若皇上不收回成命，老臣便一头撞死在这儿。皇上怪无语的。原来必杀技是这个呀！这老家伙确实没少用。那时候是看在皇后的面上，所以才任由他倚老卖老。太师也不是第一次这样了，他们已经见怪不怪。
每次他这样，皇上便不再提让他告老还乡的事儿。撞吧！李丞相道：太师，你要撞就赶紧撞，若是不撞，我们好继续上奏。李丞相看热闹不嫌事儿大，把方太师架火上烤啊！见方太师真撞了上去，只听砰的一声，方太师被撞得头晕目眩，差点摔地上。没事吧？来人，把太师送回府，今日起褫夺太师之位，无诏不得入宫。天牢放松懈后，可有什么异样啊？回皇上，没有。对了，陈启的张侍郎说他在回天牢时遇到了邓统领，两人还聊了几句。你把和贤妃一起被关进去的宫女放出来，放出来之前让她去见见贤妃。海棠一脸茫然地被带出牢房。赶紧走。大哥，你要带我去哪儿呀？我这是可以出去了吗？狱卒大哥，可以让我去看看贤妃吗？我就看一会儿，好不好？去吧，秦大人念你与此事不相干，所以才放了你，别待太久。娘娘，娘娘，海棠，真的是你？娘娘，奴婢被放出来了，该怎么做才能救你出去？本宫，奴婢去找三皇子，让他救娘娘你出去。你去找邓统领，还有杨欣，直接找三皇子，他未必会想办法救本宫。奴婢明白，娘娘等奴婢。等等，你把这个给邓将军。海棠把玉佩收好，小心翼翼地去到宫门口，正好看到邓峰往他这边来，佯装没看到邓峰一般撞了上去，借机把手里的玉佩塞给邓峰。不长眼呐，你这宫女啊！算了，也不知道邓统领能不能认出玉佩。邓统领，奴婢在这儿。是贤妃娘娘让你来找我的，她现在怎么样了？娘娘身上有不少鞭伤，说话也费劲。邓统领，你一定要想办法把娘娘救出来呀！好。俩人以为自己做的格外小心，殊不知一切都在皇上的掌控中。你这是怎么了？贤妃娘娘被关进了天牢，你知道吗？知道。你知道？为何不让三皇子想办法救娘娘出来？娘娘在天牢里受了不少苦，说是她出了事，你觉得就凭你真的能帮到三皇子？你怎么知道我没说？三皇子不听我有什么办法？你只是贤妃身边的一条狗，没资格教我做事。我们今夜会动手，你告诉三皇子一声，让他接应娘娘。殿下，杨小姐方才见了贤妃娘娘身边的海棠姑娘。一阵敲门声响起，进来。杨欣扬起一抹笑容。陈哥哥，这是我给你做的点心，你尝尝。找本宫何事？方才海棠姑娘来找我，他们今天晚上会去救贤妃，让陈哥哥你接应一下。本宫知道了，你出去吧。子阳也从房梁上跳了下来。殿下，上次贤妃出事，传信给你的人也查到了。是谁？邓统领。又是邓统领。三皇子皱了皱眉。用过晚膳后，天色彻底暗了下来，邓峰那边也开始行动。你确定三皇子会来接应贤妃娘娘？确定，三皇子肯定会来的。好，我进去救娘娘，你在外面放哨。邓峰说完，闪身上前。海棠刚点了下头，感觉后颈一凉，耳边传来一声警告：别吵！皇上，带人已经进去了。海棠身体僵硬的转头，皇上怎会在这儿？原来今晚是猎杀时刻啊！怪不得暴君非要把我抱出来。公主，属下来救你出去了。邓峰，就你一个人，海棠呢？海棠在外面放哨，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。怎么了？难道公主要是打不开？有人来了，还不把人围起来！哇，好激动啊！要开讲了，期待暴君揭开邓峰的面巾的那一刻，一定很精彩。竟想劫狱救走罪犯，还不把头转过来，把人押过来，跪下！说你是贤妃的什么人？谁让你来劫狱的？皇上，他并非来劫狱，而是给臣妾送药。弄出如此大的动静，就为了给你送药，当真是傻子。可不就是当你是傻子嘛！人家邓峰是贤妃未出嫁前的贴身侍卫，贤妃入了你的后宫，他也跟着进宫，还混到统领的位置。结果你啥也不知道，你不傻谁傻？来人，把他的面巾给朕拿开！此人面貌丑陋，恐误了圣上的眼。我自己摘。说着，眸子里面划过了一抹狠厉，缓慢地抬起手，接着扯面巾的动作，找准机会放出袖子里的毒蛇，猛地朝皇上袭去。将牢外进来的三皇子看到这一幕，靠，是蛇！我最怕这玩意儿了。几道剑光闪过，
吐着蛇信子的毒蛇直接被砍成几段。三皇子太帅了，不愧是男主，小命可算是保住了，不然被这毒蛇咬一口，得直接去见阎王了。还好刚刚没吓得闭上眼，不然就错过了男主这么酷的一幕。还不拿家族过来把人锁住，等着伤小公主和父皇吗？父皇，你没事吧？若是没有三皇子，你的命当场就没了。不是说三皇子喜欢流连青楼，寻欢作乐吗？怎的如此深藏不露啊？都怪这个逆子，不救他就罢了，还帮皇上。本宫倒是想看看是谁如此大胆，敢行刺父皇。直接扯下他蒙在脸上的黑色面巾。邓统领，怪不得上次突然问他天牢的事儿，原来是为了今日。你们既然已经知道了，我无话可说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其实男主不知道自己是贤妃和邓枫的孩子，也挺好的。他对暴君这个父皇是真的很敬重。袁书里之所以造反，也是因为杨欣和贤妃联手，瞒着他给暴君吃药，控制暴君，使得暴君无心料理朝政，才把他一步步逼到造反的那一步。把他关押起来，慢慢审。我的生父是邓枫，这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三皇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贤妃就好似疯癫了一般，哈哈大笑起来。难听的笑声在昏暗的天牢里显得有些诡异又刺耳。他当然是来救本宫出去的，这还用问吗？若儿臣说，儿臣得到消息，知道今日会有人来救母妃，所以特地来查看救母妃之人是否是玉楼国余孽。父皇会信吗？朕信。谢父皇。行了，你帮朕把罗儿送回丽妃宫里。贤妃，你想怎么死啊？贤妃知道大势已去，席地坐下，脏污的脸上带着讥讽。怎么死我说了作数吗？皇上你设局的那天，我在你心里便已经是个死人了吧？朕不设局怎会知道贤妃你狼子野心，勾结邓枫想复玉楼国。现在邓枫被抓，你的复国梦该醒了。皇上不愧是皇上，知道的的确不少。不过有一点你错了，玉楼国的皇室血脉不止我一个，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人。皇上想知道那人是谁吗？皇上不知道吧？方才救你的三皇子是我和邓枫的孩子，不是你的孩子。朕知道了。你知道？他仰头笑了几声。你知道还相信他的话？我从小就告诉他，你处处偏袒于太子，还在打他的时候把一切都归功于皇上你，因为你对他不够重视，所以我才打他。够了。怎么不想听了？就算这样你还信他，恐怕他早就对你心有怨恨。我是好心提醒你。另一边，三皇子把于一洛送回宫，便回了三皇子府。陈哥哥，贤妃救出来了吗？你有没有受伤？你似乎很关心母妃，救她的人被父皇发现了，也一并关了起来。怎么会这样？那怎么办？殿下，府里那些人都已经送出去了。什么人？杨小姐，你招进府里的人，殿下说了，府里开销太大，不能把银钱浪费在不相干的人身上。什么不相干的人？那可是你的族人，那些人都是些能人，留着对你大有帮助。本宫作为一个皇子，还需要什么帮助？我知道你敬重皇上，可他不仅责骂你，还逼你娶你自己不喜欢的人，如今又抓了贤妃娘娘，这不是想逼死你吗？你若是不反抗，指不定哪天小命就不保了。杨欣，你是想让本宫造反吗？杨欣嗫嚅着嘴，我只是心疼陈哥哥你，若是你坐上那个位置，便没有人敢欺负你了。杨欣，若不是因为你救过本宫，本宫早就把你赶出去了。翌日，皇上，可是啊，邓枫在牢中咬舌自尽了，这是他留下的。看完内容后，邓枫不去当说书先生可惜了，无妨。该知道的他都知道了，审不审都一样，反正也审不出什么。皇上，那贤妃呢？让三皇子去见贤妃最后一面，之后赐毒酒吧。怎么来看我死了没？都说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看来母妃永远都不待见儿臣，不论什么时候。是，本宫不待见你，若不是留着你有用，本宫早就掐死了你。为什么？
因为你是耻辱。若不是邓枫玷污了我，我也不会怀上你。你对太子之位不屑一顾，不过是因为你有皇子的身份，可以锦衣玉食。可现在，本宫已经把你的身世告诉了皇上，你猜他会不会留下你？这就是你不救我的后果。你以为救了皇上，他就会心慈手软吗？真是可笑至极。皇上可不会在乎你这个玉楼国余孽。够了，本宫怎样不用你操心。我还有事没说，怎么就能够了？杨欣，你不想知道他是怎么去你身边的吗？是我把他送到你身边的，那样的蠢货你都能看上眼。贤妃好似疯了一般在那儿傻笑。都别想好过，我就算死了，你们也别想好过。哎，这好似也没办法让他自己喝了。都别想好过，都别想好过。说完，猛地撞在墙壁上。丽妃宫里，于一洛欢快地喝完奶，听张嬷嬷进来说贤妃已经死了。听说皇上还允许三皇子去见了他最后一面，可三皇子出来时脸色不太好。肯定是被贤妃气的，毕竟三皇子是邓枫玷污他所生，他又一直看不起邓枫，觉得邓枫低贱，所以连带着三皇子也不待见。只是没想到死前还要膈应三皇子一下。昨晚要不是三皇子，我小命恐怕就不保了，也不知道能做些什么让他好受一点。小命不保。正思索着呢，听到花蕊给淑妃行礼的声音响起。本宫过来给小家伙送礼。东西有点类似于现代的婴儿车，东西是给小家伙用的，你可以把小家伙放在里面推着走，不用一直抱着。以后谁说淑妃瞎捣鼓，我第一个不同意。这手艺谁看了不得夸一句啊？等小家伙长大一些，用处更大。哟，嗖的一声，从里面飞出一枚暗器。还不错吧？暗器上抹了毒，可以夺人性命。何止是不错啊，简直是闲暇时的代步器，危险时的保命符，绝了绝了！行了，礼物本宫也送到了，走了。谢谢淑妃。这是听说丽妃妹妹手艺不错，本宫就不客气了。淑妃这性格啊，真的爱了。花蕊，把菜洗一下，本宫做饭。皇上过来后，饭菜的香味直往他鼻尖钻。皇上，这是臣妾给三皇子准备的。真以为你还未用膳，怎么想着给三皇子做吃食呢？洛儿很喜欢三皇子，听闻今日贤妃自尽了，想必他心里也不好受。娘亲太暖了。贤妃虽然不喜欢三皇子，可再怎么说也是三皇子的母妃，她面上不在乎，心里肯定难受。昨晚在牢里，他还救了朕和洛儿。既然如此，那更要好好谢谢三皇子。美人娘亲也有小情绪了，嘴上不说，肯定是在心里偷偷说。把我的洛儿带出去，差点没命，还有脸吃我做的点心，做梦！殿下，你出来吃点东西，怎么进宫一趟变成这样？贤妃出事时，殿下明明很淡然，这会儿怎么难过的饭都不吃了？子阳，陈哥哥还是没出来吗？你有办法让殿下出来吗？陈哥哥，我知道贤妃娘娘没了，你很难过，你可以出来，我陪你聊聊。都说一醉解千愁，陈哥哥，你就出来吧。滚！杨小姐，殿下让你滚。请问三皇子在里面吗？你是谁？手里拿的什么啊？我是丽妃娘娘身边伺候的，给三皇子送东西。东西给我，我会交给三皇子。我和你说话，你没听到吗？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，我拿进去有什么？这是娘娘让我亲自交给三皇子的。殿下方才让你滚，没听到东西是丽妃娘娘送来给殿下的。丽妃娘娘不也是人？都是人，谁又比谁高贵？还不让我碰，好似谁稀罕似的。殿下，丽妃娘娘让人送东西给你。让人进来。见过三皇子，娘娘让奴婢给您送了些吃食。替本宫谢谢丽妃娘娘。昨晚三皇子救了小公主，所以娘娘特意下厨做了些吃的送过来。娘娘厨艺很好，皇上常常去宫里用膳。丽妃娘娘做的菜确实好吃，皇上也说好吃，今日还过来用膳，结果被娘娘全装过来送给三皇子你了。父皇看着丽妃给本宫送菜，没有说什么。没说什么。三皇子没什么事吧？
奴婢去时，三皇子似乎不太好，让门口一个女子滚，听侍卫叫那女子杨小姐，她还想抢奴婢手里的食盒送进去，奴婢不给，她还挺生气。杨小姐，难道就是陆儿说的那个穿越女？什么？三皇子让穿越女滚？这是闹掰的节奏吗？这杨小姐是三皇子什么人？奴婢不知道，她人说话挺奇怪的。穿越女嘛，自然觉得自己有优越感，嘴里嚷嚷着众人平等，却渴望那母仪天下的位置。一边把丫鬟当姐妹，一边又享受丫鬟的伺候，双标的明明白白的。可恨的是还知三当三，真是丢穿越大军的脸。也不知道他这一掺和，男主还能不能和女主擦出火花。去把小公主抱过来。陆皇后一事查得如何了？回主任，当年和陆皇后有关之人皆被皇后娘娘处死，恐怕只有皇后娘娘和太子的奶娘朱嬷嬷知道当年的真相。又把我这个小可爱来御书房干嘛？看你处理奏折很无聊的好不好？把小公主给朕，去东宫。嘿嘿，皇上，现在过去，太子恐怕在上课。正好。他倒想看看这老师是怎么教的，把太子教成这样。太子殿下，上次老夫看你在写愚孝二字，为何要写啊？因为本宫之前对孝这个字理解不对，所以太子是觉得老夫教的不对。夫子，若是按照你的意思，父皇说什么本宫都听，万一父皇是错的呢？皇上是君，又岂会错？太子没听过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吗？这夫子真是误人子弟。若按照他这说法，大臣还敢提意见吗？也不知道暴君在哪儿找来的老古董。楚夫子，原来你是这么教太子的啊！皇上，草民这样有何不妥呀？他之前一直都是这样教的，也没人说不妥呀。楚夫子，今日起你别给太子上课了，继续上下去，真把太子教废了。皇上，你不是觉得草民教的好才？草民遵旨。好家伙，古代也有人懂得营销自己吗？暴君若是知道这楚夫子之所以出名，是因为用了银钱找人宣扬出来的，不得被气吐血。皇上怎么了？楚夫子是你找来的，你在哪儿找的呀？皇上，你说这京城这些思想比较固守成规，所以奴才才特意去了其他地方找。当时好多人都想请楚夫子，奴才也是出了高价才请来的。皇上和太子一阵无言。父皇还对我说，这夫子之前四处游历，见多识广，让我认真听讲。父皇，你过来寻儿臣有事。让人去把朱嬷嬷叫过来，朕有话要问。你以前在皇后身边伺候，那你应该见过陆皇后啊？见过。难道父皇也对陆皇后的死产生了怀疑？可都过去10多年了。朕倒是忘了，皇后以前就爱去陆皇后宫里，你见过也不稀奇。笑着应是。瞧瞧朱嬷嬷心虚的样子，当年害陆皇后时可不带怕的，现在知道心虚了，若是知道杀人灭口没灭完，还不得被吓死？朕记得当年陆皇后身边的人是皇后安置，朱嬷嬷知道贴身伺候陆皇后的都被安置在何处吗？这么多年了，奴婢也不太记得了。不记得吗？真想找陆皇后身边的嬷嬷来狠狠打你的脸，看你记不记得。真以为自己做的天衣无缝。好，记起来了。这嬷嬷现在应该是在蔡家侍候来着，她可是目睹了全程。若不是她聪明，在皇后去灭口时假死躲过一劫，这世上啊，就真的没有人知道陆皇后是怎么死的了。啊，想起来也没用啊，他也没办法说话，更没有办法让这嬷嬷进宫。你下去吧。回御书房后，皇上，奴才画好了。你画成这样，阿伟能找到人吗？曹公公这画的也太抽象了，谁叫他这么画的？这画怕不是来辟邪的吧？还是娘亲画的好，帮我画的画像栩栩如生啊！皇上一阵无言。陆儿都没看出来，这是陆皇后身边的常嬷嬷，暗卫能认出来吗？皇上，您不满意吗？不满意，奴才继续画啊！满意？朕若拿你这画去寻人，不得寻个麻子回来啊！皇上，那是治
不是麻子。接着抬手在他脑袋上拍了一巴掌。楚夫子一事，你觉得朕该怎么处罚你啊？哎，皇上，只要不是让奴才去洗公桶，奴才都认罚。不洗公桶是吧？皇上冷哼了一声，哼，那朕就如你所愿。似乎皇上这么多年，皇上对他还是挺好的。今晚去洗公桶吧。这个皇上，奴才若是去洗公桶，回来的时候抱小公主，熏到小公主怎么办啊？你不会给自己洗干净，不熏人了再过来。皇上便去了丽妃的宫里。皇上驾到！丽妃啊，朕想让你帮忙画一幅画。不知皇上想画什么？当年陆皇后身边的常嬷嬷，丽妃还记得吗？感情放在曹公公画的是常嬷嬷啊，不能说一模一样，只能说是毫不相干。难道是暴君查到了什么，开始怀疑太子的身份了？不愧是皇上，都查到常嬷嬷身上了，加油加油，你离真相不远了。臣妾献丑了。耶，娘亲，你画的怎么会是献丑呢？曹公公那才叫献丑，简直不堪入目，辣眼睛。暴君，把你的视线收一收，我知道我娘亲很美，可你也别一直盯着，汗喇子都快流出来了。听到这声音，皇上，画好了。曹公公，瞧瞧丽妃画的啊，再对比你画的。嘿嘿，奴才哪敢跟丽妃娘娘比啊？娘娘画得如此传神，宫中的画师都未必有这等本事。确实如此，这修改过的地方不仔细看都看不出来啊。皇上，怎么了？丽妃懂得如何修复画，略懂一二。那你可曾修复过一幅宫乐图？确实修复过，那时候臣妾还没进宫，有人花钱请臣妾帮忙修复。傻眼了吧？狗血的错认梗来了。方太师那老家伙拿着娘亲修复的宫乐图告诉暴君是自己女儿，也就是当时还未出阁的皇后修复的。暴君一听啊，迫不及待的让方太师把女儿送进宫。可进宫这么多年，皇后也没做过画。曹公公吩咐人去备马车，朕要出宫。哎，小公主呢？要送回丽妃那儿吗？哇哦，出宫！我也想出去看看宫外是什么样。看我呀，看我这个小可爱，拜托拜托。不用，朕带小公主一起去。不愧是我英明神武、帅气逼人的父皇，父皇万岁！以后我能控制的话，尽量少吐槽你一些。太师府3个大字儿。哼，等会让人把这匾额给朕撤了，看着碍眼。你们是谁啊？哎，你们是来找公子的？先等等，我去叫夫人。说完就转身跑开了。老爷，妾身出去办点事儿。你们这是来寻那逆子的吧？这是那逆子的孩子，这是给你们的钱，孩子给我，你们走吧。之前常有夫人找上门，都被夫人给打发了，没想到现在来的竟是抱着孩子来。方夫人这是把我当成她那不成器儿子的孩子了吧？看方夫人这熟练的样子，肯定没少用钱给儿子擦屁股。放肆！还不见过皇上跟小公主啊？方太师从正厅出来，是曹公公的声音。难道皇上想起我了？臣参见皇上，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起来吧。方府是拐子窝吗？我和皇上还未进门，你夫人就用银子砸我们，还让我们把小公主留下，把我们当拐子啦！皇上恕罪，民妇不知道您是皇上。皇上，这都是误会，都是误会。老臣的伤已经好了，皇上驾到，有何吩咐？看来你这是撞多了，都找到技巧了。多损啊！山上的笋都被你剁完了。朕今日来，只想知道当年宫乐图是谁修复的？宫乐图是小女修复的。皇上不是因为这事儿才让小女进宫的吗？莫非是画有什么不妥？到现在还说谎！朕已经知道是丽妃修复的了，你还想怎么编啊？皇上，肯定老臣当时嘴瓢说错话了，臣也不知道是丽妃娘娘呀。来人，把府上的匾额摘了。皇上，这些年皇后做的事，你知道多少啊？皇上，老臣不知啊。是皇后做了什么事儿吗？不急，等审问皇后那天会叫上你的。
老爷，外面有人说公子强抢民女，要找你给个说法。说完才注意到里面有人在。那逆子不成器就算了，竟然还敢强抢民女！莫非有人在推波助澜？方太师的儿子常常仗着有个皇后姐姐，没少作威作福。这些平民百姓误及皇后和太师的身份，都敢怒不敢言，每次都被方夫人用银子给打发掉。把人带进来。苦命的女儿，今日你们不给个说法，我就不走了。一个一个说，朕为你们做主。是皇上天恩，是皇上天恩。东宫，太子殿下，属下已经按照您的吩咐，让人把被方公子凌辱过的妇人们都集中在了一起，让他们去方府讨说法。现在那些人应该已经到了方家，我们也去方家看看。父皇是带着小公主去的。太子殿下，您看，方府的匾额没了。哦，是太子皇兄，原来是太子皇兄在推波助澜啊，干得漂亮！暴君啊，已经在查陆皇后的事儿，真相出现必然会废掉皇后。现在这样，可以先打破百姓们对皇后伪善的认知，废后时啊，可以省不少事儿。儿臣路过，见门口围了不少百姓，担心出什么事，所以进来看看。没想到父皇您也在，明明就是有备而来，还说是路过。到谁了？继续吧。就剩2个了。皇上，民妇的女儿是在赶集时被方公子抢走的，知道她的身份，来了方府讨说法。可方夫人用银子打发了民妇，因着皇后和太师的身份，民妇不敢再说，拿着银子离开，却在路上被方公子给抢了回去，还说他能看上我们这些贱民的女儿，是我们几辈子修来的福气。我可怜的女儿，皇上一定要为我们做主。等最后一个妇人也说完，正厅里面只剩下低低的啜泣声。皇上，老臣不是那逆子，竟敢做出这等欺辱百姓之事，老臣让人把那逆子叫来。老爷，少爷出去还没回来。吵！给我把这个逆子绑了回来。娘，孩儿回来了。逆子还不跪下，还不见过皇上、太子和小公主。方公子，有人状告你强抢民女，此事可属实？肯定属实啊！方强简直就是京城的一大蛀虫，若不是有皇后，他早就死了几百回了。你想清楚再回答，否则被证实别人状告的属实，欺君之罪加上强抢民女之罪，朕会砍了你的脑袋。我没有强抢，我给了他们银子的，我这是买的。你胡说！你根本没给我们银子，就连你母亲给的你也拿走了，你把我女儿还回来。让京兆尹过来，把方强带走。皇上，求求您别把强儿带走，我就这么一个儿子，求求您。你的孩子是孩子，别人的孩子就不是孩子。方夫人，将心比心。等一行人离开，爹，你一定要救救我，我不想死啊！老爷，你一定要救救强儿，这是我们方家的命根子呀！够了，我现在无官职在身，皇后又被禁足了，没人救得了你。老爷，强儿就真的没救了吗？娘娘，兰芝轻唤了一声，要奴婢去回话吗？皇后回过神来，让她把话再说一遍。听完后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。本宫现在自身难保，管那废物的死活干嘛？母亲若是想折腾，随她折腾去。是，娘娘如今这样，夫人不想着娘娘，还为难你，这心真是偏得没边了。自己若不是皇后，娘都未必记得她还有一个在深宫的女儿呢。对了，宫里今日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吗？本宫想听听。奴婢早就想和娘娘说了，可又怕娘娘不想听，嫌妃娘娘勾结邓统领谋害皇上，二人都在天牢里自尽了。这就是后宫女人的宿命，恐怕本宫也会走到这一步。这几天她眼皮总是跳个不停，好似在提醒她有什么事情要发生，再加上太子的话让她彻夜难眠，闭上眼就是陆皇后死死瞪着她的那一幕。娘娘，您说什么呢？您是皇后，才不会如同贤妃一般呢。说吧，本宫现在还有什么听不得的？太师大人
被皇上革职，让告老还乡了。原来如此，兰芝，丽妃呢？她那边怎么样？皇上现在去后宫，都只去丽妃那儿，就连她的女儿，皇上也是珍爱如宝，去哪都抱着，比太子还得宠呢。金将军那边也没什么事，没听到什么消息，应该是没事。可有结果？回皇上，属下在蔡府并未看到画上的人。不会吧？难道是我记错了？不应该呀。难道是剧情不一样？你继续观察着。皇上挥退暗卫，心道：小家伙不会是真的记错了吧？皇上，丞相大人求见。对啊，怎么把李倩给忘记了呢？如果李倩常去蔡家，有可能见过常嬷嬷。参见皇上。李爱卿，找朕何事啊？皇上，臣是来送那人给小公主做的鞋子的。好，朕会交给丽妃。爱卿啊，朕看你容光焕发，想必是令爱和蔡家好事将近。暴君这样啊，像极了八卦小情侣恋情的我。确实如此，小女最近在和蔡夫人学习经商之道。哎呦，这不巧了吗？常嬷嬷就是蔡夫人身边伺候的人，天助暴君也。若是暴君能让李倩进宫就好了。这是好事。上次丽妃对令爱一见如故，爱卿不妨让令爱进宫陪丽妃说说话。太赞了，暴君简直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啊，说出了我想说的。承蒙丽妃娘娘厚爱，臣回去让小女进宫陪娘娘说话。用完善后，这是李夫人给洛儿做的鞋子。这鞋子做的比臣妾的好多了，洛儿看看喜欢吗？丽妃说好，一定是极好的了。这是什么新的夸人方式吗？马屁精！翌日，娘娘，李小姐来了。李小姐不必客气，坐吧。谢娘娘。果然，人找到人生目标就会变得自信。李倩一看就过得很好。本宫听闻李小姐和蔡家好事将近，看李小姐气色如此好，想来是真的好事将近了。娘娘，上次的事其实不是话本，而是婚事意味着女子的后半辈子，谨慎些总没错。谢谢娘娘，因为你的话，臣女做出了正确的决定。蔡家待我很好。既是如此，本宫也就放心了。李倩想起带来的礼物，看到匣子，于一洛双眼放光。想知道里面是什么？会不会也是给我的礼物？娘娘，这是臣女给你和小公主带来的礼物，都是我首饰铺子里的新式样，希望娘娘喜欢。李小姐送这些来，铺子是不打算盈利了吗？娘娘，臣女一定会赚回来的，你就收下吧。没错，钱是赚出来的，不是省出来的。娘亲，你就收下吧。洛儿，喜欢李小姐送的礼物吗？谢谢李小姐，洛儿很喜欢呢。丽妃问了她的铺子名字，叫品真阁，好名字。娘亲是打算给李倩打广告吗？还问铺子名字？不过凭娘亲的长相，带这些首饰去后宫走一圈，李倩铺子的销量不得蹭蹭往上涨啊！娘娘，桌上的画要奴婢收起来吗？哎呦，差点把这事给忘了。娘亲，快把画给李小姐看，问她认不认识这人。不用，你把画拿过来。李倩看到画脸色变了，肯定见过常嬷嬷啊。李小姐，怎么了？你认识画上的人？他不是什么大奸大恶之人，李小姐不用担心他有事。他原是蔡夫人身边伺候的嬷嬷，蔡夫人今日忙，便把他给了我，让他指点我一些事。难怪暴君的人没见到常嬷嬷，原来是在李倩身边。这人原本是宫里的，李小姐回去告诉他一声，皇上在找他。李倩回到府里，倩儿，怎么了？去宫里一趟，回来就心事重重的模样。娘，我没事。没事就好。蔡夫人让来指点你的婆子是个好的，瞧着那一身气派，不知道还以为是宫里的贵人。进来。我还有事，就先忙了，你们慢慢聊。李小姐，你找老奴有事？连娘都觉得张婆子像是宫里的人，可宫里的人怎么会在蔡家？张婆子，我今天去宫里见了丽妃娘娘，看到了你的画像，于是就把你在丞相府的事说了。对不起，张婆子，丽妃娘娘不是坏人，她让我告诉你，皇上在找你。10多年了，
只要闭上眼，脑海里面全是娘娘被害死的画面。难道是皇后知道她还活着，所以告诉了皇上，皇上才来寻找自己？双婆子，你不想去没关系，我可以回绝了丽妃娘娘。你知道丽妃是个什么样的人吗？丽妃娘娘人很好，十分宽厚温柔，如今正得宠。宽厚温柔？那她和如今的皇后关系如何？两人关系不亲近，皇后被禁足，正是因为她谋害小公主和丽妃。你说什么？你说皇后被禁足了？对，我是听爹说的。丽小姐，麻烦你帮我备辆马车，我现在进宫。趁着毒妇被禁足，她可以先发制人。那失礼了。爹，女儿正好有事找你呢。巧了，爹也有事要找你。丽妃娘娘给你说的事，你说了吗？她愿不愿意进宫啊？愿意。爹爹来找女儿，不会是为了这事吧？女儿正想找人带婆子入宫呢。坐在去皇宫的马车上，心里是既紧张又激动。皇上，丞相大人来了。常嬷嬷，朕可算等到你了。臣参见皇上。奴婢参见皇上。起来吧，这些年委屈你了。常嬷嬷可算是来了，她能这么快速进宫，还真是出人意料啊。毕竟暴君他也是不信任的。暴君之前对皇后可不是这样的，人常嬷嬷担心自己进宫被交给皇后，转头直接就被处理了。为了娘娘和太子殿下，老奴不委屈。皇上是因为怀疑娘娘当年的死有蹊跷，所以才查到老奴，让老奴进宫嘛。太好了，太子皇兄终于可以知道自己是陆皇后的孩子了。常嬷嬷听到太子求见，这就是太子殿下吗？周身的气质和娘娘像极了，说是娘娘还活着，必然十分欣慰。儿臣参见父皇。起来吧，朕本来也打算让人去唤你过来一起听的。谢父皇。不知他是，难道这就是陆儿说的那个知道真相的人？太子殿下，老奴是陆皇后，也就是你母后身边伺候的嬷嬷。常嬷嬷，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，若是属实，朕一定会还陆皇后一个公道。老奴所说的句句属实。当年皇后娘娘和方贵妃同时有孕，娘娘好心让方贵妃住到她的宫里，可以相互照应，一起聊天。后宫的女人何其危险，更何况还怀着孕呢，万一方贵妃出了什么事，娘娘定然脱不了干系。所以老奴就劝娘娘，劝了几次，娘娘不听，老奴便只能把方贵妃接过来。起初一切都相安无事，娘娘也因为有方贵妃这个好姐妹在，心情也好了不少。老奴也渐渐放下心了。直到生产那日，那是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，方贵妃突然肚子疼得厉害，老奴知道是要生了，就去找稳婆过来等着接生。娘娘担心方贵妃出事，特意让老奴去帮忙，她自己也在旁边宽慰着方贵妃。方贵妃的孩子出生了，可是个死胎，她抱着孩子一直在那儿哭。娘娘心生不忍，上前宽慰她。就在这时，娘娘肚子也开始疼，奴婢扶着躺到旁边的床上，大家都开始手忙脚乱的去帮娘娘接生。在一声一二的啼哭中，娘娘产下了一个小皇子。她看了小皇子一眼，听着旁边哭泣的方贵妃，让老奴去请皇上过来。可皇上那日恰好出宫，老奴并未见到皇上。待老奴回到娘娘宫里时，就看到方贵妃笑得一脸阴狠的用枕头捂住娘娘的口鼻。娘娘不停挣扎，可她越挣扎，方贵妃就越发使劲儿。老奴当时就在屏风后面，想上前阻止方贵妃时，娘娘发现了老奴，她冲老奴摇头，让老奴不要出去。老奴只能用手捂住嘴，生怕发出声音被方贵妃发现，看着娘娘就这么被捂死。再后来的事，皇上就知道了。方贵妃把2个孩子调换，并告诉皇上，娘娘因为难产而死。可那时候
都已经过去了2天，该灭口的人都被方贵妃灭口了。太子皇兄，别难过了，陆皇后是爱你的，正因为爱你，才不让常嬷嬷出去被发现。她是用自己仅有的一点能力保护你。来人，把皇后那毒妇还有朱嬷嬷带过来。皇上，人带来了。看到常嬷嬷时瞳孔散大，常嬷嬷不是都被处理了吗？鬼啊鬼！你不是死了吗？鬼，你是鬼！朱嬷嬷，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，这是人，青天白日的，哪来的鬼？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的蠢货！参见皇上，皇上让人传臣妾过来，莫不是为了常嬷嬷这个故人？哼，皇后竟还认得常嬷嬷，当真是好记性了。臣妾当年和皇后姐姐关系亲近，怀着太子时又一直住在皇后姐姐宫里，自然不会忘记常嬷嬷。好大一张脸，杀了人家还好意思叫人家陆皇后姐姐，真是人不要脸，天下无敌！你这毒妇，娘娘好心接你去她宫里，你却把她杀了，还抱走了太子，现在居然还有脸叫娘娘姐姐！常嬷嬷，本宫知道皇后姐姐死了你很难过，可你不能空口白牙污蔑本宫。娘娘当年就不该让你住进她宫里，更不该对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心软。太子，你也认为你不是本宫生的吗？够了，常嬷嬷已经说了当年的事，你嘴硬没关系，朕有的是办法让你开口。难道10几年的夫妻情分还比不过常嬷嬷的3言2语？皇上总是这样，同样是皇后，为何你对姐姐就能全心全意信任，对臣妾就只有怀疑？陆皇后至少不会像你这样恶毒。臣妾恶毒？难道陆姐姐就当真是好人？放肆！到了现在，你还要攀咬陆皇后？能把我给曹公公抱着吗？那样你不仅可以发火，去踹皇后，我就举双手双脚赞成。暴君刚刚扔了茶盏砸皇后，现在不会一激动把我也给扔出去吧？他似乎忘了还抱着我哎。把我给曹公公吧？哎，不对，曹公公昨晚去洗了公桶，还是把我交给太子皇兄吧。太子皇兄看上去就香香的。太子，上来抱着洛儿。太子皇兄果然香香的，知道你现在心里不好受，毕竟好不容易知道自己的娘亲是谁，结果娘亲还没了。不过没关系，大不了等我长大了对你好些就是啦。不会是我笑得太傻，吓到太子皇兄了吧？又或者现在这个气氛我不该笑。臣妾攀咬陆姐姐，皇上以为陆姐姐为何让你把我封为贵妃？你以为她就没有一点算计吗？她不过是想巩固她的地位。你胡说！娘娘若是想用你巩固她的地位，她早就让你进宫了。之所以不让你进宫，是想保护你，希望你能觅得如意郎君。你闭嘴！她就是不想本宫好，什么如意郎君，本宫只想进宫。他明明知道本宫在家里有多么不受母亲待见，又怎会在我的亲事上下功夫？娘娘若是不想你好，也不会认真为你挑选如意郎君。她原本都挑好了，打算去请皇上为你赐婚，可不等她去求婚，你就被送进宫了。惺惺作态，你是陆静怡的狗，自然觉得她千好万好。本宫进宫后，他确实对本宫很好，本宫当时也是这样认为的。本该是恨陆静怡的，可陆静怡对他好时，他还是心软了。直到他听到太医和陆静怡的对话，明白过来一切不过都只是利用。皇后抬手抹了抹脸上不知何时流下的泪，声音悲痛。要不是本宫听到了他和太医的对话，知道他身子越来越不好，恐怕就被他给骗了。他说着，看向有些吃惊的常嬷嬷。你不知道吧？他知道自己身子不好，所以才让皇上提本宫的位分，难道不是为了利用本宫吗？所以本宫杀了他，不过是为了帮他结束痛苦罢了。反正都活不了多久，他还等他生下了孩子，已经是仁至义尽了。我知道娘娘身体不好，
只是没想到你也知道，娘娘特意不让方贵妃知道的。去，把当年陆皇后给朕留的信拿过来。打开匣子，给她吧，信是给她的。看完后猛地哈哈哈大笑起来，笑着笑着又流出了眼泪，让人不知道他是在笑还是在哭。原来是这样啊！原来本宫引以为傲的一切都是陆姐姐给的，是本宫错了。上面到底写了什么呀？皇后这是疯魔了吗？又哭又笑的，好奇。曹公公，见字如见人，展信书言：月儿，当年看到这封信时，姐姐已经不在了。其实姐姐不希望你看到这封信，姐姐身体越来越差，恐时日不多，所以姐姐特意向太上皇求了旨意。姐姐死后，便让你当皇后。我们自小一起长大，姐姐相信你必能统帅好六宫，当好皇后。还有我肚子里的孩子，若是能平安出生，养在你身边，我也放心了。我们的姐妹情谊，你一定能好好善待她。其实姐姐不想你进宫见识宫里的勾心斗角，可你既然进了宫，姐姐只能竭尽全力护你周全。皇上允了我一个承诺，这封信就当是姐姐最后一次保护你吧。皇后还在笑，悲泣的笑声夹杂着哭声在御书房里回荡。是她错了，她以为是因为自己的才能，所以太上皇才让皇上封她为后，原来是陆姐姐。皇上，臣妾杀死陆皇后，找人诬陷金将军，谋害皇嗣，又把太子冒充自己的孩子。臣妾自知罪孽深重，罪不可赦，愿自请废后，以死谢罪。来人，把方氏带下去，赐白绫自行了断。我还有事相求，我所做的一切与父亲无关。父亲是罔顾了些，可从未想过做对国家百姓有害的事，所以请求皇上帮父亲平安告老还乡。方太师那老家伙就是不想失去手上的权力，至少他这个太师啊，比太子皇兄那老师强。朕答应你。谢皇上，我可以给陆姐姐上炷香吗？朕可以允许你见你父亲一面。朱嬷嬷助纣为虐，拖出去杖毙。至于方氏宫中的人，凡是与此事有关的，一并杖毙，绝不姑息。常嬷嬷，你是愿意留在宫里，还是回到蔡家，或者回家乡生活？朕都答应你。太子皇兄身边正缺常嬷嬷这等忠心护主的人，他知道陆皇后的事情多，可以给太子皇兄说说，宽慰太子皇兄也好啊。朕看太子身边也没什么忠心的嬷嬷，常嬷嬷你愿意的话，就去太子宫里吧。陆皇后在天有灵，一定会十分欣慰的。哇，宝君，你真是太棒了！回禀皇上，老奴愿意，老奴会去和蔡家说清楚。谢父皇。去为你母后上炷香吧。若是想知道关于她的事，可以问常嬷嬷。小公主给朕让你去洗公桶，你去洗了？哎，回皇上，奴才去了。洗得挺干净的。能不洗干净吗？训这小公主，皇上恐怕会让我永远去洗公桶了。哎，皇上，现在是你旨昭告天下废后吗？废后的旨意一出，百姓大臣只觉得不可思议。曹公公，皇上召见草民何事啊？方大人不知道外面的事，皇后犯错被废了，皇上仁慈，特意准许你去见她最后一面。怎会如此？我女儿是太上皇敬奉的皇后，怎么会被废掉？老爷，你进宫去让月儿求皇上放了强儿，强儿是他弟弟，他不能见死不救啊！让曹公公见笑了。方大人慢慢聊。爹，你来了，女儿让你失望了。皇上说你扎丽妃小人，是真的吗？爹还不知我犯了何错？你犯了何错？我谋害皇嗣，陷害丽妃，杀了陆皇后，陷害金将军通敌叛国，把陆皇后生的孩子抱过来充当自己的孩子。你怎会做出如此大逆不道的事？先不说陆皇后与你情同姐妹，处处为你着想，你竟然连金将军都陷害。一个国家的将军何其重要，若是你陷害成功，周边那些对我们国家虎视眈眈的人便会发起进攻，那到时你以为你还能安然无恙的在后宫享受荣华富贵，勾心斗角？女儿错了，
爹希望女儿能像陆姐姐一样，做天下人敬仰的好皇后。女儿让爹失望了。罢了，总归是我的错。若是我当年听了陆皇后的话，同意你嫁给她精心为你挑选的如意郎君，你也不会走到这一步了。所以当年陆姐姐给爹看过她为我挑的如意郎君，那个人是谁？她为你挑的是金将军。方月脑海里面不禁回想起和陆姐姐一起出去游湖时说的话。这样鲜衣怒马的少年将军，谁会不喜欢？只要月儿喜欢，姐姐定会帮你的。爹，女儿走到今天这步，都是自己咎由自取，怨不得别人。月儿，你走吧，皇上已经答应过我，会让你平安告老还乡。至于方强，我无能为力。办好皇上交代的事儿，曹公公回去复命。好，传朕口谕：方强强抢民女，草菅人命，立即出战。奴才遵命。哼，本公子就说我娘会救我出去的。走快点儿，曹公公还等着送你上路，好回宫复命呢。上路？不是放我出去吗？我姐姐是皇后，你们这些人凭什么动我？姐姐最听娘的话，肯定不会放任她不管的。皇后，你姐姐已经被处死了，你走快点，兴许还能见到她。黄泉路上也算有个伴儿。老爷，不是你告诉月儿让她救强儿吗？强儿怎么还会被斩？你是不是没给月儿说呀？够了，月儿都被处死了，你还让她怎么去救皇上？死了？她要死，怎么不把强儿的事安排好再死啊？我就说女儿靠不住，你丢了官职她不管，现在她亲爹爹都要死了，她也不管。两人走到刑台处时，乌溜溜滚到地上，拉出一道道血痕。我的强儿，我的强儿，娘来了，你怎么就不等等娘呢？夫人，你放开呀！你们要是想办法，强儿他就不会死，是你们害的，都是你和方月害的。强儿别怕，娘来陪你了。常嬷嬷已经回到蔡家。怎么回来了？倩儿那边都学明白了。夫人，老奴是来向你辞别的。当年把你带回来，我就知道你和常人不一样，你懂得多，周身气质，说是个主子，别人都会信。你若是有去处，我自然是为你开心，只是不知你去往何处。有机会我可以去看看你。蔡泽从外面走了进来。孩儿见过爹娘。不是出去了吗？怎的回来了？孩儿是出去了，可路上听说皇后犯了大罪被处死，是因为今日李丞相带人进宫，所以孩儿有些担心。你瞧瞧，倩儿还没娶过来，就操心上丞相的事了。丞相带进宫的人是我，倩儿小姐不会受什么牵连。你若实在担心，待会儿我去见倩儿小姐，替你问好。劳烦婆子帮我把这个给倩儿。所以婆子，你是要进宫去吗？是，当年是因为出了点事，我迫不得已才逃了出来，承蒙夫人老爷收留。如今事情真相大白，太子殿下身边需要我特意来请辞，去照顾太子殿下。去吧，说是你什么时候想回来就回来，只怕得好一阵儿不习惯了。丞相府里，我就说张婆子那浑身的气质像是宫里人，倒真是让我猜对了。老爷还未到府里，我和倩儿提前知道外面发生的事，这心就一直提着。好在老爷没事。倩儿小姐，这是蔡公子买来让我带过来给你的。他听到外面的事，担心丞相府受牵连，不过我已经给他解释过了。打开红油纸，心里一阵甜蜜。嬷嬷过来，除了这事儿，还有其他事情。过来感谢倩儿小姐和丞相，说是没有你们，我也不会这么容易见到皇上，为娘娘讨回公道。又说了几句，常嬷嬷甚至连茶都未喝一口，便迫不及待地回宫。皇后之事已经过了几天，好在皇上最喜爱的小公主满月宴即将到来。曹公公，那老家伙回家乡了？回皇上，方大人已经回家乡去了。
你让人去淑妃那儿请她过来。皇上，淑妃娘娘那边奴才可不敢去。你不会在外面叫吧？皇上，奴才也不知道地上有没有陷阱呀。行了，瞧你那出息，朕和你一起去。你们两个去敲门试试。没事，是小的不小心踩到了枯树枝。你们都给朕上去敲门。是哪个不要命的又私闯本宫寝宫，嫌命活得久了？娘娘，好像是皇上。皇上大驾光临，臣妾有失远迎。一群废物，这么简单的陷阱都能中招。陶叶，给他们解开。淑妃，朕来许你有事啊。皇上里面请，皇上随便坐。淑妃啊，朕记得你寝宫以前不是这样的呀。是有些乱，不过没事，打扫打扫便好。朕说的是你之前里面那些值钱的摆件，怎的都不见了？都被臣妾给卖了。你说你都卖了？宫里没给你发俸禄吗？发了，被花没了。皇上，那些东西在臣妾寝宫就是臣妾的，臣妾卖了，你不会处罚臣妾吧？今日你管理后宫可还习惯啊？罗儿满月宴快到了，既然淑妃你现在管理起后宫也得心应手了，朕就把这事儿交给你办。皇上，臣妾对此也不熟悉，不如你交给礼部尚书或者皇后都行。淑妃娘娘，现在已经没有皇后了。皇上，你一定要为臣妾做主啊！怎么回事？皇上皱了皱眉。皇上，都别哭，谁要是再哭，直接打入冷宫。皇上，淑妃姐姐克扣我们月银，您一定要为我们做主啊！他们胡说，是他们主动给臣妾的。当真如淑妃所说？诸位妹妹可要注意说话。小公主满月宴将至，本宫打算送她礼物。你们知道本宫缺银子，所以特意把自己的月银给本宫。怎么现在反倒说是本宫克扣你们月银了？他们什么时候说过把自己月银给淑妃了？怎么不说话？是都记起来了，还是觉得本宫不该花你们的银子给小公主送礼物？你们要是觉得这银子不该给小公主花，本宫便去把礼物拿回来，不能让诸位妹妹心里记恨小公主，不是？好好好，爱妃们有心了。看来淑妃管理后宫，大家都很和睦，朕心甚慰啊。都是皇上英明。既然如此，诸位妹妹还有其他事吗？没事没事，我们这就告退，不打扰皇上和淑妃姐姐说话。淑妃，你对洛儿如此上心，后宫又管理得井井有条，想要什么，朕满足你。臣妾真的什么都可以吗？除了侍寝一事。淑妃嘴巴一抽。皇上，那你就赏臣妾黄金100两吧。朕回头就让人给你送过来。你那门口的陷阱先关一关，不然啊，别人都不敢靠近。娘娘有何吩咐？最近外面发生了什么事？给本宫去打听打听。娘娘，奴婢之前就想告诉你，可你让奴婢别打扰你。陶叶把外面发生的事都说了一遍，退之一旁。贤妃和皇后都没了，哼，这等好事本宫居然错过了。陶叶，和本宫去皇后还有贤妃宫里。娘娘，我们去那儿干嘛呀？皇后宫里和贤妃宫里应该有不少值钱的东西。娘娘，皇上给您100两黄金还不够吗？算了，你在这儿守着，等皇上给本宫送黄金过来，你就收着，本宫去就回。又来蹭饭了，可惜娘亲今天不下厨，就让你蹭不到。皇上要传膳吗？听闻淑妃给洛儿送了礼物，朕过来看看。人家淑妃都给我送了礼物，你也不表示表示，你自己好好想想，都多久没给我送东西啦？这东西暗藏玄机，淑妃姐姐有心了。也不知道满月宴的时候能收到多少礼物。暴君有那么多妃子，还有大臣，这些一人送一样，都能成就我的富婆梦，想想就好期待呢。李妃，洛儿的满月宴，朕交给礼部尚书来办。你有想宴请的人，便把名单给朕，朕让人去办。比丞相一家，还有蔡夫人一家，其余的皇上您决定就好。哎，你想得周到啊！一来不仅可以帮李小姐长脸，
二来也报答了蔡家对常嬷嬷多年的关照。皇上，奴才记下了，会转告礼部尚书去办。不愧是曹公公，暴君一撅屁股，你就知道他拉的什么屎，这还叫你什么曹公公啊？直接叫曹妃好啦，这么懂暴君的人去哪儿找啊？难道说错话了？皇上似乎不高兴了。可是我这话也没什么问题啊，而且真是伴君如伴虎呀！皇上，这儿有一封给您的信。看了笔记一眼，皇上心里了然，这是方太师的笔记。出于心里的愧疚，所以给他举荐了一位适合给太子讲课的老师。谁给的信啊？好奇哎！送信之人现在何处啊？回皇上，在门口候着呢。把人带到御书房，有人给朕举荐了一教太子的老师，朕去看看。谁举荐的呀？不过敢举荐过来，应该是有2把刷子的，再差也不会差过那楚夫子去。皇上，人来了。草民见过皇上。这人有点熟悉啊。哦，想起来了，这不是李丞相自小在外拜师学艺的嫡长子李云鹤吗？果真是一表人才，相貌堂堂啊。要说这李云鹤是真的有才能，世人只知道他自小在外拜师学艺，其实根本不知道他师从擅长帝王之术的闵丘。方太师啊，能请到这李云鹤来辅佐太子，当真是用心了。不是，暴君怎么不叫李云鹤起身呢？这可是未来的丞相之才，太子皇兄正需要他这样的能人辅佐。谢皇上。李云鹤轻撩衣袍，坐下后道：草民李云鹤受方太师举荐，特来见皇上。朕已经看过了，说起来，朕的丞相也是姓李，能不巧吗？人家是父子。不巧，丞相正是草民家父。草民自小在外拜师学艺，皇上不认得草民也不奇怪。好啊，真是虎父无犬子啊！去，请太子过来见见他的老师。暴君太赞了，捡到宝啦！闵丘归隐山林后，许多人都试图去找他的徒弟，可惜不知道他徒弟是何许人。等这些人知道李云鹤的身份后，不得嫉妒死你啊！毕竟这李云鹤和他的师傅闵丘比起来，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。哎呀，李公子虽是李丞相的儿子，可年纪却也不大，看上去比太子也没年长多少，当真能当太子老师吗？太子殿下，皇上让奴才来请您去御书房见见您的老师。父皇这么快就寻到适合的老师了，这老师是何许人？是方太师举荐的李丞相之子李云鹤。儿臣参见父皇。太子皇兄，快看看你的新老师。这是姓方的那老家伙给你举荐的老师李云鹤，你们年纪相仿，想来相处起来也容易。太子皇兄，你别看人家年纪不大，且因为是方太师举荐的便拒绝，这可是别人求而不得的少年英才。而且为君之道，最重要的便是知人善用，不以貌取人。太子殿下，老师往后多多指教。几人又说了一会儿话，皇上才让人亲自送李云鹤回丞相府。往后你好好和李云鹤学，别辜负了父皇一番好意啊！李妃交代的事，你速速去转告礼部尚书。老爷，门外有个公子自称是我们家公子，当真？老爷，我们赶紧出去见见鹤儿，外面冷，别让他等太久。走，一起去见见你哥哥。娘，您走慢点儿。鹤儿，下山怎的不给爹娘说一声？见过爹娘，妹妹。前去说，现在你不怕鹤儿着凉了？哥哥，先进去喝杯热茶，暖暖身子。鹤儿怎的突然下山了？方才我没看错的话，送你来的马车是皇宫的，你去皇宫了？的确是皇宫的，因为师傅欠了方太师一个请求，方太师便让他答应准许自己的徒弟下山，全心全意地辅佐太子殿下，所以孩儿就回来了。这样也好，为父其实也想举荐你，可担心你被朝中人说，便歇了这个念头。现在既是方太师所举荐，他们应该不会说什么。爹不必担心，皇上跟太子殿下并未因孩儿的年纪而看轻孩儿。老爷夫人，礼部尚书府的人前来送请帖。丞相打开帖子看完后，是邀请去参加小公主满月宴的请帖，我们一家4口都可以去。爹的意思是女儿也可以去？一家4口可不就是我和你爹，你哥哥和你吗？应该是丽妃娘娘的意思。
给倩儿你长脸呢。小公主的宴会竟也用礼部尚书亲自操办。小公主是丽妃娘娘所出，很得皇上宠爱，让礼部来操办，是给足了小公主荣宠。同样收到请帖的蔡家也很是惊讶。前几日夫人还担心想见张婆子一面难了，现在可不就有机会了吗？杨欣神色恹恹地拖着下巴，虽然他还住在三皇子府里，难道是贤妃死之前告诉了三皇子？可若是这样的话，三皇子为何还留我在府里？那就是三皇子对自己还是有情的。小姐，你要不出去走走？唉，外面没什么意思。小姐，这不妥。有什么不妥的？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我们是人，哪有什么主仆之分？让你过来你就过来，给我说说，外面有什么有趣的事？一个满月宴有什么好讨论的？小姐有所不知，小公主很得皇上宠爱，这满月宴都由礼部来办，可见皇上对小公主的用心。别说了，站起身就往外走。杨小姐去哪儿？我去找陈哥哥，你让开。殿下不想见你，小公主满月宴前，你就好好待在府里吧。你让陈哥哥亲自过来告诉我，不然我是不会相信的。你就死了这条心吧，殿下是不会见你的。若是你再嚷嚷，我便拔了你的舌头。给我看好他了，若是明日殿下参加小公主满月宴回来，他不在这个屋子里，唯你二人试问。男人都是大猪蹄子，说好带我去的，转眼就变了卦。小姐，你就乖乖待在府里吧。殿下这么做，兴许是为您考虑。为我考虑？奴婢不敢。算了，我又不怪你。你们生在这个时代，这样觉得是正常的。哎，你帮我做件事吧。小姐，你若是想让奴婢帮你出去，就趁早死了这条心吧。奴婢做不到啊，也不会答应你的。你放心，我把你当姐妹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肯定不会坑你的。哎呀，求你了，我是出不去，若是能出去，肯定不会让你帮我的。你放心，这次真的不会让你被处罚的，到时候你照我说的做就好，不会追究到你身上的。殿下已经命人看好杨欣了，让你派人去江州杨家查杨欣，查怎么样了？派去查的人来信了，杨欣的父亲在江州任职知州，为官清廉，备受江州百姓爱戴。听说会在年前调任到京城大理寺任职少卿一职。说杨欣，江州的杨欣和现在的截然不同。属下得知的消息，上面说他温婉大方，堪比京城中的大家闺秀，而且自小便定有婚约。可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突然性情大变，不仅以死相逼和杨家断绝了关系，还把亲事也退了。本宫知道了，杨欣既然是穿越而来的，那真的杨欣去哪儿了呢？殿下，既然已经知道杨欣不安分，为何不把他赶出府？是担心凭杨欣口无遮拦的性子，出去惹事，万一被人杀死了，那真的杨欣是不是挺无辜的？洛儿知道的那么多，会不会知道真的杨欣在哪儿？子阳，备马车，本宫去皇宫一趟。丽妃宫里，于一洛手舞足蹈的看着丽妃给她准备的新衣裳。洛儿喜欢吗？喜欢喜欢，明日娘亲别裹着我了，让别人看看娘亲给我做的新衣服。洛儿既然喜欢，那娘明日给你穿厚一点，让别人都看你的新衣服，好不好？哼，太好了，这样别人看我可爱，指不定会多送些礼物。对了，我那高大威猛的舅舅明日能来参加我这个小可爱的满月宴吗？也不知道他那边如今怎么样了，都已经这么久了，按舅舅的能力，差不多该回来了吧。洛儿，父皇来看你了。啊，别用胡子扎我好吗，暴君！我知道我很可爱，你克制一下自己行不行啊？对了，朕收到金将军的信，边关作乱的小国家已经被收服了，他不日便启程返京。洛儿还真是父皇的小福星啊！可惜秦将军还有些事未处理，没办法来参加洛儿这个小福星的满月宴喽。谢皇上告知臣妾，哥哥平安比什么都重要。舅舅果然威武，国家大事比我满月宴重要，来不来参加无所谓，只要礼物到就行。没事，等金将军凯旋，朕让人设宴招待。丽妃，你和洛儿都能见到金将军，明日洛儿就能见到你的2个皇姐和另外2个皇兄了，你开不开心啊？还行吧，
与其期待他们，不如期待我喜欢的女主。女主？皇上，三皇子求见。男主来干嘛？也不知道他明日会不会带穿越女来参加。若是带来，穿越女啊，肯定不会让两人相遇的。儿臣见过父皇。怎的不进去等啊？在外面等一会儿，无碍。难道是母妃想让我心里不安宁，所以哄骗我？父皇，儿臣今日是想来告诉你一件事，就是儿臣的身。你是朕的儿子，贤妃之事过去就过去了，以后不许再提。朕知道一切与你无关。不是吧，不是吧，三皇兄这是打算自揭身份？不对啊，他怎么知道自己身份的？难道是贤妃死前见那时透露的？哦，太过分了，自己死了还膈应三皇子。我的女主小天使，你赶紧出现，拯救男主这个美强惨吧。男主肯定是知道后心里不好受，贤妃就是猜到会这样，才故意膈应他吧。还好暴君及时打断。看来送礼物还是有用的呀。洛儿吐槽我的次数都变少了。还有什么事吗？儿臣想带洛儿出去玩一会儿。今日天气暖和，儿臣不会让洛儿着凉的。谢父皇，儿臣等会儿送洛儿过来。难道是我变得更好看了？不然为啥太子皇兄和男主都想抱我去玩？明日洛儿的满月宴想要什么礼物？三皇兄给你弄过来。这么看，男主也很帅啊，简直是360度无死角。打住，说礼物的事儿呢，喜欢什么好呢？我想要什么也白搭呀，又不会说话。若是会说话，真希望女主别带穿越女来参加我的满日宴。洛儿，皇兄府上有个人，说话做事都格外与众不同。皇兄近日让人去查了他的身份，发现他与之前简直判若两人。能不判若两人吗？人家真的杨欣是大家闺秀，和行事出格的穿越女自然不一样。也不知道真的杨欣还能不能回来。真的杨欣果然还活着。知道了答案，三皇子又抱着小家伙四处逛了逛，才把他送回皇上的清心殿。好姐妹，我能不能去参加宴会，就全靠你了。哎呀，里面好像有动静，开门看看怎么回事。小姐肚子疼得厉害，二位大哥，求求你们让奴婢出去叫大夫吧。殿下让你们看着我，也没说看着我的丫鬟。若是我出了什么事，你们以为殿下不会追究吗？丫鬟小跑着出了府，去到四皇子府。干什么？吵吵嚷嚷的。这人说是要见殿下。抬起头来，你找本宫有事？四皇子，是小姐有事要找你帮忙。本宫可从未见过你。四皇子，我家小姐是杨欣。你说你家小姐是杨欣，她找本宫何事？因为她的善良率真和别的女子与众不同，两人成了朋友。回四皇子，小姐被三皇子关在府上不让出去，她想去参加小公主的满月宴，所以让奴婢来请您帮忙想办法。去三皇子府？杨欣是他的朋友，他自然不会拒绝。况且带个人进宫也不是什么大事儿。皇宫里太和殿一片热闹，看着旁边垒成了一排的礼物匣子，于一洛是双眼放光，这些可都是钱呐！外祖父年轻时定然是个大帅哥，怪不得娘这么美。哎呀，太子皇兄和男主今天也很帅哎，二人一看就是精心打扮过的。二皇子看向旁边东张西望的六皇妹，六皇妹没有开口，那是谁在说话？殿里除了六皇妹会叫太子皇兄，还有谁？瞧瞧骚包的二皇子，一个大男人还穿一身粉，这种天气还用扇子，也不怕把自己扇着凉了。确实很骚包，也不知洛儿在哪儿学来的词儿，还怪贴切的。二皇兄，你这粉色的衣服还挺扎眼嘛。六公主笑眯眯的看着收起折扇的二皇子，方才的话难道是父皇抱着的小皇妹？三皇子旁边的人不是我那刁蛮任性把自己作死的六皇姐吗？哎，五皇姐呢？怎么没看到啊？难道是被打死了？暴君的两个女儿都挺惨的。嗨，我好不容易苟住性命，可不能学他们去吃爱情的苦。也不知道洛儿说的打死是指什么。曹公公，五公主呢？回皇上，五公主抱恙，只有驸马来。啊，看到女主了，果然和男主配得一匹，不愧是侯门贵女，那浑身的气质，举手投足都赏心悦目啊！对了，三皇兄你完了，你坠入爱河了。这就是我以后的妻子。那是清远侯府的嫡女慕雪。慕姐姐，方才三皇子看了你，他是不是看上你了？没没没，聘的事，妹妹最好还是别胡说。
不对，我就说感觉少了什么，原来是少了四皇兄这个舔狗啊！哈哈，二皇兄是纯爱战神，四皇兄是舔狗沸羊羊，五皇姐和六皇姐是恋爱脑，暴君这基因绝了，一家子大情种。鹿儿这小嘴真是谁也不放过，还好他们都听不到，不然一下子得罪这么多人，以后可如何是好？怎么还不开业啊？难道还要等四皇兄？完了，男主没带杨欣来皇宫，四皇兄这个舔狗该不会是去找杨欣了吧？放着我这个绝世小可爱的满月宴不参加，还去带个人来给我添堵啊？这是本宫带来的人，为何不能进去？回四皇子，皇上特意交代过了，只能你一个人进去，其他人不能入内。一个宴会，父皇至于这么防着吗？这是我的朋友，也不能进去，除非是四皇子你的家眷。你进去吧，不用管我。行，你在这等着吧，我等会儿去和父皇说说，再过来接你。儿臣有事耽搁，所以来迟了，父皇见谅。有事耽误，不会真的带杨欣来了吧？说你是舔狗，你还真是舔，可惜人家拿你当朋友呢。四皇子以为自己是听错了，皱了皱眉，自动忽略掉。知道来迟了，便自己坐下，还跑到殿中央碍眼作甚啊？父皇，儿臣的朋友还在外面，儿臣想……这么个热闹的日子，你非要逼朕当着众人的面踹你吗？四皇兄，你也真是的，为了杨欣，直到暴君办的宴会，孰轻孰重你不知道吗？暴君这脚踹得不轻吧？不过你平时没少被淑妃揍，应该还是挺抗揍的。四皇子不着痕迹地打量着众人，谁也没开口，他以为是幻听了。哎呀，你赶紧下去吧你！人家杨欣只是想来拆散男女主，你舔狗瞎掺和啥呢？舔到最后命都没了，还当自己是深情男配呢？淑妃姐姐，四皇子惹怒了皇上，你不去求情？他来迟本就是他的错，本宫求什么情？反正那孩子抗揍，踹一脚没啥。父皇，儿臣知错。知错就滚下去，别在这碍眼。切，这么大的舔狗！不对啊，四皇兄不会就带了杨欣来，没给我带礼物吧？站住！你带的礼物呢？父皇，儿臣拉马车里了，我回头补给皇妹。滚下去！接着舞。说我不是人就罢了，还诅咒我小命呜呼，欣欣还能害我不成？四皇兄，你发什么呆呢？被父皇踹傻了？把你的爪子拿开！有胆子怎么不去说太子皇兄和三皇兄？真是没大没小。这么多好吃的，我为什么不能吃？馋死了！算了，不能吃就吃狗粮好了。等鹿儿可以吃东西后，娘亲给你做。我说三皇兄，你怎么就只顾着吃吃喝喝啊？不知道还以为三皇子府没饭吃呢。好不容易和你的官配见面，不想着留点好印象，还和李云鹤闹那么欢，本来名声就够差的了，以后还得多个断袖的名声。三皇子刚饮了一口酒，这道心声便传入到耳中，当即就被呛得连声咳嗽起来。暮雪听到咳嗽声，抬眸往三皇子方向看了一眼。于一洛一直关注着两人，也是立刻就注意到了暮雪的动作。呀，看来是我误会三皇兄啦，原来是想这样吸引人家女主的注意力啊！能听到心声的几人，视线也不着痕迹地落在三皇子身上，心里十分好奇，女主到底是谁呀？三殿下，你没事吧？要不我帮你拍拍？看到李云鹤抬起手，于一洛在心里面尖叫：放开三皇兄，让女主来！李云鹤，你不是对我貌美如花的三皇兄一见钟情了吧？谢李公子。镇御花园的蝴蝶兰和蓝眼菊开得正好，大家可以去观赏观赏。谢皇上，丽妃姐姐今日打扮得真好看，一点也看不出生过孩子。妹妹这嘴呀，可真是抹了蜜了。丽妃姐姐这发饰当真好看，不知道姐姐是在哪儿买的？人家丽妃姐姐的东西你也买得起，说不定是皇上得来的新鲜玩意儿。酸掉牙了都，暴君压根没给我娘亲赏过这玩意儿，好吧？这东西是别人送本宫的，妹妹们若是喜欢，便只管去品真阁买，是李小姐铺子里的。各位娘娘们若是喜欢，只管去看，或是来了新样式，让人联系你们也可以。小姐，我们回去吧。再等等。欣欣，恒瑞，你既然来了，那我便放心回去了。你一直在等我，父皇不让你进去，我一时走不开，现在走开就过来找你了。我怕我走了，你过来没看到我会担心，所以等你过来再离开。见他丝毫没责怪自己，四皇子更加觉得小皇妹的心声荒诞。
欣欣这种连下人都平等对待的人，怎么可能会要他的命呢？恒瑞，那我走了。杨欣咬了咬牙，他总觉得四皇子有些不对劲儿，平时都会说送他回去的，可现在他说走了，四皇子直接让人送他离开，里面是什么人啊？别多问。切，不说就不说。他就好奇那个杨欣长啥样。于一洛再次醒过来时，是在丽妃的寝宫。爷，你不用担心，皇上已经告诉我了，哥哥没事，过不了多久就启程回京了。外祖父来了。洛儿这丫头像你啊，不哭不闹的。从怀里面掏出一个金镯子，递给了丽妃。爹，你自己留着，我和洛儿在宫里什么也不缺。我给我外孙女，她不拒绝，你代劳什么呀？洛儿戴着多好看呢，这样手也不空了。外祖父太懂我了，戴上手确实不空啦。嘿，你看看，嘿，洛儿开心的。只要是值钱的，洛儿就开心。另一边，正打算出宫的四皇子看到朝他走来的桃叶，殿下，你等等奴婢，娘娘让奴婢来请你去飞羽宫。知道躲不过，四皇子是垂头丧气的跟着桃叶往飞羽宫去。桃叶，我母妃最近没有捣过什么东西吧？奴婢不知道。你是母妃的贴身宫女，怎么可能不知道？桃叶，本宫想起还有点事要处理，改日再来见母妃。娘娘说了，你一无是处，这是借口。我肚子不舒服，要回去休息。殿下，娘娘说了，如果你想跑，后果自负，而且你演得很假。走吧走吧，现在肚子又好了。四皇子来了。娘娘，你让他来，他敢不来吗？行，把门全部打开。母妃，您这是做什么？不做什么，怎么不进来？母妃，孩儿是您亲生的吧？傻孩子，你当然是母妃亲生的了，赶紧进来，别像个棒槌似的杵在那儿。人桃叶进来都没事儿，你怕什么？母妃终于不打算整他啦，迎面飞来几节冒烟的竹筒，吓得赶紧后退，嘴里大声嚷嚷：母妃，这又是什么鬼东西？傻孩子，这烟又没问题，你捂什么嘴鼻？母妃，若是把我炸残了，您就没得玩了。睁大你的狗眼，好好看看。现在知道怕了，在太和殿时不是挺能的吗？母妃，儿臣胆子一直都很小的，我知道你担心我被父皇责罚。停，本宫是担心你受惩罚，牵连本宫的月银。这不是没牵连吗？其他几个皇子都送了洛儿礼物，你打算什么时候补上？洛儿是谁？小皇妹啊，不知道送什么好。母妃，要不你借我一点银子，我到时候会还给你。你把方才的话重复一遍。母妃，要不滚！淑妃说完，直接砰的关上门。满月宴过去2天后，皇上颁发了一道圣旨，引起了众臣不满。皇上，李公子年纪轻轻当太子老师不合适啊，那你说说谁当太子老师合适啊？皇上三思，太子是未来储君，挑老师之事岂能儿戏？更何况这人还是前太师举荐的，谁知道他是不是真心实意的呢？哼，有时要你们出主意时，一个个都装哑巴，现在倒是巧舌如簧了。皇上，既然有些大人觉得李公子不合适，不如让他们去请明老先生的徒弟，若是请到了，岂不是好事？苏大人说的轻巧，民老先生的徒弟是谁？我们都不知道，更别说去请人家了。皇上，李公子求见。让人进来。李云鹤，这位大臣认为你无法胜任太子老师一职，想去请明老先生的徒弟，你以为如何呀？呜呼，打烂他们的脸！这位大人对我的能力有所怀疑，也算是对太子殿下的负责。至于去请明老先生的徒弟，就不必了。李公子这么说，是觉得自己比人家明老先生徒弟厉害，怕是你都不知道明老先生是何许人也。这个棒槌，人家自己师傅是明老先生，你快别说了，我都替你尴尬。明老先生的徒弟多厉害我不知道，但我一定跟他不相上下。李公子说大话也不怕闪了舌头，莫非你就是这样去教太子殿下的？罗尔说打烂他们的脸，难不成李云鹤还能在大殿上打人不成？
诸位大人，你们先安静安静。不若先听听李公子为何说不必去请明老先生的徒弟。李公子，说说看，你有何高见？高见谈不上，因为明老先生正是家师。他只知道儿子在外拜师学艺，并不知道他的老师是闵丘啊。李公子所言不虚。自是不假。皇上面前岂敢欺君？现在你们可还质疑李公子的能力啊？皇上，不是臣想质疑李公子，我们谁也没有见过闵老先生的徒弟，更是不知道李公子是否有真才实学。这是臣写的策论，请皇上过目。李云鹤可以啊，准备的还挺齐全。看完后，笑声在大殿里十分的清晰。好一个名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，可不是嘛！得民心者得天下。李云鹤啊，不愧是最年轻的丞相。等李老丞相下岗后啊，他可以直接接手。李公子，听闻明老先生有一篇特别有名的策论，不知朕能否看看啊？这是师父毕生写过的所有策论，皇上请看。确实是明老先生的策论，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。朕听父皇说过这篇策论，可惜那时玉楼国已经被灭了。这是师父最后一篇策论，可惜没有得以实现。皇上您乃是明君，此乃是国之幸事。早朝结束，太子老师的事彻底定了，没有人再有异议。皇上，四皇子求见。好家伙，都几天了，这是想起给我礼物了？让他滚进来，找朕何事？父皇，儿臣是来给洛儿送礼物的。几天了，朕倒想看看你送了什么，还不拿上来？走这么慢，是太重了吗？你就送这东西打发洛儿，你怎么有脸拿出来的？不臊得慌吗？不是吧，就一根普通的簪子，钱都花在杨欣身上了吧？不愧是舔狗，买这么一根簪子送我，实在是磕碜。洛儿怎么知道？父皇，这簪子看着简单，其实不便宜。再说了，礼轻情意重，不能因为礼物衡量我对洛儿重不重视啊。你这破簪子只怕宫外随处可见，好意思拿来糊弄朕，还说什么礼轻情意重？念书的时候也没见你这么会说呀，怎么又不说话了？找不到词来反驳了？你六皇妹一个姑娘家送的，都不如你磕碜。父皇，等儿臣有银子了，一定给洛儿买更好的。哼，你看这饼啊，它又大又圆，还跟我画饼呢，和杨欣混在一起，只怕你的钱袋子永远比脸干净。哼，滚吧。好。哎，既然你说礼轻情意重，以后的赏赐你府里减半吧。父皇，您再说直接不赏了。我还指望赏赐来开支呢，早知道就不进宫了。找我什么事？不是跟你说了别给我写信，被三皇子知道你和我联系，你觉得你还能在他身边吗？不是我想见你，是他。李家心里愤懑，可不敢说什么。找我什么事？这些人是杨欣给三皇子找的幕僚，都是玉楼国余孽。说吧，什么事？如今贤妃没了，邓统领也没了，三皇子是如何打算的？总得给我们说说吧。急什么？没听过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三皇子自然有打算。安抚好这些人，杨欣出了院子。陈哥哥，我有事和你说。本宫说过，别这样称呼本宫，你回去吧。你有本事你就怪，明明是你把我带回来的，现在这样对我算什么？杨欣，你扪心自问，若不是你与母妃合谋，你觉得我会把你带回来吗？还有李家的事，难道没有你的手笔吗？我的身份母妃也跟你说了吧。我知道，可我不说不是为了你好吗？既然你都知道了，那就更应该为贤妃和邓统领报仇才是。为本宫好？是真当为本宫好，还是说你另有打算？你不是说你不是这里的人，希望人人平等，嘴上这么说说，心里其实想坐上高位吧？我承认，确实是故意接近你，可我是真的喜欢你。若是不喜欢你，我也不会答应贤妃；若是不喜欢你，我也不会和家人决裂。我来这儿都是为了你。杨欣，不是本宫让你来这儿，也不是本宫让你跟家人决裂的。我说了，你不是这儿的人。那原本的杨欣呢？她去了哪儿？
你占用了他的身子，又与他的家人决裂，你觉得你做的一切不是在伤他父母的心吗？回去吗？他不想回去的。原本的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上班族，又是个孤儿，好不容易来到这个地方，不仅不用每天上班，随便说2句诗都能被人称赞，他干嘛要回去受苦啊？我不知道他去哪儿了，可我这么做只是在帮他抗拒不幸福的婚姻，伤他父母的心，本非我愿。你回屋吧，你只要安分，我不会苛待你。陈哥哥，我会证明给你看，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好，无论你信不信。殿下，怎么回事啊？需要我看着吗？不用管他，你盯紧那些玉罗国余孽就行。杨兴跑出府，去了四皇子府。怎么了？和三皇兄吵架了？不算吵架，可能是我不够温柔体贴，也不大家闺秀，所以……谁说的？欣欣，你和别人都不一样。可为什么我对三殿下好，他还不领情？是不是你的方式有问题，触犯了他的逆鳞？你可以看看他最在乎什么，从他最在乎的入手就不会错了。谢谢你，恒润。书房里，皇上，过2日乡试便开始了，今年报名的考生比往年多了不少，必能挑出不少能人。甚好，甚好啊！对哦，怪不得我满月宴那日没看到蔡泽，原来是为了科举考试做准备去了。考试回来过年正好结婚，明年春天继续会试，完美啊！哎，李谦的好日子是要来了，6皇姐的好日子就快结束了。不过今年还是能过个好年的。照洛儿这么说，难道蔡泽这次不会落榜了？还有，为什么小6的好日子会结束？丞相，你那准女婿也参加了？回皇上，确实参加了。皇上，苏大人求见。快请他进来。丞相，莫非也是同皇上商议去皇家猎场狩猎一事？苏大人，丞相是和朕在说乡试的事。臣来是为了狩猎一事。皇上，您想带哪些妃嫔随行，臣好做安排。丽妃和淑妃还有德妃吧？臣遵命。狩猎啊，终于可以出宫了。成天待在宫里都快长蘑菇了，到时候啊，可以看到男主大显身手，还有太子皇兄。至于4皇子那个舔狗，一点也不期待。为什么不期待我这个父皇啊？难道是赏的东西太少，又忘了朕？小没良心的！百家醉花宫这些东西啊，让工人去做便好。娘亲这是修身养性，若不是你一直把我搬来搬去，娘亲有我这个小可爱陪，也不至于无聊到啊去修剪花草打发时间。皇上一阵无语。臣妾闲着无事，修剪些花花草草打发时间。过几日朕会去皇家猎场狩猎，你带上洛儿同朕一起去吧。除了臣妾，还有其他人随行吗？外面宫人的见礼声响起，紧接着便看到淑妃和德妃一起进来。臣妾参见皇上。起来吧，赐座。来寻朕可是为了狩猎随行一事啊。臣妾谢皇上恩典，求皇上收回成命。宝君该不会以为两人是来感谢他的吧？太自恋了，人家德妃每天吃斋念佛，怎么可能看你杀生啊？准了，你也是求朕收回成命的？可不是嘛，淑妃得继续鼓捣新玩意儿，折腾4皇子，哪有时间去啊？洛儿会去吗？丽妃去了，洛儿自然会去。那臣妾也去。不是吧，不是吧，淑妃不会觉得我根骨极佳，想先和我拉拢关系，等我长大好折腾我。皇上，臣妾可以抱抱洛儿吗？洛儿真可爱，还是女儿好，比臭小子强多了。还好，我长得好看，淑妃应该不会折腾我。两位姐姐尝尝我做的点心。丽妃妹妹，还有吗？本宫想带些回去吃。皇上，不好了！皇上面前胡咧咧什么？皇上恕罪，皇上恕罪。说吧，何事如此慌张？方氏和娄氏宫里的贵重物品都不见了。这些人发现的还挺快，2座宫殿不是都封了吗？怎么还会被发现？真是失策。你的意思是遭贼了？是的。皇上，您先让他下去，臣妾有话要说。莫非你知道那东西是如何丢的？那些东西被搬到臣妾宫里，忘了告诉皇上了。想起他那空旷的寝宫，皇上摆手了然。下次别忘了。皇上要去皇家猎场狩猎此事一出，最高兴的莫过于杨欣了。
因为皇上终于出宫了，他有机会去接近皇上。此时的他正在酒楼等四皇子。西西，我正想找你呢。你也想找我？皇家狩猎要开始了，父皇让我一起随行，三皇兄应该也会去。他有说带你去吗？没事，你若是想去，我可以带你去。真的？我们换个地方说。不用了，我觉得这儿挺好的，不仅可以听八卦，还可以少花些银子。怎么了？是不是不喜欢这儿？我到时候随行，身边也可以带2个人，你到时候跟着我去就行。不愧是朋友，够义气。西西，你借那么多银子做什么？怎么？我们不是朋友吗？你还担心我不还你？你误会了，反正我也没有别的意思。和四皇子分道扬镳后，杨欣去了巷子里。你们继续住在这儿，别轻举妄动。我找机会接近皇上，帮助三皇子。啊，这是三皇子的意思？我们凭什么相信你？你可以不信。等等，都听你的。不过你得告诉三皇子，狗皇帝的头得留给我。皇上和你有什么深仇大恨？他杀了邓首领，自然该死。这么说来，你更应该相信三皇子，他是邓首领的儿子。啊，此话当真？当然是真的，贤妃自己说的，还能有假吗？既然如此，你回答我几个问题：三皇子喜欢绿色还是红色？都不喜欢。那你衣裙的颜色，他能分清楚吗？肯定能分清楚啊！你这不是废话吗？在众人期待中，1年1度的皇家狩猎终于到来。娘娘到了。洛儿，待会儿看父皇给你射一堆猎物，等你再大一些，父皇射小兔子给你养。你以为自己还是年轻的时候啊？别人射少，那是因为你是皇上，不想扫人你的兴，所以都不敢越过你去了。老四呢？父皇，儿臣去寻他。不用了。瞧他那春风满面的样子，最近舔得很开心吧？拿自己的银子给杨欣养男人，绝了！什么养男人？养三皇子吗？可三皇兄会缺银子吗？三皇兄，你可长点心吧！杨欣没少在四皇兄面前委屈，四皇兄心里啊，肯定还为他鸣不平呢。皇上，一切准备就绪，是否现在开始？都不许让阵，大家都全力以赴，最后看谁的猎物多。开始。这一觉到了太阳下山，去狩猎的人才逐渐回来。娘娘，皇上他们回来了，出事了。皇上带了个脏兮兮的女人回来，说要带进宫去。宝君带回来的人不会是杨欣吧？本宫以为是何事？皇上后宫的女人那么多，再多1-2个又何妨？你可看清楚那人长什么样？皇上让人把她带到帐篷去了，奴婢并未看清。洛儿，猜猜看，父皇猎到多少猎物啊？苏大人、丞相，快说说看，谁的猎物最多呀？宝君特意跑到这儿来，我也是想向娘亲显摆吧。老孔雀知道如何开屏了。回皇上，皇上，您的猎物是最多的，第2是三皇子，其次是太子殿下。宝君猎物能不多吗？女人都给猎回来了，谁能比得上他呀？珠儿怎么知道朕带了人回来？好，赏，都赏！你通知下去，整装出发回宫。这晚上凉，不宜休息。四皇子转头扯出一抹笑。母妃有何指教？听说你父皇带了个女人回来，你见着没？没见着脸，那人脏兮兮的，也不知道父皇看上了啥，还不让我们多看。母妃，您若是没有其他事儿，孩儿先去收拾东西了。银子，真是怕什么来什么。母妃，孩儿真的没银子了。你后院没有女人，皇上给的赏赐也不少，还有你的月银，你居然给本宫说没银子。你若是成亲了，本宫自然不会再花你的银子，可你偏偏不成亲。母妃，父皇说以后给儿臣的赏赐减半，所以再说了，母妃你的银子也不少。哼，你不懂买材料有多花钱，本宫不怪你，毕竟你太蠢，学不懂。他本想把自己家的机关术传给儿子的，结果儿子太蠢了，根本就学不会。不对，你怎么突然赏赐被减半？说说看，若是可以，本宫帮你说说话。把送礼的事儿给说了一遍，满脸期待。母妃，你一定要帮孩儿，求父皇收回成命。皇上英明，本宫干嘛要去求他？你对洛儿如此抠搜，若是本宫知道你的银子没花在正途上，
你就等着本宫让皇上把你月银也减半吧。本宫是灭了丫头呢。殿下，这是小的发现的。上面是杨欣留下的信，说自己有事先离开了，让他不用担心。你就是父皇带回来的人吧？父皇命本宫整装出发回宫，现在要把这帐篷收了。杨欣一动不动地盯着太子。本宫就问问你，别害怕。三皇兄，你说父皇带这个乞丐回去干嘛？还不如府上的丫头呢。小乞丐，过本宫这儿来，让本宫好好瞧瞧你有什么特别之处。父皇才想着带你回宫，把头抬起来，本宫长得又不是见不得人，你莫不是哑巴？三皇兄，你看他，哎，本宫怎么觉得你有些眼熟啊？难道四皇子这蠢货认出我了？一行人返回皇宫时，夜幕已经降临。于一洛上了软觉，便开始呼呼大睡。醒来的时候就已经到了宫里了。他睁开眼，就对上了皇上笑眯眯的脸。洛儿，今晚好好休息，明日父皇给你一个惊喜。神经病，别给我惊一下就谢天谢地了啊！皇上，您带回来那个姑娘怎么安排啊？让人给她洗干净，安排在一处空着的偏殿。皇上，您这是打算，临幸这位姑娘？奴才这就去让她准备好。皇上当真是身强体壮啊！狩猎折腾了一天，还有力气去宠幸人。只是不知道这姑娘竟是什么角色，竟让皇上如此忍不住啊！谁告诉你这样宠幸她的？朕又不是昏君。小姐，皇上让奴才过来安排你沐浴更衣，他们伺候你沐浴。今晚你在偏殿歇下，等待明日皇上召见。我有手有脚，会自己洗，不需要你们帮忙。你们退下吧啊，他自个儿来。你们走了，谁给我打水？你不是有手有脚吗？是你自己说了不需要我们伺候的，曹公公也准了，你还有什么不满的？哟，还生气了，当自己是娘娘呢？我是皇上带回来的，你们两个宫女居然敢如此羞辱我！直到早上，之前于一洛呢还会害羞一下，现在他脸皮已经变得足够厚了。等会儿皇上就来接洛儿过去了，洛儿期待吗？一点也不期待，说给我惊喜，也不知道是惊喜还是惊吓。洛儿醒了吗？洛儿，你几个皇兄都在，父皇给他们赏赐礼物，自然不会忘了你。皇上和小公主说这些，小公主能听懂吗？哎呦，早说是给我赏赐东西不就好了吗？还说惊喜。三皇兄，你说昨天那个小乞丐洗干净了能好看吗？不知道父皇会不会让他出来？你若是好奇，直接问父皇好了。也不知道四弟是吃错什么药了，见到他就不停和他说话，俩人关系也没那么好吧？我可不敢问。太子皇兄，二皇兄，你们也不好奇吗？你若是好奇，本宫帮你问。从进殿你就一直在说话，不口渴吗？曹公公，人传过来了吗？不是吧，还真有惊喜啊！回皇上，应该快到了。话落，好家伙，你怎么把这闹腾玩意儿弄进宫来？嫌自己活太久了吗？洛儿，这个人精通药草医理，父皇把他带来，放在你和丽妃身边，供你们差遣。哎呦，我谢谢您嘞，您自己不想活，别牵连我啊。放在我身边，我能不能活着长大都是一回事儿。都说色字头上一把刀，你不是暴君吗？咋不一把刀把他砍了？若不是他，你也不会变成一心只想追求长生不老，什么都听他的，最终亲小人远贤臣，杀害了不少忠臣，暴毙后更是成了人人谩骂的暴君。难道这就是洛儿说的穿越女？这女人竟然有这等危害。三皇子则敛着眸子，以前他觉得杨欣是关心他，为他打抱不平，所以会说些大逆不道的话，可他没想到杨欣居然想杀父皇。杨欣偷偷朝他眨眼，示意他别乱说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回皇上，民女名叫杨梅。我呸，杨梅个屁，你还溜溜梅呢！暴君，赶紧把他砍了！不行，这都给我起蒙圈了，他造的孽不能让无辜的杨欣偿还，这是杨欣的身子，不是他这个穿越女的。父皇他杨梅，从今天起你就去净房当差吧。皇上，民女精通药草医理，会尽心尽力照顾好小公主和丽妃的身子。大可不必，莫爱我和娘亲。父皇，四皇子看不下去了，让她当个粗使宫女便好。一个女子去净房，不知道的还以为父皇您。
以为朕怎么样？给朕跪下！看朕今日不踹死你这个不孝子！没出息就罢了，还大逆不道！碰上杨欣这穿越女，四皇兄能有气息就不错了。暴君你还能指望他有出息啊？要求太高啦！要不你多踹几脚，试试看能不能把他脑子里的水踹出来？嗨，四皇兄也不容易啊，钱都借给杨欣了，自己省吃俭用，结果现在又因为杨欣被打，多么感天动地的爱情啊！呸，不对，是多么感天动地的舔狗啊！二皇子的视线则在三皇子、四皇子和杨欣之间流转。哎呦，这几人的关系可真复杂呀！父皇，儿臣不敢。你不敢？朕看你敢得很。你想求情也可以啊，和他一起去净房当差。来人，把杨梅带去净房当差。曹公公，给太子、二皇子和三皇子赏赐，至于四皇子的那份，交给淑妃吧。老四，朕看你似乎有话要说呀。回父皇，儿臣没有。太子笑着问：四弟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我偷偷穿了软甲，父皇肯定想不到。三皇兄，你方才为何不求情啊？本宫一没穿软甲，二和杨梅不认识，为什么要求情？老四，父皇，儿臣在。完了完了，也不知道父皇听没听到他穿了软甲一事。朕确实没想到你还穿了软甲，下次朕踹你前会让人检查完再踹。四皇兄对自己的认知还挺清楚啊，知道自己一定会被揍，自己本就不讨喜，还非得为杨欣求情，这不是找机会给暴君揍你吗？太子皇兄，你怎么也学坏了？他们不提醒我就算了，你居然也不提醒。本宫确实未看到父皇，不过二弟提醒了你，是你自己没发现。四皇子那个废物真没用，求情竟然一点用也没有，气死我了。二位这是？这人叫杨梅，皇上让他来净房当差，管事儿的你安排吧。小园子，去带他把收回来的公桶都刷干净，刷不完别吃饭。杨姑娘，跟我过来吧。这么多，你就让我一个人洗？杨姑娘，你就赶紧开始洗吧，不然晚上真的没饭吃。我不洗，这儿又不止我一个人，凭什么就让我洗？这不公平。来这儿讲公平，你怕不是磨成了？赶紧洗呀，洗干净晾好喽，送回各宫去。你走开，我要去见四皇子。来了这儿了还想跑？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，赶紧洗。杨欣反抗不了，又挨了一巴掌。走这样不就好了吗？哼，你盯着他，洗不完不许吃饭。杨姑娘，你还是听话些好，否则以后有你苦头吃的。男主也是没良心，居然不帮他求情，他进宫都是为了谁啊？殿下，杨欣不见了。本宫知道他现在在宫里，你继续看着那些玉罗国余孽。至于杨欣，你不用管。又是四皇子带他去的，殿下您就不管管四皇子吗？还有那些玉罗国余孽，我们是不是应该禀告皇上，直接把这些人一举歼灭？他们未必只有那些人，先等等，到时候再一网打尽。至于四皇子，杨欣不在，他以后也不会再来，不用管他。对了，属下听到杨欣和那玉罗国余孽的对话，那人问殿下你喜欢什么颜色，奇奇怪怪的。与此同时，四皇子偷偷摸摸去了净房，远远看着在洗公桶的杨欣，心生不忍。欣欣来宫里做什么？难道他也是那种想攀高枝的人？不可能，若是如此，他不是更应该好好待在三皇兄的府上吗？欣欣，我来看你了。恒瑞，我就知道你会来看我的，你快想办法把我带出去。本宫带他过去说说话。欣欣，你怎么会想着来宫里？我也不想进宫的，可我在三皇子府又没月银，三皇子现在又不待见我，我只能想着进宫挣银子还你的债了。这种话呀，也只有四皇兄这只舔狗会信了，心里指不定还会觉得，哇，他太可怜了，三皇兄太不是人了，居然不给欣欣钱，我要为他打抱不平。确实有这个打算的四皇子听到心声，不禁环顾四周，并没有看到于一洛的身影。恒瑞，你怎么了？杨欣抬手扯了扯他的衣袖。你放心，欠你的银子我会还你的。刚刚洗了公桶，现在居然拉四皇兄，四皇兄也真是不嫌弃。四皇子不自然地抽回自己的衣袖。没事，银子你可以慢慢还。若是以前，四皇子肯定会说不用还的。
结果居然说慢慢还，那么多的钱，他一个无业游民怎么还得起啊？不对啊，四皇子怎么不让杨欣拉他袖子啦？他不是好吃这一套吗？哦，我懂了，他肯定是觉得杨欣把他当成朋友，所以不能做什么出格的事儿。于一洛想着想着还演了起来。啊，我真该死！星星只拿我当朋友，我怎么可以对他有其他想法呢？不行不行，我不能这样。可是他真的好特别，好善良啊！我控制不住我自己。四皇子忍不住在心里反驳：“你懂个屁！我确实觉得杨欣不一样，可也没有小黄妹说的那么夸张。”恒瑞，你来找我是要带我出去吗？哎，又来这一套，嘴上把人家当朋友，手是一点也不安分，还敢直呼四皇兄的名字，真是没经过社会的毒打。四皇兄怎么激动的不说话啦？是不是在心里想，哇，女神求我了耶，我得赶紧好好表现，让他知道我这个舔狗比三皇兄对他更好。抱歉，因为我把你当成我最特别的朋友，所以说话才毫无顾忌。是挺特别的，特别好骗，不然你骗别人怎么骗不到？嗨，这怎么还哭上了？你这么哭，说白天有月亮，我这脑子不好使的四皇兄都会信的。四皇兄现在不仅口袋空空，脑子也进了水。不过你也别太伤心哈，虽然穿越女对你的情谊是假的，但你穷是再真实不过的啦，哈哈哈哈。四皇子感觉这笑声格外的刺耳，不由得脱口而出：“闭嘴！”这小黄妹也不知道躲在哪个犄角旮旯里说他，她一个小屁孩，怎么就觉得自己很了解杨欣了？欣欣，你在这儿好好洗公头，等父亲气消了，我就求他放你出宫。还以为舔狗熊起了，结果还想着帮他求情。皇上，淑妃娘娘请过来了。好，我会努力赚钱还你的。虽然恒瑞你不能带我出去，可你能来看我，我就已经很开心了。你不必为了我惹怒皇上。四皇兄的 CPU 都被干烧了吧？心里是不是认为他很善解人意？淑妃啊，本来还疑惑曹公公请她过来干嘛，听到这熟悉的称呼，直接明白了过来，二话不说就走了出去，一把揪住四皇子的耳朵。好啊，原来你的银子都给他花了。我痛，母妃，你快放开孩儿。母妃怎么就突然窜出来了？她也太倒霉了，这下又得挨揍了。暴君也太腹黑了，知道淑妃折腾四皇兄的办法更多，故意把淑妃叫过来。不过我喜欢。你放开恒瑞，你没听到他叫痛吗？哼，区一个奴婢，竟敢直呼四皇子的名字，当真是没规矩。本宫教训自己的儿子，还用不着你插嘴。我身份是没你高，可我们都是肉体凡胎，你与我又有何不同？好叶，掌嘴，让他知道他和本宫有何不同，也好摆正自己的位置，省得一出口就是你呀我的，毫无规矩。清脆的巴掌声一声接着一声响起。母妃您别打了，放过他吧。本宫不仅要打他，还要连你一起打。再多说一句，本宫直接让你父皇把你贬为庶民，让你天天在这陪他洗公头。四皇子，你不用为我求情。都说识时务者为俊杰，穿越女也不是文盲啊，现在还如此拎不清。父皇，您怎么来了？早就来啦，看你俩唱了出大戏，还带着淑妃一起看。我的四皇兄哟，又得被男女混合双打了，该呀该呀！人家穿越女喜欢的是男主这个至尊宝，而不是你这只花果山的猴，你何必呢？难道朕来还需要向你报备？淑妃，老四最近是越发的不听话了啊，你得好好管管。皇上放心，臣妾一定会让这没脑子的东西下不了床。起来吧，把杨梅带回去继续做事，别把人弄死了。来人，把四皇子带到清心殿，拔掉他身上的软甲。你居然还穿了软甲，好啊你！陶叶，回本宫宫里去取本宫特制的鞭子来，看本宫不抽死他这个没脑子的东西。母妃，孩儿就今日穿了，之前都没穿。也不知道是谁告的密，知道他来了这儿，他觉得欣欣说的话也没什么问题啊，为何母妃如此生气？还不把你的软甲脱了，让朕给你脱吗？父皇，儿臣真的没想为他求情，你应该也听到了，儿臣让他好好的洗公头。你还说等朕气消了再来求情？现在看来，暴君的气是消不了了。父皇，
儿臣保证下次不会了，您就饶了儿臣吧。难道现在四皇子这个舔狗还没意识到自己喜欢穿越女？这么认怂，不像他的性格啊！娘娘，鞭子取来了。淑妃接过鞭子，这鞭子能抽得四皇兄皮开肉绽吧？不过也好，这样他就没办法再去找穿越女，兴许就不会嗝屁了。母妃、父皇，儿臣错了，你们饶了儿臣吧。晚了，你来，别手软，最好让他10天半个月下不了床。那姑娘出现在猎场本来就很奇怪，如今又和儿子认识，她可不信这一切都是巧合，不对儿子狠一点，只怕是会闯出大祸。母妃，那儿臣可以要求换一个惩罚吗？比如打板子。打！淑妃一声令下，看着都觉得疼，也不知道能不能让四皇兄这舔狗长长记性。把他嘴堵上。父皇，儿臣到底是不是您和母妃生的呀？您别堵我的嘴啊！大不了儿臣不出声就是了。知道自己错哪儿了吗？儿臣下次不去找他了。还有呢？也不会为他向父皇求情，不是都说完了吗？想不到了，这姑娘突然出现在狩猎场，又被带进宫，你觉得真的是巧合？本宫看你是过得太好，脑子都生锈了。为什么母妃也觉得欣欣的目的不简单？她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子，还能威胁到皇宫的安危不成？淑妃和暴君也不笨啊，四皇兄怎么就如此好骗呢？难道是正正得负？行了，你这样也出不了宫，便在宫里住下养伤吧。殿下，您这次看起来伤得不轻啊！别说风凉话了，赶紧给本宫上药，疼死了。这儿没药，殿下等着，属下去太医院请太医过来。杨姑娘，我给你留了一个馒头，你快些去吃吧，我先洗着。现在管事应该歇下了。翌日，走吧，回去。一起吧。杨姑娘，前面有贵人，你小心冲撞到。啊，好。等木推车离一行人越来越近时，小园子以为杨欣会拐弯，结果呢，他好似故意一般，直愣愣推了上去。娘娘恕罪，奴才该死。柔嫔气得脸都绿了。娘娘，你没事吧？贱婢，你没长眼啊？没看到本宫吗？娘娘恕罪。见到本宫还不跪下？你看什么看？臭八怪！你自己走路不看路，怪不着我们。娘娘恕罪，他是新来的，所以不懂事儿，求娘娘恕罪。哼，来人，给本宫把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贱婢杖毙！你与其想着杖毙我，不如先把身上这污秽物洗干净再说。还有，皇上说过，我的命得留着，你敢打死我吗？既然如此，本宫便让皇上和淑妃娘娘处置你，把这贱婢带上去找皇上和淑妃。娘娘，您的衣服要不要去换一件？不必了，这可是证据。杨姑娘，你快给娘娘求饶吧。娘娘，直接把他们2人带到丽妃那儿去吗？丽妃宫里，皇上和淑妃正在斗鱼一落玩。是哪个王八羔子挑大粪路过啊？怎么这么臭啊？华蕊，把门关一下。皇上，淑妃姐姐，你们一定要为臣妾做主啊！不是，柔嫔这是掉茅房了？哎呀，能不能别进来啊？真的臭啊！有什么事，你也得先去换身衣服再过来呀。皇上，是这贱婢弄臣妾身上的，臣妾若是回去换了衣服，还怎么给皇上看证据啊？穿越女是吃了扑棱蛾子吗？这么能闹腾？柔嫔，你这是给我们看证据，还是自己臭也不想别人好过？还不赶紧去把衣服换了？臣妾去换身衣服再过来。柔嫔去得快，回来的也快。皇上，这贱婢还说没有您的允许，臣妾不能杀了他。我说的是事实，弄脏了你的衣服，我可以道歉。可你又没受伤，换一身衣服就能解决的事，非得喊打喊杀的，至于吗？走上前，直接甩了杨欣一巴掌。昨日本宫才教过的，你别忘了，奴就该有奴的样子。奴婢确实是不小心撞了柔嫔娘娘，可也不能怪奴婢。柔嫔娘娘她自己也不曾看路，所以双方都有责任。变聪明了？似乎也没有，不确定，再看看。你这贱婢，还真是能言善辩。你来告诉他，本宫到底有没有错？回皇上，回几位娘娘，确实是奴才2人冲撞了柔嫔娘娘，求娘娘恕罪。淑妃，你看要怎么处置啊？杖责10大板，
让静房那边好好教他规矩。皇上以为如何？10大板应该打不死吧？嗨，到底用什么办法能让真的杨欣换回来呢？惆怅啊惆怅。柔嫔，这个处罚你可满意？谢皇上和淑妃娘娘为臣妾做主，不过臣妾看那小太监很懂事，所以他的责罚能否免掉？谢皇上，谢娘娘。准了，来人，把杨梅带下去，杖责10大板。10板打完，杨欣撑不住，直接晕了过去。以后常去静房关照关照这贱婢。明日金将军便会抵达京城，朕特意来告诉你一声。皇上，丽妃妹妹诞下小公主，金将军又平乱有功，丽妃妹妹的位分是不是该进一进了？朕正有此意。如今四妃之位空缺，丽妃的位分进一进，正好可以填补一下。哇，杨沁的分位进了，月银是不是会比之前多？宝君这次还挺会来事的嘛，娘入宫这么多年，终于可以往上升一升啦。如果四妃还有2个空缺，宝君该不会把娘亲升为贤妃吧？这也太晦气了！不行不行，皇上，哥哥为国征战是他身为臣子该做的，而臣妾只诞下洛儿，若是直接升4妃，更是不妥呀。有何不妥呀？朕已经想好了封号，贤妃这称号晦气，朕另外想了一个，赐号贤妃，娴雅的娴，同样位列4妃。妹妹就欣然接受吧，皇上都如此为你着想了。不错不错，宝君这封号可以啊，看来是真的用心了。不过淑妃为什么还帮着娘说话？她不会是看上娘亲了吧？难怪今日平白无故跑过来，难不成淑妃是拉拉？书里她是不喜欢暴君的，进宫也是冲着暴君的钱来的。什么拉拉？洛儿说话真的是越来越难懂了。皇上，丽妃妹妹，等洛儿长大，让她与我学机关术如何？洛儿这么聪明，肯定是个好苗子。你瞧瞧，这乌溜溜的眼睛，圆溜溜的脑袋，看上去就很聪明。大妹，我只想啃老，不想努力。还有我一点也不聪明，成天被暴君上朝，就已经够累了。淑妃你这么人美心善，别搞我了好吗？人家还只是个宝宝呀。淑妃，洛儿现在还小，等她长大再说吧。好好教她学学规矩，莫要再冲撞贵人们。怎么回事？听小园子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完，管事觉得自己还是太心软了。来人，打水把他给泼醒！杨欣被冰冷的水浇醒，本能的想破口大骂，可看清楚自己身处何地后，终究是没骂出来。管事把他数落了一顿，才让他回去休息。该死，男主居然真的对我不管不顾，这杨欣的身体也真是娇弱，一点也不强壮。哟，还没死呢，这是柔嫔娘娘让我送来给你治疗伤的。我知道柔嫔没有这么好心，你把这药还回去给她，告诉她我有办法可以让她得宠。难道你家娘娘不想得宠？你把话转告给柔嫔就好，相信我，她会见我的。她如此蠢笨，说真有办法帮本宫得宠，为何不自己上？皇上，明日金将军的家眷需要一同迎接吗？舅舅的家眷不就是我那伏地魔舅妈吗？上次我满月宴都没来，肯定是跑娘家去了。不用，明日众臣和朕一同出城迎接金将军即可。哇，宝君这首毛笔字写得挺好的耶，让我看看都是怎么夸娘亲的。不让我看，过分，是不是故意的？算了，下旨的时候就知道了。明日接金将军回宫后，再把圣旨传下去。今日传了，明早不上朝，真怕有些人憋得慌。皇上，您明知道大臣们会有意见，依旧坚持，可见您对金家的看重呀。舅舅和外祖父忠君爱国，这都是他们应得的，好吧？金家赤胆忠心，朕如此做，才不会寒了他们的心。对了，让几位皇子也随朕一起出城迎接，你派人去传朕口谕。四皇子也要一同去迎接吗？难道他不是朕的皇子吗？你亲自去传朕口谕，他若是站不起来，便让人扶着他来。曹公公，父皇又让你来叫本宫去问话。奴才来传陛下口谕。等等，
你等本宫缓缓，有个心理准备你再说。四皇子啊，陛下是让您明日一起出城迎接金将军凯旋。你觉得本宫这样趴着能出城吗？皇上说了，可以让人扶着你过去。殿下，曹公公这是来传您。属下早就说了，那杨欣就是个惹祸精，您不听啊？方才听说他又闯祸挨了10板子呢。让你拿的药拿了？都在这儿了。还好殿下您挨打的次数多，属下每次给您用的药都不一样。找到了，这瓶是用下来效果最好的。天刚蒙蒙亮，洛儿醒了，杨亲给你穿好衣服，喝完奶就可以出城去迎接舅舅了。洛儿，父皇带你去见见你舅舅。丽妃，你也跟随朕一起去。臣妾也去。金将军是你哥哥，你去也是应该的。换身衣服一起去吧。四皇子来了吗？回皇上来了，在那儿呢。好家伙，看样子站着还挺费劲儿啊，身边还配2个人形拐杖。按理说他经常被揍，应该有不少好的金疮药才对啊。四皇子翻了翻白眼，金疮药又不是仙丹，这还不是他身体好吗？换了别人的话，那连床都下不来。四弟啊，你这次是元气大伤呀。二皇子摇着折扇打量着他。本宫发现了，你最近被打得比之前频繁了不少，你都不动动脑子思考原因吗？我找原因，父皇分明就是看我不顺眼。参见皇上，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平身，现在即刻前往城门口去迎接金将军凯旋。你们走慢些。殿下，慢了便掉队了，到时候皇上怪罪下来，小的担待不起啊。需要我帮你吗？难不成三皇兄要背他？这合适吗？三皇兄，你最好了，你怎么帮我？拎起他扛在了自己肩上。如此帮你。你为何不给西西银子？他是想还我银子才进宫的，所以说起来，我被打你也有责任。他是怎么跟你说的？四弟，你是猪脑子吗？他说什么你信什么？父皇给你的人不知道动用去查查。言尽于此，三皇子抬手一推，肩膀上的四皇子就直接摔到了地上。三皇兄，你故意的吧？骂他就算了，还故意摔他。四弟抱歉，手滑了。狗屁的手滑，就是想摔我。哇，这是舅舅吗？真的很帅哎！娘亲家的基因也太好了，瞧瞧这大长腿、大眼睛、高鼻梁的，外祖母也太会生了。金将军停下马，从上面跃了下来。臣参见皇上。哎呀，金将军辛苦了，快请起，朕命人备了酒宴，特意为你接风洗尘。现在直接入宫吧。臣谢过皇上。这是这是朕的小公主，也是你的外甥女，特意带她来见你的。原来是洛儿，舅舅这次又带了不少好东西，到时候都送给洛儿可好？舅舅也太好了，见面就给这么多好东西，谢谢你们成全我的富婆梦。回到宫里面，金将军此次平乱有功，大家敬金将军一杯。金将军一路风尘仆仆，确实应该回去休息。朕准了，待会儿会让人把赏赐送到将军府上。朕让你派人去看着杨欣，你可办了呀？回皇上，奴才已经按照您的吩咐去办了，杨欣没什么动作。老四那个猪脑子，自己不会去查，别让他多吃吃苦头，最好是去阎王殿走上一走，看他长不长记性。罗尔说杨欣会要了老四的命，不如借此机会。昨日四皇子似乎是知道了杨欣被打板子这事，奴才怕他去找杨欣，他若要去，你就当作不知道来回禀朕就好，其他不用管。拿起笔写了圣旨，交给曹公公。现在带人把赏赐送到将军府上。四皇子回到偏殿后，认真思索了一番三皇子和自家母妃的话，不禁陷入到了自我怀疑中。他真的看走眼了不成吗？阿父，你去查查杨欣到底把本宫借他的银子都花在什么地方了？你想谋杀本宫不成？下手那么重。殿下，您可算开窍了。其实这事儿属下查过了。你查了不告诉本宫？殿下你也没给过属下机会说呀。那银子呀都被杨欣给了一群住在巷子里的人，那些人穿着虽然都简单，可看着不像普通人。
杨欣此次进宫定然不简单。小皇妹说杨欣会杀了我，还会害父皇，难道他是用银子笼络自己的势力？这么说的话，三皇兄是不是也知道，所以才如此对杨欣？扶本宫起来，本宫要去找杨欣。殿下，您还是省省吧。属下知道你被骗了很难过，可你如此去质问，他也不会承认呢。不仅如此，还会打草惊蛇呀。你以为本宫是猪吗？你们不是都认为他进宫别有目的？既然如此，本宫就将计就计，看看到底是谁识人不清。你本来就是猪，只怕你不是将计就计，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，人家几句又把你给忽悠瘸了。你当本宫聋了不成？与此同时，金平安已经到了将军府门口。将军回来了，妾身备了热水，将军先去沐浴更衣。辛苦了。沐浴更衣出来，圣旨，皇上的圣旨也恰好到了，一家人跪地接旨。万岁！曹公公挥手，让人把赏赐都抬了进来。嘿嘿，金将军，赏赐既然已经送到，奴才便回宫去复命了。好，有劳曹公公了。对了，我带回来的稀罕玩意儿也放到库房了。夫君是要送人吗？我去挑些送给洛儿跟丽妃。夫君才回来，这些事交给妾身去办就好。这些年金庭安得了不少赏赐，他没少拿去给娘家，发现万一东西少了就不好了。行，我带了好几箱回来，你明日抬2箱出去，我送进宫，带给丽妃跟洛儿。将军，丽妃娘娘和小公主在宫里什么稀罕玩意儿没见过，2箱会不会太多了？你说的这是什么话？这些年我得到的赏赐和稀罕玩意儿不少，给丽妃娘娘和洛儿2箱，哪里多了？将军，妾身只是在为我们将军府做打算。丽妃娘娘如今是皇家的人，岂会缺衣少食？我再说一遍，丽妃是我的亲妹妹，洛儿是我的亲外甥女，我想给她什么，你照做就是了。将军常年在外征战，妾身不仅要照顾老将军，还要操持好将军府。这些年因为没有孩子，妾身受了多少白眼。本以为将军回来，妾身算是守得云开见月明，不曾想将军竟如此，只责于妾身。辛苦你照顾父亲了，我知道你委屈，可你说的话的确不对，进屋去吧。是妾身不会说话，明日就按将军说的办。将军，妾身有一些事要处理，你先好好休息。怎么了？夫人，这是给您的信。去铺子。去到铺子。姐，这儿。你怎么来了？将军回来了，你们别主动跑来找我。姐，听说这次金将军带回来不少宝贝，娘想让你们想办法弄1-2箱给我跟弟弟。姐姐会想办法，你赶紧回去，别闯祸，好好听娘的话。还有，你告诉娘，我会想办法让将军和我回娘家一趟，到时候肯定少不了你们的好处。娘娘，曹公公和皇上来了，手上还拿着圣旨。难怪你高兴成这样。丽妃接旨。臣妾接旨。快让我看看报笺都写了啥，他藏着掖着不让我看呢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丽妃金路遥端赖柔佳，美德淑贤，深得朕心，特赐封号贤，晋为贤妃，位列4妃，再赐珠宝首饰12件，绫罗绸缎12匹，钦此。臣妾叩谢皇上隆恩。皇上，丽妃娘娘虽然诞下了孩子，但也只是一个公主，您这才赏赐完金将军，又进了丽妃的位分，恐金家妄自称大呀。哼，公主怎么了？公主不是人吗？人家金家在战场上厮杀，你呢就知道拿着朝廷俸禄在这耍嘴皮子。你才妄称自大呢！外祖父和舅舅一心为国为民，赤胆忠心。你有这个时间操心舅舅家的事儿，不如管好自己的后院。哼！皇上，可是丽妃并未诞下皇子，仅为4妃，确实不合适啊。朕说合适就合适。来来来，你这么会说，上来坐龙椅上说呀。臣惶恐。皇上，丞相，连你也想劝朕？如今4妃之位空缺，丽妃娘娘入宫多年，本就应该升一升，加上金将军平乱有功，老臣认为丽妃娘娘升为贤妃理所应当。还是李丞相会说，我爱听。
外祖父戎马一生都不曾求暴君晋升娘亲，就是担心暴君猜忌金家功高盖主。如今舅舅又战功赫赫，晋升娘亲怎么啦？若晋升的是他们的女儿，看他们还会不会认为不合适？双标不要太明显哎！瞧瞧人家丞相多明事理啊！你们若都像丞相这般，真能省不少事。退朝吧。丞相大人，下官以为你会劝皇上，你以为我劝了皇上会听？你都能看出来的事，我看不出来。皇上这么做也算是赏罚分明。将军打仗本就是和阎王爷打交道，自然希望自己家人过得好，这样他才不会束手束脚。皇上回到御书房，才落座就听人来禀，金将军求见。快请进来。臣想去看看贤妃娘娘，求皇上恩准。唉，真当是什么事啊？你去吧，贤妃想必也有许多话想同你说啊。我也要去，舅舅肯定是送了什么东西给我和娘亲。宝君，赶紧帮我送回去吧，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知道都有什么好宝贝了。曹公公，带金将军和小公主去贤妃的醉花宫。感动哭了，宝君居然这么有眼力劲儿，知道我想去娘亲那，这算不算父女连心？哼，可算不是肚子里的蛔虫了。哥哥，你瘦了。娘娘怎么还跟小时候一样爱哭鼻子？是不是皇上对你不好，或者有人欺负你？没有的事，见到哥哥太开心了。皇上对我和洛儿都很好，后宫也没人苛待我。娘亲别哭了，你再哭我也忍不住了。那就好，我在边疆时最过担心的就是家人，看到你过得好，我也就放心了。如今有洛儿陪你，你也不至于太过孤单。哥哥昨天回府，府里可还好？一切都好。父亲身子骨硬朗，你不必担心，好好照顾自己跟洛儿便好。对了，给你和洛儿带了礼物。我在宫里什么也不缺，嫂嫂这些年也不容易，哥哥别有什么好的就给我们。差点没有闪向于一洛的眼睛。小时候不是嚷嚷着打仗回来给你带礼物，如今给你带了，怎的还哭上了？那时候不懂事，只当哥哥和爹爹是出去玩。行了，这些东西你好好收着，想要什么给哥哥说，哥哥给你弄来，别苦了自己跟洛儿。舅舅拿这么多东西给我们，只怕僵尸那个伏地魔的心都在滴血吧？伏地魔是何物？难道是指僵尸不安分？这2箱东西他昨日才带回来的，他最清楚不过里面都有哪些东西。哥哥，皇上昨日赏赐了我一些绫罗绸缎，你挑点带回去给嫂嫂吧。随意挑了一匹布，便起身离开。怎么感觉舅舅脸色不太好啊？难道是知道僵尸做的事了？丽妃身为贤妃之事，自然也传入到了柔嫔的耳朵里。娘娘，您别摔了。闭嘴！您把茶盏都摔了，只怕以后喝茶得用碗。淑妃娘娘说了，这些东西谁弄碎就谁买来填补上。又是淑妃这贱人，好好的提什么给丽妃进位粉，还嫌丽妃的位粉和宠爱不够吗？气死我了！娘娘，那贱婢不是说有办法帮您争宠吗？要不听听她怎么说？不然淑妃掌管后宫，又和得宠的贤妃交好，这以后哪还有您的立足之地啊？走，去看看那贱婢。净房门口，真是臭死了！那贱婢在何处？娘娘，你找我？本宫找你有事，你房间哪儿呢？娘娘，你想通了？切，看来这一顿打学过了不少，这样看着顺眼多了。娘娘若是想说这些无关紧要的，便请回吧。你说能帮本宫得宠，能得宠到哪一步？你想得宠到哪一步？皇后之位，这不现实。如今最得宠的就是贤妃，你若能帮本宫坐上四妃之位，本宫自然会帮你达成所愿。贤妃又是谁？先是一个本来是炮灰的丽妃活了下来，还得了宠，如今又出现一个贤妃，这走向怎么全乱套了？有问题？说是这都做不到，你也不过如此。贤妃是谁？之前的丽妃。丽妃？又是丽妃？难道丽妃是穿越的？你若是得了圣仙，还愁越不过贤妃去？你倒是有信心。本宫该如何做啊？你让人给我送纸和笔，不过你得想办法把我从这儿弄出去。皇上明显就是厌恶你，才让你在这儿。本宫若是把你弄出去，岂不是做了皇上不喜欢的事？这不成？你当然不可以直接为我求情，
反而要告诉皇上说你讨厌我，想把我弄到身边折磨，这样皇上还会怀疑你吗？说是你能做到答应本宫的，本宫便答应你，回头让人给你送纸和笔来。皇上，柔嫔去找杨欣了。是去找茬？哟，看着不像。二人进了房间，听不清在说什么。哼，既然不是找茬，那就是两人合谋，各取所需了。皇上的意思是，杨欣想让柔嫔把他带出宫去，可柔嫔为何要帮他呀？你让人盯着二人，有什么异动，那回禀朕。别让人看见了，小心些。他倒要看一看那贱婢能画出什么让他得宠。娘娘放心，奴婢一定不会让人发现了。等您得了宠，看着贱婢不顺心，直接杀了他了事。金廷安从宫里回来之后，那箱子里的东西呢？将军这是从宫里回来了，妾身以为你和娘娘许久不见，会多说会儿话。这是娘娘赏的吗？瞧着这料子，真是好极了。你是不是动了箱子里的东西？将军在说什么？妾身听不明白。听不明白？箱子里少了几样东西，其中有我特意为娘娘准备的香炉、夜明珠，还有砚台。哦，妾身想起来了，将军说的几样东西确实是被妾身拿出来了，因为太多了，盖子不好盖上。哼，行，现在你把东西拿回来给我，还有库房钥匙。将军，库房钥匙妾身改日给你，你才从宫里回来，好好休息。江氏，你这是想违抗本将军的命令？既然将军要看，便看吧。出门阔步朝库房去，里面放置着这些年皇上给他的赏赐。将军，这些东西都在这儿了，妾身这就去拿账本过来给你对对看。难道是我多虑了？其他的呢？没做记录啊？做了，妾身这就去一并拿来。其实他也不记得都有哪些东西，毕竟有些时间过于久，江氏就算是私自拿了，他可能也不知道。将军，都在这儿了，不过昨日带来的妾身还未记录，其他都在。金廷安随意的翻了翻，拿回去吧。将军不对对看吗？不用，你做得很好，把你拿出去的那几件拿回来，改日我送去给娘娘。夫人，您这是怎么了？将军回来，夫人不是应该高兴吗？怎么夫人一副不安的样子？难道夫人不希望将军回来？没事儿，你把娘娘赏给我的布匹收起来。这布匹当真是好看啊！娘娘对夫人真是惦记，有什么好的布匹都来送给夫人。夫人，娴妃娘娘召您入宫。娴妃娘娘就是将军的妹妹。夫人，您换身衣服，快去吧，人已经候在门口了。宫里，娘娘，江氏来了。进来不行礼，东看西看干嘛？也不知道舅舅是造了什么孽，竟娶了你这么一个伏地魔夫人。臣妇参见娴妃娘娘。不必过于拘谨，这些年多亏你照顾父亲，本宫召你进宫，只是想话话家常。照顾老将军本就是臣妇该做的。将军在前方征战沙场，臣妇自当打理好将军府。打理好将军府？这话说的脸都不红一下，真是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洛儿的意思是，江氏动了哥哥的东西，本宫送的东西您可还喜欢？娘娘给的自然是极好的。哼，怕是口不对心吧，心里指不定在吐槽，娘亲抠搜都升了位分，才只给了你一匹布呢。这就是小公主吧，长得跟小仙童似的，怪不得皇上如此宠爱小公主。上次满月宴时你没来，我倒是忘了，你没见过洛儿。怎么感觉娘亲在阴阳江氏呢？我娘家那边有个男孩跟小公主差不多大，也跟个小仙童似的，月份又接近。别什么货色都和洛儿差不多，你也知道洛儿是小公主啊，你娘家是什么身份？洛儿又是什么身份？是想给洛儿相看婆家吗？也不看看自己够不够格。哇，淑妃娘娘酷毙了，对得好，每一句都对在我的心巴上。臣妾见过淑妃姐姐。不是说后宫的女人成天勾心斗角吗？她怎么看不出来二人之间有何不对付呢？妹妹快起来，这是内务府刚到的徽墨，本宫特意送过来给妹妹，倒是没想到有人敢打小洛儿的主意。谢谢淑妃姐姐。不客气，你也起来吧。谢淑妃娘娘，臣妇是小公主的舅妈，没有其他意思。淑妃娘娘和娴妃娘娘别误会。谁家舅妈见外甥女儿就开始乱点鸳鸯谱啊？你既然是洛儿的舅妈，就该知道什么话该说，什么不该说。不过上次洛儿满月宴也不曾见你，本宫还以为金将军未娶妻。
绝了！淑妃比娘亲还会阴阳人。本宫和淑妃姐姐有话要说。来人，送江氏出宫。金将军怎么娶了一个眼皮子如此浅的人？瞧瞧他方才那话，本宫看他就知道不是个安分的。他和哥哥自小定有婚约，母亲的遗愿就是希望哥哥和他成婚。他是哪家千金？前京兆尹的女儿，就是当年因为贪墨被斩杀的江大人。没错，当年父亲出面求情，让皇上赦免了江家的其他人，并让哥哥履行定下的婚约，把江氏娶进门。别人的家事，淑妃也不好多说什么。两人又说了会儿话，他才起身离开。皇上驾到！他前脚刚走，皇上后脚就到。罗儿，父皇带你去看你的蠢四皇兄去。一听到四皇子，于一洛连忙伸出小手，示意皇上抱他。第一次被女儿如此稀罕。殿下，您当真要去找杨欣啊？去。看来这顿打还不够啊，还要去。父皇，您怎么来了？儿臣认真思考过了，既然母妃说杨欣进宫的目的不简单，那儿臣就去将计就计，以身试险，看看他想做什么。你最好是真的想明白了，否则就把儿臣贬为庶人。哟呵，脑子里的水倒出来了。不对呀，按照舔狗四皇兄的脑回路，不可能这么快明白过来。明白了，他肯定是想借此机会打脸淑妃和暴君吧？哼，也不知道最后被打脸的是谁，太期待了。幼稚鬼，还扮鬼脸吓我呢！你最要保持清醒，别才把水倒出来，见杨欣一面又装满了，那就真的没救了。你扮鬼脸吓谁呢？要是吓着洛儿，看朕打不死你。父皇，您看错了，小皇妹这么可爱，儿臣怎么会吓她呢？曹公公，请个御医过来，给四皇子好好看看他的伤。父皇，不用了，儿臣上了药，很快就会好的。殿下，皇上这是在关心你呢。本宫总觉得父皇是希望我赶紧好，去找杨欣，好看我笑话。殿下对自己的认知还挺清楚的啊。四弟，我们来看你了。二皇子身着一袭浅粉色锦袍。几位皇兄驾到，有失远迎。四弟啊，父皇没派人来看你啊？方才父皇带着小皇妹来，待了一会儿便走了。对了，几位皇兄，我们打个赌怎么样？四弟想和我们赌什么？他现在穷的身上拿不出子儿，肯定是想空手套白狼。不过我们有银子，你没有银子，我们为何要与你赌啊？三皇兄，你说的事我查了，我们今天就来赌杨欣，怎么样？哦，怎么赌？就赌杨欣是否真的拿我当朋友。若是真的，你们一人给我100两白银；若是假的呢？太子温声道：四弟，你可弄不来300两白银给我们。洛儿心声说的事儿可都应验了，四弟这赌啊，简直是必输无疑。还好自己能听到洛儿的心声。你们就说赌不赌？放心，若是我输了，肯定会想办法弄银子给你们的。这是上好的金疮药，四弟赶紧好起来，好给我们送银子。这杨欣，哈哈，是给你灌了迷魂汤啊！你如此信他？你们不觉得他很特别吗？和其他人都不一样，对下人也一视同仁。那四弟有没有想过，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若人人都如他这般毫无礼数，父皇还如何治理国家？有四弟觉得粗鄙无礼，便是与众不同。本宫可以送你一群与众不同的女子啊！三皇兄，你也这样觉得？你说他对下人一视同仁，可因为下人对他看管不力，本宫责罚下人，他并没有求情，也没有丝毫的愧疚之心。可你不是还把他带回了府里吗？没错，因为他算计了本宫，让本宫误以为他是本宫的救命恩人。几人言尽于此，留下金疮药，起身离开。殿下，要不您还是取消这个赌注吧啊？你也觉得本宫会输？哼，不盼本宫点好的？这不是挺明显的吗？娘娘来了。杨欣笑着道：我还在想如何把东西转交给你呢。东西呢？都在这儿，娘娘按照上面的动作跳就好。你就拿这个让本宫去争宠，这和那些烟花女子有何区别？上面的动作多露骨。娘娘，你是为了取悦皇上，男人都是视觉动物，你如此勾人，他还能挪开目光不成？你不懂，皇上和其他男人不一样。有什么不一样的？男人都一个样，皇上也是男人，
你照我说的做，自然会如愿。不行，你这办法行不通，重新换一个。让他跳如此艳俗的舞，他是万万不会答应的。行，娘娘既然不愿意，你就跳自己想跳的舞，我给你准备其他东西，保证让你惊艳所有人。你最好别编什么幻，否则本宫不会饶了你的。多谢娘娘。怎么会呢？我出去可全靠娘娘了。娘娘让人去寻找上面的东西过来给我，我有用。这些东西都有何用？娘娘照做便好，自是不会让你失望的。最重要的一点，娘娘一定要想办法让皇上来看你跳舞，若是其他娘娘在场会更好。自己朝御书房去，皇上这边才听了曹公公的回禀，便听闻柔嫔求见。让人进来，起来吧。找朕何事啊？明知故问，妃嫔来找你，还能有什么事儿啊？自然是献殷勤啦。不过这柔嫔也太不敬业了，你好歹带带汤啊啥的，空手而来，还怎么献殷勤啊？皇上，臣妾近日编了一支舞，想请皇上带小公主和其他姐姐一起欣赏欣赏。不是，虽然我喜欢看美女跳舞，可我一个奶娃娃，你为了讨好暴君这么 Q 我合适吗？不对，刚刚曹公公说柔嫔去找穿越女了，结果这人又来找暴君，穿越女这是和柔嫔狼狈为奸了？不是吧，他不会觉得一支舞能改变什么吧？说了杨欣在青楼大跳现代的艳舞，还成了青楼的花魁，四皇子也因此对他无法自拔。如今他这是出不去，没地方施展，用柔嫔来勾引暴君了。行，到时候朕命诸位皇子和妃嫔来给你捧场。还好没有听那贱婢的跳艳舞，否则自己的颜面何存啊？好家伙，人家就想跳给你看，结果你还让皇兄们一起看，这是把柔嫔当舞姬啊！等了几天，今日天气晴朗。父皇吃错药了吗？居然来叫我们来看他的妃嫔跳舞。三皇子没有搭理四皇子，难道是杨欣行动了？柔嫔，开始吧。柔嫔随着乐声翩翩起舞。咦，居然不是艳舞啊！按照穿越女的尿性，不应该让柔嫔跳如此正常的舞啊？难道是没谈拢？瞧她那妩媚样，青天白日的就想勾引皇上，不要脸！怎么和那贱婢说的不一样？我不是被骗了？是蝴蝶，快看，有好多蝴蝶朝柔嫔飞去了。好神奇的舞，居然可以吸引蝴蝶。咦，柔嫔不会觉得她这身扑勒蛾子很美吧？难怪穿这么薄的衣服在外面跳舞，原来是方便在身上涂糖水，再让人抓一瓶子蝴蝶过来，等自己跳时啊，把蝴蝶放出来，就可以拥有这一身扑棱蛾子啦。柔嫔这舞果然与众不同啊，难为你让人捉了这么多蝴蝶来。皇上怎么会知道？那贱婢不是说自己的办法独一无二吗？皇上，此话何意？蝴蝶喜甜，朕若是弄些糖水涂身上，被捉来的蝴蝶自然就会停留在朕身上了。哟，暴君可以啊，还懂得挺多的嘛。皇上英明，臣妾想用这方法讨皇上欢心，不想皇上一眼便看穿了，当真是献丑了。柔嫔回宫换了身衣服，气势汹汹地朝净房去找杨欣算账。把他带到屋里来。娘娘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翻脸不认人吗？你说你这办法无人知晓，可皇上为何会知晓？难道皇上不是人？本宫看你是存心想让本宫丢人。皇上一个古人，怎么会知道这方法？娘娘，你再信我一次，相信我，这次一定会成功的。别拿你的脏手碰本宫。娘娘，你就再信我一次。你让本宫如何信你？就你这蠢货，还想从这出去？你就洗一辈子公桶吧。我会作诗，一定可以让你在皇上面前出风头。我做的诗，定会让皇上对娘娘你另眼相待。娘娘，你看看。哼，本宫再信你一次，说这次也失败了，有你好果子吃。皇上，柔嫔去找杨欣麻烦了。能不去找吗？毕竟穿越女害她丢脸了。不过穿越女啊，怕是比柔嫔啊更加不能接受自己的主意就这么被暴君拆穿了吧。既然这个失败了，容我想想，他还会拿出什么花样让柔嫔来勾搭暴君呢？皇上，需要奴才让人把杨欣关押起来吗？不用。四皇兄喜欢作死，就让他继续呗，到时候他才知道孤儿是用什么造的。看暴君的意思，不会也是这样打算的吧？啊，想到了，穿越女既然失败了，接下来肯定会拿出自己的杀手锏，抄诗送给柔嫔装13。嘿嘿，也不知道暴君这次会不会被他装的。抄诗？什么诗啊？
你倒是说呀。前有燕舞，后有古诗，直接把四皇子这舔狗迷得七荤八素。曹公公，把小公主送回祥妃宫里，朕还有事要处理。是要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，还要把我这个小可爱支开啊？在上面写下方才听来的诗和诗名，还有作者，吹干后收了起来。他也不想背着女儿的，可是吧，若真是当着女儿的面写出来，女儿这么聪明，怀疑他能听到她的心声，以后肯定不会再说了。柔嫔那边拿着诗，兴冲冲地回到自己寝宫。想不到这贱婢字写的丑，这诗做的还挺好。娘娘重新抄一下，到时候就说是自己写的，反正那贱婢也不敢多说什么。研墨，本宫重新写一遍。写完后，把杨欣写的那张直接烧掉。娘娘，您这是打算去寻皇上？不可。为何？前日这事，皇上虽未怪您，可心里定然是不舒坦的。您现在去寻皇上，皇上也未必会见您。翌日，臣妾参见皇上，这是臣妾熬的汤，特意给皇上送来尝尝。哟，今日还送了汤，有长进啊！就为了给朕送汤吗？不，送汤是顺便，庄13啊才是主要的任务。皇上，其实是臣妾做了一首诗，想请皇上指点指点。哎，还真猜对了。若是没猜错，手上的诗是李白的《静夜思》吧？穿越女也是真勇，拿人家诗仙的诗装就罢了，还说是自己写的，多大的脸呢？曹公公，把柔嫔做的诗呈上来。好家伙，还真的是啊！哈，也对，我倒是忘了穿越女，就记得这2首诗，所以后面别人让他作诗，他都以各种借口搪塞，其实就是背不出来了。这诗确实是好诗，诗仙的诗自然是好诗。暴君这次是被装到了，怎么不动脑子想想，柔嫔能不能做出来？柔嫔，你确定这诗是你做的？皇上，诗确实是臣妾所作。哼，朕竟不知道李白的诗何时成你做的了啊！这暴君不仅没被装到，还知道是李白做的，这不是架空的吗？难道是不起眼的小国家，所以历史上没记录？皇上恕罪，臣妾并不知道李白是谁，这是杨梅那贱婢给臣妾的，他想让臣妾救他出境房，所以用这诗作为交换，臣妾也是一时鬼迷了心窍。回去把女德抄100遍。谢皇上，臣妾以后一定安分守己，不会再被那贱婢蛊惑了。提着去找那贱婢，那贱婢呢？在哪儿？在房间里。他是被罚到这儿的，你让他在房间里休息。难道柔嫔成功了？哼，我就知道，这种千古绝句出手，狗皇帝还不得被震惊到？杨欣还在不停的脑补。贱婢，你在里面装死吗？为何不开门？这是谁惹娘娘不高兴了？贱婢，你明知故问，竟然敢耍本宫！你竟然敢打我！等皇上让人接我出去，我一定会在皇上面前说你是如何欺负我、利用我的。你在说什么疯话？皇上让人接你出去，你做梦吧你！明明不是自己做的诗，还说是自己做的，皇上不杀你都是你命大。你说什么？那诗分明就是我做的，你亲眼所见。可你做的，皇上都知道这首诗，还知道是李白做的，你脸皮可真厚啊！好意思说是自己做的？皇上怎么会认得这是李白的诗呢？皇上不杀你，本宫也不会杀你，不过会让管事好好关照你的。娘娘，你闭嘴，别再说什么再信你一次的鬼话。那贱婢是被罚到这儿做事的，不是来享清福的。你不让她做事，等着把她供起来。娘娘教训的是，奴才还是看她可怜。以后不敢了。这就叫她出来干活。午膳时，偷偷溜出去寻四皇子。阿峰，找殿下。带我去找四皇子，我找他有事。可现在杨欣能跑出来，肯定是皇上默许的，他不能坏了皇上的事儿。哦，行。不过你不能待太久。殿下，听说你受罚了，伤好了吗？我很担心你，一直在想办法来见你，可是他们看我看得紧。殿下，膳食取来了。阿芳，本宫有没有和你说过，本宫要吃肉？殿下，这是淑妃娘娘特意交代的，说殿下你在宫里是多余的，所以就没你的膳食。前几日呢，就当是送你的，今日起就只有这些了。殿下，这些吃了伤好得快。杨小姐既然是来看殿下的，如今也看了，那就先走吧。殿下要用膳，难道杨小姐想留下来跟殿下一起用膳？给你，你吃吧。谢
谢殿下，殿下看到你没事，真的太好了。我回去做事了，去晚了会被管事责打。快去吧。就这，杨欣傻眼了。要是换做以前，四皇子肯定会为他出头的。怂货就是怂货，被打一次就怂了，反抗不了皇上，还教训不了一个管事。阿凤，本宫这次赢定了。殿下，您下定论还太早。他自己有伤还来看本宫，这不就是把本宫当朋友？上饭，本宫要吃2碗。殿下，米饭就1碗，您给别人了，所以就饿着吧。就1碗，也是母妃交代的。没错。行，不吃就不吃，给本宫上点点心水果总可以吧？嘿，不可以啊，这些也被淑妃娘娘的收回了。前几日殿下您吃了不少新鲜的水果，娘娘说吃了的呢就不跟你计较了。行，我们去找小皇妹玩。殿下，是淑妃娘娘，您还打算进去吗？本宫没瞎，赶紧跑。于恒瑞，你给本宫站住！母妃，好巧啊，您怎么也在这儿啊？他就是想蹭个饭而已啊，母妃不会这儿也防着他吧？本宫就知道你会来这儿，还不滚进来！母妃，儿臣是来看小皇妹的，不想您也在这儿。看我，欠我的礼物都还没给我，还有脸来看我？本宫看你是想来蹭饭，不想会遇到本宫吧？母妃，这不是您给的膳食太少了，根本就不够吃的。还有，我是真的来看洛儿的。还不是您把饭给别人吃了，不然也不会饿肚子。把饭给川月女吃了吧，饿死你活该啊！还扒拉我的手，晦气死了！于一洛甩开四皇子的手，十分的嫌弃。阿峰，你说，四皇子最近几日都做了什么？你怕什么？你是皇上给他的人，他不敢动你。说吧。我就给杨欣吃了饭，和几个皇兄打了赌，应该没做错什么吧？阿峰倒豆子般把知道的事都说了一遍，几人打赌时的对话也一字不落。还打赌？本宫都在想，是不是生你时吻破剪脐带，连你脑子一起剪了？否则你也不会如此蠢。哼，骂得好！按照阿峰这么说，刚刚穿越女啊去找四皇兄这只舔狗，定是想让他把自己弄出去。四皇兄该不会以为穿越女是特意去看他的吧？这迷之自信，真不知道谁给他的。可惜我还小，若是大一点，便可以也压住，赢点四皇兄这傻狗的银子来花花。这赌再加本宫一个，本宫赌你这蠢货会被人耍得团团转。莫非？行了，你滚回去吧。下次再给别人吃，本宫连青菜也不会给你留。那现在可以给儿臣点吃的吗？不可以，赶紧滚。花蕊，把点心给四皇子带去吃吧，生怕自家母妃给自己抢回来。道完谢后，便一阵风似的离开。殿下，您等等属下。你还知道本宫是殿下？你说什么不好，非要说打赌的事儿。这下好了，母妃也来插一脚，她肯定会狠狠坑本宫一笔的。属下不说，娘娘也会知道的。那是不是三皇兄？那确实是三皇兄和他的属下，去的好像还是进房。三皇兄，你这是去哪儿？你去看过洛儿了？你怎么知道？哎，不对，是我问你，你是不是要去看杨欣？差点被三皇兄这狐狸转移了注意力。要一起去吗？本宫看你方才跑得挺快，伤应该好的差不多了，去一下被打一顿应该扛得住。阿凤，三皇兄这是嘲讽本宫吗？为何他去找杨欣没事，本宫去就要挨打？可恶的是，他抢本宫的点心。殿下，你怎么突然想着去看杨欣了？杨欣现在肯定想见本宫，本宫便陪他玩玩吧。殿下，你是来看我的吗？我以为殿下再也不会来见我了。您在相识一场的份上，本宫自然是会来看你的。你若是安分些，会少受些罪。殿下，我进宫都是为了你，受这些罪我也心甘情愿。你为什么就不明白我的苦心呢？你从四弟那儿拿银子养人，也是为本宫好。殿下既然知道，就更加明白我是真心为你好，甚至不惜为了你进宫。这是我写的，你让人把信交给巷子处一个脸上有疤的男子，他自然会信殿下你。你自己好自为之。殿下，你知道我为什么会把这信给你吗？相信我，你很快就会明白的。既然三皇子如此不拿他当回事，他也不会让他过得舒坦。他要让三皇子尝一尝众叛亲离的滋味。
看看这字迹，能仿出来吗？这字也太丑了，属下刚学写字时写的都比这个好。不过，杨欣怎么会把这个交给您呢？哼，因为他想拉本宫下水。拖殿下下水？女人也太恐怖了。你模仿杨欣的笔记，按照本宫说的去写一封信，交给刀疤男。属下从未仿过如此丑的字。本宫相信你能仿出来。加油！你在信里加上跟父皇相关的事，他会信的。现在就在这儿仿。子阳把仿好的信烤干，递给三皇子。殿下看看，这样可以吗？很好，现在送去。到了晚上，就在这时，窗户被人推开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子阳说你得手了，狗皇帝呢？三皇子这是算计了他。门外偷摸来寻杨欣的四皇子听到里面的对话声。殿下，救我！这人想杀我！阿峰，别人跑了。四皇子说完，阿峰闪身上前和刀疤男缠斗在一起。殿下，我们要去帮忙吗？这儿有父皇的暗卫，还有四弟在，杨欣不会有事的，我们也不必出去。杨欣，你怎么翻脸不认人？我没打算杀你。殿下，就是他来杀我的，快杀了他！阿峰，留活口。殿下，他不仅想杀我，还想对我行不轨之事。可恶，太可恶了！殿下，怎么处置他？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殿下，你看他还威胁我，我们不是朋友吗？你赶紧杀了他！哼，你好好休息，人本宫带回去处置，你别担心。殿下，四皇子不会是信了杨欣吧？四弟这人比较固执，他认定的事情轻易不会改变。别人越说杨欣不好，他越会觉得别人针对杨欣。如今他自己听见了，也该接受现实了。所以殿下您今日来找杨欣，再让属下去联系刀疤男，目的就是为了引四皇子过来看这出戏。怪不得白日来见杨欣，非要故意撞见四皇子。四皇子见殿下来找杨欣，肯定会好奇二人说什么。可白日里人多眼杂，肯定要晚上才会偷偷来。殿下真的是好算计。败者为寇，你们想杀便直接杀吧。至于方才那疯女人，我对她不感兴趣。谁说本宫要杀了你？阿峰，把他的嘴堵上，弄个袋子套上关起来。殿下，这杨欣骗了您，您也别太难过啊。这个能看清便好。阿峰，本宫伤心是因为银子，你知道100两银子对本宫来说意味着什么吗？殿下，属下之前就让您收回赌注，您非说自己赢定了，现在晚了吧？可恶，太可恶了！不拿本宫当朋友就罢了，还骗本宫的银子，害本宫变成穷光蛋。他骗了殿下，殿下也可以骗他呀。对呀，本宫怎么就没想到，敢骗本宫，本宫也要让他尝尝被骗的滋味。他低声在阿峰的耳边说了几句，抬手拍了拍阿峰的肩膀。照本宫说的去办，至于带回来的刀疤男人，慢慢折磨。老三这孩子有心了。三皇子确实是有心了，为四皇子做到如此份上，也算是手足情深。哎，你去把邓峰相关的记录给朕拿过来。现在已经是子时，皇上您不如先休息，明日再看。无妨，去拿吧。三皇子是他从小看着长大的，各方面都出类拔萃，终归是心有不忍。皇上，东西取来了。皇上为何要突然看邓峰相关的资料？莫不是舍不得邓峰了？翌日，娘娘，听闻昨夜宫里进了刺客，还好那刺客被四皇子的侍卫给杀了。刺客不会是玉楼国的余孽吧？穿越女莫不是和这人谈崩了，遂借四皇兄这只舔狗来除之而后快？嬷嬷不用担心，皇宫守卫森严，不会有事的。于一洛被顶着2个黑眼圈的皇上抱着去上朝去了。嗨，苦逼的日程安排又来了，每天都是如此简单，起床然后受苦。不过暴君这黑眼圈也太严重了啊，该不会昨晚翻牌子了，所以一夜没睡。纵欲过度无疑了，走路都走不稳，还上什么朝啊？好在没把我摔倒在地上。他已经许久没翻牌子了，还纵欲。洛儿真是为了编排他，什么帽子都给他扣啊！皇上驾到！去到大殿，今天的早朝应该还挺热闹。刀疤男被四皇子杀了，
证明穿越女开始行动了。男主现在对穿越女视而不见，也不知道他会如何对付男主，毕竟女人疯起来还是挺可怕的。拦住他，别让他胡说八道。民女杨梅参见皇上。靠，穿越女这是真疯了，装都不装了，直接亲自上阵撕男主。来人，把这人给朕拖下去。皇子的身份还不把这胡说八道的奴婢拖下去！慢着，父皇，既然他要说，便让他说吧。皇上即使不让我说，其他人也知晓的差不多了。我一路上都在说三皇子不是皇上你的孩子。天哪，穿越女这是得不到就毁掉，真是和贤妃一样，自己不好过也不让男主好过。哎呀，真恨不得我是个八爪鱼，这样就可以一下子扇他8个巴掌了。朕倒是想看看你能说出什么来。民女要说的是，绝无半句假话。三皇子确实不是皇上和贤妃的孩子，而是贤妃和邓枫的孩子，是玉楼国的云。皇上，此人的话是真是假还不知道，不如先把三皇子关起来，等事情查出来，再还三皇子一个公道。李丞相知道皇上为难，上前开口：老三，你以为如何呀？一切但凭皇上做主。来人，把三皇子先带下去看管起来，还有杨梅也带回禁房去。是你先不仁的，如今这样可怪不得我。三弟让我们过来看，就是为了看他被揭穿身份。皇上回到御书房，暴君心里肯定不好受，突然有些同情他了。自己真心实意当儿子的人，却是别人的种，也不知道他会如何处理三皇兄了。不过按照三皇兄的性格，肯定不会让暴君为难的。想哭。裹得严严实实的安慰突然闪身出现，是属下未看管好杨梅，求皇上责罚。此事不怪你。殿下，外面出了大事了。难怪父皇要派人来审问此人。你说杨欣急切的要杀刀疤男，会不会和三皇子有关？你快把这事告诉父皇的暗卫，顺便偷偷去母妃那儿借一些刑具过来。有母妃的刑具在手，不信刀疤男不招。反正母妃那儿最不缺的便是折磨人的东西。哼，只是包不住火的。他们要说就让人说去吧，反正说的也是事实。你就给殿下吃这个？哼，殿下，外面现在都传遍了，他算哪门子殿下呀？有的吃就不错了，别挑三拣四的。他们也太过分了，殿下，属下去杀了他。这馒头还好着呢，你与其在这儿与不相干的人置气，不如去找皇上，告诉他我想见见他与洛儿，看他愿不愿意带洛儿过来看我。属下这就去办。老三要见朕。殿下说想见见皇上您和小公主，终于可以去看三皇兄了。这2天他肯定被宫人甩脸子了，宫里的人向来趋炎附势，也不知道他吃得如何，过得如何。起来吧，现在就不愿意称朕为父皇了，可有宫人为难于你啊？不曾有宫人为难我，您不用担心。嗨，三皇兄这是害怕暴君为他出头，到时候确认了他的身份，暴君之前的出头就成了笑话，所以才不愿意告诉暴君的吧？不是想看洛儿吗？三皇子接过软乎乎的于一洛，笑着道：多谢您，还愿意带洛儿来看我。只要你一日是三皇子，朕就是你的父皇，洛儿是你妹妹，这不会改变。儿臣谢过父皇。缺什么？让子阳去找内务府，朕还有要事处理。谢谢父皇陪儿臣喝茶。洛儿，再见。明日你去禀报父皇，玉楼国的余孽已经被一网打尽，问父皇如何处置。至于我府里的值钱玩意儿，就都送给咸丰宫里给洛儿吧。殿下，方才您明明可以告诉皇上玉楼国余孽之事，为何要等明日属下去禀告皇上？你按我说的照做就行。他不能让父皇为难，不能让皇室的威严扫地。殿下，您真的没事儿？能有什么事？你快去吧。属下参见皇上。见朕所谓何事啊？玉楼国余孽已经被殿下一网打尽，三皇子让属下过来禀告皇上，该如何处置？昨日明明有机会说的，为何今日才说啊？三皇兄这是打算干嘛啊？老三还交代了你什么？殿下让属下把府里值钱的东西都给小公主。怎么感觉是在交代后事一般？三皇兄不会是担心暴君狠不下心，又怕自己的身世成为皇室污点，有损暴君威严，所以他这是做了决定，不让暴君为难，打算自尽。怪不得昨日说话时就觉得他有些奇怪，只怕是杨欣说出真相时，他便已经做了决定了。暴君，你快去拦住他！去三皇子处。你来做什么？来
看你呀，为了见你，我可费了不少劲儿。殿下似乎不欢迎我。若你是来看笑话，便可以离开了。这点小手段在本宫面前沾沾自喜，愚不可及。本宫，你现在可不是皇上的孩子，你以为你还是高高在上的三皇子吗？若是你求求我，兴许我还念在之前的交情上，想想办法救你。救本宫？本宫即便不是皇上的孩子，最多也只是贬为庶民或者流放，你觉得需要你来救吗？若皇上要杀了你呢，你也不打算求我？若真如此，本宫求之不得。为何要求你？你应该庆幸你躲在杨家小姐的躯壳里，否则本宫现在便会毫不留情地杀了你。就算皇上会杀了你，你也不记恨他，也不愿同我站在一处。为何要记恨皇上？皇上先是君，再是一位父亲，他杀了我这个玉楼国余孽也无可厚非，反而是放了我会引起诸多不满。你不会以为凭你这区区小手段，本宫便会跟你成为一条船上的人，任你摆弄？可惜啊，你注定是要失望。你关在巷子里那些玉楼国余孽已经被本宫一网打尽了。你怎么可以这样？行了，你可以滚回去了，再不滚，本宫让人来送你。你等着，我会让你后悔小看我的，到时候你一定会来求我帮你。皇上瞥了窗户处一眼，并未让人去追。这杨欣在老四那儿可是还有大戏没唱完呢。参见皇上。起来吧，方才朕都听到了。既然听到了，求皇上成全。就这么不想做朕的儿子，不想做洛儿的皇兄？三皇兄，你可别死啊！你死了女主怎么办？以前不知真相，所以对您多有怨怪。如今真相已经大白，我不想您为难。如果您愿意，我会祈求下辈子做您的儿子，做洛儿的哥哥。三皇兄别死，我愿用四皇兄一辈子的幸福来换你平安。谁说真相大白了？你看看这个。看完后，狭长的眸子里面满是不可置信。这些都是真的？什么真的假的？也给我瞅瞅不行吗？不会是三皇兄是暴君的孩子吧？暴君太过分了，骗我眼泪。朕还能骗你不成？老四从淑妃那儿拿了不少刑具过去给暗卫审讯，也不枉你帮他一场。果然什么都瞒不过父皇。淑妃娘娘一心研究机关术，父皇您又忙于朝政，对于四弟疏于管教，才导致他如此心思简单。好在没有闯出什么大祸。阿峰，殿下找我有事。殿下，人带到了。父皇为何要让他去找杨欣这个骗子，还躲在屏风后面偷听？殿下，我也恰好有事找你。你找本宫何事？还本宫银子。殿下，我是为了感谢你帮我杀了那歹人，还好有你，不然我都吓死了。哦，你打算怎么感谢本宫？给银子吗？我研究了一种新的吃食，做来报答殿下您，顺便可以叫上太子殿下一起。这个吃食人多热闹。那要不叫上父皇和小皇妹，还有二皇兄也一起？可殿下你的膳食太少，也不够这么多人吃啊。确实如此，不如你拿着银子给阿峰去买菜，本宫再派人去请太子皇兄过来。拿出自己的钱袋递给阿峰，交代需要买的菜，心想着再忍忍，别和一个死人计较，反正吃完这顿，四皇子这蠢货就没有了价值。阎王想要四皇兄三更死，暴君非得搞这么一出，让他二更过去，打阎王一个措手不及。殿下，你让人去请太子殿下，等阿峰把食材拿回来，我就开始做。一盏茶的功夫，太子带着灵旗阔步而来，父皇还真是给四弟安排了一出大戏呀。见过太子皇兄。见过太子殿下。杨小姐怎会来四弟这儿呢？当然是来杀狗的啦。四皇兄这只舔狗现在没用了，三皇兄又不愿理他，他的皇后梦碎了，自然得想其他办法杀掉四皇兄，再嫁祸给太子皇兄了。这样太子皇兄的太子之位自然就坐不稳了。用四皇兄的命毁掉一个太子，迫使三皇兄不得不管朝堂之事。穿越女这算盘打得真好，算盘珠子都快崩我脸上了。瞧四皇兄这傻样，自己小命都快保不住了，还悠哉乐哉的喝着小茶呢。怎么不喝啦？不喝以后就没机会喝了。合着自己怎么做，他这个小皇妹都有说的呗。殿下，需要的东西都买来了。你们
等着，我这就去做，很快就好。阿峰，银子还有吗？怎么就剩这么一点了？你不知道少买点儿。四弟，你这是开始着手准备堵住银子了？太子皇兄能不提这让人不开心的事儿吗？四皇兄这要求真高啊！自己每天就做3件事，给自己丢脸，给暴君丢脸，丢脸给大家看，成天不是丢脸就是在丢脸的路上，让太子皇兄找让你开心的话聊，这不是为难人吗？洛儿这嘴还真是谁都不放过，听了这么久，似乎洛儿最不待见的便是四弟。难道是四弟没给洛儿礼物？还好我给洛儿送了足够多的好东西。火锅来了，这种天气最适合吃火锅了，吃吧，没有什么是吃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。看起来不错，确实不错，闻着就很香。穿越女这手艺确实不错啊，都把我这个只知道点外卖的人给闻饿了。也不知道四皇兄这傻狗能不能发现端倪。哎呀，不行，不能让四皇兄嗝屁，他死了不要紧，会连累太子皇兄，所以不能让穿越女得逞。吃吧，四弟。是吧？吃饱了好上路的感觉。殿下，你喜欢吃牛肉的话，我多下点，我去给2位殿下拿水。确认没人后，打开了瓷瓶塞子，往其中一杯柠檬水里面倒。这是柠檬水，2位殿下尝尝看。殿下，给。柠檬这玩意儿都没人吃，泡水能喝吗？关注点是这个吗？不关心穿越女，无事献殷勤，反而担心能不能喝。喝肯定是能喝的啦，就是加了点东西而已。还好洛儿提醒了，差点把这事忘了。殿下，尝尝看，挺好喝的。要不我和你换换？殿下，这我用过了，男女授受不亲。哟，现在知道男女授受不亲啦？之前动不动就扒拉人家，还登堂入室，住到3皇子府的时候，怎么不说男女授受不亲啊？没事，我不嫌弃，我们不是朋友吗？四弟既然都不嫌弃，换一换也无妨。本宫听说杨小姐你性子与其他姑娘不同，现在看来也没什么不同嘛。杨小姐不愿意换，我不是四弟的水和你的水有所不同？怎么会？太子皇兄聪明啊，和四皇子这个傻不拉几的傻狗不是一个档次的。太子皇兄也只是随便说说，你不必紧张，不愿换便不换，本宫喝了就是。隐晦的冲太子眨了眨眼，随即做出一饮而尽的样子，水都往袖子里面倒了。这水确实不错。还好，看来是我太过紧张了，这蠢货根本就不设防啊。殿下若是喜欢，下次我再给你做。太子皇兄真是的，你起了这么久的眼睛，他硬是没看明白。洛儿还夸他聪明，聪明个屁呀！现在根本不知道该不该倒下，万一穿帮了怎么办？四皇子咬了咬牙，直接咚的一声倒趴在了桌子上。不管了，先骗一骗，被拆穿了再说。不是吧？太子皇兄应该看出了端倪，四皇兄这傻狗怎么还把水喝了？难道他是装的？可装的也太卖力了，这磕桌子的声音隔着屏风听着都疼。殿下这是怎么了？应该是睡着了，杨小姐不必紧张。怎么可能会睡着？来人！太子殿下谋害了四皇子，快来人啊！也太蠢了吧！殿下，你怎么了？太子殿下也暗害四皇子就罢了，还不让阿峰查看四皇子？傻叉！太子皇兄拦着阿峰，不过是担心他穿帮罢了。你胡说！太子殿下怎么可能会杀殿下？是不是你这个闯祸精？我和殿下是朋友，怎么可能会害殿下？再说了，是你们请我过来的。太子殿下如今只是太子，其他皇子都有可能威胁他的地位，他自然是最有可能害殿下。你们赶紧去禀告皇上，让人彻查此事，一定要为太子殿下讨回。四皇子听不下去了，噌的直接站了起来，他不可置信的看着四皇子。你什么你？说啊，怎么不说了？哼，穿越女傻眼了吧？被一个自己认为奇蠢无比的人骗了。太好了，殿下你没事，看来是我弄错了，都是误会一场。哼，不是要去请皇上吗？我现在就去。暴君，就你呢，赶紧出场，给穿越女儿一个大大的惊喜。不用了，来人，去传太医过来。父皇，儿臣没事。真是让太医过来验水里到底是何物。终究是他想多了。殿下，你骗我，我们不是朋友吗？三皇子不是被关起来了吗？哼，谁和你是朋友了？
本宫才不会和你这种蠢货做朋友，赶紧把本宫的银子还了。一个姑娘，脸皮居然如此之厚，非得本宫亲自要。能被这种蠢货骗，你又好到哪里去啊？半斤8两罢了。三殿下，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。你以为凭你玉楼国余孽的身份，皇上会接纳你吗？来人，把他的嘴堵上！皇上，林太医来了。眼眼看，这水里有何物？银针瞬间变黑。皇上，这水中有剧毒，这种毒无色无味，此毒应该是玉楼国皇室独有。来人，搜他的身。从杨兴身上搜出一个小瓷瓶，递给林太医。正是此毒。来人，宫女杨梅污蔑三皇子是玉楼国余孽，意图谋杀四皇子，并嫁祸于太子。即日起关押至天牢。你皮呀啊！谁让你这么亲洛儿的？没看到他不高兴吗？洛儿乖，别害怕，四弟可能是被吓傻了。还是太子皇兄温柔，四皇子这傻狗真粗鲁。现在我脸上是不是都是火锅味啊？哎呀，本宫是错过了什么好戏啊？儿臣参见父皇。方才还一副轻佻的模样，见到暴君啊，秒变脸，他真是切换自如啊！不愧是德妃的儿子，和德妃一样会演。起来吧，来找老四。回父皇，四弟和我们几个打了赌，他输了，儿臣来讨债。二皇兄，我差点小命就不保了，你有没有心啊？不关心我，一开口就是讨债。四弟这不是好好的吗？这没缺胳膊也没缺腿的，就是破了点相，也不影响啊，的确不影响给我们银子。三皇兄，你也没有心，审问刀疤男的那份记录我也出了力，你怎么还想着问我要银子的事啊？行了，你们都别逗四弟了，人没事就好。好喽，四皇兄的狗命保住了。书里他可没这么好的运气，不仅没能保住狗命，还连累太子皇兄受世人非议，说他不配为太子。那秦家小姐也是个可怜的，嘴上说着不再理四皇兄，却在四皇兄这只傻狗死后想不开，随四皇兄一起去了。好好的青梅竹马，硬是抵不过穿越女这个天将。老四这蠢小子还有这档福气，莫不是傻人有傻福？今日天气不错，你们兄弟几个陪朕走走吧。走到假山旁，便听到2道不屑的对话声响起。听说三皇子是玉楼国的余孽，也不知道皇上会如何处置，我们还得每天给他送吃的，晦气死了。他那侍卫还说是殿下，能给他馒头吃就不错了，还真当自己是皇子。现在啊，他的身世可是全都传遍了。果然呐，宫里的人就是会看人下菜碟，这就议论上了，真该拖出去打板子。我倒是不知道，区2个奴才就能替皇上做决定。皇上一日未废除三皇子的身份，他便是主子，你们只能恭恭敬敬伺候着，哪容得你们在此嚼舌根？是女主哎，表面对三皇兄冷冷淡淡，背后护肤狂魔。书里因为穿越女把2人拆散了，为了羞辱女主，穿越女还把女主弄进宫。他不知道是女主自己自愿的，好在后面三皇兄知道了穿越女的动作，把她囚禁起来。可惜结局，三皇兄只是孤家寡人，没能和女主在一起。四弟有人喜欢，三弟也有人护着，怎么就没有听洛儿说他和太子皇兄的呢？难道他和太子皇兄连四弟都不如？好大的胆子，见到郡主还不行礼啊！我就说声音怎么有些熟悉，原来是表妹。三弟怎么可能会与表妹有关系？莫不是他2人背着我偷偷认识的？二皇兄吃瓜吃到自己表妹身上可还行啊？是不是在想自己表妹什么时候和三皇兄认识的？别说你不知道，就是三皇兄自己都不记得了。朕明令禁止过，不得私下议论三皇子身份，违令者一律杖毙。皇上恕罪，三皇子恕罪，小的只是一时糊涂，才口无遮拦呐。哼，给殿下吃干馒头的时候，你可不是这副嘴脸。女主气质美人啊，和三皇兄真是绝配，天仙配。只是可惜了，他顶着这么一张脸搞暗恋，也不知道怎么想的。不过这暗恋是不是家族遗传呐？二皇兄这个骚包在外，一副轻佻的样，特别能爸爸，看上去简直就是老司机。结果对上自己喜欢的人，三锤打不出个冷屁不说，还又是纯爱又是暗恋的。合着现在不编排四弟，开始编排我了。皇上，臣女还要去拜见德妃娘娘，先行告辞了。郡主，
三皇子如今正处在风口浪尖上，您这样，万一被皇上误会成是侯爷的意思就不好了。爹爹忠心耿耿，与爹爹何干？不过是看不得那些欺主的奴才罢了。哎呀，快把牌收起来，给本宫把佛经拿过来。一些忙着找佛经，一些忙着整理叶子牌。参见德妃娘娘。哎呀，是雪儿呀，快起来，吓死姑姑了。还以为是皇上呢，怎么想着进宫来看我了？之前让你进宫，你都不愿来的。许久不见姑姑了，所以来看看。方才姑姑是在打叶子牌。你也知道宫里无聊，我不得找点事消遣消遣。你别告诉你父亲啊，不然他肯定会说教我。爹爹还让我把这个给你，说你定会喜欢。不过姑姑你这样，小心被皇上发现。不会的，皇上不会来我这儿。对外我成天在寝宫待着抄佛经，他不可能来，其他的妃嫔更不会来的。其他妃嫔想争宠，姑姑倒是避之不及。皇上喜欢政务，也不是那一等贪图美色之人。明白人都知道自己过好自己的日子便好。对了，姑姑有听说外面的事吗？出大事了，三皇子这孩子是个好的，可惜摊上楼氏这么一个母妃，也是个可怜的孩子。雪儿，你怎么突然问起三皇子的事？莫不是方才来时听到有宫人议论，所以觉得有些唏嘘。姑姑别多想，宫里向来如此。听你这么说，三皇子定然无事。皇上对三皇子还算关心，即使皇上要处置三皇子，贤妃应该也会帮忙说话。宫里如今最受宠的莫过于小公主，贤妃正是她的母妃，而且三皇子和小公主十分亲近，以贤妃的性子，肯定会为三皇子说些话的。母妃，儿臣来看你了。见到你表妹也不知道打招呼。哎，见过表妹，见过表哥。对了，听说哥哥在为雪儿你选夫婿。雪儿，你看看你表哥怎么样？怎么让雪儿嫁你，还委屈了你不成？母妃啊，就是因为表妹太好，儿臣什么德行你也知道，是儿臣配不上表妹。母妃这不是乱点鸳鸯谱吗？本宫是担心雪儿嫁给其他人吃苦，被婆婆搓磨，嫁给你，你自然不敢怠慢了雪儿，不然你还真配不上雪儿。母妃，您这担心多余了啊！表妹长相出众，且贵为郡主，谁敢对表妹不好呀？再说了，可以给表妹挑个没婆婆的。嘿嘿，三弟就很适合呀！到时候小两口住在三皇子府多好呀！说的有道理。姑姑，我的事不用你操心，我会挑自己中意的。若是都不喜欢，爹爹也拿我没办法。雪儿若是挑不到喜欢的，就和你表哥搭伙过日子。母妃，您这话说的，这好像儿臣好似没人要似的啊！你还好意思说呀？你要是有人，你倒是告诉本宫呀！本宫这就去帮你求皇上赐婚。说出来也会被母妃还有舅舅男女混合双打吧？这不行，我没有四弟皮实，经不起的。皇上和几个皇子分开之后，带着于一洛回到了御书房。皇上，外面有好几位大人求见。去打发掉这些人。曹妃在暴君身边承受了太多，比如这得罪人的事儿。曹公公，你不乐意？哎，皇上您这说的什么话？这是奴才职责所在，奴才怎会不乐意呀？把这2样东西送去给林太医，让他务必看出些什么。怎么不给我瞅瞅啊？也许我能看出些什么呢？翌日，众外卿开始启奏，知道你们憋了一晚上，应该挺难受吧？暴君一扬起大臣来，还真是一点也不客气啊。皇上，三皇子的事情必须给众人一个交代，否则有辱皇室威严。臣听闻皇上杖毙了议论三皇子身份的宫人，皇上如此草菅人命，恐宫人生怨呐。三皇子既然不是皇室血脉，理应处死。都说完了，谁告诉你们三皇子不是朕的儿子？你们一个个偏听偏信。朕若是真草菅人命，早就把你们也一并杖毙了，还由得你们在这儿信口开河？李丞相抓住了重点。皇上的意思是，一切都是误会。把人都带进来。皇上，民女冤枉啊！三皇子真的是玉楼国语。看到被带进来的刀疤男，吓得不由往后退了退。这人不是死了吗？为什么还会出现在这儿？哼，看到我还活着，你很惊讶，蠢货。
皇上，既然此人还活着，你问问他便知道，三皇子的确是邓枫的儿子。哦，你凭什么这么笃定三皇子不是朕的？此人问了我几个问题，试探三皇子是否是色盲，由此推断邓枫有色盲。色盲就是分不清有些颜色，会遗传的，而三皇子也是如此。此话一出，于一洛直接笑出了声。穿越女为了拖三皇兄下水，还真是不择手段啊！三皇兄有色盲，我怎么不知道啊？所以书里穿越女用同样的手段，利用四皇兄杀了刀疤男，不是因为刀疤男想非礼他，而是为了杀人灭口。因为他误认为父亲有色盲，儿子也会有，三皇子没有，就证明是皇上的孩子，所以杀刀疤男是想瞒住男主的身份。穿越女不知道父亲的色盲不会遗传给儿子吗？还编出男主也有色盲这种鬼话来忽悠大臣们。说你蠢，你还真是蠢。我问你这个问题，不过是想试探你，结果你转头便想杀了我。谁告诉你父亲色盲会遗传给儿子的？本宫何时有色盲呢？自己竟不知道。父皇，太子殿下已将林太医带了过来，就请林太医为诸位大人解惑吧。你确定色盲是会遗传的？要不就说他记错了。可能是我记错了，既然你们说了不会遗传，那三皇子没有色盲，怎么证明他是皇上的孩子？穿越女是笃定古代不能做亲子鉴定，所以搁这儿带节奏呢。还好暴君找了林太医，林太医见多识广，等着看穿越女被打脸了。呀呼！秦大人，下官看了邓枫的相关记录，上面记录他是撞死在牢里，可有此事？没错。可奇怪的是，他的伤并不严重，血却流了一地，所以与其说是撞死的，不如说是血流不止而死的。这便能证明三皇子是皇上的孩子。臣在一本古籍中见过这种病，人们称患这种病的人为玻璃人，他们身体很脆弱，和我们正常人不一样。我们正常人被划伤，血就会止住，他们严重的人则会血流不止。这种病会遗传给男孩。好家伙，这不就是现代的血友病吗？林太医懂得还真多啊。郑爱卿现在可还对三皇子的身份存在质疑吗？刚才让处死三皇子的说朕草菅人命的，你们还有异议吗？哼！往后你们若议论三皇子的事，直接处死。反正秋闱刚过，年后春闱便开始，杀了你们也不愁没人接替位置。有人才用，暴君都开始飘了，这是摆明了告诉他们，他们若是不老实，直接裁员呢。臣等遵命。这二人，男子直接处死，女子关进刑部的密牢里。皇上英明，可其他的玉楼国余孽不除，始终是个隐患呐。在你们揪着三皇子身份不放的时候，他已经把玉楼国余孽一网打尽了，还用得着你提醒？秦大人，随朕去御书房，方才那女子关进去就好，让人好生看着，别动刑，也别让她自尽。若不是顾虑是那杨家小姐的身体，真想命人一刀砍了了事儿。皇上，不如交给大理寺关押。按朕说的去办，人死了唯你是问。之前他也想过关大理寺，可杨欣的父亲杨文年后就来大理寺任职了，万一杨文怜惜女儿徇私舞弊，他也不想因为穿越女毁掉杨文这个好官的前途。今天真是个好日子，穿越女啊，终于不能再作妖了。这下男主和女主应该能幸福的在一起了吧？你说朕是不是对几个孩子不够关心啊？皇上忧国忧民，对几位殿下公主有些疏忽是难免的。若是皇上过意不去，可以为几位殿下赐婚，反正几位殿下都到了娶妻年纪。哦，朕倒是忘了，摆下德妃寝宫。哎呦，要去德妃寝宫啦，为德妃祈祷祈祷，她最好是在抄佛经，否则人设就崩塌了。难道德妃青天白日偷人？奴婢参见皇上，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德妃听到声音，赶紧把手上的叶子牌放到桌上，抬头便对上皇上严肃的脸。皇上来了，怎么也不通报一声，臣妾也好出去迎接呀。德妃心理素质可真好，
仿佛打叶子牌的不是他一般。这若是让人通报，又怎会知道你是在打叶子牌呢？皇上冤枉呀！这叶子牌是昨个恒毅送来的，臣妾拿出来是打算让宫人拿去处理掉。臣妾作为德妃，肯定不会明知故犯的。二皇兄实惨呢，人在家中坐，祸从天上来。德妃还真是苦孩子，也不能苦自己。这坑儿子的手段和淑妃有的比了。是吗？昨日二皇子来德妃宫里了。哎，是的，皇上，还有郡主也在。不知皇上来找臣妾所谓何事？朕打算为几个皇子赐婚，所以问问你和淑妃的意见。皇上，臣妾这边没什么异议，只要孩子们愿意，一切但凭皇上做主。皇上点头，抱着于一洛走到门口，庆幸还好糊弄过去了。这次就算了，下不为例。娘娘，皇上这是什么意思？估计是发现了，你们把牌收起来吧，最近先收敛一些。老奴就知道皇上英明神武，肯定不会被德妃糊弄过去。皇上冷哼一声，哼，德妃是怕朕去她宫里，也怕其他人去烦她。朕每日处理公务，可没闲心去她寝宫，一个个的都当朕是豺狼虎豹，避之不及。暴君终于发现自己被嫌弃了，还挺有自知之明的。人家在宫里无聊，可不得找乐子。你该庆幸只是打打牌，不是给你戴绿帽子。你去把林太医叫来，顺便派人去传禁军副统领。哎，皇上，林太医正巧过来了。大忽悠来了，早朝是一脸正气凛然，把大臣们忽悠得一愣一愣的，我都差点被忽悠到了。还好穿越女生物学的不行，不然直接可以拆穿你们。臣参见皇上。早朝时表现得不错嘛。林太医扯出一抹笑。皇上，下次能否别让臣说谎？臣确实不擅长啊。还好这病罕见，大臣们不认识，都被糊弄了过去。不擅长？朕看你比谁都擅长。若不是你当年知情不报，朕何时用这种方法为三皇子证明身份？你这样也算将功折罪了。暴君不会是打算把药给林太医查看吧？与其给林太医，不如给女主。女主医术可比林太医强多了，这样不仅可以给三皇兄和女主制造机会，还可以查查药的用途。暴君，你抱上孙子也指日可待呀。穆家姑娘无论是相貌还是家世，都和老三很是相配，要不直接给二人赐婚好了。哎，几位皇子现在应该都还没出宫吧？让他们来清心殿见朕，顺便把淑妃、德妃叫过来。都来齐了，暴君乱点鸳鸯谱开始。其实要我说啊，你就别赐了，你赐的他们也不一定喜欢。与其事事有回应，件件无着落，还不如随他们去呢。不然你赐了4对怨偶，过得不好，还不是得来你这儿找售后？何苦给你自己找事儿做呢？同样听到于一洛心声的几个皇子心道完了。好，都来了，赐座。之前呢，朕忙于朝政，把你们兄弟几个的婚事给耽搁了。今日叫你们过来，就是打算帮你们赐婚，你们以为如何呀？老二，你有异议吗？回父王，儿臣没有意见，可母妃已经给儿臣相看了。不愧是母子，遇事都能互相甩锅。二皇兄说话也不思考一下，暴君敢把女主指给你，你敢要吗？皇上，您别听他瞎说。老四，你呢？怕什么来什么，看本宫也没用。本宫担心别人瞧不上你，没给你相看。父皇，儿臣还小，不着急的，不如先给几位兄长赐婚。老四啊，你不会还对那杨欣念念不忘吧？我没有，我不是，他不是我喜欢的长相。哎呦，曾经为他穷成狗，现在嫌他长得丑。那秦家小姐和你一起长大，又是秦尚书的独女，朕觉得你们甚是相配。父皇，您可饶了儿臣吧！那秦芊芊动不动就用鞭子抽人，你想折磨儿臣，直说便是。话不能说太早，一般说这话的人都会被打脸。期待四皇兄追妻火葬场。哎，罢了，赐婚这事可以作罢。既然你们不愿意，朕也不强人所难。不过从今日起，你们都住到宫里，和太子一起听李云鹤讲学。父皇，如果儿臣娶了秦芊芊，是不是就可以不用上学了？你觉得呢？
现在赶紧出宫去收拾东西，明日开始上课。出了清心殿，你们怎么都不反抗一下？每天上学多没意思。你反抗了有用吗？上学这事儿你就接受吧。其实李大人讲课很有意思的，真的。你们说父皇为什么让咱们也一起上学啊？这不是很明显吗？大概是因为4弟你，父皇觉得对我们疏于管教，所以便如此弥补。三皇兄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殿下确定要属下说？那属下直说了啊。三皇子的意思是因为殿下你太蠢，头脑简单，四肢发达，识人不清，为了避免您……哎，停！知道你会的成语多，可本宫总觉得你这话带了不少个人情绪。属下没有。说完驾车离开皇宫。停车！阿峰停下马车。殿下，我们得回府去收拾东西，您总不能第一天上学就迟到吧？最近在宫里被母妃苛待，本宫的嘴淡的都快没味儿了。正好现在出来，去酒楼吃点东西，赶上伙食。可是殿下，您没银子呀？有本宫这张脸，等有银子还他们便是。熟络的招来小二点完菜。小姐，四皇子也在，我们换一家。秦芊芊说着，打算转身离开。小姐，四皇子没和那个女人一起，您都生气这么久了，还不打算理四皇子吗？我不理他，他看上去似乎更开心。小姐，您若是不想理他，我们进去自个儿吃好了。你说的对，凭什么他在我就得离开？我们就在这儿吃。小姐真是口是心非，方才还不想看见四皇子，现在却挑离四皇子近的地方坐。客官，您这也不够呀，这借本宫点儿，有银子了还你。不是属下不愿意借您，而是娘娘不允许啊。方才属下劝过您了。客官，您若是没钱就别进来吃，看您衣着华丽，不想连顿饭钱都付不起啊。哎呀，公子，您别和他计较，他新来的，不认识公子您。公子您是常客，怎么可能会付不起银子呢？掌柜的，他真没银子付，真的。四皇子尴尬的笑笑，还差一点，我是这儿的常客，掌柜你先记着，下次我来还你便是。哎呦，公子啊，您是我们这儿的常客呢，应该知道我们这儿的规矩。殿下，您自曝身份丢脸便直接丢到皇宫里去了，到时候皇上和娘娘肯定不会饶了您的，三思啊。那你想怎么样？这些够了吗？够了够了，原来这位公子是秦小姐的朋友，早说嘛。殿下，我们该回去收拾东西了。多谢仗义相助，放心，银子会还你的。回到了四皇子府。阿凤，你就说今日是谁的错，本宫也没说话吧。秦芊芊就自个儿生气了。殿下方才被那些人指指点点，心里是何感受呀？当然是生气啊，可这和秦芊芊有啥关系？之前因为杨欣，殿下就在酒楼说秦小姐无理取闹，让她一个姑娘家被人指指点点。属下认为这次秦小姐是真的生气了，毕竟她都已经半月不曾理殿下了。所以你是要让本宫去道歉？不可能，反正她迟早会来找我的。秦芊芊也已经回到家。芊芊又去寻四皇子了？没有，谁稀罕寻他呀？我看你呀，是又吵架了吧？这次又是为什么呀？娘，您说他脑子简单，女儿觉得他何止是脑子简单，简直是猪脑。你说话注意点儿，怎么说四皇子也是皇子，这样说不好。这不是娘您说的吗？也不知道那女人有什么好的，长相也只是说得过去，还不知天高地厚，才情气质更是连玄姐姐的一个指甲盖都比不上。可四皇子居然为了她说我。芊芊呐，其实你和你说的这人不相上下。不过爹怎么觉得你这不是生气，是看不得四皇子帮别人。你是不是也喜欢四皇子呀？爹，有你这么说女儿的吗？女儿才不喜欢四皇子，她爱帮谁帮谁。哎呀，是吗？哎呀，我听说皇上打算为几位皇子赐婚，也不知会把谁赐给四皇子呢？皇宫里面，用完膳后跪到地上。简妃，你这是做甚啊？赶紧起来！臣妾有事相求，请皇上应允。什么事啊？娘亲，快求暴君让你带我出宫，去弄点姜氏这个伏地魔，让舅舅和外祖父好好过个年。皇上，臣妾许久不曾去看望父亲，
所以想带着洛儿出宫去住几日。确实是朕考虑不周，不如朕同你和洛儿一起去。大妹，宝君，你就别瞎凑热闹了。你去了将军府，舅舅和祖父肯定不自在，真是一点也不懂得放手。让我和娘亲好好过二人世界行吗？别跟个狗皮膏药似的。真是个小没良心的。朕的意思是，明日送你们去将军府，再回来，不然朕不放心。臣妾谢过皇上，不过臣妾还有另一件事相求。哦，说说看。哥哥常年在外，和家人聚少离多，如今边关也算安稳，臣妾想求皇上让哥哥在京城多待些时日。还是娘亲想的周到，正好趁这个时间给舅舅休掉姜氏，再重新找个更好的舅妈。洛儿似乎很喜欢给人牵红绳，也不知道这姜氏做了什么事儿，让洛儿如此厌恶。朕也有此打算，便如你所愿吧。朕先回去了。翌日等下朝后，便直接去送贤妃和于一洛出宫。那不是父皇和贤妃娘娘吗？还有洛儿。本来以为洛儿在可以逗洛儿玩玩解解闷儿，结果父皇居然把洛儿带出宫了。你该担心的是父皇何时回来？为何？还能为何？父皇让我们和太子皇兄一起上课，肯定会盯着你，肯定是那个被特别关注的人。洛儿醒了，等会儿就可以看你外祖父和舅舅了，开不开心啊？这一路来并未听到有人在议论三皇子之事，看来这事儿算是彻底过去了。老三解决了玉楼国余孽这个隐患，百姓们心里高兴，自然不会再议论其他事。马车停在将军府门口。你带着洛儿去吧，朕就不进去了，还有要事处理呢。要事是指四皇兄吧？为四皇兄点根蜡。一个差生混在几个学霸当中，肯定是重点关注对象。臣妾恭送皇上。快带洛儿进屋吧。爹爹，女儿来看你了。哎呀，来来来，让我看看小洛儿，用过早饭了吗？怎么没看到哥哥？妹妹有没有吃饭？我让人去做。方才正好和爹爹说了，已经吃过了。行，待会儿我吩咐人做些你喜欢吃的菜，再命人收拾出你之前住的屋子，给你和洛儿住。怎么没看到姜氏？回娘家了，应该下午会回来。哎，你这次可以住多久啊？居然回娘家了，舅舅还没一起去，两人不会是吵架了吧？应该会住几日。哥哥怎么没和姜氏一起去姜家？吵架了？没吵架，妹妹带洛儿来，便安心住下，不必管这些闲事。正好我挑了几件你能用得上的东西，你进宫时把它们都带回去。你们两个去把娘娘未出嫁前住的屋子收拾出来。不用了，我带了张嬷嬷和花蕊过来，两人应该也快到了，让他们去收拾便好。娘娘，奴婢现在就去收拾。不可，娘娘，您的闺房现在恐怕是不能住人了。为何这样说？我不是交代过娘娘的闺房谁也不能动，以前是怎么样就一直保持着吗？娘娘恕罪，是夫人让我们把您的闺房用来放花花草草了。夫人说娘娘一时半会儿也不会回来，所以便先放放，让我们别告诉老将军和将军。这姜氏还真是敢呢，我看他说的恐怕比这还难听吧，只是丫鬟不敢如实说而已。当真如此？爹，您别发怒。你叫我不发怒？您抱着洛儿，别吓着洛儿了，消消气。哎呦，洛儿别害怕啊，外祖父不是故意吓小洛儿的，乖，别怕啊。爹爹别生气，让人把花搬出去就是，不碍事的。走，去看看房间都被他弄成什么样了。来人，把这些都搬出去，恢复成之前的样子。另一边，姜氏对此一无所知。将军不和你来也就罢了，甚至连礼也不备。你这些年打理将军府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，他们这是不把你放在眼里。娘，这些年我拿了不少东西回府，还有将军府的铺子的银子也拿了不少给弟弟们，现在还是别生事，否则得不偿失。将军府那么多好东西，你拿回来的那点算什么？不行，我要和你一起去将军府。娘，去到将军府您别乱说话。知道了知道了，说不是当年你爹给你定了这婚事，你会过得这么好，如今你爹没了，你又……反正呀，你得好好照顾你弟弟他们啊。娘，您一定别乱说话。哎呦，这将军府真气派呀，你给你弟弟他们也买一座吧。娘，您收敛些。哟，来得早不如来得巧，将军们正在吃饭呢。哎呦呦，大秋风的极品来了，就不能让娘亲好好吃饭吗？真是晦气。参见贤妃娘娘。
不知她是回娘娘，这是我母亲，母亲不放心我一个人，所以特意送我回来。没错，不想正巧遇到娘娘们在吃饭。既然人送回来，便可以回去了。将军府可不是谁都能来的啊！娘娘，我母亲待会儿就走。哎呦，这是小公主吧？看上去真可爱呀！放肆！小公主是你想摸就摸的。张嬷嬷，把洛儿抱过来给我。姜氏，你去把娘娘的闺房收拾出来，给娘娘住。娘娘，老将军，将军，妾身只是忙其他事给忘了，不是故意将花草放娘娘房里的。不是故意的，是有意的了。那么多空房你不放，偏偏挑娘亲的闺房放，哼，好意思说不是故意的？还你忙，你能忙啥呀？忙着偷将军府的东西搬去娘家嘛。娘娘，我女儿这些年照顾将军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呀，房间腾出来便是，大家都是一家人，别伤了和气。也是，这事儿便算了。多谢娘娘体恤，妾身下次不会再让类似的事发生。哎呀，这就对了嘛，都是一家人。听闻将军打了胜仗，得了不少赏赐，我女儿真是好命啊，嫁了将军。哎呀，女儿是命好，可怜了我们孤儿寡母呀。儿子并无一官半职的，在京城里呀，都快待不下去了。哎呀，待不下去？哼，若是待不下去，便不在京城就是。若是想要一官半职，自己参加科考。将军如今战功赫赫，不如帮我2个儿子谋个一官半职的。怎么说，他们也是你的小舅子呀。又是哭穷，又是要一官半职的，真当舅舅是许愿池的王八呀？人家朝许愿池王八许愿，还投币呢。你这不投币就罢了，还好意思拿自己的糟心女儿攀关系？我呸！还小舅子，多大的脸啊！舅舅的铺子挣的钱不都进了你那2个废物儿子的包里，还搁这哭穷呢？是要自己走出去，还是我让人把你丢出去呢？不谋一官半职也行。将军府这么大，让我儿子他们来将军府做工可以吗？将军考虑考虑啊！你好好给将军出枕边风。你弟弟他们说看铺子太累，让他们来将军府，你给安排个轻松的活。将军别在意，母亲上了年纪，有些糊涂。就他这样还糊涂？我看他鸡贼着呢。娘娘，我邀请了其他夫人明日来府里赏花，娘娘不介意吧？介意也没有用呢。无妨，本宫正好可以凑凑热闹。娘娘当真要参加？哥哥，方才姜氏母亲的坐台，你和爹爹也看到了，我有些担心。府里都是姜氏在打理，你回来后有没有看过将军府库房里的东西和铺子？娘亲真聪明，这一问啊，直接问到点子上。看过了，皇上赏赐的都有记录，我带回来的他也做了账，我看了也没看出什么问题。姜氏还敢拿府里东西不成？皇上赏赐的他自然不敢，哥哥带回来的就不好说了，毕竟哥哥自己也记不清都有哪些东西啊。哥哥不如派人先去查查在外的铺子，防人之心不可无，当查个安心吧。哥哥，说是姜氏当真拿了府里的东西，你会如何处置？若真是如此，我想合理，可是担心将军府落人话柄。哥哥不必担心，若不是你娶了姜氏，爹爹又求了皇上，姜氏和他的家人早就被流放了。等去查账的人回来，我看过账本，再做打算。派去查账的人拿着账本回来交给金庭安。都在这儿了。这账本上好几日都未记账，甚至有些东西的去处也没写。嬷嬷，你和花蕊把这账本整理出来，到时候有用。哥哥，去告诉父亲吧，这些年将军府对姜家也算仁至义尽了。爹知道你是顾及你娘的遗言和将军府的名声，你娘肯定也是希望你过得好，所以想做什么就去做吧。你娘在天有灵，一定会支持你的。夫人，丞相府那边本是不来的，现在又改变了主意。知道了，还有事，趁将军现在在府里，夫人何不去出枕边风？这样2位公子的差事说不定就着落了。行了，是母亲让你说的吧？她明知道我，还让我吹枕边风。将军一直在外打仗，现在好不容易回来了，夫人可得抓紧机会，省得外面的人
老是拿你没孩子仪式说事。贤妃娘娘突然回来，我总觉得不安，让人去取账本，也还不见回来。夫人，不好了！什么不好了？会不会好好说话？不是让你去拿账本吗？小人去时，账本已经先一步被人取走了。可知是谁取走的？听掌柜说，是个不认识的人。那人说是夫人让去取的。是我让去取的？难道是弟弟那边的人？行了，你先去忙吧。将军，妾身给你送点点心过来。你还有事？将军在外打仗多年，如今回来，可要看铺子的账本？铺子由你打理就够了，不用看。多谢将军信任妾身，妾身看将军房间过于简陋，不如……话没说完，便被金庭安直接打断。姜氏悻悻地闭上嘴，起身离开。谁让你们把花往这儿搬的？贤妃娘娘让搬的。娘娘说，既然是赏花，自然是花越多越好，相信其他妇人会喜欢的。可能是换了地方的缘故，于一落没怎么睡好。娘亲不可能无缘无故这么做，等会儿有好戏看了。娘娘，账本已经整理出来了，让两人去休息。不用了，娘娘，奴婢还好。来参加赏花宴的夫人们陆陆续续到齐，大家往里边请。李夫人，李夫人，你别听他胡说。今日既然是来赏花的，你们都少说几句。来看看我这院子里的花。这将军府的花是好看，可江夫人怎么把那干了的也摆出来给我等观赏？这是贤妃娘娘的意思，我也只是照办罢了。哟，这就开始暗戳戳说娘亲仗势欺人了。确实是本宫的意思。参见贤妃娘娘。快快请起，本宫不请自来，没打扰大家的雅兴吧？娘娘说的是哪里话？您能来，我们高兴还来不及呢，又岂会打扰？那就好。姜氏对这赏花宴格外上心，这不怕花被冻坏，还特意把花搬到本宫之前住的闺房里。可昨日本宫突然回来，不得已才把这些花都挪出房间。难道是因为本宫才让这些花凋谢的？哼，娘亲这是用魔法打败魔法吗？意有所指，谁不会呀？娘娘，其实这些花不怕冷，而且最近天气好，见见太阳会长得更好。原来如此，本宫以为是自己记错了这些花的种植方法。不过姜氏亲力亲为打理将军府，记错了在所难免。妾身听闻娘娘仁厚，今日一见，果真如此。确实是忙得比较多，所以不能面面俱到，谢娘娘体恤。你一心只想搬空将军府，自然没办法面面俱到。这些年将军府的铺子都是你在打理，本宫若是连这点小事都要计较，岂不是太过于冷血？娘娘抱的就是小公主吧？外面都传小公主玉雪可爱，聪明伶俐，是上天赐的小仙童呢。果然呢，自己的谣言还是自己传才放心。什么玉雪可爱就罢了，还聪明伶俐，一个话都不会说的奶娃娃，真不知道怎么看出来聪明伶俐的。大家慢慢赏花吧，本宫带洛儿先回屋了。娘娘，上次谢谢你。李夫人同李小姐若是没事，可以来本宫屋里坐坐。回到贤妃屋子，其实除了感谢娘娘以外，我还有事要说。李小姐不必客气，想说什么便说吧。臣女的铺子恰好在将军府铺子对面，常常看到将军夫人的弟弟从里面拿东西。多谢李小姐告知。哥哥想和离，若是姜氏知趣，他也不会让对方闹得太难看；可若是姜氏不识趣，他也不会手软。李夫人和李倩没待多久，喝完茶便离开了。夫人，说是将军对你上心，这些夫人也不敢如此对你。可知娘娘何时回宫？不曾听说。命人去把姜氏请到正厅。不知娘娘派人唤妾身过来，有何吩咐？花蕊，把账本给他，好生看看。账本？夫人，这账本上的账，你给娘娘和将军们解释一下吧。腿一软，直接跪倒在地上。这就吓得腿软了，真是经不起一点吓。也不知道外祖母怎么想的，居然选了这么一个糟心玩意儿给舅舅。是嫌舅舅的日子过得太好了嘛？娘娘，这账本是掌柜的管，妾身也不知为何会这样。你掌管将军府的钟馗，以为把责任推给掌柜就撇干净了？娘娘也说了，府中事务过多，这确实是妾身的错，妾身疏忽不假，银子的去处确实是不知道。这嘴比死鸭子的还硬啊！知不知道
问问不就知道了。来人，把人带过来。呀，将军娘娘，真的是夫人让我们做的。她说我们若不听她的，别让我们离开铺子呀。是啊，我们上有老下有小，不敢不听她的呀。这不仅如此，夫人还交代她娘家的人不许收银子。几人你一言我一语，把姜氏出卖得一干二净。将军，妾身没有，这些人分明是在胡说，诬陷妾身。哎呀，我没有胡说，你看看账本就知道了。这是小人偷偷记下的，将军看了便知道银子的去处啊。掌柜们还算拎得清，姜氏傻眼了吧？原来小丑竟是自己。既然掌柜们是无辜的，便先回铺子里，等事情查清楚，将军府自然会赏罚分明。账本都在这儿了，拿了什么一并还回来吧。必须还回来。还有库房里的东西，一件都不许少。对了，库房里的东西没偷拿吧？库房里的东西，妾身给将军看过账本，妾身没拿里面的。是吗？本宫劝你说话时想清楚再说，毕竟将军不知道库房里有哪些东西，本宫可是比谁都清楚。难道他在诓骗我？哼，娘亲居然也会诓骗人了。娘娘，嬷嬷，去拿账本过来。到时候若库房里的东西少了一件，便直接让姜家赔同样的10件。娘娘，妾身拿库房的东西也是迫于无奈，实在是家里需要银子打点。拿了就是拿了，别说库房里的东西，就是铺子里你娘家拿走的银子，都够普通人家下半辈子吃穿不愁了。姜家怎么说也是妾身娘家，妾身也不能不管不顾吧。娘说的不错，果然只有娘家靠得住。你当然可以管你娘家，可把夫家当提款机就不礼貌了。你管姜家，本宫管不着，可没让你拿将军府里的东西去管。将军府不是冤大头，救了你姜家，还得负责你姜家的后半辈子。娘娘教训的是，妾身也是一时鬼迷了心窍，回头妾身便让母亲把东西都还回来。母亲这人别的本事没有，耍赖却是无人能及。她就不信将军府喜欢家丑外扬。姜氏是想糊弄过去，对付你那极品母亲，不用手段，能把东西还回来才怪呢。除了把东西还回来，你的品行也不适合再做将军府的当家主母。本宫知道女子不易，不想过多为难，你把拿走的原封不动的还回来，再和将军和离吧。不，妾身是老夫人指给将军的，娘娘不能因为老夫人不在了，便自作主张让妾身和将军和离。母亲在天有灵，看到你的做派，不会希望你再继续待在将军府的。来了来了，他要开始道德绑架了。将军，你忘了老夫人的话了吗？你不能和妾身和离，真是不孝。既然你不想和离，我会直接写休书送去姜家。现在你灭回姜家，让人把东西都还回来吧。舅舅好样的，遇到无赖就要比他更无赖。姜氏失魂落魄地回到姜家，是不是你弟弟他们的差事有着落了？我看那将军府如此大，肯定需要不少人使唤。你弟弟俩去了将军府，还能帮衬你呢。是啊，姐。哎，若我们能去将军府当差，很快便能娶到媳妇。够了！将军发现了我做的事，要休了我。知道了你做的事，哎呀，那怎么办呀？除了休了你一事，有说要把东西还回去吗？娘，东西得还回去，休书也会送过来。岂有此理！休掉你就罢了，还想要把东西要回去，门儿都没有。那怎么办？他们还等着我把东西还回去，不如娘你把东西还回去，看看将军会不会原谅我。东西还回去？不可能，你想都别想！进了我姜家，这东西就是我的。走，娘带你去讨回公道。闲杂人等不许入内。什么闲杂人等？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这是你们将军府的夫人。将军府现如今没有夫人，还请离开。不让进是吧？那我就让你们将军主动出来见我。哎呀，大家快来看呀！将军府欺负人了。撒泼来了，好激动啊！娘亲，快带我去瞅瞅。他们二人如此做，是想故意抹黑将军府的名声，且让他们说上一会儿。哥哥，暂带着张嬷嬷出去。哎呀，大家来评评理呀！这将军府欺人太甚，有了军功便要休了糟糠之妻。可怜我女儿操持将军府多年，竟落得如此下场。如今我女儿门都进不去了呀！哎呀，哎呦，人出来了，人出来了！姜氏，
将军府和娘娘大发慈悲给你脸面，不想你竟带着你母亲颠倒黑白，回将军府生育。哎呦，这人是贤妃娘娘身边的，将军府就是仗势欺人，还不让人说了。哎呀，将士之前却是掌管府中钟馗，打理铺子。大家听听，他自己也承认了，是我女儿打理将军府。我女儿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呀，凭什么他们说修就修？真是个蠢货，嫌自己活太久了，人家张嬷嬷坑都没挖好，你就嗷往里面跳。姜氏确实挺辛苦的，打理铺子，结果铺子的银子都进了姜家人的口袋；打理将军府，结果将军府库房的东西都往姜家搬。当年姜家一家人本该流放的，可皇上和老将军仁慈，看在姜氏的面上赦免了他的家人。不想姜家不仅不心存感激，反而恩将仇报。将军在征战保卫边关，现在不仅被泼脏水，还被指责仗势欺人，当真是让人寒心啊！将军，是我们有眼无珠，受这人蒙骗，现在给将军说声抱歉呐。作为将军，守护国家与百姓是我的职责所在，诸位不必介怀。姜氏，你把娘娘的闺房用来放花草，娘娘心善，不仅不与你计较，甚至在你做出偷拿将军府东西一事后怜悯你，只要你和将军和离，把东西还回来即可。结果你不领情就罢了，还诬陷娘娘仗势欺人。张嬷嬷，我的嘴替，一个人直接 carry 全场。你血口喷人！我哪一句血口喷人了？难道你们拿了东西不该还，还是将军不该休了姜氏？大家说说看，姜氏该不该还东西，该不该休？哎呀，该，活该！该什么该？我女儿就拿了点东西，凭什么要严重到休妻？她不碰我女儿，是不是有隐疾还是一回事？不带这么玩的呀，说不过急眼就罢了，居然还攻击舅舅。有隐疾的是谁？你心里没点数啊？陆二的意思，莫不是姜氏有什么缺陷？梳理舅舅一家团灭后，姜氏怕死，便谎称自己有孕，结果鲍君轩太医为他诊脉，他不仅没有身孕，还不孕。粗鄙！将军身子如何？将军府的府医比你清楚。来人，把这等污蔑将军的人带进府里听候发落。金将军，方才有两人说是您小舅子在我的赌房里挑事儿，人呢我带过来了。姐夫，你快让这些不长眼的人把我们放了啊！哟呵，猪队友来了，这样也好，一家人整整齐齐的。儿呀，你们没事吧？还不快让人把你两个舅子放开！把他俩放开！来人，把这两个借将军府事在外惹事的人送到京兆尹府。今日多谢大家帮将军府说话，大家都散了吧。听闻将军忠勇正直，今日一见，果真不假呀。带我们进来作甚？想杀人灭口啊？将军府可做不出这事。娘娘，府医带来了，让府医给姜氏瞧瞧吧，省得出了将军府有什么毛病，还反咬将军府一口。不用了，谢娘娘好意。夫人，请吧。府医神色认真的诊完脉，恭敬道：回娘娘，将军夫人身子因在小时候受了重创，以后都不会再有孩子了。怎么想用这事来威胁我们还东西？我告诉你们，要东西没有，要命一条。哦，也不知道你的两个儿子进了京兆尹府，嘴是不是也这般硬？娘娘威胁我也没用，东西都被换成银子用掉了。睁眼说瞎话也是够厉害的，那么多东西，你敢拿去换银子吗？只怕是都在你的库房里吃灰吧。本宫倒是不知道姜家开销如此大，不过没关系，反正你们一家和将军府没了关系，去流放是肯定的，到时候去抄家就知道哪些是将军府的东西了。娘娘，我年纪大老糊涂了，那些东西都在，一点也没动，我现在就让人去拿回来，你千万别让我们一家去流放啊，我一把老骨头可经不起折腾啊。来人，即刻陪二人去姜家把东西拿回来，说是发现少了一件。不会少的，不会的，我保证一件都不会少。嬷嬷，你拿着账本一同去，银子若是少了，便拿姜家值钱的来抵。一行人去到姜家，别说什么钥匙丢了之类的话，这些侍卫不是吃闲饭的，即使没有钥匙，也能直接卸了你库房的门。怎么会呢？钥匙还在。打开，之前你父君便在京兆尹府任职，你应该知道他们也会用刑审问，不知道你的两个儿子
会不会吐出些罪加一等的事儿？嬷嬷，你看，东西都在这儿了。眼见库房都被搬得什么也没留下，哎，你们怎么能连我自己存的也拿走？你儿子他们去铺子里拿的东西，难道不得折算成银子吗？还有你说这些东西是你存的，据我所知，江家并无铺子，所以你存的这些还不是将军府赏的。娘，我们回去吧，跟来做事。你这个黑心肝的，你弟弟他们出事了，你不求将军把人放出来就罢了，还回去。若弟弟们只是在赌房闹事，肯定会放出来的。我做了这样的事，娘觉得将军府会原谅我吗？江氏，这是你的休书。几下撕了个粉碎。休书没了，我们都把东西还回来了，凭什么还要休掉我女儿？就不能再商量商量吗？你以为撕了就没了？休书有的是。娘娘，奴婢让人把江家库房都搬空了，想来是没有私藏。张嬷嬷干得漂亮，家母这人啊，喜欢把值钱的东西都放在库房，既然搬空了，我也就放心了。娘娘，我们都已经把东西还回来了，你看可不可以放了我的2个儿子？还有，可不可以不休了我女儿呀？哎呦，江氏怎么不和家母打配合了？看来是知道自己被骗，所以 emo 了。你还将军府的东西是理所当然，本宫可没答应过你其他事。那流放呢？我们就拿了些东西，现在已经还回来了。娘娘，你不能公报私仇，让我们去流放。难道你们不该流放，将将军府的东西占为己有，毁坏将军府声誉？这些不足以让你们流放。我要去找皇上。哎呦，将军府欺人太甚呀！哎呀，皇上驾到。洛儿，有没有想父皇啊？不在皇宫盯着四皇兄，盯着我和娘亲干嘛？他就是被四皇子给气到了，所以出来透透气儿。结果小家伙们还不乐意了。将军和老将军起来吧。江母闻言赶紧跟着站起身。大胆！皇上让你起来了吗？江母忙又跪回到地上。方才朕听闻你要见朕，莫不是这将军府欺负了你不成啊？暴君这兴奋的语气，算是怎么回事啊？难道在来的路上已经吃到了将军府的瓜？皇上误会了。误会？朕来时听说你们2人故意毁将军府名声，还偷拿将军府的东西，这不是误会吧？曹公公，江氏德行有亏，偷拿将军府财物，即日起被休弃出府，明日和家人一同流放至苦寒之地。皇上，娘娘饶命啊！我们以后再也不敢了。将军府休了我女儿，岂不是没人打理将军府了？曹公公，等会儿回皇宫拨2个女官过来，帮将军府打理府中大小事，直到将军有夫人为止。暴君考虑的还挺周到，说起来暴君当初还挺明智的。若是外祖父当年听他的，江氏这糟心玩意儿就不会进将军府了。暴君来将军府是想娘亲了？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一日不见如隔3秋吗？瞧他那脸上嘚瑟的样儿，是等着娘亲夸他吧？果然是等着娘亲夸，娘亲不夸就把脸拉了下来。多谢皇上，老将军客气了。当年朕就说江氏不是良配，你非得一意孤行。现在好了，兜兜转转，将军还是没有家室吗？哎呀，皇上英明啊！是老臣只顾及夫人临终的遗言，反而忘记问孩子的意愿，老臣惭愧呀。皇上来就是为了此事。确实是为了此事，顺便接你和洛儿回宫。不过眼下倒是有一件事，如今边关安定，将军便在京城安心住下，再好好挑一个夫人。反正江氏都已经被休了。不是，暴君怎么如此喜欢帮别人选媳妇儿啊？舅舅的事你就别管了。我记得书里，舅舅死在边关时，有人把他的尸体带了回来，葬在祖父旁边。只是现在舅舅一家活了下来，也不知道此人还会不会和舅舅再有交集。多谢皇上好意，但臣心中无儿女情长，更不想耽误其他人，请皇上收回成命。行，等你有想娶之人告诉朕，朕亲自为你赐婚。哎呀，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们了，还好你们都没事。娘，你和姐怎么也进来了？我们什么时候能出去啊？出去？明日就要被流放了，还惦记着出去？你不说话，没人把你当哑巴。
这么会说，方才怎么不说呀？你赶紧想办法让我们出去。我没有办法，你就接受吧。你在将军府这么多年，就没有点将军府的把柄吗？或者你运用美人计骗钥匙，把你弟弟他们放出去？哼，我为什么要帮他们？解决完僵尸一事，皇上带着于一洛和贤妃一同回宫。皇上，李大人求见。老四这个不省心的，好家伙，李云鹤亲自找来了，绝对是四皇兄闯祸没跑了。皇上，这是臣布置下去的课业，您看看四皇子做的吧。皇上要不让四皇子先练练字再说，也省得他影响其他皇子的进度。四皇兄这字儿还真是和穿越女的有比啊！瞧把暴君气成啥样了，暴君也真是想不开，让谁上学不好，非得让四皇兄上学。耶，今天李云鹤这身破墨外袍还挺别致啊。朕知道了，李大人衣服上的墨汁也是四皇子所为。回皇上，是臣不小心沾上的，与四皇子无关。朕知道了，你先下去吧。李云鹤还真是君子，居然没告四皇兄状。几位殿下现在在何处啊？现在几位殿下应该是在教场上上骑射课。去瞧瞧。三皇兄，你说李云鹤会不会找父皇告状？他应该没你这么无聊。比起你甩他一身墨汁的事，你还是担心你那狗爬一般的字会不会被送到父皇面前。四弟啊，待会儿你一定要好好表现啊，别又把骑射老师给气到了啊。还是太子皇兄好，不像你们就知道打击我。怎么说骑射我还是擅长的，是不是太子皇兄？方才听四皇子说擅长骑射，老夫也就放心了。来人，把靶子给搬出来。好了，是不是可以开始了？几位殿下站在指定的地方，射中远处的大铃铛即可，是吧？拿起弓箭瞄准远处的铃铛，射中后十分得意地冲二皇子眨眼。看吧，我还是擅长的。四皇子在骑射方面还是可以的。射那么大的铃铛，朕闭着眼睛都能射中。你觉得骑射老师会弄如此简单的比试吗？嗨，四皇兄这个显眼包又丢人了。都射中了，哪里丢人了？四皇子，老夫的话还没说完呢。老夫说的是射中铃铛上面的绳子才算通过。不是，那你搞个那么大的铃铛挂着干嘛？还有那绳子那么细，离得又远，怎么可能射中？太子殿下先来。摆那么帅的姿势有什么用？还不是射不中。铃铛落到地上。太子殿下剑术精进了不少，是老师教得好。太子皇兄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四弟勤加练习也可以做到。我们看看二皇兄和三皇兄的吧。太子皇兄我比不过，三皇兄我也比不过，只能祈祷二皇兄别射中，这样我也有个伴儿，不至于被父皇教训得太惨。二皇兄加油！都起来吧，继续。三皇子对应的铃铛毫不意外地掉在地上，二皇子的却还吊着。四皇兄，你那嘴角都快咧到耳后根了，是不是盼着有人陪你挨骂，可惜失望啦？二皇兄你也……二皇子过！二皇兄你也太厉害了！啊，谢谢四弟啊，就剩你了，加油！父皇，要不儿臣就不献丑了。行，不过你得留下来，练只能射中为止。四皇子一直练到快晚膳时才回到住处。四弟回来啦，嘿，练得怎么样了？别提了，我根本就射不中，老师被我气得去吃饭了。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，明日肯定得挨骂了。你预感挺准的啊，不用明日，看看是谁来了。哎呀，四皇子，皇上请您去清心殿呢。去吧。曹公公，父皇心情怎么样？奴才来时是挺好的，殿下你也别有太大压力。皇上的心情其实是因人而异。那洛儿在吗？小公主在。曹公公看着傻乐的四皇子，心里疑惑，方才明明还一副不愿意来的样子，现在怎么又开心上了？儿臣参见父皇，难道没听到？说说看，这2日你都做了什么呀？这字还不如孩童写的，朕看了都觉得污了自己的眼睛。父皇，儿臣已经过了练字年纪，掰不过来了。还有，这也不能怪儿臣，老师教的都是儿臣不擅长的。哼，那你不擅长的还真多呀，文不行，武不行。你告诉朕，你擅长什么？暴君这话真扎心啊！不过今日四皇兄怎么这么勇，说话时有一种不怕死的劲儿在里面啊！懂了，他肯定是想激怒暴君，
让暴君揍得他下不了床，这样他就可以不用上课了。我说怎么这么刚呢？原来是想了这么一个损招啊！洛儿真是人小鬼大，这都能看出来。我回父皇，儿臣擅长骑马，能骑着马跑就叫擅长。朕看你就是朽木不可雕，烂泥扶不上墙，什么都学不好。直接简称360行，行行学破防。还好我会喝奶就可以了，不会有这方面的困扰。父皇说的对，儿臣确实学什么都学不好，确实是朽木，也是烂泥，所以父皇能不能准许儿臣不去上学了？既然知道自己一无是处，就该多向你几个皇兄学习。朕安排你们住在一起，就是方便你问问题的。其实四皇兄也不是一无是处吧？洛儿终于要夸我了吗？比如他长相可以，脾气很好，其他皇子像他这样不被看重，说不定早就黑化了。他就没有，对自己认知还很清楚。四皇子表示他在期待些什么呀？这还不如不说呢。行了，你滚回去吧。你现在去传林太医过来。殿下，你也没挨打，请太医做什么呀？让你去你就去，就说本宫病了，快去。见过四皇子，臣观殿下你面色红润，不像身子。林太医，你是太医，你说本宫有病，本宫就有病。可是殿下，您也没病啊。一般装病不都是妃嫔用来争宠？怎么连四皇子也用上了？不，本宫有病。不，您没病。殿下，臣得回太医院当值。您这装病的事儿，臣帮不上忙，这是欺君。殿下，您就别折腾了，上学就上学啊，其他殿下不也上？你说的轻松，那些个老师都盯着本宫，本宫以为睡一觉熬过去就是了，结果还不让睡。奇怪，还不是殿下您表现不太好啊？属下觉得那些个老师还有皇上才是被您折磨的人啊！要不你揍本宫吧？殿下以为这样就不用去上学了？属下劝您还是放弃吧。翌日，今天是个好日子，没被带去上朝，暴君估计是良心发现了。朕让曹公公带了女官过来，贤妃，你挑2个去将军府吧。好家伙，还真是说曹操到啊！看我表演一个1秒钟睡，暴君可千万别把我去御书房。多谢皇上。以后你俩就尽心尽力打理好将军府，若敢像姜氏那样偷拿将军府的东西，朕绝不姑息。今日就是姜家一家流放的日子，朕本来打算带洛儿出宫看看的，谁知道他还在睡啊！这种热闹怎么能少得了我呢？不行，我这样，娘亲和暴君应该注意不到我醒了，我得哭。小公主应该是饿了，奴婢去把热好的牛奶拿过来。奴婢还是第一次见小公主哭呢。哟，洛儿醒了。哎呦，别哭了，别哭了。哎呀，都哭成小花猫了。父皇又不是不带你去。马车停在京兆尹府。皇上，需要属下去探探情况吗？轩姐姐，我就说这热闹吧，你看围了多少人，都是来看姜家被流放的。按理说这个点人应该被押送出来了，不会是出了什么事儿吧？方才说话的似乎是秦芊芊和女主，暴君到底啥时候让女主进宫和三皇兄碰面啊？轩姐姐，这姜家真的太无耻了。轩姐姐，你说是不是太无耻了？我就是为了来看他们的下场才特意出府的。我以为你是想见四皇子才拉着我来的，原来不是啊！我才不是为了见他呢，他除了气我还是气我，我见他做什么呀？大家都回去吧，姜家一家人在牢里自尽了，大人自会上报给皇上，都回去吧。皇上，京兆尹府的人说姜家一家死在了牢里，把这事儿告诉贤妃。你放心，朕会让京兆尹府查清楚是否真的是自尽。比起流放，生不如死，死反而是一种解脱。贤妃妹妹不必太过忧心，有皇上在。淑妃这是给娘亲和暴君助攻嘛？别啊，娘亲才不喜欢暴君这个大猪蹄子。皇上和贤妃应该有话要说，臣妾就先告退了。娘娘，其他娘娘都堵在了宁宫门口。淑妃，你出来，再不出来，再不出来怎样？要去皇上那儿告本宫的状吗？说本宫克扣你们月银，怎么不说话了？还想去皇上那儿告本宫？要本宫帮你们回忆回忆，本宫刚进宫时，你们是如何对本宫的吗？仗着和皇后是一派，冬天拿走本宫的炭壶，夏天拿走本宫的冰块，
这些需要本宫提醒吗？淑妃娘娘恕罪。本宫这人向来恩怨分明，你们拿了本宫的，本宫就得拿回来。不想本宫为难你们，就要学会夹起尾巴做人，别成天出来丢人现眼。娘娘，这些人还真是不要脸。罢了，让你盯着四皇子，他没犯蠢吧？四皇子每日去上学，还算安分，就是课业做得不好，惹怒了不少老师。哎呀，皇上，您要不就让四皇子明日别上学了吧？是啊，皇上，四皇子学不到东西不说，还影响太子殿下的进度。没错，父皇，儿臣就是一颗老鼠屎，您就别让儿臣去上学了吧。宝君，你就成全他呗，强行逼他去上学有什么用嘛？气到的还不是自己，何必呢？再说了，学的知识够用就行。一家人中总得有个不太聪明的人，四皇兄这样也挺好的。唉，罢了，朕也不想你再折磨其他人，以后啊，你就别去上学了。明明就是自己不想再受折磨，早这样多好啊！明知道朽木不可雕，还非得去雕。谢父皇，儿臣即刻搬出皇宫。朕可没说要让你搬出去，哼，学可以不上，字得练，退下吧。哎，皇上，这是京兆尹府递上来的折子。江家几人确实是自尽而亡。三皇子现在在何处啊？他得让老三也过来，让俩人多见见。奴才这就去唤三皇子过来。暮雪也恰好到御书房外。哎呦，不愧是男女主啊，这也太登对了。宝娟好样的，这都能让两人碰上，简直就是缘分啊！哎，三皇兄，你倒是笑笑呀，面无表情是怎么回事啊？郡主可查出来那药是做何用的？那药丸具有极好的止血作用，里面含有哪些药材，臣女都写出来了，只是上面的药材十分罕见。你写字好看，老司那边啊，你帮朕督促着。宝君这是没话找话，不会是打算给三皇兄和女主做媒吧？哎呦，太不容易了，您老可算是配对成功一对了。是。行了，郡主好不容易进宫一趟，你回去也顺路，正好带郡主走走。哎，带上我呀，我们三个一起去走走，反正我不出声，不会打扰你们的二人世界。是父皇，父皇是否要送洛儿回去？儿臣也顺便送过去。抱去吧。洛儿这喜欢凑热闹的性子，也不知道像谁呀。三皇兄，你说话呀！人家女主是女孩子，比较腼腆，你一个大男人腼腆个屁呀！媳妇儿不想要啦？我要是会说话，直接给你俩捅破窗户纸，还让女主搞什么暗恋呢？殿下，殿下先说。郡主想去何处走走？妈呀，来个人救救三皇兄吧！非得聊这个吗？上次人家帮你说话，这么好的话题不知道聊。其实我自己一个人也没事，殿下有事就去忙吧。哎，我说你们俩是要去哪儿啊？本宫看你们好一会儿了啊！你们又不是第一次见面，何必如此见外呢？再说了，暮雪是我表妹，你是我三弟，都是一家人。哎呀，可算是有人来打破这尴尬的氛围了。上次多谢郡主为本宫说话，郡主以后若是有什么用得着本宫的地方，尽管提。可以，这么一来二去就可以培养感情了。区区小事不足挂齿，殿下不必放在心上。表妹，本宫听闻舅舅想跟你相看夫婿啊，你说说看看喜欢什么样的，我和三弟也帮你留意留意。我今日还有事，先回去了。二皇兄，你好像惹郡主不高兴了。我？切，明明是你，本宫方才问表妹的问题时，表妹看的是你。就是，明明和人家做了约定，结果转头就把人家忘了，人家能不生气吗？暮雪回到侯府，小姐，秦小姐来了。轩姐姐怎么了？谁惹你生气了？我去教训她。我没事，你来寻我何事？真的没事。嘿嘿，我听说几位皇子住宫里去了，不知是不是真的。轩姐姐别误会啊，我可不是为了打探四皇子。是，就看你这次能气上多久。四皇子确实住在宫里，你就一个人生闷气吧。秦芊芊撇了撇嘴，谁让他因为其他女人说我，那女人也真是讨厌，同时和三皇子四皇子牵扯不清。哼，反正这一次他不找我，我是不会再理他了。马车停在丞相府外面，娘娘里面请。大家快起身，不必多礼。怎么让李家混进来了？这是要搞事情啊！贤郎骑着大马来接新娘子了。慢着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莫不是这丫鬟和蔡家公子有私情？也有可能是这丫鬟嫉妒主子，故意出来膈应人。唉，果然，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，人们都喜欢八卦。娘亲真好，这个视角能完美的看到所有人的反应。没事，娘会处理。不好意思，
刚来的丫鬟不懂事。我不是丫鬟，是他抢了我的婚事，我才是蔡公子的夫人。太不要脸了，自己当初不要的，现在听人家蔡泽有出息了，又跑出来蹦跶。蔡某的夫人只有李妾一个，她手上的镯子便是家母给的，而且喜帖上的名字也是蔡某和李妾。我没有说谎，蔡泽，明明我才是和你有婚约的人，你应该娶的人是我。你是谁啊？他娶你，合着你看不上人家，人家还得在原地等你呗。来人，还不把这胡言乱语的丫鬟带下去！李云鹤一声令下，仪式继续。要不是杨欣的贱人，我也不会沦落至此。老爷让你去正厅问话，见过爹娘兄长。我可没你这种丢人现眼的女儿。之前说过，只要你踏出丞相大门，以后便和丞相府没了关系。娘，女儿错了，是女儿不听话，辜负了你的好意，女儿是被他人哄骗了，所以才忤逆你和爹，以后再也不会了。那你今日这么做，有想过丞相府的颜面吗？当初是你看不上蔡家，女儿一时没忍住，过后就后悔了，现在真的知道错了。只要爹和娘还认女儿，女儿一定安分守己，不再打扰妹妹。你是看准了母亲心软，所以才对母亲示弱吧？兄长，我没有。没有？哼，你把你眼里的恨意收一收，我兴许会信你几分。想用这拙劣的演技在我面前卖弄，你注定是要失望了。兄长是妹妹的兄长，也是我兄长，为何不信我？知错能改，并非所有人都适用的。你这种人是不会知错就改的。若是你和倩儿一般听话，我自然信你。爹娘，你既然已和丞相府没了关系，又犯了错，便发配去庄子上吧。来人，把他送到庄子上看管，即刻出发。你们凭什么把我关起来？不想留我在丞相府，就放我离开。转眼年关将至，天气彻底变冷。暴君怎么突然这么粘人啊？难道是我睡着了，错过了什么？突然就把奏折搬到娘亲这儿，感情升温的速度比天气变化还快。皇上，刑部那边来话说那个杨欣似乎不太对。不太对？哪儿不太对啊？难道是真的杨欣回来了？这儿不对，一个劲儿的说胡话。得，白高兴了。只要没其他事，就不用管。这是新任大理寺少卿递上来的折子，昨日才到京城，就迫不及待给朕递折子。杨府老爷打听的如何了？能做出如此大逆不道的事，必然是了。我给皇上递了帖子，等皇上召见我时，我问问看看能不能见一面。老爷，宫里差人来，让您即刻进宫。老爷，你切莫为了他冲撞皇上，您就当我们的心儿在几个月前便已经死了。臣参见皇上，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起来吧。不是，暴君也没做什么，怎么杨文一副被惊吓到的样子啊？原来是看到暴君给我喂奶，被震惊到了。不应该啊，外面不是都传我和我娘亲是如何受宠，喂个奶应该不算啥吧？谢皇上，臣求见皇上是想见一个人。哟，够直白呀！看来穿越女做的事都传遍了，还好他进宫换了个名字丢人。你倒是够直接啊，想见谁啊？皇上面前不敢欺瞒，臣想见杨欣。宫里可没有杨欣这号人呢，不过倒是有个姓杨的，你可以去见见。谢皇上。曹公公，带杨大人去刑部密牢。杨大人，奴才先回去了啊。爹爹，你来看我了。爹爹是来救女儿出去的吗？你不是欣儿，再怎么装也装不像。你们什么时候知道的？从欣儿发烧，你醒来时便知道了。既然你们都知道了，那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。我确实不是你们的女儿，更不是这儿的人。我对其他事情不关心，我只想知道我的女儿去哪儿了。这你就问对了，你女儿肯定是和我互换了身体。你放心，你女儿绝对不会有事的。你没说谎。当然，只要你答应把我救出去，我自然会想办法让你女儿回来。如果我不答应呢？由不得你。哼，这身体是你女儿的，你不想救，死的也是你女儿。就是不知道你那爱女如命的夫人，到时候会不会也跟着去？你以为说这些就能让我把你救出去？你如此自以为是，难道不知道进了刑部密牢，能出去的就只会是尸体？你占着我女儿的身体做了这么多大逆不道的事，便在这儿度过余生吧。不，
我在这儿会生不如死的。老爷回来了。夫人想问什么？便问吧。皇上没有因为他迁怒老爷吧？皇上是明君，并未迁怒于我。我见到了他。夫人，心儿恐怕不会再回来了。杨夫人终于再也控制不住，掩面痛哭起来。杨文心里肯定也不好受吧，毕竟是自己养大的女儿，自己也知道换了个心子。本以为杨文去见见穿越女，能让真阳星回来，现在看来这个办法也不行啊。皇上，如今这天气冷了，要不要给他点过冬的被褥？让人去办吧。皇上，四皇子过来了，找朕何事啊？父皇，儿臣已经许久未出宫了，几位皇兄都能出去，儿臣也想出去。你想出去便去吧。啊，真的吗？谢父皇。哎呀，赶紧出去哄哄秦芊芊吧，再不出去哄，别说追起火葬场，只怕到时候骨灰都得给你扬了。才不哄呢，我没错，父皇准我出宫了，你们一起吗？去啊，等本宫换身衣裳啊。你这身不是今日才换的吗？你这就不懂了吧？这身穿过了，出去自然得换另外一身。学着点儿，这样就能早日知道我表妹了啊。可是二皇兄，你的衣服不都是粉色的吗？换与不换有何区别？即使二皇兄换了身衣服，别人的注意力也会在你的……我懂，即使是换了衣服，别人的注意力也只会在我英俊的脸上。以前怎么没发现二皇兄如此骚包？洛儿描述的还真是贴切。有没有可能，别人的注意力都在你的扇子上？嘿嘿，大冬天还用扇子啊？别人可能会以为二皇兄你脑子不好使。看来是近日对四弟太过宽松，明儿起你就多练几幅字儿吧。二皇兄，我错了，你如此玉树临风、英俊潇洒，肯定不会公报私仇的，对不对？该死的，他怎么忘了父皇让二皇兄和三皇兄监督自己练字这件事儿了啊！早知道就好好听话，不把老师气走了。四弟，不是皇兄公报私仇，皇兄只是想好好督促你。三弟，你不是要带些药材给我表妹吗？顺便一起出宫，二皇兄帮我带去吧。表妹是拜托你啊，还是你自己交给她？四弟啊，怎么不说话了？出宫不高兴啊？我不高兴还不是因为你。高兴点啊，待会儿皇兄带你去那风月楼见见世面。到了，四弟，你快出来吧啊！我没银子，你自己去吧。还有，你怎么不叫三哥去？三弟之前名声不太好，再逛风月楼怕表妹心里在意。哎，二哥，那是郡主和秦芊芊吧？表妹怎么也跑这儿来了？既然都在，咱们一起进去吧。哟，公子可是许久不曾来了。另外这两位倒是眼生，要不我们还是走吧。这位公子不必紧张，你们今日算是来对了。我们风月楼花魁今日正好有表演，几位不妨留下来看看。二哥，那你呢？我还有些其他事儿，你们先玩去啊，不用管我，跟我来。不是答应过我不会再让嫣然出来表演了吗？公子说的轻松，嫣然是我风月楼的花魁，不表演怎么行？这外面有多少人为他而来的，你应该比我更清楚。我们有约在先，你如此逼他也不合适吧？我可没逼他，是他自愿的，公子可以去问他。姑娘，是公子来了哟，公子今日怎么得空过来了？怎么看上去不太高兴呢？莫不是其他人没伺候好公子？你为何要出去表演？不知道外面的人都对你虎视眈眈吗？抱歉，我弄疼你了。公子不必道歉，我自然知道外面的人是什么想法，可我身份低贱，总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。你若是不想表演，不用勉强自己。既然公子没有其他事，便出去吧，我还要出去表演。姑娘，外面已经等候多时。公子既然来了，便赏脸听听吧。雪姐姐，你别拘着呀，这风月楼无论男女都可以来，我们只是来看花魁表演，又没做什么。芊芊，你是第一次来？对啊，这花魁极少表演的。我们怎么了？我好像听到了四皇子说话的声音了。我怎么没听到？看你分明是想四皇子了。可是应该是开始了，我们出去看看。走，出去看看。也不知道二皇兄为何会喜欢来这儿，这个花魁有这么厉害吗？二哥怎么不高兴了？开始了，开始了！听说这嫣然姑娘的琴技一绝，今日可以大饱耳福了。一曲结束，怎么还戴面纱呀？这都看不清脸。巧啊，芊芊芊，你来这干嘛？关你什么事？这是给郡主拿的药材，本来是想送去侯府的，
不曾想在这儿碰见了郡主。谢殿下，我是陪芊芊来的。我陪皇兄来的。轩姐姐，我们回去吧。找什么呢？没什么。哦，对了，你不去追秦小姐啊？我为什么要去追她？我们经常拌嘴，习惯就好。主子，那花魁不见你，银子没给到位，念老鸨不为所动，说是这个花魁不接客，要不属下……我现在刚进京城，不宜太过张扬，一个阉宦女子罢了，来日方长，为了她坏事不值当。你说说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方才有人想见你，出手大方，我知道你肯定是不会见的，所以给你推了。我知道妈妈是为我好，可公子出手大方，气质不凡，家里怎会没有妻室？你自己提出要表演，不就是想引他前来吗？人家来了，你又把人往外推。哎，有什么话直接摊开说清楚，你总不能一辈子待在这风月楼吧？他若是心悦于我，又怎会不告知我他家中情况？他若不是心悦于你，又岂会这般为你考虑？感情的事总得一个人先开口，不然错过了岂不可惜？另一边，外祖父，您乖巧讨喜的外孙来看您了。难不成外祖父还在生气呢？所以躲起来不肯见自个儿？外祖父，我带了宫里上好的点心来看您了。哎呀，叫这么大声干嘛呀？我还没聋呢。我这不是害怕外祖父您不想见我吗？外祖父，这是我特意为您带来的，尝尝看。不是献殷勤，非奸即盗，是不是又被你母妃揍了？想让我帮你讨回公道啊？不是的，就是想外祖父您了。不是被打，那是什么事啊？那个，这不是快过年了吗？手头有点紧，所以你的银子被你母妃拿走了。行了，拿着吧，银票方便你封红封，让你跟着学机关术，你不学，指不定还能和你母妃斗一斗呢。啊，谢谢外祖父。外祖父，我学，我愿意和你学机关术。好啊，你学了这个，至少不是一事无成，不然以后外祖父和你母妃不在了，可没有人再护着你。可是父皇让我在皇宫中练字，外祖父，你得跟父皇说说，他同意就没问题。怪不得这臭小子突然就答应了，他还欣慰终于懂事了，原来是在这儿等着他呢。回到皇宫，只见屋里面空无一人。殿下，您回来了，皇上让您去醉花宫偏殿找他。难道是出了什么事不成？儿臣见过父皇。太子皇兄，怎么了？今年除夕家宴，大家一起过，谁也不许缺席，特别是老四。儿臣定不会缺席。父皇，皇叔那边应该已经启程，不日定会抵达京城。当年他自请去乐清驻守，这些年苦了他了。还启程？人家现在已经到京城了，听暴君这语气，不会还挺感动的吧？人家自请去乐清，是担心你登上皇位赶了他，可不得先苟起来，再东山再起。结果你还在这儿自我感动上了。二皇子想起自己在风月楼见到的身影，照洛儿的话，那人是皇叔无疑了。父皇，今日儿臣见到一个人，背影有些眼熟，好像就是皇叔。所以在风月楼时，二皇兄你找的人就是皇叔。想到一个人的眼神是藏不住的，人家二皇兄特意不提地点，就是担心暴君问罪。结果四皇兄这个猪队友，直接把二皇兄卖了个一干二净。父皇，你别误会，我们只是去喝茶，您不信可以问三皇兄。不是，三皇兄都已经美美隐身了，四皇兄你干嘛还开枪啊？下次若再让朕知道你们跑去那地方，一律禁足起来。还有，今日见到乐清王一事，不许外传。哟，暴君生气了，你们也不知道去叫他一声。不过三皇兄和四皇兄不去可以，二皇兄以后不去可怎么行啊？媳妇儿还在那儿呢，情路坎坷喽。同情没长嘴的二皇兄，大把的银票花下去，只知道陪人家喝茶，本来情路就不顺，还个老狮子的纯爱啊！果然，谁都躲不过洛儿的编排。儿臣遵旨。最近天气太冷，也不知道三皇兄和女主进展的怎么样了。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磕到糖啊？二皇兄，三皇兄，除夕你们打算给洛儿送什么？送什么和你无关，赶紧练字儿去啊！以后你和三皇兄别想再用练字来威胁我，过了年以后我就要出宫了。
日子转眼到了除夕前夕，早知道尿暴君一身能过得如此惬意，我就该早点这么做，多省事儿啊！这才是小孩子该有的生活嘛。臣妾参见皇上。贤妃这手艺真好啊，剪得栩栩如生的。皇上谬赞，皇上今日怎么得空过来了？忙完了手头上的事，过来看看洛儿。拉倒吧，进来后眼睛就没离开过娘亲，还来看我。贤妃妹妹，本宫臣妾过来给贤妃妹妹送东西，没想到皇上你竟然也在。这些是本宫做的玩具，等洛儿大些便可以玩了。爱死是非了。不过他最近送东西送这么勤，不会还惦记着教我机关术的事吧？哎，算了，我现在还小，等长大些便装笨，同四皇兄一般，烂泥扶不上墙。到时候贤妃看我太笨，应该就主动放弃了。编排老四是最起劲了，结果学谁不好，非得学老四。多谢淑妃姐姐。淑妃找朕何事啊？明日除夕家宴后，皇子们若想出宫，便由着他们吧。臣妾听闻外面会很热闹。淑妃还是关心四皇兄的嘛，这不就开始帮四皇兄筹谋出宫一事了？好想出宫啊，可惜外面太冷，娘亲肯定不会带我出去的。就这事儿，朕准了。皇上，刑部那边传来消息，啊，是真阳星回来了吗？带我去看看。朕带洛儿出去一趟，没有其他人吗？臣并未让其他人接近这儿，皇上跟臣来。做得不错。我要回去，我不要待在这个鬼地方，放我回去。皇上，这人莫不是疯了？这都念叨了一天，是否让人看看？我去，我还以为是真的阳星回来了，结果是穿越女疯了。我不要消失，我要回去。杨欣缓缓地站起身，眼里一片茫然，看着周围的环境，脑子里面涌入一串不属于自己的记忆。啊，是杨欣，真杨欣回来了。前一刻他还身处那个与这儿截然不同的世界，正打算自我了结，结果再睁眼就到了这个地方。我终于回来了吗？臣女参见皇上，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瞧这气质，是真阳星没跑啦。毕竟穿越女可装不出这种温婉大方的气质，整个人直接晕了过去。现在真阳星是回来了，可暴君并不知道有如此离奇的事儿，怎么才能让他平安无事呢？真阳星不仅无辜，若是他接受了穿越女的记忆，说不定还能帮上些忙呢。不是，杨星怎么晕了？人家都晕了好一会儿了，你才发现。把杨梅的尸体秘密送去给杨文，他为官清廉，在江州也算治理有方，便赏他侄女一个全尸吧。难道是暴君和杨文做了什么交易，我错过了？老爷，刑部尚书秦大人到。秦大人？秦大人去了正厅。下官见过秦大人。杨大人来了，坐。杨大人不必紧张，我奉皇上之命来给你送礼。送礼？禀老爷，小姐回来了。难不成心儿终于到了？快让她进来。小姐应该是一路舟车劳顿累到了，奴婢已经送她回屋休息了。皇上大恩，臣没齿难忘。进屋时，杨欣正好醒来。你们下去吧，我和小姐有话要说。爹，女儿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，娘呢？怎么没看到娘？回来就好。你娘因为太过担心你，所以病倒了。我要去看看娘。是女儿不孝，让爹爹和娘担心了。是欣儿来接娘亲了吗？娘，是女儿回来了，以后女儿照顾您，你一定要快些好起来。皇上仁德，只是可惜了欣儿的好婚事。听说那穆公子已经娶妻了。爹娘不必为我担心，可能我和他有缘无分。对了，乐亲王似乎有谋反之意，爹爹找机会提醒一下皇上。此事当真？当真。不过女儿听说他人缘极好，只怕是大臣们也不会相信。此刻俩人提到的乐亲王正前往御书房觐见。臣弟参见皇兄。哟，这就是乐亲王啊，长得还挺具有欺骗性的，怪不得暴君对他毫不怀疑，还当他是个为哥哥分忧的好弟弟。不过也能理解，毕竟先皇的几个儿子就剩他和暴君了，暴君渴望亲情，难免对他这个弟弟真心些。哎呀，皇帝一路舟车劳顿，辛苦了，快起来吧。此座。臣弟一路过来，听了不少小公主的事，想必皇兄抱着的便是小公主了吧？抱着的是谁？你不一清二楚吗？
聊什么不好，非得聊我？确实是洛儿，召皇帝来是想说说你住处的事。皇兄知道臣弟向来不挑，便住在出京前的府邸好了。正好，那府邸一直保持。咦，吓死我了！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真是又菜又爱戴。我才多重啊，把我都手抖，这么虚，去找林太医开个方子啊！谢皇兄，臣弟多年不曾回京，想来京城变化颇多。皇兄若是没事，臣弟便先退下了。多年不曾回京，哼，是多年不曾光明正大回京吧？哎呀，不好，这儿要去霍霍二皇兄的媳妇儿了。上次人家对他不屑一顾，现在可以光明正大去了，可不得狠狠装一把？退下吧，明日家宴，别忘了啊！王爷，我们回王府吗？去风月楼。哎呀，这位公子要叫哪位姑娘作陪呀？王爷身份高贵，自然要你们这儿最好的姑娘作陪。不可无礼，听说嫣然姑娘才情过人，本王慕名而来。唉，王爷有所不知，嫣然身子抱恙，不能见客。无妨，既然嫣然姑娘身子有恙，本王改日再来。回府后，那老鸨分明就是在胡说，王爷怎么不让属下拆穿他呀？美人嘛，有些脾气在所难免，不急于一时。说说刚进京的杨文，看看此人能不能为本王所用。王爷，这杨文为人正直，恐怕难以让他归顺于你。为人正直？对了，王爷还记不记得几个月前收到的那封信？这杨文女儿倒是有意思。翌日晚上，还好人不算太多啊，终于可以见见我那恋爱脑五皇姐了。哎，让我瞅瞅五皇姐在哪儿啊？哎呦，看到五皇姐啦，看上去有些憔悴啊，大概是被驸马家暴了吧。好好的一个公主，非要给人家当牛做马，也不知道五皇姐挑驸马的时候是不是闭眼挑的，不然怎么就挑了一个家暴男呢？六皇姐吃得很欢快啊，等开春你也要步入五皇姐的后尘了，太惨了，恋爱脑真的要不得啊。今日是家宴，都不必拘泥，开宴吧。这种家宴对我太不友好了，哼，我得想些有意思的事儿转移注意力。岳亲王昨日去找嫣然偷二皇兄的家了吧？好在没见着。哼，男人果然都是视觉动物，没见到人家嫣然真容时，还想把嫣然送给暴君，见到之后便只想占为己有。二皇兄也是见色起意，不然也不会因为嫣然夸他穿粉衣好看，从此便只穿粉衣。一顿饭吃下来，有人欢喜有人忧。皇兄，这是臣弟送给小公主的礼物，皇兄请笑纳。终于到了我最喜欢的环节，收钱收礼物。四皇兄居然也包了红封，太感动啦！家宴散后，可送赶上了。殿下，您确定秦小姐今年还会来吗？怎么不会？您就看着吧。殿下，您要不就别等了，这都1个时辰过去了。往年这个时候，秦小姐早过来了。在风月楼那会儿，不是都同我说话了吗？难不成还在生气？可能是被其他事绊住了。再等一会儿。您再等有什么用啊？秦小姐这次肯定是真生气了。芊芊，你今晚上不出去？不去啊，外面太冷，女儿先回屋了。哎呀，你可别转了，娘看着都头晕。你若是想去见四皇子，便去吧，在这儿自个儿纠结有什么用？才没有，鬼才想见他。是，不见就不见。听说外面有猜灯谜，还有杂耍，十分热闹。你可以同郡主一起去逛逛。带着丫鬟出了府。四皇子这边，四弟这是去哪儿啊？要出去吗？我正打算去找几位皇兄一起逛逛。那好吧，上马车吧。四弟，你在后面磨蹭什么呢？前面就有猜灯谜的，一起过去瞧瞧。雪姐姐太厉害了！哎呦，恭喜这位姑娘猜中所有灯谜，赢得这盏花灯啊！表妹，好巧，猜灯谜呢？表哥，你们也来猜灯谜？老板，这花灯还有卖吗？这位公子，花灯是猜灯谜的奖品，只此一盏，现在已经在这位姑娘手上了。这花灯有卖吗？没有，这花灯啊是我家那口子做的，只做了1盏，其他人可做不出这么栩栩如生的兔子花灯。太子皇兄一个大男人还喜欢花灯？太子殿下，这花灯你若是喜欢便拿去吧。表妹，这花灯要不要给三弟？三弟喜欢啊。太子皇兄应该是想带回去给洛儿。既然小公主喜欢，太子便拿去给小公主吧。不如大家找个地方坐坐，
四弟，我不是见你封2个红枫吗？是送出去1个，另一个呢？你看错了。秦芊芊，你等等我，不是追人去了吗？怎么回来了？秦芊芊哪里是人呢？简直就是脱缰的野马，谁家姑娘同她一样跑得这么快，根本就追不上。哼，谁让你不会说话啊？非得每次见面就掐，你多多练练武，说不定就能追上她了。要不是你哪壶不开提哪壶，会这样吗？四弟，怎么说秦小姐也是女子，万一出了什么事就不好了，你还是跟上去看看她是否安全回府。时辰不早了，回去吧。太子皇兄不必担心，秦芊芊自小习武，该担心的是别人。你们先回去啊，我还有事儿。三弟，你帮我送表妹回府啊。进了风月楼，我不是说了今晚不用伺候吗？你除夕夜公子怎么有时间来我这儿？你很想出去逛吗？外面有什么好逛的？公子既然来了，便陪我喝一杯吧。认识这么久，公子姓甚名谁，家住何方，我还不曾知晓呢。等到了时候我自会告诉你。嫣然，我现在能明确的告诉你，我没有家室，你等我。一言为定。郡主快些进去吧。殿下稍等，殿下，这是我为了感谢你帮你开的方子，殿下身子寒凉，用这个方子调理一段时间会有所改善，殿下帮了我，理应有所回报。多谢郡主。哦，对了，这个红枫送给殿下，感谢殿下送我回来，顺便祝殿下来年平安顺遂，事事如意。侯爷，这大晚上的，三皇子来我侯府，有何贵干呢？啊，爹爹，是表哥请殿下送我回府的。没什么事的话，本宫就先回宫了。一日一早，爱死太子皇兄了，出去逛街还给我买花灯，也不知道昨天晚上他们都是怎么过的除夕。真恨我自己不会走路，不然就可以进去立课堂了。儿臣参见父皇，父皇真早，这么一大早就过来了。给洛儿送花灯，洛儿看到太子皇兄给的花灯了吗？喜不喜欢啊？喜欢喜欢，栩栩如生的兔子花灯，谁能不爱呢？是太子殿下过来了，太子殿下既然来了，就一同吃饺子吧。一起吃吧。去，把其他几位皇子，还有淑妃、德妃也一并叫过来，人多热闹。皇上命奴才过来，请娘娘和殿下一起去醉花宫用膳。去用膳，雪儿也一同去吧。姑姑，我还是不去了。德妃拉过她，你不去留你在这儿，一起去。你不想喝酒，直接吞了就好。哎呀，这么一看还挺和谐的啊。德妃完全可以把自己的叶子牌搬过来，直接组2桌都没问题。女主也来了，不过怎么不看三皇兄？事出反常必有妖，三皇兄不会强吻女主了吧？不应该啊，进展不可能这么快。罗尔的脑子里整天都在想些什么？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吃辣？若想要辣椒，自己在桌上加。好久不曾吃到饺子了，贤妃妹妹有心了，大家喜欢就好。皇上和几位皇子要喝酒的话，臣妾让人拿过来。雪儿，你不能饮酒便不饮。女主为什么不能喝酒啊？来，大家干一个。下意识端起旁边的酒杯，不等三皇子提醒，便一饮而尽。郡主把酒喝了，没事吗？呀，三皇兄居然如此关心女主，第一时间就发现女主喝错了东西，进展飞快啊！嗨，几人都有媳妇儿，就太子皇兄没有，太子皇兄真可怜。于景晨，你这个骗子！原来这就是女主不喝酒的原因嘛！清冷美人，耍起酒疯来还挺可爱。皇上恕罪，臣妾先带郡主回去。我不要回去。于景晨，你就是骗子！我给你去，怎么还是这么凉？不是给了你方子吗？雪儿，公主先带你回去啊！我要你送我回去。三皇兄傻站着干嘛？赶紧送人家回去啊！老三，送郡主回去吧。清远侯最看不上老三，现在看来，老三这女婿他是认也得认，不认也不行了。毕竟他女儿心悦老三，他也拦不住。难道是我忘记了？宫外齐府，五公主的院子里一片寂静。驸马在外表现得十分疼爱公主，但是在府里却隔三差五地对公主动手。可公主不仅不感谢为她打抱不平之人，还责怪他们多事。久而久之，他们也只当看不见。你们都退下马。齐宣挥退丫鬟。公主昨日家宴没说什么不该说的吧？夫君今日怎么得空过来了？你这院子我还来不得了？怎么我不来你院子，你似乎颇有微词？
若不是你肚子不争气，母亲何至于让你给我纳妾？我已经按母亲给的方子在吃药了，是我自己不争气，夫君想纳妾，我可以帮你纳。我看你这院子比较宽敞，表妹现在怀有身孕，最近大夫说孩子不太好，不如就让表妹来你这儿住吧。你放心，等她的孩子出生，就放在你这个嫡母膝下养，这样母亲应当不会再说你无所出了。当即就答应。对了，让你提的事你提了吗？昨日是家宴，皇叔又在，大家都不谈公事，我就没提。夫君放心，等年后我会找机会给父皇说的。辛苦你了，我们夫妻一体，你帮我就是在帮我们共同的家。拿着涂一下手上的伤，别留疤了。谢夫君关心，我没事。公主，夫人让您过去。你现在怀了薰儿的孩子，见礼就免了吧。母亲，您找我何事？让你过来是想让你尽快把院子腾出来给兰儿。还有我说过多少次了，见到自己婆婆要行礼，这些还用我教你啊？我知道了，见过母亲，院子我会尽快搬出来。知道为薰儿的子嗣考虑是好事儿，反正这孩子以后啊就给你养，你就当是照顾自己的孩子吧。姑母，院子还是公主住着吧，我在哪都一样。姑母，我现在的院子离您近，这样过来寻您说话也方便些，公主就不必搬了。可是你肚子里的孩子是表哥大惊小怪，真的没事。公主，今日之事并非我的意思，其实公主过得不好，完全可以告诉皇上。她是被齐母这个歹毒的人设计了，不然也不会成为齐宣的小妾，留在齐府。兰姨娘还是先管好自己吧。五公主并不领情，觉得兰姨娘是在看她的笑话。看着走远的五公主，姨娘您又何必提醒她？她不会领情的。转眼便进了万物复苏的春天。五公主特意挑了一个好天气入宫求见皇上。五皇姐这个恋爱脑又被家暴男哄好了嘛？现在进宫应该是想求暴君给家暴男一个职位吧？儿臣参见父皇。起来吧，找朕何事啊？是在齐府过得不好？谢父皇关心，儿臣过得很好。暴君眼神这么凶做什么啊？五皇姐好不容易才记全家暴男教的说辞，你这么一下把他记的说辞给吓没了可怎么办啊？儿臣来见父皇，确实有一事相求。这么直接的吗？说。暴君还敢喝茶，一会儿别给呛到了。父皇，驸马这些年待儿臣极好，可他一直没有官职在身，儿臣在外时难免受人耻笑，所以求父皇给驸马一个官职吧。想要官职就自己考呗，不知道暴君最讨厌走后门嘛。哎呀，我忘了，家暴男这些年一直考不上，现在算是一个无业游民，自己考不上就算了，还把一切怪在五皇姐身上。小皇妹怎么什么都知道？老五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朕即便给了他官职，他胜任得了吗？这些年一直考不上，他被人耻笑的还少吗？他能不知道吗？比起你生气，他更怕家暴男失望。毕竟他心里觉得自己多年无所出，家暴男还没休了他，已经是天大的恩赐了。哦，对了，家暴男还给了他伤药，让他别留疤。这五皇姐哪里能顶得住啊？心里指不定都感动疯了。他虽然打我，但他还是关心我的，不然也不会给我药，让我别留疤。啊，洛儿又开始了。你傻不傻？人家只是害怕你的伤被暴君看到，惹上麻烦，你怎么还感动上了？还有事？皇帝恨铁不成钢地看着他，真想让他也听听看洛儿的心声。没事了，儿臣告退。完了，事情没办妥，回去肯定又得挨打了。也不知道五皇姐是不是有受虐倾向，人家越打她越爱。哎，说起来，现在天气也还不算热，怎么就把五皇姐的脑子烧坏了呢？五公主战战兢兢地回到齐府。怎么样？皇上怎么说？夫君，父皇没答应，是我无能。没答应？你确实无能，不然也不会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好。要不是你克我，我也不会变成这副模样。公主又如何呢？她在心里冷笑，还不是一条只会摇尾乞怜的狗吗？她开心了便哄一下，不开心了便打。反正她虽没有公务，可在外名声好啊。其他人都知道她对五公主一片深情，定然不会相信自己敢对公主不敬的。皇上驾到！皇上驾临，臣有失远迎，望皇上恕罪。暴君怎么突然想着来齐府了？莫不是想来看看有没有适合进宫参选的女眷？看别人让选妃的折子还假装生气，其实身体啊比谁都诚实，这不888跑来了吗？
皇上一阵无言，他就是想亲眼看看齐宣是如何打五公主的，还有骑侍郎是否知情。起来吧，朕是来抢五公主的，现在带朕去公主的院子。若真的不知情，他会酌情处理的。哟，骑侍郎挺坦荡啊，亲自带暴君去看自己的好大儿是如何打五公主的，也不知道待会儿会不会把肠子悔青。门居然是虚掩着的，可惜没法看到人。屋里被拽着的五公主听到这道心声，下意识的想挣脱齐宣的桎梏。父亲，你弄疼我了。小皇妹不可能无缘无故出现在这里，一定是有人带小皇妹来的。若是被宫里的人看到这一幕，夫君肯定会被问罪，不能让夫君被问罪。你还敢叫疼？他抬起手，狠狠地甩了五公主一巴掌。你居然敢反驳我！虽然你是公主，可我是你的父，是不是因为我没有官职，所以你看不起我？皇上脸色难看，骑侍郎偷瞄了他一眼，被吓得额头冒冷汗。骑侍郎傻眼了吧？自己在外养外室和私生子，儿子也不示弱，在后院打公主。哼，齐家一家还真奇葩。骑侍郎在外养外室，齐母陷害自己侄女，给儿子做小妾。齐宣家暴五皇姐，也就剩蓝姨娘一个聪明人了。屋里的巴掌声还在继续，骑侍郎听的是心惊肉跳，没想到这逆子居然敢做出如此大逆不道的事儿。我没有，不长眼的玩意儿，我让你们进来了吗？父皇还想用皇上来威胁我？大胆，竟敢骂皇上！是皇上？嗨，暴君看到有什么用啊？五皇姐绝对会为他开脱。父皇，驸马他是在和儿臣做游戏。皇上，五公主说的句句属实，我们确实是在做游戏。做游戏？你们俩玩的还挺花呀！都到这个份上了，居然还为家暴男开脱。既然如此，尊重与祝福吧。来人，齐宣殴打公主，辱骂朕，直接押入天牢。等事情查清楚后，再做出相应的惩罚。父皇，您不能带走驸马，他没有打儿臣。哼，你是当朕瞎了不成？带走。皇上，雪儿她怎么会打公主呢？你一定是弄错了，他们两人感情深厚，是人尽皆知的。你儿子打没打公主，你不是最清楚吗？你都敢搓磨，你儿子把五皇姐 PUA 的已经没了脑子，自然更加有恃无恐。是啊，父皇。皇上，您看，公主都自己说了，她兢兢业业几年，好不容易才当上了户部侍郎，结果都被这逆子给毁了。齐侍郎一心在思考自己的前途，哪有时间管这个废了的大号啊？你快别急眼了，都抽抽了。不过齐侍郎和齐母还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，因为算命先生的一句话，直接信了私生子长大后可以考取功名6万。要想听这些好听的话，可以找我呀，我能说到你破产。忘记了，我现在还不会说话呢。父皇，不是吧，不是吧？你是要说自己怀孕了？有点聪明，但不多。这把脉就能知道真假？我的妈呀！齐宣碰你的次数屈指可数，你怎么怀孕啊？学蓝姨娘一样给家暴男戴绿帽吗？可你的身子已经被齐母霍霍坏了，怎么可能会有孩子啊？父皇，儿臣已经怀了驸马的孩子，您不能让孩子失去父亲啊！我去，你还真这么说了？你到底图家暴男啥呀？图他无业游民会装13，还是图他让你帮人养孩子？嘿嘿，我他还怪好的嘞，担心你承受生孩子的痛，所以决定把蓝姨娘的孩子给你养。多么体贴的男人啊！别傻了，人家只是单纯的想把庶子变成嫡子而已。这齐府还真是有意思，比听说书还精彩呢。齐侍郎，去找个大夫来。很快，一个大夫跟着齐侍郎匆匆而来，给公主看看她身体如何。公主，请回皇上，五公主身体但说无妨。五公主身子因为长期使用避子汤，以后恐难有身孕。你说的可是真的？她明明只喝了齐母给的补药，说是能让她尽快怀孕，齐母还说是自己特意替她求来的，所以即便再难喝，她也逼着自己喝下去了。千真万确。你看看是不是这个？这就是避子汤，公主可莫要再服用。冤枉啊！可能是下人们把药给换了。这时蓝姨娘走了进来，身后还跟着一个穿着道袍的人呀，就是这人说五皇姐克家暴男的。蓝姨娘这是来助攻了吗？民女参见皇上，民女今日过来是想揭露齐府对五公主所做的一切。兰儿，你在胡说什么呀？我们齐府待你不薄。
为此人家不说，还棒打鸳鸯，居然好意思说待人家不薄，这是肚脐眼放屁，咋想的呀？表妹，你别信口开河。闭嘴！皇上让你们开口了吗？你来说。你不仅给五公主端婆婆架子，还让她每日给你请安。为了打压公主，明知我有心悦之人，你还设计齐宣玷污我的身子，让我做她的妾，目的就是为了膈应五公主。对了，为了更好的让公主听话，齐夫人特意找了一个道士，让他说齐宣考不上是因为公主克他。原来都是骗局，补药是，算命也是。之前他一直以为是自己身子有问题，所以才一直没有身孕。再加上算命这人说的话，起初他不觉得是怪自己，他不是不委屈，只是觉得是因为自己让他一直考不上功名，又一直没有孩子，才使得他变成如今这模样。齐宣，他说的属实吗？哎呀，皇上饶命啊！小人也不想骗公主，可是齐夫人给的太多了，小人以为只是说一句话的事儿。别说，这个假神棍还挺实诚，和被齐夫人家暴的骑士郎是一样一样的。皇上心里错愕，齐家还真是精彩不断呢。说起来，骑士郎这个外室对他也是真爱了，他的俸禄大多都给了齐母，外室居然还愿意跟着他。齐宣，公主问你话呢。表妹，我不怪你，你一定要带着我们的孩子好好活下去。这时候了，还上演深情戏码。家暴男和骑士郎真不愧是父子，两人都喜欢温柔一挂的女子。嗨，希望我皇姐别再被家暴男 PUA， 赶紧清醒过来吧。署里家暴男做的事情败露，我皇姐为了保住他，竟然以死相逼，结果玩脱了，自己真把自己杀了。孩子，谁说这孩子是你的了？你不是我的是谁的？还能是谁的？肯定是其他野男人的。公主，蓝姨娘她向来会惺惺作态，你别被她骗了，她连我和薰儿都敢欺骗，更别说是你了。闭嘴！狠狠地甩了他几个响亮的巴掌。这是你应得的。说完，又狠狠补上一脚才罢休。哇，五皇姐小宇宙爆发了呀！这就对了嘛，吃啥苦不好，非得吃爱情的苦。还好五皇姐醒悟得快，不然暴君啊，肯定要上他板子了。父皇，之前是儿臣蠢，为了这种人忤逆父皇，求父皇责罚。来人，把两人押入大理寺，择日处斩。处斩？哎呦，老爷，你救救我呀！家暴人家时，你可不是这样的，现在还想求人家。皇上，这毒妇能做出这样的事不足为奇，他连臣都打，您赶紧让人把他们斩了。至于儿子，也已经被养废，他也懒得再管。之前这毒妇打他的时候，儿子明明亲眼目睹，结果他说要休了这毒妇，儿子不帮他就罢了，还说是他动手打了毒妇。爹，表妹的孩子不是他的，父亲和公主都不帮他，母亲也被连累。别叫我，还不带走？暴君是不是把那假神棍忘了？对方吃着瓜都快打盹了。来人，把这欺人的假神棍拖出去，打20大板，省得他以后再出来祸害其他人。皇上，小人是第一次假扮道士，以后再也不敢了。您要打便打吧。若你说的属实，齐宣就算强抢民女，真会让人查清，还你自由。你起来吧，齐府不是你该待的地方，即刻搬回公主府住。父皇，儿臣还有一些事未处理，等处理好便回公主府。谢谢你帮我看清齐宣，之前是我太不理智，误会了你的好意。公主不必道谢，我知道公主的不容易和隐忍，您只是被她蒙骗了。公主回去涂些药吧，也有皇上撑腰，以后有什么直接告诉皇上。你放心，父皇一定会还你自由的。乐清王那边就收到了消息，好机会啊！你之前查过骑士郎，现在看来也不算是无用功。可这骑士郎在差事上没出过什么过错呀。皇兄想斩了骑士郎的儿子，这就是我们的机会。王爷，不如还是由属下去办吧。不用，你去联系户部尚书，让他来见本王。结果你是谁？再过来，我叫人了。骑士郎别害怕，我来找骑士郎是有笔交易要谈。我不认识你，为什么要和你做交易？要做交易去找商人。骑士郎还真是有意思，
你儿子不是被关入了大理寺，等着被处斩，你就一点都不着急吗？他巴不得那逆子和毒妇赶紧死，着什么急呀？难道是我赌错了？骑士郎就这么一个独苗，居然能眼睁睁看着儿子死去，这才半天时间，这人就知道了齐府的事，难不成是皇上派人来试探我了？怪不得能够轻易潜入我的府邸。你的意思是有办法救我儿子？没错，我自然有办法救出你儿子，不过你也得拿出诚意。拿出诚意？没错，想救出你儿子，自然得付出代价。代价很简单，就是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很简单，只要骑士郎答应我，以后我需要你时，你必须为我做一件事。你放心，不会让你做杀人放火之事。我想考虑考虑。好，我等骑士郎的好消息。皇上，骑士郎求见。臣参见皇上。找朕何事啊？骑士郎这个大聪明，错把乐亲王当成了暴君派去试探他的人，自己吓自己可还行？回皇上，犬子的事是臣管教无妨，虽说臣和此事无关，可也有一定责任，求皇上罢免臣户部侍郎一职。你当真如此想吗？来人，把骑士郎先关入天牢，等待提审。骑士郎吃牢饭还这么开心，不过也是，牢里比他府上安全呢。哎呀，真期待他的审讯名场面。曹公公，你知道皇上会如何处置我？哎呀，皇上的心思，奴才自然不敢揣测。不过皇上不是让您在府里吗？皇上没有派人去试探我。皇上为何要试探您？那去他府上的人是谁啊？哎呦，还好现在他被关进了天牢，那人应当不会冒险来大理寺找他的。小命又保住了。哎，骑士郎，这天儿也不冷，您打什么战呢？没事，我们快些去牢里吧。你这个杀千刀的，你以为我们出了事儿，你就可以好过吗？我们是一家人，我们不好过，你也别想好过。你才是杀千刀的，泼辣毒妇！我进来又怎样？你们就等着上路吧。我怎么样？是不是又想打我？你打得着吗，毒妇？爹，你们能不能别吵了？闭嘴，小畜生！别叫我爹，我没你这么不孝的儿子。禀王爷，骑士郎进宫求见皇上，现在已经被关押到大理寺去了。王爷，您的手。户部尚书过来了吗？王爷。沈怀拱手行了一礼。沈大人还真是难请，本王若不派人去请你，你是不是就不会来见本王？哎呀，王爷说的哪里话呀？下官能有今日，王爷帮了不少的忙，不来见王爷，只是担心引人怀疑啊。最好是这样，不然本王有的是办法让你一无所有啊！是，不知道王爷找下官来有何吩咐啊？本王让你来是想问问你们户部的骑士郎。骑士郎啊，所以是这人把王爷给气到了。此人确实是很会气人的啊！回王爷，如今被关押在大理寺等候提审呢。骑士郎既然是你户部的人，你想办法把他保下来。王爷，下官没有此等本事啊！下官之所以没能为你效力，就是有骑士郎这个绊脚石啊！既然如此，便不能再管。此人若是能够平安出大理寺，直接解决了他，再想办法安插用得上的人去接替他的位置啊！下官明白。对了，你把皇上要处斩齐宣和齐母的事宣扬出去，你有没有觉得沈怀有些眼熟？你刚才见过人家，能不眼熟吗？属下并未觉得。皇上驾到！这不，第二日早朝便一个个出来启奏。这些个大臣还真是说起正事就装死，指责暴君第一名。不过这都还没决定什么时候出战家暴男和他的家暴母亲，怎么就人尽皆知了？肯定是乐亲王这个大路勺让人宣扬出去的。毕竟他不能明着来，只能悄悄诰引人。皇上，齐宣和五公主伉俪情深，若突然处死了他，怕百姓会觉得皇上您在执行暴政，滥杀无辜啊！哎呀，是呀，齐宣对五公主如何，大家都知道。真斩了齐宣和他母亲，只怕要被天下人议论，说皇室仗势欺人呐。沈怀，你这个户部尚书
当得不够称职啊！齐宣殴打公主，你不知道朕不怪你，可骑士郎作为你的下属，他被夫人殴打，你不会不知道吧？暴君太坏了，人家骑士郎就是怕被别人知道，觉得丢人才一直忍着，结果你转头直接告诉文武百官，这让人家以后如何面对这些人嘛？大家都开始窃窃私语起来。肃静！皇上，李丞相上前一步，齐宣殴打公主，这就是在打皇室的脸。皇上英明，这种以下犯上之人，罪不可赦。朕下朝后会命人提审骑士郎。至于齐宣一事，朕心意已决，被打的是朕的女儿，你们当然站着说话不腰疼。若是朕再听到你们谁反对，就把他的女儿拖出来也打一顿。把沈怀的女儿拖出来打一顿，我是极为赞成的。这样沈怀就没有心情出来乱废了。皇上，那选妃一事哟，这是打算把自己的女儿送进宫啊？算盘打得真好。不过暴君也真是笨，这些大臣喜欢给你找事做，你也给他们找事做呗，大家互相伤害，这样就没有人有时间烦你，还能筛选掉一些酒囊饭袋。你们还真是闲饭吃多了呀！朕不选妃，让朕选妃。朕若选妃宠幸他们，是不是又得说朕贪图女色，荒废朝政啊？越亲王的狗撞枪口上喽！怎么不说了？你让朕选妃，无非就是你有适合的女儿，你怎么不让朕立后呢？他们又不傻，你若立后，必定会从淑妃和德妃中选。娘亲的话，只有我一个女儿，他们不担心。立后对他们来说没有好处，所以自然不会提了。等会儿下早朝，你挑个女子送去给沈大人。暴君真会玩，以牙还牙，用得溜啊！皇上直接抱着于一洛离开。退朝！沈大人艳福不浅的，皇上亲自送美人，摆驾大理寺。臣参见皇上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杨文看上去中气十足，看来杨欣应当是接受了未婚夫和别人结婚了的事实。你现在立刻提审骑士郎呀！要提审骑士郎了，期待期待！皇上，人来了。吉安，你儿子和夫人对五公主所做的一切，你可知情？不知情。人家勤劳的打工人，忙着加班，下班还得陪外事，怎么可能知情啊？和齐母就只差那一纸休书了。同住一个屋檐下，怎可能不知情？我是住书房，不管后院之事，后院都是那打我的女人在管。你休沐或者散职后都做了什么？这也要问？开始了，开始了。说，一五一十的说清楚。那我说了，大人您不许对我用刑。不会，你说吧。我每日散职后会去找我的小儿子和夫人陪孩子玩，休沐时也不在府里。夫人和小儿子吗？啊，他的夫人和儿子不是都在牢里吗？怪不得都说骑士郎一根筋，还好有这么一根筋在，才没让户部变成越亲王捞油水的小金库。皇上和大人别误会，当初我本来是要打算休掉我那女人，她也同意了，拿着休书去了娘家。结果不知怎么回事，过了段时间她又回来了，还伙同牢里的这个儿子给我泼脏水。皇上和大人一定要相信我，我说的句句属实。户部他们的账本经常出错，我会在散之后留下来给他们改正，然后又要去陪夫人和教儿子，根本就没时间管后院。人家是故意弄错好捞油水，结果你全给改正了，还觉得是别人算账不行，你别太老实了。杨文，既然齐安和此事无关，把他放了，去审问另外2人。等审问结束，把2人签字画押的供词贴出来，公之于众。皇上，杨大人，你这是何意？难道被放出去还不高兴吗？肯定不高兴啊！出去等着他的只有阎王爷。不过骑士郎如此一根筋，说话还容易得罪人，好奇他是怎么活到现在的。皇上，杨大人，就先让我住在天牢里吧。实不相瞒，之前有人去找我说能帮我，可是被我糊弄了过去。现在若我出了天牢，怕是只有死路一条。另一边，沈怀下朝后回到府里就开始提心吊胆。哎呀，到底该怎么和夫人解释啊？这爹爹母亲，你们吃饭居然不叫我。沈玉身穿一件素色衣裙走了进来。
哦，是玉儿来了呀。爹爹和娘亲是怕女儿打扰你们吗？吃了饭也要把女儿撇开。你呀你，别仗着你爹宠你就可以打去娘，又不是小孩子了。哎呀，玉儿确实是大姑娘了。爹爹和娘亲是想赶紧把女儿嫁出去，不想看到女儿吗？老爷夫人，宫里来人了。来人，你这么急匆匆的做什么？出去请进来就是了。宫里的人不会是给爹爹赏赐吧？我们快出去看看。沈大人对皇上的赏赐竟如此怠慢。下官不敢。既然如此，以后青蓉就是你府里的人了。娘，这人就是狐妹子，你为什么不让我说？老爷，您还没给妾身安排住处。哎呦，你别哭了。其实我本来打算等你吃完饭告诉你的，结果他们先到了。哼，皇上赏赐拒绝不了，那爹爹为什么现在才来看母亲？是不是被那狐妹子绊住了？爹爹都为正眼瞧他。老爷是拒绝不了，还是不想拒绝？我现在人老珠黄了，所以嫌弃我了。哎呦，我没有嫌弃你呀，我之前答应会让你做我的夫人，会好好照顾你和玉儿，我并没有食言呐。皇上，奴才已经把青蓉带去了神府。青蓉不是暴君的神秘暗卫吗？怎么还搞副业的？有青蓉在神府，神府一定很精彩。那对小三母女的好日子大概要到头了。小三母女，沈怀的夫人不是续弦吗？洛儿怎么叫小三呢？沈家人的反应如何呀？沈大人脸色不太好，他的女儿一副想打奴才的样子，他的夫人也隐忍不发。人家那是后槽牙差点被咬碎了，这下暴君开心了吧？成功把几个人都膈应得透透的，就等着看杜林和青蓉谁更技高一筹了。这时莫老求见。莫老求见朕，所谓何事？能有什么事儿啊？肯定是为了四皇兄来的呗。四皇兄想逃离皇宫，就只能去学机关术了。臣是为四皇子来，请皇上准许四皇子跟臣学机关术。皇上不待考虑，直接应了下来。老四这块朽木不雕也罢。练字，三皇兄，你就让我少练一点吧，反正我就快出宫了。手撒开，不然等会儿吐你身上怨不得人。三皇兄，你为什么想吐？需要我叫太医吗？哈哈，他是被你给恶心到了。你怎么来了？本宫来找三弟，表妹进宫了。哎，不是，三弟，你现在都这么积极了吗？天气不错，带洛儿出宫逛逛。我也要去。三皇兄，要不我带洛儿出去，你去陪郡主。你觉得父皇会让你带洛儿出去吗？就你这个不靠谱的样子。我不靠谱？你也觉得我不靠谱？显而易见，还用问吗？我过年还给洛儿封了红封。算了，很快就能出宫了，又不差这1-2天的。感觉挺久没见几位皇兄了，也不知道上次女主醉酒后有没有见过三皇兄。父皇，近日天气不错，儿臣想带洛儿出去玩玩。太感动了，三皇兄还是惦记着我的。哎，不对，二皇兄怎么还在这儿啊？据我所知，今日月亲王会看到嫣然真容，然后想要强抢豪夺。还有四皇兄，你怎么还处在这儿呢？再不赶紧去哄秦倩倩，估计他要搞大动作了。行，别让洛儿受伤啊。父皇放心，儿臣就是自己受伤，也不会让洛儿受伤。你现在赶紧收拾你的东西，滚回墨家去。哦，对了，老三你既然要出宫，不如等君主一起，正好一起出宫。出宫还得是暴君。办酒席时，你和二皇兄坐在主桌，不，你坐二皇兄头上。哎呀，暴君你快别说了，再说下去，三皇兄的媳妇儿有了着落，又打水漂了。三皇兄，好像有人唤你。便看到林太医气喘吁吁地朝他们这边追来。见过2位殿下。林太医，后面有东西追你。臣在路上捡到一张方子，问了工人，说方才是2位殿下路过，所以臣特意追上来问问，是否是2位殿下遗失的。不是本宫的，本宫又没病。哟，现在没病了？上次是谁没病，非说自己有病？这事儿洛儿怎么知道？肯定是阿峰这个大嘴巴告诉了父皇，被洛儿偷听了。这方子是本宫的，女主给的方子还贴身带着，三皇兄心动嘛？看来下次得多让女主喝些酒，这样说不定就会告诉三皇兄他为三皇兄做的一切，那三皇兄还不得一整个爱住？
原来是三殿下的。林太医一脸好奇，不知这方子是谁开的？这方子有什么问题吗？怎么可能有问题啊？你是不信人家女主的能力吗？人家只是知道你怕苦，所以换了几味药才罢了。殿下误会了，这方子开得极好，臣只是好奇是哪位医术高明的人开的，想讨教一番。呀，说曹操到，女主这不就来了吗？郡主，我们正巧要出宫，父皇让你一起，顺道送你出宫呢。见过三皇子四皇子，果然呐，美女的脖颈也是天鹅颈，不敢想象以后两人孩子的颜值会有多高。郡主不必多礼，林太医不是想知道药方是谁开的吗？就是郡主。三皇兄还挺懂的嘛，知道女主会尴尬，所以特意转移话题。要是四皇兄能学到个一招半式，也不至于现在还没和秦芊芊在一起。四皇兄虽然有心眼儿，但浑身上下800个心眼子，没有一个是实心的。再瞧瞧三皇兄，暗搓搓的把药方揣起来，不去抓药，是等着女主来关心你吗？三皇兄真是高啊，一面缓解女主的尴尬，一面又对林太医需要自己的媳妇儿。郡主，你收我为徒吧。林太医真是为了学更多东西，脸都不要了啊！瞧把人家女主都弄懵了啊！林太医，快请起。以后你若是有想问的问题，直接记录下来，等我进宫时找人交给我就好。谢郡主。劳烦殿下久等了，我们现在出宫吧。郡主不必客气。就是嘛，反正以后都是睡一个被窝的人，有啥客气的？再说了，丈夫等妻子天经地义。真不知道罗尔在哪儿学来的虎狼之词啊！哎妈，三皇兄走路不好好走，装帅让女主服，制造身体接触是吧？想法是很好，下次别用了。不知道我还是个宝宝吗？这么小就成了你们 play 里的一环，你的良心不会痛吗？三皇兄，你要抱不了就把洛儿给我抱。不用。马车停在侯府。薛姐姐，你猜我今日看到谁了？四皇子。不是。哎呀，薛姐姐就知道打趣我。我是看到杨欣了。你是不是觉得是你认识的那个杨欣？其实只是长得像，名字像，可性格截然不同。真的杨欣回来了，是不是代表我的小命彻底安全了？对了，秦芊芊飘了摇马车。薛姐姐从宫里回来，三皇子和四皇子还有小公主在马车里。小公主就是外面流传是仙童转世的小公主。之前是像小仙童，现在直接成了仙童转世，谣言果然越传越离谱。怎么不传我出身天降祥瑞，或者我救过暴君的命呢？秦芊芊，你又听别人瞎说些什么？关你什么事啊？好可爱的小宝宝啊！可惜有四皇子这么一个皇兄。什么叫可惜？难道我不够好？你别这么笑，省得把洛儿吓哭了。两个口是心非的人，真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。芊芊，殿下他们估计还有事，先让他们走吧。可是我好想抱抱小宝宝啊！下次有机会抱。另一边，二皇子赶到风月楼。你拉本王来这里做什么？哎，看到皇叔打声招呼，父皇不让我来这儿，皇叔可以装作看不到我吗？放心，皇叔可不是多嘴之人。公子来了，怎么，公子有心事？以后你把面纱戴好，不许让任何人看到你的真容。好。怎么了？嫣然，醒醒！你别担心，应该是没什么事。你也很担心吧？能不担心吗？嫣然是我捡来的，她聪明有才情，我把她当女儿一般，所以我希望你是真心待她的。自然。这姑娘身子无碍，过会儿就能醒来。嫣然，你怎么样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呀？我没事，应该是未休息好才会这样。你帮我看着嫣然，我再找个大夫看看，不然总觉得不安。不料半路却遇到了四皇子几人。二皇兄，你去哪儿啊？这么着急是要找我们吗？这么着急？莫不是嫣然出事了？不是吧？岳亲王到底做了什么，让二皇兄这个骚包脸色如此难看？嫣然晕倒了，我让表妹去给她看看。嫣然晕倒？难道是毒发了？确实得女主才能诊出这个毒，等把这毒解了，二皇兄说不定就能和嫣然在一起了。你们先去风月楼，我去找表妹再跟你们会合。你让我们带洛儿去那种地方，是嫌我们活太长吗？哎呀，别啊，我还挺想见见嫣然的。
三皇兄、四皇兄的官配见到了，二皇兄可不也得见见嘛？能让二皇兄见色起意的人，呸，是一见钟情的人，还真挺期待的啊。你不说我不说，谁会知道呀？哦，不是，二皇兄什么意思啊？说我大嘴巴？行了，先进去看看是什么情况。难怪二皇兄和乐亲王会见色起意，换我也会。不过嫣然还真是一点也不像他的渣渣父亲。几位都是公子的朋友，嫣然这厢有礼了。嫣然姑娘不必多礼，二哥去请大夫，想必很快就会回来。哎，不是，二皇兄，你牵着人家女主的衣袖干嘛？小心三皇兄和嫣然的醋坛子打翻。哎，不对，已经打翻了。这是我表妹，她医术好，让她帮嫣然看看，我也放心。这是我表妹夫。三皇子一阵无言，那就劳烦姑娘了。二人郎才女貌，都是神仙一般的人物，不知道我何时才能这般和公子光明正大在一起。两个大美人在一起就是养眼。二皇兄终于有嘴啦，四皇兄好好学学，别一见面就和秦芊芊掐得跟个乌眼鸡似的。姑娘这是中毒了。中毒？表妹，嫣然中的是什么毒呀？罗儿只是说嫣然是毒发，可毒到底是谁下的？难道是乐亲王？不对，他都没有见到过嫣然。姑娘确定没弄错？我平时身体很好，说是中毒，为什么身体没感觉呢？嫣然姑娘还记不记得自己之前的事？我对之前的事完全没记忆，是老鸨把我捡来的。那就对了，嫣然姑娘中的是一种能让人失去记忆的毒药，这药得持续服用1个月才会见效，所以应当是你亲近之人下的。女主真是一说就中，可不就是渣爹和后妈下的吗？这么说，是嫣然的家人。没错，这毒不仅能让人失去记忆，在第3次毒发时便会直接毒发身亡。下毒之人用心险恶，是想要了姑娘的命。姑娘现在已经毒发2次，再毒发1次就香消玉殒了。表妹，此毒你既然能够诊断出来，是不是有解毒之法？有是有，可解此毒最重要的一味药要冬日才会开花，所以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吗？只能看下毒之人有没有解药了。必须有，二皇兄急成这样，放心吧，嫣然是不会死的，你还会有意外收获。嫣然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有事的。你等我找回解药。可我什么都帮不上你。没关系的，你好好保重身体就是最好的帮助。哎呦，二皇兄还有这么肉麻的时候，就是担心纯爱留不住，所以重走骚包路嘛。啊，我记得捡到嫣然时，她身上的衣裙布料不像普通人家的，应当是非富即贵。这位公子，您找谁？我找沈大人，不知大人在何处，所以冒犯了2位姑娘，2位姑娘莫怪。这么好看的画，2位姑娘为何要把它烧了？这是大小姐，可惜不知为何不见了。夫人怕老爷伤心，所以命人把画像都烧了。不见了。去到沈怀的书房。哎呀，王爷恕罪啊！下官不知为何那齐安迟迟不出大理寺。不知大理寺卿不是你岳父吗？你问问不就知道了。哎呀，王爷有所不知，听闻主理此事的是新上任的大理寺少卿，并不是下官的岳父。再说了，下官的岳父在妻子死后就不怎么待见神父，再加上大女儿如今下落不明，若不是有我后娶的夫人在，只怕杜甫都不认下官这个女婿了。沈大人想要本王恕罪也简单，不如把你女儿送给本王做妾。这玉儿蒲柳之姿，入不得王爷的眼。王爷若是喜欢，下官自会为您去寻呐。哼，你的小女儿自然是没办法入本王的法眼，这不是还有大女儿吗？不然本王很是怀疑你是否诚心想帮本王。王爷，下官也不知道大女儿去哪儿了。不知道。乐亲王站起身，是沈大人不曾用心吧？本王等着沈大人把女儿送到本王府上，不然……娘，你说那贱人的女儿现在死了没？你明明那么讨厌她，爹爹也不喜欢她，为什么还要担心爹爹看到她的画像会伤心啊？娘不是教过你喜形不于色，你爹爹可以讨厌他，但我们不能说出来，知道了吗？我知道了，那贱人的女儿死后就不会再占着大小姐的位置了。老爷怎么得空过来了？我还以为你被那狐妹子勾了去呢。我可没去，狐妹子哪有你这个贤妻好啊？咱们的玉儿真是越来越懂事了呀。女儿一直很懂事，娘害怕爹爹伤心，所以把大姐姐的画像都烧了。女儿也要像娘一样为爹爹着想。
这些年辛苦你了，若不是你，杜家只怕都不认我了。老爷只要知道我为你做的一切，便是值得。贱人，这是夫人的花园，岂是你能来的？我只是想看看，若是不可以，我离开便是。呸！狐妹子就是狐妹子，弄得跟我欺负你似的。住手！老爷，妾身是皇上给老爷的人，来神府也是身不由己。老爷和夫人若是不想见到妾身，妾身这就回自己的院子。以后莫要对容姨娘不敬，否则我不管你是不是夫人的丫鬟。多谢老爷为妾身做主，以后妾就乖乖待在院子里。姨娘，你怎么能说以后不出去了呢？这样还怎么得宠啊？夫人，奴婢才说了那贱人几句，他就哭了。好像奴婢欺负了他一般，小小年纪也想和我斗，真是异想天开。行了，那贱人就是在挑衅夫人，夫人一定不能让他得逞。娘，这口气你能忍，我可不能忍。他一个贱妾，凭什么骑到你头上来？我要去找爹爹。玉儿，你胡闹些什么呀？我胡闹？爹爹和那狐妹子在花园幽会，还帮他说话，到底是谁胡闹？沈玉，我再说一遍，你是个姑娘家，说话注意点，别张口就是污言秽语。你娘是怎么教你的呀？你居然为了那狐妹子指责我和我娘！我这是为了你好，你一个姑娘家，以后总要嫁出去的，到时候可不是谁都能宠着你的。那我就不嫁！以前你都说不让我嫁出去的，现在这贱人才介父，你就觉得我和我娘碍眼了是不是？这贱人真是好算计啊，变着法子挑拨我和老爷的关系。沈玉，是我和你娘太纵容你了。老爷，玉儿是不该说这些话，可老爷，你确实是训了我院子里的人，现在还对玉儿下如此狠手。我训一个下人还训不得吗？那青蓉是皇上送来的，和其他人能一样吗？哎呀，明明之前杜陵挺通情达理的人，现在怎么也这般呢？有什么不一样的？还不是你舍不得，你就是嫌弃娘老了。既然你们都如此说，那我就都如你们所愿，去他的院子。姨娘，您这梳妆也没什么用啊，老爷又不会过来啊。姨娘笑起来可真美，平日里多笑笑就好了。这就来了吗？好戏开始了吗？老爷怎么来了？这是怎么了呀？娘亲留给妾身的手帕丢了，让老爷见笑了。可是这个，就是这个，是老爷捡到的吗？谢过老爷。不用谢，要不就趁这个机会碰他，到时候杜陵也不敢说什么。老爷快些回去吧，不然夫人那边不好交代。妾身知道老爷不是主动过来的，老爷是在生夫人和小姐的气吧？若不是我，也不会这样。你不生气？不会，妾身只是一个低贱的奴婢，到了神府就是神府的人，比起在皇宫，这些都不算什么。我知道老爷对我有所忌惮，老爷又没做什么对皇上不利的事，又有何惧？这可是第一次由衷的感谢齐安，让他没有做出危害户部的事儿。这样的话，自己是不是可以先中立啊？御书房里，皇上，大理寺卿杜大人求见。臣参见皇上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起来吧。人家小公主好不容易才睡着，结果被杜大人这么一嗓子给喊醒了。之前哟，是这个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的傻老头啊！平日里处理案子挺精明的一个人，居然会被杜陵这个白眼狼骗。于一洛打了打哈欠，果然不能动脑太多啊，困死了。风月楼还真不是这么好去的，也不知道二皇兄他们查没查到嫣然的身份。风月楼，傻老头又是来找暴君请假的吧？外孙女就在眼前，却找不到，被杜陵甩得团团转。皇上，臣想再告假2日。告假做甚呢？不是才告了几日吗？当然是寻人啦，寻你的二儿媳。行了，去忙吧。暴君叫二皇兄过来做什么啊？难道是知道二皇兄去了风月楼，人家媳妇儿在那儿，去不是很正常吗？明明自己年轻时也去，现在心有余而力不足，所以才没去，结果也不许别人去，过分。你过来给朕打扇子。还没到夏天就这么热啊，莫不是上火了？儿臣见过父皇。你们都退下吧。你今日去哪儿了？去哪儿了？儿臣去了风月楼。哎呦，我的傻皇兄，你怎么就招了呢？暴君又不知道。你带洛儿去了？是，
儿臣一时糊涂，任凭父皇责罚。要不还是责罚四皇兄吧，四皇兄扛揍，二皇兄还得帮嫣然去神府找解药呢，打伤了岂不是没办法行动了？哎，不行，四皇兄过年给了我红封，他好像也挺无辜的。三皇兄，也不行，三皇兄是好心带我出去。皇上一阵无奈，他就是想听一听神府有意思的事儿，洛儿怎么就不说呢？来人，把二皇子拉出去打5大板。二皇兄，你怎么也被打了？三皇兄，你快来看看，二皇又被父皇打了。早知道就说是老四带洛儿去的。二皇兄这是怎么了？也不知道是被谁告诉了父皇，我们去了风月楼，还带了洛儿去，结果就被打了。你这是被打了多少板呀？5板。哎呀，才5板，看你这样子还以为你被打了20大板呢，一点也不抗揍。确实没有4弟抗揍。哎，你俩还敢取笑本宫？要不是本宫把此事揽下来，你以为你们能免得去吗？明明你让我们去的，怎么还倒打一耙？学聪明了。嫣然姑娘的事情怎么办？能怎么办？我看你还是去趴着养2天伤再说。还好我有经验，反正你也坐不住。与此同时，乐亲王这边越想越不对劲儿。备马车去风月楼，就让我亲自去帮二皇子揭开身份吧。看看嫣然知道二皇子身份的时候，应当很有趣吧。嫣然姑娘何必急着关门？本王只是无意走错了门。既然走错了，倒是王爷误会了。既然如此，倒是本王多虑了。只要嫣然姑娘想出这风月楼，随时可以找本王。嫣然笑着谢过，故意把桌子上的杯子摔到了地上，还以为这女人真不在意呢，没想到是在她面前演罢了。那就等着嫣然自己对她投怀送抱好。方才有人来了，乐亲王，此人绝不像外面说的一样，他来见你，说不定是别有所图，你自己当心些。妈妈放心，我知道此人不安好心。不过我们现在最要紧的是先查出我的身份。哎，我正要说这事儿呢。妈妈有线索了，我听闻大理寺卿正在暗中寻外孙女，所以我会想办法混入沈家的。这上面是沈家的人基本信息，你自己小心些。俩人提到的杜大人刚从宫里回到杜府没多久，就听下人说杜陵来了。哎呀，快让人进来！怎么没有看到娘和哥哥？我儿子帮忙寻找舒颜，你娘和你嫂子为了舒颜祈福去了。爹也别太伤心，我这边也让人帮着找的，玉儿也没少出力，这不担心她姐姐都吃不好。外祖父，我也在帮着找姐姐的，您别太忧心。哎呀，辛苦你们了。你们今日过来所为何事？舒颜是姐姐的女儿，自然也是我的女儿，不辛苦，只是有话直说。只是舒颜都失踪了1年了，老爷想让玉儿当神府的大小姐，我过来问问爹您的意思。倒还真是迫不及待。那外祖父您的意思？你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。送客。对了，你顺便去五公主府，告诉五公主可以放蓝姨娘自由。二皇子那边怎么样了呀？就打了5大板，也没说不许手软，今日应该没事了吧？你当是四皇兄的，这么快就能蹦跶了？乐亲王这个伪君子，最喜欢的就是挑拨离间。二皇兄的媳妇儿要是跑了，你得负1半责任。皇上一阵无言。二皇子看着不太好，走起路来有些不美观。不美观？乔公公，你别憋出内伤了啊！去看看。行了，你别走了，赶紧坐下，不然本宫会以为是只粉色的鸭子跑出来了。母妃，你别笑了。皇上为什么打你？说呀，朕为何打你？走，给你母妃说说，朕为何打你？儿臣去了风月楼。皇上，去风月楼也没什么不妥呀。听说那里面的姑娘都十分好看呢，他其实也想去看看。你等他说完。儿臣带了洛儿去。你还带洛儿去？洛儿才多大呀？亏你还是个做兄长的。本宫看皇上这是打轻了。母妃可别坏我好事啊。德妃嘴上训斥二皇兄，心里肯定是在想什么时候有机会也去逛逛。确实是打少了，还不如老四5板子就这样没用。
蓝姨娘见他笑着上前迎接。公主殿下怎么来了？齐宣母子已经认罪，父皇让本宫来还你自由，以后你就是你，不是姨娘，也不属于齐府的人，你可以过你想过的生活。谢皇上，谢公主殿下。公主殿下，气色看上去好了不少，以后也请您珍重。好，你也珍重。示意丫鬟拿出一叠银票递给蓝姨娘，收下吧，说不定会有用得到的地方。马车驶入街道，车夫突然停了下来。怎么了？哎呦，想不到啊，齐宣竟然是这么一个伪君子！哎呦，我之前还为他说话呢，真是畜生啊！我还有他母亲也是，竟然搓磨公主，这种人就该拉出来游街示众。果然还是得皇上。刚听说要处斩齐宣时，我还觉得他被冤枉了，现在看来他是死不足惜。皇上没灭他九族都是仁慈了。走吧，去大理寺。公主，您放心，本宫只是去看看。五公主，就是这儿了。有劳了，公主，我就知道你会来看我的。看来你过得不怎么样啊。这牢里确实不是人待的地方，公主，你快救我跟母亲出去。公主，之前是我们对不住你，只要你答应救我们出去，以后啊，我一定让薰儿好好对你。谁说本宫是来救你们出去的？本宫只是来告诉你们，明日你们就该上路了。都说一日夫妻百日恩，你竟然眼睁睁看着我和薰儿去死，这恶毒啊！隔壁的齐安叼着根草凑了过来。你们不恶毒，不恶毒会被关到这儿来，还指望人家公主救你？哼，脸皮真厚。恶毒？对你们这种人确实该恶毒一些。既然你都这般说了，本宫就去父皇那儿求上一求，让人把你们拉出去游街一番吧。游街？公主，你行行好，别这样对我们，这是你们应得的。就是你这么对我们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公主又怎么样？一个不会生孩子的女人，我看谁还敢要你。那就不劳你操心了，你与其担心本宫，还不如好好想想游街时会不会被砸死。出了大理寺，五公主直接去了皇宫。儿臣参见父皇，不知父皇是否会安排齐家母子2人游街？朕已经交代杨大人去办了，你来就是为了这事儿吗？这才像公主嘛，2条腿的男人满大街都是，不必为了一个家暴男要死要活，咱也能独自美丽不是？或者养他10个8个面首也不是不可以，就是不能让暴君发现。原来小皇妹是这么想的吗？是，儿臣让父皇担忧了，以后儿臣会谨遵父皇教诲。行了，你身子的事，朕会让人给你调理的。谢父皇，其他事儿臣都听父皇的，此事求父皇允许儿臣自己做主。暴君也挺关心五皇姐的嘛，其实暴君也挺不容易的，要处理朝政，还得检查皇子的课业，又得陪嫔妃睡觉，真不知道为什么还有人想坐这个位置，多累啊！圆了五公主的事儿，让她退下。皇上，春闱近几日就要开始了，您……陶公公研墨。暴君想到了对付大臣们的办法，让我瞅瞅，憋了这么几天，憋出了啥？我靠，奸诈如暴君啊！明日早朝时，大臣们得哭吧？一把年纪了还要考试，几个月考一次，这和上学期中考有什么区别啊？为大臣们点根蜡。这时，暗卫闪身出现。皇上，青荣求见。我靠，这太帅了！怎么出现的？不过青荣出现，暴君怎么这么兴奋啊？难不成暴君对他有想法？何事啊？回皇上，有人潜入沈府，需要处理掉吗？哎呀，别啊！处理掉，二皇兄就得寡着了。想不到嫣然速度还挺快，不过有隐藏大佬帮忙，这么快能找到沈府也正常。怎么又冒出一个隐藏大佬？露儿，你倒是说是谁呀？不必，你先观察此人。这目标也是对付沈府，你暗中帮帮忙也未尝不可。没其他发现吗？据属下所知，沈怀在户部并未做什么，无法用来做文章。这不都是齐安的功劳吗？按沈怀风吹哪边往哪边倒的性子，近期肯定是不会再做什么了。反正等嫣然拿到解药回府之前的记忆，自然会把沈怀这个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男人给解决掉。朕问的不是这个。不是这个？难道皇上要听后宅的事？沈府和杜府似乎不怎么来往，沈怀很不待见大女儿，却对小女儿极好。外人都知道杜林是续弦，为了照顾沈怀大女儿才加入沈家，可属下观察并非是这样。沈大小姐的失踪估计也是人为。原来暴君是要听八卦呀，这个我擅长啊。可惜我还小，
不然就去写一本朝廷官员后院的2、3事，肯定能卖爆。不过青荣观察还挺仔细，人家杜林和沈怀可是自诩真爱，一个明明有未婚妻，还和其他人勾搭在一起；一个明知道对方有未婚妻，还去勾搭，两人简直不要太配。可怜了嫣然的母亲，明明只是赌气，结果小命都没了。到了用晚膳时，娘，爹爹肯定不会过来了，我们就别等了。去，请老爷过来用膳。玉儿，待会儿你爹过来，你别胡乱说话，给他道个歉哈。娘，明明就是爹爹的错，我是在帮您，您怎么还说我呢？娘也是为了你好，你听话。好，只要他过来，我就认错。夫人，祥姐，老爷去了那人的院子。你确定？怎么能这样？明明说好的要陪我和我娘用餐的。奴婢去时被荣姨娘的丫鬟打发了回来。娘，这你能忍？别冲动，坐下吃饭。怎么了呀？爹爹去了那人的院子。哎呀，你不是说胭脂没了，青荣那儿有宫里娘娘赏赐的，我去他那儿给你拿胭脂去了呀。那人送胭脂给娘，分明就是不安好心。爹爹不明白吗？谁稀罕用他的东西？沈玉，你真是越发没规矩了。人家好心送东西来讨好你娘，你竟这般揣测。他是讨好娘吗？我看他是想耀武扬威来了。爹爹连这都看不清吗？老爷，玉儿说的是气话，您别和他计较。玉儿，赶紧给你爹认错。沈玉跺了跺脚，哭着跑了出去。瞧瞧你惯的啊，没大没小的。夫人，要不要去看看小姐？等等，难道是被发现了？嫣然脚步一顿，心道不该呀，妈妈的易容术怎么可能这么容易就被发现了？夫人还有吩咐？没事，祥姐，您就别和一个姨娘置气，不值当。哼，杜淑妍那贱人不见了，结果又来了这么一个，皇上怎么不说还不行？沈玉翻了翻白眼儿，才注意到站在门边的嫣然。娘就让你来看我。是，夫人也是为了小姐好，小姐下次别乱说话，惹老爷生气了。翌日，皇上驾到！大伙儿都准备好接受暴君给的惊喜了吗？众卿平身，大家无其他事要奏吗？你瞅瞅沈怀的黑眼圈，谁还敢奏啊？万一你又给他们3人呢？既然大家无事可奏，朕倒是有一事要说。曹公公给大家念一念。诸位为朕选妃一事操心，朕心甚慰。为了使国家更加强大，朕觉得诸位大人也不能忘了提升自己，所以朕决定以后所有官员每隔4个月考核一次，考核不过者直接撤职。暴君的潜台词肯定是这样的：朕看你们闲的都开始操心朕的事儿了，朕也给你们找些事儿做。你们与其管朕，还不如好好提升自己。若是考核不过，就给朕滚蛋！别以为现在的职位是铁饭碗。安静，此事会交给中书省去敲定，等敲定后由翰林院出题，省得有个别个酒囊饭袋白拿俸禄不作为。个别的酒囊饭袋？暴君阴阳谁呢？这不暴君直接完胜，压力给到中书省和翰林院，还有沈怀。皇上，这若是实行起来，只怕什么呀？爱卿是担心自己是那个酒囊饭袋，还是不想为国家的强大做贡献呢？既然众爱卿都没有意见，就先这么决定了，大家也不必害怕，题肯定不会太复杂，都放松些吧。退朝。沈大人，哎，各位大人，这不关我的事儿啊。不关你的事儿？哼，要不是你在那种时候啊，还提选妃一事，皇上会这么做？是不是你给皇上出的主意？哎呦，你赶紧想个办法，看看能不能让皇上改变主意。丞相要过去帮沈大人解围，老夫可没这个闲工夫。丞相这个老家伙肯定忙着回去看书呢。也是，他作为丞相，要是考差了，老脸往哪儿搁呀？秦大人、苏大人，过来一起商量对策呀。他们是觉得咱俩会跟他们同流合污呀？不知道。各位慢慢商量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一步了。杜离那边听说沈怀回了府，便让嫣然提着做好的汤同他去书房。你仔细些，别把汤给洒了。身边的丫鬟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突然长了许多疹子，她担心会传染，才让这个丫头暂时在身边伺候。是。嫣然点了点头。老爷，
我给您熬了汤。哎，我不喝，你拿着回去吧。回去吧。老爷不喝，夫人为何不把这汤赏给容姨娘？去我的匣子里把那个红色瓶子拿过来，你把这药下在汤里，给那狐妹子送去。夫人，这你怕什么呀？这事你办妥了，以后就留在屋里伺候。放心，这不是毒药。是，给人送过去吧。里面不加料都说不过去，这里面加了东西，小心。这人看来也是冲沈家来的，那就帮一帮。夫人送来的汤，老爷要不要尝尝？老爷还要喝吗？夫人给你的，哎，倒是都被我喝了。心道这人喝了这么多汤，杜林那女人这辈子都别想有孩子了，除非她红杏出墙。老爷，妾身感觉有些头晕。头晕？来人，去请大夫过来。怎么样？那狐妹子喝了吗？奴婢听闻老爷在她那儿，便重新换了一份。你做得很好，以前怎么没发现这丫头这么机灵？夫人，奴婢看到有大夫去了容姨娘的院子。走，去看看容姨娘是怎么回事。这位姨娘是喝了不干净的茶水，好在喝得少，我开一副药吃了就能解毒了。大夫，你没弄错，我就喝了这茶，怎么可能会中毒？哦，就是此茶里面有毒啊！老爷，你不会以为是我吧？难道在老爷心里，我就是这么恶毒的人吗？老爷夫人别吵了，是我自己喝了隔夜的茶水，和夫人无关。你好好休息啊，晚上我过来看你。青荣并不高兴，他这么做是为了膈应杜林，不是为了让沈怀来膈应他呀。这贱人故作大度，就是想让老爷来他这儿吗？青荣打发掉身旁伺候的人，抬头看向房梁处。憋笑很难吧？还不下来？容姐姐这般温柔如水的样子还真是难得一见，我可不得多看几眼。晚上这家伙过来，需要我帮容姐姐打发掉？得了吧，皇上有吩咐。方才那婢女是大理寺卿杜大人的外孙女，皇上交代让你我暗中保护她。那不是沈怀的大女儿？我和你一起。容姐姐别担心，我是暗中保护杜小姐，不会影响你发挥的。杜林啊，你是不是嫌我最近过得太好啊？老爷，我真的没有。你没有？你没有是谁？青荣吗？谁会傻到给自己下毒呢？当真是小瞧了他呢。老爷，我只是担心他抢走你，我真的没打算害死他，不然也不会下这么轻的毒呀。别哭了，你不是去看杜家那边找到杜淑妍了吗？老爷，淑妍会不会已经……胡说什么呢？你安分下，我亲自去杜府一趟。让人滚进来！哼，狗东西还有脸来！找到妍儿了。岳父，小婿来就是为了同您一起寻找妍儿。早干嘛去了？我们杜家的人自己会去找，我劳烦沈大人了。岳父，小婿一直在暗中寻找妍儿的。别在这儿猫哭耗子假慈悲。岳父啊，妍儿是我的女儿，我会不担心她吗？哎，这老东西真是油盐不进。哼，早知道带着杜林一起过来。来人，那狗东西给我扔出去！愣着做什么？需要我教你们吗？以后杜府不允许沈怀和狗进来，谁再敢放进来就打谁板子。老匹夫故意说这么大声，是膈应我呢，是受了些气，还是有所收获的？看杜老匹夫的样子，也是没有找到淑妍。迫不及待地拿出怀里的信，看完后笑着站起身。老爷不是最讨厌沈大人吗？怎么现在又笑这么开心呢？难道是气笑了？老爷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沈怀来做什么？自姐姐走后，沈怀就再也没来过杜府，现在突然过来，难道是有妍儿的消息？哎呀，夫人，快坐啊！发生什么了？老爷这是吃错药了吧？夫人先看看这个，这是妍儿写的信，是妍儿的笔记，她约我见面，真是妍儿的字迹。杜峰走上前看了信一眼，妍儿找到了。嫣然这边，大人，我来迟了，我知道你有太多疑惑，但是此刻的我也没办法给你解答，等我弄清楚一切，自会告诉你。所以你是？我现在还有事要做，您别告诉别人，已经找到我了，特别是杜林和沈怀那边。可我该回去了。咦，那不是杜大人吗？搁这干嘛呢？也是出来看齐家母子游街的？也不知道嫣然那边进展怎么样了。二皇兄真没用啊！这时，关着齐家母子的囚笼出现在街道上。
大伙儿砸死这不要脸的2个人！等齐家母子游街结束，如果我没看错的话，乐亲王去的方向是风月楼吧？我的妈呀，二皇兄还傻不愣登处在这儿呢，自己的马甲都被乐亲王这个大漏勺透露给嫣然了。其实这事儿就怪暴君，这下好了，也不知道乐亲王这个伪君子添油加醋说了什么，二皇兄和他得生误会了，到时候上演他逃他追他插翅难飞的戏码啊。我又不是四弟了，等会儿我就去解释，什么见鬼的他逃我追啊！王爷来找嫣然吗？劳烦带本王去嫣然姑娘屋里，她应该会想见到本王。王爷来的真不巧，嫣然被人赎身带走了，所以您恐怕是见不到了。这样吗？那可真是不巧。你知道替嫣然赎身的是谁吗？看着像是神府的人。多谢告知。他之所以这般有恃无恐地告诉乐亲王，就不怕他去核实，毕竟自己的易容术，乐亲王还没本事识破。只要嫣然不露出马脚。沈怀那边在杜家受了一肚子气后，哟，是谁惹沈大人生气了？是本王吗？哎呀，怎么会呢？不会就好，本王还以为沈大人不想把人送过去呢。说吧，人在哪儿？人？王爷说的是臣的大女儿。那你以为呢？本王的耐心有限，不喜欢什么惊喜。沈大人找到了大女儿，就尽快送过来。他什么时候找到大女儿了？他自己怎么不知道？等等，王爷的意思是认为大女儿现在在我手里，那是不是可以顺着他的话去接，拖一拖，然后再想办法应对？这样说不定还能走一步看一步呢。王爷确定是要下官的大女儿啊？下官想确认一下，王爷是否认错呢？本王还没老糊涂，你就说什么时候把人送来？哎呦，下官这不是想着调教调教，再给王爷您吗？那本王就等着了。进来。爹爹，之前是我不懂事，您别生气了。哎呀，女儿真的知道错了，爹爹您就别生气了嘛。老爷，您看玉儿都知道错了，这2日她都没睡好，您就原谅她吧。说吧，有什么事呢？老爷，我和玉儿是过来看您的，没有什么事。娘，玉儿说吧。还是爹爹好。杜淑妍已经不在，杜家那边已经同意了我可以当沈家的大小姐，所以我想问问爹爹的意思。爹爹怎么样嘛？我本来就比杜淑妍先出生。玉儿，娘，你都别说了，容我考虑考虑。爹爹说了考虑，这事儿就算成了吧。谢谢爹爹，我和娘先回去了，就不打扰爹爹了。杜淑妍找不到，乐亲王要沈府的大女儿，那他是不是可以把玉儿送过去？哎，罢了，还是找其他人代替吧。娘，您明明答应说这事儿的，方才为什么又拦着我？玉儿，你不觉得你爹今日很奇怪吗？有什么奇怪的？估计爹爹也觉得我说的有道理。您不是说了吗？因为先娶了杜淑妍的母亲，他对我们有愧疚。可是你爹他说要考虑，这不奇怪吗？罢了，且看你爹是如何考虑的。哎呀，见过夫人二小姐。什么事？玉儿，你先回院子，我先休息一会儿。我不去，你们是不是有事想瞒着我，所以把我支开？二小姐，您误会了。你闭嘴！娘，您到底有什么事瞒着我啊？奴婢呀，是来给夫人送方子的。那人说这方子特别灵，保证能一举得男呐。怪不得娘开始不关心他了，原来是想着给他生弟弟呢。玉儿，您别叫我玉儿，你别生气。娘要是再不给你生个弟弟，那你以后嫁出去了，娘怎么办呀？您之前明明答应过我不生的，是您骗了我。怪不得爹爹说会考虑让我成为大小姐一事，您不开心。您是不是担心我抢走了您宝贝儿子的家产？玉儿，娘从来没这般想过。娘若是不生，青荣生了儿子，以后这沈府就是别人的了。您会让青荣生出儿子吗？只怕是青荣进府，您就想着怎么给他喝避子汤了吧？被我说中了。您别以为我不知道您做的事，杜淑妍失踪就是您故意为之，您还给他下了毒，这些我都知道。原来他的毒是杜林下的呀。把二小姐带回院子去，冷静冷静。不用，我自己会回去。你们2人知道什么该说，
什么不该说吧？是，夫人，奴婢可什么都没听到啊。那你先退下吧。哎呦，谢夫人。你是聪明人，知道该怎么做吧？奴婢明白，只有死人才不会乱说话。我果然没有看错你，你去办吧，别让我失望。这杜姑娘不会真的要杀人吧？看她这小身板，能杀得动吗？嫣然在一户人家停了下来，有一股极大的力道把自己给扯了过去。是我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就是来当护花使者，方才是一时情急，所以才抱了你。那我是不是也要抱回来？好像是人出来了，我们去看看。你在这等我，我去打晕他。你在这儿，我去，这个好办，你把人交给我，回去告诉杜林解决了就行。谢谢公子。我有话对你说，你知道这是哪儿吗？这儿是二皇子府。没错，这儿就是我的府邸。我是二皇子，我不是有意瞒你呢。你不生气吧？怪不得嫣然今日对我态度不一样。殿下，您怎么了？没事，啊，腿有点麻。我没生气，我答应过殿下，会相信你的。真的，太好了啊！时辰不早了，我该回去了。殿下进屋吧。那个怎么了？在巷子的时候，你说的话我没有听清楚，你可以再说一遍吗？殿下说的是哪一句？是我是不是也要抱回来这句吗？现在抱回来了。殿下今日这身衣裳也很俊美，快些进去休息吧。哎呀妈，嫣然也太会了，这谁顶得住啊？瞧二皇兄的眼珠子都要看掉出来了，真想把他这一脸痴汉相画下来，给他好好欣赏，抱一下就兴奋的找不着北了。也不知道现在的田能不能让你扛出暴君的问候喽？不是，这大晚上的，父皇不休息的吗？好歹给他点时间缓冲啊！也不知道暴君怎么突然想着来见二皇兄，可能是大臣们都在想着怎么反抗考核一事，所以让他闲得没事做。儿臣参见父皇。哎呦，二皇兄这乖顺的样子还真是不习惯啊！可惜了四皇兄不在，不然可以一起看笑话了。方才那姑娘是谁啊？暴君这问的不是废话吗？刚刚不都看得清清楚楚？二皇兄那脸啊，红得跟猴子屁股似的，还能是谁啊？肯定是心仪的姑娘啊，不然还有人敢调戏她呀？瞧瞧，现在都还没缓过来呢，还沉迷在刚刚的甜蜜中呢。皇上和二皇子一阵无言，沉迷个屁呀，还沉迷？回父皇，那是儿臣心仪的姑娘。谁家的姑娘啊？让你竟然说谎，调离了朕的暗卫。明知故问，瞧把二皇兄吓的，你就是太闲，所以想八卦人家感情的事儿吧？怪不得父皇让暗卫跟着嫣然，不过也确实是我调离了父皇的暗卫，是杜大人的外孙女，儿臣鲁莽行事，求父皇责罚。还责罚呢？你以为你是四皇兄啊？扛揍呢？是要责罚，朕就罚你即日起搬出皇宫。儿臣谢父皇责罚。以后注意些，别在这门口丢人现眼，这还没成亲呢。暴君装的还挺像那么回事儿，方才是谁看得一脸姨母笑，我就不说了。父皇教训的事，儿臣以后会注意的。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奴婢去时正好遇到那婆子带着包袱想跑，不过奴婢都已经解决了，夫人不必担心。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？这是那婆子的耳坠子。对了，奴婢听闻老爷今晚要去容姨娘的院子。老爷，容姨娘已经睡下了。啊，没事儿，我就进去坐坐。老爷，或许你有些事。至于容姨娘，她本就身体不好，您就别打扰她休息了。对着空气低声道：“这儿没有乐子可以看了，你可以滚了。”你怎么来了呀？老爷，您不记得今日是什么日子了？老爷，这还有人呢。很快，里面传来让人面红耳赤的声音：“皇上驾到！”哎呀，这是万圣节嘛，大白天的还玩起 cosplay 了。这几位大人是谁啊？好像是中书省的几位侍郎。皇上，您一定要为臣做主啊！昨日臣几个商议着敲定考核之事，结果不知道是哪个不长眼的，把臣几人套袋子打了一顿。皇上，臣几人并未做什么坏事，谁知飞来横祸。行了，都别吵了，这打得挺狠的，朕瞧了半天才瞧出来。人家让你做主，你怎么还评价起他们的伤了？损不损呢？不过这几人早不被打，晚不被打，偏偏是现在，你说这巧不巧？
皇上，行了，伤成这样就别说话了，歇一歇吧。皇上，几位侍郎伤成这样，必定会影响考核一事。微臣认为，是有人故意为之。丞相大人此言差矣。沈怀开口反驳：这几位大人之前不出事儿，却在这个节骨眼上出事儿，不就证明老天也不想让考核实行下去吗？也不想，老天不想，还有谁不想？你吗？朕怎么不知道沈大人还懂得观天象？要不这青天剑的位置让你来做，来，你现在告诉朕，老天想让朕怎么做呀？天晴了，雨停了，沈怀觉得自己又行了。暴君真是一如既往的会阴阳人啊，阴阳大师非你莫属。皇上，臣不敢。以后你就别来上朝了，朕看到你就闹心。今日起，朕会派人保护你们。至于你们的伤，朕会让大理寺卿去查。老爷这是怎么了？皇上命我以后不许再去上朝了。原来老爷是在为这事儿烦呀！不上朝，老爷可以休息休息，何乐而不为呢？老爷努力一些，就有人为老爷分忧了。啊，夫人想通了。我和玉儿没办法为老爷分忧，总得有人为老爷分忧吧。啊，那玉儿呢？你告诉玉儿了吗？玉儿没办法接受，我找机会劝劝她吧。老爷不用管。你知道吗？昨晚老爷本来要去如意娘那儿的，结果夫人半路杀出来，而老爷抢走了。哎呀，那声音后半夜才消停。夫人一直想要个儿子，可惜小姐不同意。现在没儿子都不关心二小姐，以后有儿子哪还管二小姐的死活？沈玉会怎么做呢？还挺期待的。小姐，您别生气。走开走开，要哭去别处，晦气。我要一串糖葫芦。结果等了半天不见他拿出银子。老板，这糖葫芦我要了，给你糖葫芦。公子，我会还你糖葫芦的银子。我叫沈月。我们王爷才不缺这点银子。沈姑娘，有缘再见。原来是王爷啊，怪不得气宇轩昂的。小姐，您去哪儿了？可担心死奴婢了。你认识王爷吗？小姐说的是岳亲王吧？据奴婢所知，皇上的弟弟就岳亲王一个了。岳亲王？那怎么没听说过岳亲王妃？听说岳亲王的王妃在3年前就去世了，这些年他为了王妃并未再娶，世人都说他们间谍情深呢。难怪这般会为人着想，原来是心里有人。小姐，您怎么突然问起这事儿？哦，没事，爹和娘有过来问过我吗？若给娘和爹喝了婢子汤，那他们是不是就只能全心全意的为我谋算？你是娘的人，你是不是也知道他想生儿子？小姐，奴婢是你的人，奴婢不知道啊。你不知道，你们都知道，就不想让我知道而已，把我当傻子。你是不是想去告诉母亲？丫鬟被他猝不及防一摔，整个人重重的磕在了门槛上，人当下就没了。我让你去告诉母亲，贱蹄子，谁才是你的主子？你去告诉母亲啊，告诉他我要他和爹都生不出儿子。他们不是想要儿子吗？做梦！我要给他们都喝婢子汤。老爷怎么不进去？等你一起进去。玉儿估计还在生气呢。玉儿，快起来！你怎么了？玉儿，别害怕，他是意外死亡，娘会给他家人一笔银子，别怕啊。昨日和你娘忘了你生辰，今日过来给你补过的。不用了，女儿想休息。玉儿，你爹爹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？这些年啊，让你受委屈了。以后呢，你就是沈府的大小姐。等过段时间，你娘会给其他人递帖子，给你办个宴会的。谢谢爹，爹和娘做主就好。娘，今晚我和您睡吧。行，娘许久没和玉儿睡了。我还有事要处理，去忙了。王爷，沈大人来了。沈大人是已经把女儿调教好了。哎呀，王爷，下官今日来就是想告诉您，3日之后会把大女儿送过来，到时候啊，肯定不会让您失望的。3日，沈大人是不是觉得本王脾气很好？哎呀，王爷息怒，这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下官也不想急急忙忙扰了您的兴致，不是吗？那本王就再等等，你最好别让本王失望，反正也不差这3天。肯定不会的。沈大人怎么不说话？皇上不知怎的，
就喜欢针对下官。他不针对你，针对谁？皇兄最讨厌别人让他选妃，你一个劲儿往枪口上撞。本王看，你的脑子真是越来越不好使了。也不知道皇兄是不是有什么毛病，别人都恨不得3000佳丽，他倒好，对美人不屑一顾。罢了，反正皇兄现在不待见你，你即便上早朝也说不上话，还不如好好准备考核仪式。是，王爷，为何不让沈怀去组织考核仪式，还让他好好准备？凭沈怀这个蠢货，根本阻止不了皇兄。是属下愚钝了，把这个交给那个人，他知道该怎么做。娘，我想吃您做的红烧肉。既然玉儿想吃，娘就去做。不过之前都是你爹爹和娘一起做的。啊，没事儿，我帮你。你去我的院子，给我把我的冰糖葫芦拿过来。沈玉胡乱编了一个理由支开嫣然，跟我来。沈玉支开你是想给杜林和沈怀下药，待会儿你回去别碰那些饭菜。还有，岳亲王让沈怀把你送到他府上，可现在沈怀找不到你，已经决定把沈玉送去，所以你先别暴露自己的身份。二小姐，奴婢并未找到糖葫芦。是我记错了，冰糖葫芦好像没了。做好了，玉儿尝尝。既然好吃就多吃点儿。玉儿一直在这儿等着，应该饿坏了吧？沈怀本来怀疑沈玉的，可见他什么都吃，便放下心来，最后连茶也喝了。翌日，爹爹找我什么事？玉儿，爹爹给你找了一户人家。所以爹爹突然答应办宴会让我成为沈家大小姐，是因为给我定了亲事。谁让你不经允许就来书房的呀？老爷，您什么时候给玉儿找的人家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既然你也来了，我就直接说了，2日之后，玉儿嫁也得嫁，不嫁也得嫁，除非她想要沈家因为她遭罪。沈家是死是活和我有什么关系？我也把话撂在这儿了，我有喜欢的人，这人你爱嫁你自己去嫁吧。你这逆女！你若是真让我嫁了，你一定会后悔的。玉儿，你别做傻事呀！怎么，杜淑妍那个贱人被你逼死以后，你又想逼死我？玉儿，别胡说！我哪里胡说了？你以为他有多爱你，他就爱他自己。说够了吗？说够了就给我滚回院子里去。老爷，您到底给玉儿找了什么样的人家呀？都怪我只是担心您看到那些话心里难受，没想到岳亲王竟喜欢闯人院子，还威胁你。老爷，那我们可以用其他人代替玉儿呀。时间紧迫，来不及了，你好好劝劝玉儿。你在外面守着，不和玉儿说会儿话。怎么来当说客？玉儿，娘知道你是因为娘才走到这一步的，所以呢？玉儿，娘知道你委屈，可我们也斗不过人家王爷呀，所以只能委屈你了。王爷？你说我要嫁的人是王爷？是那个在他窘迫时对他伸出手的人吗？是的，是岳亲王，他手上有你爹把柄，你爹也是没办法才这样的。嫁过去是什么？做妾。你放心啊，娘有办法可以让你成为王妃。难怪皇上让安慰保护这姑娘，原来是二皇子的人啊。不过皇上什么时候这么有人情味了？这个你拿着，等你进府就想办法给岳亲王服下，到时候他什么都不记得，你自然可以。这不是我身上的毒吗？就是你给杜淑妍下的那种解药呢？这个解药就剩1颗，十分珍贵，你一定要好好保管。但你愿意吗？你告诉他，我应下了。怎么样了呀？老爷不用担心，玉儿有办法可以瞒天过海。看着倒在地上的沈玉，二皇子又开始犯难了。沈玉把解药放在怀里，他伸手去拿不合适吧？他俯身提起沈玉的一条腿，使劲的抖。做完一切，二皇子又小心翼翼地把药瓶重新塞回沈玉的怀里面。拿到解药的第一时间，二皇子就去告诉了嫣然，让嫣然想办法出来。表妹，你确定真的没错？你已经问过很多次了。既然如此，你就不必再去沈府了。人家清风想凑热闹，你看他那可怜模样。是。皇上，杜大人求见。让人进来。皇上，臣查到了袭击几位侍郎的人。说说看。臣抓了几个乞丐，他们说是沈怀让他们这样做的，没事吧？陛下，我没事，上次眼拙没能认出郡主，郡主见谅。我从表哥这知道了你的身份。杜姑娘，先把解药吃了。可嫣然，不，现在应该是杜淑妍。她蹲在地上，以手掩面，她都想起来了。
谢谢殿下，我现在还有事要处理，所以……我明白，你去做你想做的事情。老爷，是小小姐回来了。妍儿回来了，见过外祖父、外祖母。好孩子，快起来，是外祖母没用，让你受苦了。我没事，让外祖父和外祖母担心了。妍儿没事就好。这一年你都去哪儿了？我现在有要事要说，把舅舅也叫过来吧。妍儿，你告诉舅舅，是不是沈怀和杜林两人害你失踪的？如果是，舅舅现在就去收拾那2个狗男女。风儿啊，妍儿，你舅舅也过来了，你说吧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舅舅说的没错，是杜林给我下毒，让我失去了记忆。之后沈怀再让人把我丢到城外去，好在有人救了我。狼心狗肺的东西，我们杜家待他不薄，他为何要这样对你？妍儿，你确定没弄错？娘，我之前就说那杜林会惺惺作态，结果你和爹还不信。现在呢，妍儿，你说杜林为什么要害你？因为我听到是他和沈怀害死了母亲，娘的死不是意外，是因为杜林和沈怀苟合在了一起。为了娶杜林，沈怀在母亲产下我后，放火烧了娘的院子。白眼狼啊！妍儿放心，外祖父会为你和你娘讨回公道的。还有，杜林之所以会愿意嫁给沈怀当续弦，是因为他比娘还先怀孕，沈玉比我大了1个月。不要脸，还说是为了妍儿，简直无耻至极！我现在就去把这2人捉过来。爹，你不想为姐姐和妍儿讨回公道吗？明日再去吧。沈月这边醒来后有些懵，沈月站起身，摸了摸怀里的药瓶，看了一眼，又给收了回去。二小姐，夫人让我给您送东西过来了，可以进来吗？进来。小姐，这是夫人送给您的。你下去吧，我自己待会儿。第2日终于到来，杜林看着轿子，泪夺眶而出。沈怀，杜淑妍，这个仇我记下了。哭什么？玉儿，一定要记得娘给你说的话，还有那册子也要收好。我也给你们2人准备了礼物。玉儿给我们准备了什么礼物？礼物就算了，赶紧上轿子吧。急什么？这个礼物你们一定会喜欢的。还记得一起吃饭那天吗？啊，你做了什么呀？也没做什么，我就是在那日的茶水里面下了点避子药而已。哼，你这个逆女，白眼狼！玉儿，你怎么能给你爹下避子药呢？想上前拉开掐着沈玉的沈怀，我不仅给他下了，还有你。怎么想杀了我？杀了我，你死后都没人看一眼。反正你们生儿子没希望，杜淑妍也死了，你就我这么一个女儿，你敢杀了我吗？玉儿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是，我是疯了，是你们逼我，谁让你们一心只想着生儿子，还觉得我这个女儿没用？你怎么会这样想？娘一直在为你打算呀。既然礼已经送到，女儿就走了。贱人，你教的好女儿。玉儿不也是你的女儿？怎么现在开始嫌弃我了？当初是谁为了我把杜依依杀了的？杜林怎么会知道这事儿的？很意外，我知道吧？你趁杜依依睡着放火把她烧死，这些我都知道。你竟然敢打我！我杀了杜依依又怎样？杜家把你当亲生女儿对待，你不是也故意把我和你的关系告诉杜依依，让她一病不起吗？他当年真是瞎了眼，才被这贱人骗，以为他是什么好人，现在竟然还想威胁他。暴君可太会挑时间了啊，来的真是时候啊！难道父王和洛儿就在隔壁？你胡说什么？看来你们都很惊讶呀！还记得之前我救了个人来府里吗？那人就是你爱的人，可明明都是依依在照顾。明明是自己一开始看那人长得不错，所以把人捡来，结果发现那人不会说话，又把人丢给了杜依依。杜依依把人照顾好后，发现人家不是哑巴，还会武功，自己又巴巴舔着脸粘上去，现在居然有脸说人是自己救的。杜依依是照顾了他，可人是我带回来的。难道你就没有一点错？我有什么错？我错的是我不该把他给杜依依照顾，这样他就不会被杜依依勾引。伸手党真可怕，伸手要到东西就高兴，要不到就怪别人，难怪沈玉这么疯呢，原来是遗传了杜林啊。所以依依和你被绑回来之后，整个人十分失落，这件事也是你做的。没错，被绑是我策划的，谁让杜依依
不把她让给我，那我就只能毁掉杜依依。怪不得依依回来之后就让人去寻人，那山崖深不见，你别说是去寻人，连下去的路都没有。才说到这儿，杜大人就受不了了。杜依依的死你也有份儿啊！你不逼她，她也不会赌气嫁给沈怀。杜林是想把杜大人气吐血啊！杜大人一把年纪了，也不知道受不受得住。你这猪狗不如的畜生！对了，你还不知道吧？月儿其实比杜淑妍还大。你们真是蠢！听到我说去寺庙里为杜依依和她肚子里的孩子祈福，竟一点也不怀疑。那寺庙还是沈怀打点好的。贱人，你闭嘴！我为什么要闭嘴？没有你找来的偏方吃了使肚子变大，我怎么瞒过杜家人？上刑！大人，你也听了，是这女人骗我，我是被她骗了呀！你们就不关心杜淑妍的毒吗？我死了，她的毒就没办法解了。哼，你还是去担心沈玉吧，杜小姐的毒已经解了。哎呦，二皇兄可算瞅到表现的机会了。不过怎么叫杜小姐？杜尚书啊？啊，懂了，是因为暴君那天的话吧？担心坏了杜淑妍的名声。不错不错。玉儿，你们对玉儿做了什么？都灵口中的沈玉此刻正在紧张地等着乐亲王回来。王爷，等急了吧？方才去处理了点事。没事，我们先喝一杯吧。他担心沈怀没调教好人，所以在里面下了点助兴的药。他喜欢把酒壶的把手朝向门，可方才他拿酒壶时，酒壶把手的方向似乎是朝向床的。乐亲王盯着沈玉，那么就是有人动了这酒，在里面下东西了。王爷，怎么了？王爷不会发现了吧？直接抬手掀开了他的盖头。说，你在酒里面下了什么？王爷，里面什么都没有。王爷不记得我了，我叫沈玉，您还说有缘见。沈玉，真是浪费了这个玉字。既然你说什么都没有，那你就喝了它。不是没东西吗？赶紧给本王喝了，本王的耐心有限。门突然被人打开，又怎么了？据眼前所说，嫣然也就是杜淑妍和杜大人一起去了沈家，现在沈怀和杜林都被带走了。王爷，我们该怎么办？要不要把杜淑妍抢回来？你是猪吗？别喝了。王爷，是沈怀强行送你来的吧？本王现在就带你去见皇兄，让皇兄给你做主。谢皇上。乐亲王动作还挺快，这么快就得到了消息啊！沈怀还在大理寺眼巴巴指望着乐亲王救他呢，他肯定没想到乐亲王已经打算牺牲掉他这个妻子了。让人进来。怎么还带了一个辅助啊？也是一个人唱独角戏，多没意思啊！皇帝特意带个姑娘进宫，莫不是求朕给你赐婚吗？暴君明知故问，人家乐亲王是带来唱戏给你看的。什么赐婚？他还想靠深情人设博得他岳父的信任呢，不然拿什么抢你的皇位呢？皇兄说笑了，王妃才去了3年，臣弟现在并未有再娶的心思。家人已去，皇帝还是要往前看的。请开始你的表演。皇兄，这是户部尚书的女儿沈玉。皇兄，沈怀这人狼子野心，他想把女儿送给臣弟，让臣弟帮他在皇兄面前多说好话，这不是陷臣弟于不义吗？你不狼子野心，你们俩会成为相同吗？现在出事了，就把自己撇得一干二净。不过也是，找到了其他可以用的人，沈怀就可以沦为弃子啦。那人应该也快要出现了，就看六皇姐长了1岁，脑子有没有长喽。臣弟今日带沈小姐过来，就是让皇兄为她做主的。哈，皇帝还真是明辨是非。不过不用担心，那沈怀和杜林已经被抓进了大理寺了。爹和娘居然被抓起来了，为什么？沈怀指使人殴打朝廷命官，又被大女儿指认和续弦一起害死自己的妻子，所以皇帝不必担心。大女儿？皇兄英明，父皇让我们和睦相处，皇帝对朕忠心耿耿，朕怎会怀疑皇帝呢？皇帝放心，朕会让杜大人好好审问沈怀，不会让他有所隐瞒的。朕倒要看看，是谁指使他如此挑拨朕和皇帝的关系的。乐亲王开始自我怀疑了，暴君这招可以啊！这话一出，乐亲王肯定坐不住，心里应该在思索如何杀沈怀灭口了。谢皇兄，真是死也要给我留点麻烦，废物！皇
上，臣女确实是被父亲送来讨好王爷的，可臣女是真的心悦王爷，求皇上成全。皇帝，你以为如何呀？皇兄，那沈怀既然做了如此大逆不道之事，他的女儿也是罪臣之女。哎呦，还玩欲擒故纵呢！明明就是见暴君没处置沈玉，故意这样说，看暴君对沈玉的态度。皇帝这说的是哪里话呀？朕这人不滥杀无辜，沈玉暂且是无辜的。暂且？暴君，你是懂扣字眼的啊？皇兄，既然沈小姐是无辜的，她又心悦臣弟，臣弟便把她带回府吧。心悦你就带回去，明明是想带回去利用，还可这得了便宜又卖乖呢。杜甫，言儿，沈怀和杜林死罪难免，你放心，外祖父会好好折磨他们，不会让他们过得太好的。外祖父、外祖母也不必自责。不知二皇子过来有什么事？本宫有事找杜小姐，找言儿。殿下应该是有事要问，我和殿下出去一下。你说二皇子是不是跟言儿认识呀？不认识吧？没听言儿提过。你没事吧？听杜大人说把状子带回来了，你看了吗？看了，殿下是因为这事儿特意过来。是我担心你看了心里难受，其实我是不希望你看的，可毕竟是你母亲的事，你应该看。谢谢殿下，我没事。没事就好，那我先走了。想找人说话就去我府找我。二皇子这么着急回去吗？难道阿英还在伤心？你若是难受，我的肩给你靠靠，不过你只能靠一会儿，趁现在没有人。为什么只能靠一会儿？殿下怕被人看见？当然不是。杜大人和杜夫人失去了一个女儿，现在肯定心里不好受，况且他们才找回来你，若是看到你和我这么亲密，难免会以为我要抢走你。殿下真是细心。那我先走了。言儿，你和二皇子认识？不是，夫人瞪我干嘛？认识，二皇子之前帮过我。这么说来，这个二皇子人还挺好的。哪里好了，言儿，外祖父和外祖母就只有你了。外祖父，等事情结束，我去看看娘吧。王爷换我有事。皇兄既然准许你去看望你父母，你若想去，本王会让人安排。此话当真？那就明日吧。翌日。既然如此，沈怀这弃子就可以杀了。王爷放心，属下已经安排好了。沈玉估计现在已经带上吃食上了马车，到时候直接送沈怀二人上路。往牢房里看时，好什么好？死人了！暴君不会以为是乐亲王动手了吧？乐亲王是想借沈玉的手去杀沈怀灭口，沈玉去时，沈怀两人就没了，肯定不是乐亲王。再说了，如果是乐亲王，那他想杀的人还有齐安，齐安不是还关在大理寺，他怎么没事啊？摆驾大理寺。皇上，据尸体死亡时间来看，二人是在子时就被人所杀，可小人查看完浑身上下，也没有看到致命伤口。一定要看到致命伤口吗？万一是什么比较小的暗器呢？悬疑剧里不都是这样演的吗？你再仔细些，看看是不是有暗器伤了致命的地方。杜大人坐着，一起等吧。谢皇上。杜大人平时骂人也挺厉害的，在暴君面前怎么跟个小学生似的？瞧瞧这乖巧的坐姿。杜大人对此有什么看法吗？臣认为可能是沈怀的仇家，不过有一点臣想不通，此人是如何闯入大理寺把人杀掉的？还好有皇上提点，不然小人真把这针给疏忽了。这针是在二人头上发现的，因为藏在发丝里很难发现。暴君心里得意坏了吧？该说不说，暴君还挺有想法的，不然恐怕光查死因都得查挺久。所以就是这两根针。这凶手还真是像这两根针一样，犹如大海捞针呢。是的，大人。齐安呢？回皇上，齐安还没有醒，臣这就让人把他带过来。把人叫醒，叫不醒就泼水。杨大人，你泼我做什么？皇上的声音不确定，先看看。皇上不会是来放他出去的吧？不要啊！他还不知道那人会不会杀他呢。沈怀和杜林昨晚死在牢房里了，你可看到下手之人？死了？皇上，草民什么都没看到，就记得他们在吵架，后面的事草民就不知道了。草民就觉得困，然后就睡了。
方才被水才泼醒的。皇上大人，齐安是中了迷药。该说不说，这人还真是挺好，没对齐安动手。不过这凶手应该挺恨沈怀的，多大仇多大怨啊，竟多一天都不想让他活。这边找到凶手，第一时间禀报给朕。皇上，草民在这儿也住了一段时日，现在草民想出去了。齐安这人挺有用的，暴君罢了他的官，迟早得恢复回来。所以这么多天下来，你们连统计官员这种小事儿都没统计出来？没统计出来，还不是因为有人在暗中卖官职？都说一个萝卜一个坑，你这有些职位啊，一个坑里有好几个萝卜，能统计得过来吗？皇上，不是臣统计不出来，实在是人员对不上呀。吏部不知怎么回事，多了不少员外郎。没事没事，吏部尚书朱大人现在估计比你们还头疼。他欠了国库的银子，自己又没钱还，可不得卖官筹银子还国库吗？曹公公，去把吏部尚书传来。传来干嘛？他家那里啊，现在估计热闹的一匹，都在让他退款。罢了，去朱府，你们也起来吧。又可以出去放风了，真好。门外的四皇子本来是听说这边有热闹可凑，于一洛的心声在耳边响起。哟，四皇兄怎么在这儿啊？老四，儿臣参见父皇。父皇怎么会在这儿？你在这做甚呢？能做甚？你喜欢看热闹，四皇兄肯定也喜欢看热闹喽。父皇，儿臣是出来买些东西，现在就回去。出来既想着凑热闹，也不知道去找秦芊芊。可别说话了，他每次去找都被赶出来，他不要面子吗？既然是买东西，就赶紧回去。哎呦，殿下，您这是撞鬼了？你才撞鬼了！哦，知道了，您是撞上皇上了吧？不然殿下也不会跑这么快啊。你怎么知道？算了，你不用回答。殿下，您走反了，皇上有这么吓人吗？吓得殿下连路都忘了。本宫要去秦府。秦府？殿下，您又要去见秦小姐啊？要不还是算了吧，反正每次去都会被赶出来。殿下不会有受虐倾向吧？之前让找秦小姐不找，现在知道找了，人家又不想理他了。你之前不是说本宫过分吗？那是之前。他真不想陪殿下去丢脸呐。这次我们不走正门，直接翻墙去秦芊芊的院子。殿下，您上得去吗？能。属下觉得殿下还是放弃吧。扶本宫起来。秦家没事把院墙弄那么高干嘛？故意为难我吗？你在下面撑着本宫，本宫翻过去。属下只能帮殿下帮到这儿了。秦芊芊，你家院墙没事弄那么高干嘛？我来是要告诉你，过年时我给你准备了红封，真的。哎，殿下，您说重点啊！等我先把红封掏出来啊！殿下，您没事吧？属下现在带您去宫里找太医。秦芊芊出来的时候，两人已经离开了。还说什么给我报了红封？红封在哪儿？骗子！我的妈呀，四皇兄这是残疾了吗？完了完了，没残疾都不会讨女孩子喜欢，残疾了恐怕直接没人要了。怎么回事啊？能怎么回事啊？去把秦府的墙摔了呗。以前不知道解释，现在呢？车撞树上知道拐了，大鼻涕掉嘴里知道甩了。父皇，儿臣是不小心摔的。曹公公，去传林太医过来。皇上，林太医正在给二皇子看伤呢。怎么一个个都跑来皇宫看伤了呀？难不成二皇兄也去爬杜甫的院墙摔伤了？这也太搞笑了吧！二皇子在哪儿？去二皇子那儿。林太医啊，你没有必要包成这样吧？殿下，臣也不想给您包成这样，可您摔得不轻啊。起来吧，二皇子怎么回事呢？父皇，儿臣没事，只是不小心摔了一跤。也不知道今日是什么日子，你和老四都不小心摔了一跤。二皇兄居然也有今天，看上去真好笑。四皇子这是怎么了？殿下是摔了一下，说哪儿都疼。哪儿都疼？这儿疼吗？居然不疼了，方才本宫自己摸，明明很疼的。四皇子，您是手摔骨折了，方才二皇子也是这样说的，你们都是手摔伤了，所以摸哪儿都疼。林太医，他们两人的脑子没事吧？回皇上，两位殿下脑子没事，手的话休养休养就好。哼，方才四弟肯定在心里面嘲笑我，真是风水轮流转呢。二皇兄那幸灾乐祸的表情，两人都这样了还互相嘲笑，50步笑100步罢了，都是爬墙摔的。四弟，你也别嫌丑啊，反正你在宫人们心里也没什么形象可言。你现在的形象也没好到哪儿去。
洛儿说的不错，50步笑100步。既然进宫一趟，去见见各自的母妃吧。找不到娘亲了吧？娘亲现在在和姐妹们玩呢。娘娘，二皇子来看您了。打发掉他，说本宫忙，让他改日再来。可是二皇子就在这儿。两位妹妹不必害怕，他不敢乱说的。真不知道母妃是怎么组的局，居然把这些人凑在一起啊！这是怎么了？摔了一下，没事儿。既然没事，你就帮我们放风。今天本宫手气不行，输了不少。父皇方才似乎带着洛儿去了醉花宫，还有四弟应该也跟着去给淑妃娘娘请安了。德妃姐姐，我得回去看看。哎呀，妹妹别怕，皇上去看不到你，估计就自个儿回来了。至于洛儿，你也不用担心，皇上不会喂，也会让人喂，肯定不会饿着的。四皇子不用管。各位娘娘，皇上来这边了。哇，好多首饰啊！德妃收拾的可真快。不过柔嫔怎么也在啊？参见皇上。怎的都在德妃这儿啊？是臣妾让几位妹妹过来探讨首饰，皇上过来，所谓何事呀？朕听说贤妃在这儿，过来寻贤妃。不过朕怎么记得柔嫔是吧？不是还在禁足吗？皇上您记错了，柔嫔禁足的时间已经到了。是吗？估计是朕记错了。皇上找臣妾是洛儿饿了吗？朕已经喂过了，只是带洛儿四处走走。洛儿是喜欢这个吗？喜欢啊，纯金谁不喜欢啊？不过娘亲会算牌，德妃应该也说了不少。我再拿她的簪子似乎不太厚道啊。洛儿喜欢的话，贤妃妹妹就收下吧。本宫终于知道皇上为什么这么喜欢洛儿了。为什么呀？这还用问吗？你几个月的时候能有这么聪明？殿下您当心点，小心把腿给摔着了。闭上你的乌鸦嘴，我们快点走，不然等会儿母妃回来了。母妃，您去哪儿啊？手怎么了？和二皇子打架了？不是。他可没那个胆儿。吐。原来是真的，本宫以为你不想跟你外祖父学，所以故意装手疼呢。母妃，您怎么可以怀疑儿臣呢？手怎么摔的？想好再回答本宫。母妃，就爬墙摔的。这摔得挺严重啊，话都说不明白了，好好说。爬墙摔的。爬墙摔的？爬的哪家的墙？秦家的？是爬秦家的就好。你回去吧。看来儿子是开窍了呀，都知道爬墙了。看到乐亲王的身影，他忙叫停马车。殿下，您的手都这样了，就没有必要再去秦府丢人了吧？我看到乐亲王了，跟过去看看。朱大人不会和乐亲王有所勾结吧？洛儿不是说乐亲王想坐父皇的位置吗？我们进去看看。在这儿什么也听不到看不到啊。四皇子，皇叔怎么在这儿？呵，本王听说朱大人得了一种稀有的花，本王就想着来看看，谁知朱大人似乎病了。原来是这样。既然遇到了，不如本王请四皇子去酒楼吃饭，这不就可以好好的宰乐亲王一顿了吗？皇叔，我点的不多吧？不多，不够的话你可以继续点。真的吗？那我等会儿再点一点带回去吃，皇叔不介意吧？不介意。四皇子，你有没有觉得皇兄对其他皇子比对你好？没觉得，都差不多吧。你看皇兄对太子殿下多用心良苦，对二皇子也是，还让二皇子去大理寺听审，三皇子也深受皇兄喜爱，就连小公主也被皇兄捧着。再看看你，好像确实是这样。是啊，你看太子和三皇子的名字中间都是井字，你和二皇子的则是横字。皇兄，这可不是偏心吗？父皇对太子皇兄确实用心，不过我觉得正常，因为太子皇兄是太子，其他皇兄也很优秀，父皇想培养他们帮助太子皇兄也说得过去。父皇对我也很用心，只是我不喜欢。还有你说父皇捧着洛儿，我们也很喜欢洛儿。真是没有见过这么不上道的人。对了，名字没什么可说的，我和二皇兄都是自己母妃起的，不存在什么偏心不偏心的。自己说了半天一无所获。今日吃的很尽兴，下次有机会再和皇叔一起吃。我先走了。这四皇子是真傻还是假傻呀？太不上道了。既然如此，可以关注秦芊芊的动向。沈玉王也想好怎么处置了吗？
先留着吧。对了，六公主那边进展怎么样？六公主都未曾出府，过2日就殿试了，王爷再耐心等等。殿试结束后，无论如何都得让六公主和那人遇到。本王的耐心有限，你让他抓住这个机会。皇上在殿试结束第一时间就来到了醉花宫。洛儿怎么样了呀？下次再也不踢被子了，发烧还真不是个人受的，太难受了。不是，今天不是殿试吗？暴君怎么在这儿？难道是我被烧糊涂了？太医说退烧了就没事了，皇上不必担忧。殿试结束，朕就过来了。洛儿没事就好。殿试已经结束了，状元是谁啊？千万别是孟佑啊！洛儿的意思是孟佑不行，朕点的状元是孟佑，看上去不错呀。不错个屁呀！真是乐亲王给你和六皇姐的大礼物，估计此刻啊已经去勾搭六皇姐了。既然礼物都被暴君拆了，只希望六皇姐能长点心，别被利用了。暴君似乎挺希望此人能做六皇姐的驸马，这是干啥不行，踩空第1名。皇上慧眼识珠，应当是不错的。哎妈娘亲，你可别再夸他了，不然他自信的得找不着北了。他慧眼识珠，那确实。孟佑家里有夫人，暴君恐怕是担心六皇姐一个人无聊，所以才特意看上这么一个有家室的。皇上怎么总觉得洛儿在阴阳他？这孟佑也是不老实，居然欺君。王爷不是说六公主今日会出现吗？怎么并未看到六公主的身影？孟兄，看什么呢？没事，就是觉得京城很大，所以四处看看。皇上还有个未出阁的六公主，皇上对孟兄赞誉有加，你说公主身份高贵，杨兄切莫乱说。孟佑突然看到一抹熟悉的身影，不是六公主又是谁呢？怎么没看到人啊？一匹不知道哪儿跑出来的马朝六公主这边飞奔而来。六妹妹小心！姑娘小心，姑娘没事就好。谢谢公子，方才若不是公子，我恐怕已经受伤了，又岂会安然无恙站在这里？姑娘不必言谢，举手之劳而已。六妹妹没吓坏吧？我没事。公子就是今年的状元？是的，在下孟佑。两位姑娘若没什么事，在下先走了。六妹妹回神了，既然现在人也见到了，是不是该回去了？吴姐姐，你说那孟佑怎么样？怎么，六妹妹看上此人了？话本里不都这样写吗？英雄救美，才子佳人，这不得成就一段佳话吗？况且这人又是父皇钦点的状元，人肯定不错。不行，我现在就要进宫见父皇，问问这人有没有家室。六妹妹，你别冲动，就见过一次，人你都不了解，万一他不是良人呢？唉，我知道吴姐姐是担心我，可也不是人人都如齐轩一般，万一他就是良人，那我岂不是错过了？是这样没错，你们才见过一次。六妹妹你别冲动，可以先观察观察。父皇最近忙，你拿这种事去打扰他不好。乐清王府见过王爷。近日在金銮殿上，听说皇兄对你赞赏有加，这是好事。王爷，皇上确实对我赞赏有加，可是我已经有了妻子，若是当真娶了六公主，这不是欺君吗？欺君？你妻子远在乐清的偏远山村，你不说，谁知道你有妻子？成大事者不拘小节，等你真成了驸马，在京城稳定下来，再把你妻子接来享福。你不会以为娶一个状元，在京城就会有所作为吧？本王也是不想你的才华被埋没，所以才会出盘缠，让你进京赶考。谢王爷如此为我考虑，你能想明白就好。快请起，听说朱大人的府上有几盆罕见的花，本王好奇，所以过来观赏一番。我现在就一介草民，王爷直接叫我名字就好。朱大人怎会成了草民？难不成有人比朱大人能力出众，顶替了朱大人的位置？我带王爷去看看花吧。朱大人无端被罢免，要不本王去皇兄面前求情。原来是这事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朱大人若有需要，本王可以帮你。王爷若是喜欢花，就带走吧。那本王就不客气了。这就是区别，他才说了这么几句，朱莉就明白了来意。可四皇子那个蠢货，他说了那么多，他还是只知道吃。王爷喜欢就好。
乐亲王今日的来意，总觉得对方帮他另有所图。宫里几位爱卿明日就去收债，退下吧。怎么，几位爱卿不想？皇上，臣等一定会尽力而为。他们是不想，可只敢在心里想啊。既然愿意，就别哭丧着脸，去办吧。王爷，属下有要事要禀报。说，属下今日发现了齐安几日前出了大理寺，属下本来想下手的，但是皇上派了人保护他。此人不用管，你让人盯着朱莉，若是他给皇上递东西，就想办法拦下来。起来，明日要去参加姚夫人办的赏花宴，你这副样子是想丢了王府的脸吗？王爷这是威胁我。威胁你？你够格吗？你现在可以直接杀了我。本王现在不想让你死，你最好好好活着。王爷，杜小姐来啊！沈玉的手一顿，是杜淑妍。王爷，杜小姐有事要问沈玉，下官特意来带她走一趟。杨大人不必客气。看上去你在王府过得也不怎么样，之前在沈府的嚣张劲儿呢？你是来看笑话的？不是，比起看你笑话，我对乐亲王更感兴趣，也可以说是对乐亲王做的事感兴趣。你这人报复心强，乐亲王这么对你，你就不想反击一下？所以你是来游说，让我帮你除掉乐亲王？我不会同意的。再说了，我死了你不是更开心吗？不，你会同意的。我是希望你死，可有时候死反而是一种解脱，不然你母亲怎么不直接杀了我？你凭什么以为我会同意？你别忘了我们的关系。看来你也不是一心只想等死。我们相互讨厌并不影响你对付乐亲王。我知道你恨不得杀了乐亲王，可是你没这个能力，所以选择认命。你是觉得你活不了多久才会变成现在这样吧？假如我有办法让你活久一点，报复乐亲王呢？你没骗我。你现在有什么值得我骗的吗？你考虑考虑，在姚夫人的赏花宴上给我答复。当然，这也是你最后的时间。对了，我娘的嫁妆你应该知道在哪儿吧？我娘院子里有一个库房，库房的钥匙在她床下，我不知道里面是不是全部的。翌日，父皇，您的意思是准儿臣带小皇妹出宫？对啊，这么热闹的宴会，怎么能少得了我？我正想看看沈玉能不能度过这一关，和舒颜里应外合扳倒乐亲王呢。朕没时间，你带洛儿去透透气，朕会让安卫跟着，不用担心。五公主笑着道谢，儿臣一定会好好保护洛儿的。五姐姐，这边大家不必多礼，本宫去宫里接洛儿，所以来晚了。五公主能来姚府，我就已经很开心了，快快请坐。哎呦，这有不少熟人嘛，不过怎么没看到沈玉？不会被乐亲王赶了吧？哎呀，小公主看上去长大了不少，更加可爱了呢。小公主，你还记得我吗？轩姐姐，小公主对我笑了耶，她肯定还记得我。洛儿别理她，她会拿鞭子打人。六公主，你别在小公主面前诋毁我成吗？你哪只眼睛看到我打人了？你们笑什么？六姐现在笑得挺开心啊，也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笑出来。我若是没记错的话，待会儿宴会散了后就会和梦佑偶遇了。哎，对了，听说今年的状元郎还没有婚配呢。既然如此，未出阁的小姐们可以好好看看。我见过这状元郎，看着一表人才，若是我有女儿，也会考虑考虑。姚夫人也莫要太伤心，王爷对姚小姐的情谊，大家都看在眼里呢。是啊，不然也不会几年未曾再娶。狗屁的情谊，不过是没找到合适的王妃人选罢了。发现了，凡是和乐亲王沾边的都是渣男。就梦佑这种渣男，居然还说是一表人才。瞧瞧六皇姐那春心荡漾的样子，听到大家夸梦佑，心里高兴死了吧？沈姑娘来了，就等你了。抱歉，马车坏了，所以来的比较晚。沈小姐怎么也来了？莫不是走错了？啊，杜小姐，你妹妹是不是走错了呀？大家误会了，沈小姐现在是乐亲王的妾，我特意邀请她来的。啊，乐亲王的妾？既然沈小姐到了，我们就去花园赏花吧。该怎么做？你确定？那你还有更好的办法？两人接上头了，说了什么呢？有人落水了，正是沈玉。正片开始了吗？沈玉明明会有水啊，看来是有所动作了呢。快去请大夫！暮雪走上前，姚夫人，我来看看吧。多谢郡主。姚夫人放心吧，有郡主在，
沈玉肯定会没事的。沈小姐还好吗？走开，别碰我！你是谁啊？沈姑娘，这是郡主，你不小心落水了，郡主是想给你把脉。郡主？郡主是什么？能吃吗？这沈玉是疯了不成吗？明白了，原来沈玉落水是为了装疯啊！也是，乐亲王的秘密还等着沈玉这个疯子去发现呢。乐亲王的秘密，本宫看着沈玉八成是疯了，别留在这儿碍眼。疯了？怎么会？你们知道是怎么回事吗？本宫方才看到沈小姐是自己不小心掉下去的，应该是踩滑了。郡主，你帮忙看看沈小姐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不想被发现就别动。沈小姐估计是受了什么刺激，再加上落了水，所以得了失心疯。失心疯？怎么会这样？既然姚夫人有事要处理，本宫就不打扰了。夫人，您就别太担心了，还好掉下去的是沈姑娘，不是五公主。是啊，五公主身份尊贵，怀里还抱了个金疙瘩，若真是她掉下去，姚府才真的难辞其咎。孟公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怎么在这儿？在这蹲你呢，不然你还觉得是缘分啊？姑娘怎么会在这儿？三下第一次来京城，四处看看，不曾想竟遇到了姑娘。你不是知道六皇姐在这儿，才特意来制造偶遇的吗？还不曾想。既然遇到了，为了感谢上次公子出手相救，我请你去酒楼吃饭吧。没救了，他救你还不是因为那马就是乐亲王，让人故意放出来，目的就是为了让你俩认识。平时看画本看多了，还真当自己是那画本的主角了。你以为的英雄救美，不过是别人蓄意为之的阴谋。居然敢骗我！既然敢骗他，这饭就更得吃了。他倒想看一看洛儿说的是不是真的。好啊，不过这不好让姑娘掏银子，在下请吧。没钱还装绅士啊！乐亲王真是贴心啊，不仅教梦佑怎么骗六皇姐，还提供约会的银子，真是为了搞暴君什么都舍得啊。也是，俗话说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，等六皇姐这个冤大头上钩，这些银子应该也就回本了。吴姐姐，我们走吧，外面太吵，我挑了雅间，公子应该不介意吧？啊，不介意，我第一次请姑娘吃饭，所以考虑不周，姑娘要了雅间正好。孟公子一表人才，想必吸引你的姑娘不少。公子有家室吗？他妻子啊，估计现在正在照顾他生病的老娘，他呢居然还想着当凤凰男。不是，六皇姐问这话什么意思啊？真的爱上了？不是吧不是吧，就梦佑这段位你都能爱上，我这真的服了啊！没事，喜欢爱就爱吧，反正结婚后被利用干净，身首异处的又不是我。这么吓人的吗？姑娘过奖了，在下不曾娶妻。说话就说话，这么盯着六皇姐合适吗？自己呲个大牙在那乐个屁呀！还没有家室，那照顾你母亲的人是谁？也对，那么当牛做马的只能是保姆老妈子。陆儿也太有意思了，还有这梦佑真不老实，他才不要被利用身首异处呢。那他就将计就计呗，让洛儿大吃一惊。六皇姐笑啥呀？梦佑呲个大牙乐就算了，你也被传染了，也不知道那梦佑的嘴角一直保持那样酸不酸？咋的？想告诉别人你没蛀牙呀？那我就开始点了。梦佑怎么不笑了？是生性不爱笑？哼，心疼银子了吧？估计接下来得卖惨喽。公子，我是不是点的有点多了？只是看到了这么多菜，难免有想到家中年迈的母亲。说来不怕姑娘笑话，我同母亲在家时，一顿有2个菜就心满意足了。就说嘛，果然开始卖惨了呢。既然孟公子家境如此不好，来京城应当要不少盘缠吧？你是怎么来的？他说这些是想卖惨的同时让六公主觉得他可怜，主动提结账或者少要一些菜。结果六公主的关注点根本就不在这上面。进京赶考的盘缠是母亲采药积攒的银子，母亲她老人家也不容易。盘缠不是乐亲王给的吗？怎么就成你母亲采药积攒的了？乐亲王听了都想打人吧。吃完饭，今日多谢公子，下次我做东，我们先走啦。六皇姐明明和梦佑相谈甚欢，怎么听到梦佑卖惨不为所动，还让他去结账？不应该啊！洛儿想不到的还在后头呢，他要像画本子里写的一样反转，让洛儿大吃一惊。早知道就不说请吃饭了。六妹妹，那梦佑配不上你，
家境又不好，你就别惦记着画本里的那套了。都说吃一堑长一智，五皇姐真的成长了不少，欣慰啊。洛儿怎么还老成起来了呢？五姐姐放心，我又不是傻子，不会被人欺负了去，是不是啊，洛儿？希望你真的不是傻子，不然有你哭的。另一边，乐亲王看着一个劲儿傻笑的沈玉，紧紧地皱着眉。这是怎么回事？等会儿姚夫人会来和王爷解释，姚夫人等会儿就到。爹爹，你怎么不要玉儿了？玉儿很乖的。是我没照顾好沈姑娘，现在沈姑娘变成这样，我也有责任。爹爹，你看到玉儿不开心吗？岳母不必愧疚，沈玉这样，估计是被他父母的事刺激到了，和姚府没有关系。话是这样说没错，可好好的一个人变成这样，我心里也不好受。我会找大夫定期给沈姑娘看诊的。不用了，本王这边会处理好，岳母不用担心，还定期看诊，留沈玉一条贱命都够仁慈了。既然如此，就麻烦王爷了。来人，给本王把他杀了。杜淑妍不是说，只要他在姚府落了水再装疯，这样姚夫人就不能对他不闻不问。乐亲王敬重姚夫人，自然就不会动他吗？爹爹，你怎么不和玉儿说话？看来是真疯了。脖子处被划出血，他也毫不在乎。退下吧，把他关到原本的院子里，让人看起来，别饿死了。赌对了，乐亲王果真是在试探他。王爷，沈玉要留着。一个疯子罢了，当养条狗。王爷，梦又过来了。你来王府是有所收获了？六公主问我是否有家室，还说下次请我吃饭。皇兄的公主一个个都是蠢货呢，这么简单的手段就上钩了。你是聪明人，本王为你开心，你想说什么就说，本王看看能不能帮上你。王爷，在下想再借些银子。本王不是才给了你不少，怎么又没了？请六公主和五公主去酒楼，所以就没有了。王爷放心，等我和六公主在一起，就第一时间弄银子还您。这京城不比乐清，你要尽快抓住六公主的心。多谢王爷。孟佑接过了银子，心道皇上过2日该为他安排职务了吧？真让你们去收债，收来的债呢，债没收到，还有脸回来？你们说说吧，你们是做什么吃的？皇上，真无能，可也不能怪我们。我们别说去要债了，就连门都进不去。哼，门进不去，你们不知道想办法吗？脑袋是为了显高的吗？不知道动动你们的脑子，还不怪你们？不怪你们，难道怪朕啊？朕发俸禄是养闲人的吗？一点用没有，干脆就回家种地好了，省得碍眼。五公主把小公主送回来了，几个大人同时松了口气儿。几个大人怎么跟几只鹌鹑似的？瞧瞧这脑袋都快垂到地上了，看样子肯定是收不到债，被暴君骂了。关键时刻啊，还是得让齐安这种不怕得罪人的人出马啊。所以洛儿说的齐安还有用，就是这个用处。不行，直接说让齐安回来，朕的威严何在啊？父皇，儿臣把洛儿送回来了。朕不管你们想什么办法，3日内若是收不了债回来，就全回家种地吧。皇上，往年都是齐安齐侍郎去收的债，不如现在的户部没了尚书，还没了齐安这个老实一根筋的侍郎，剩下的都是酒囊饭袋。不如什么呀？去叫齐安回来吗？也可以，你们自己想办法，就当让齐安将功折罪了。是。今天看了一出大戏，就等着沈玉发现乐亲王的秘密了。好了，现在困了，先睡一觉。才短短2日，齐安便把外债这事儿处理妥当。可都齐了，回皇上，都在这儿了。暴君是不是诧异朱府怎么也还清了？人家把京城的院子卖了，现在估计啊已经离开京城了。王爷，齐安如今该怎么办？也许皇兄这么做就是已经怀疑到了本王，别轻举妄动。皇帝来了呀，快过来一起用膳吧。乐亲王坐不住了嘛，想杀的人一个都杀不了，很憋屈吧？嘿嘿。皇帝今日怎么想着来见朕了呀？来试探你的呗，不然来陪你喝酒啊？听闻齐安回到了户部，
臣弟听到一些不利于皇兄的言论，所以进宫禀告一番。哼，皇帝为朕担忧，朕心甚慰。不利于朕的言论呢，也不是第一次了。之前五公主的事也是如此，不知道还以为有人在推波助澜呢。暴君故意的吧？搞乐亲王的心态，让他在你怀疑他和没怀疑他之间徘徊。现在国泰民安，谁会推波助澜？国泰民安是没错，就怕有些人啊不喜欢现在这样。皇帝说是不是啊？怎会呢？臣弟就很喜欢。哎呀，罢了，不说这些了。今日你陪朕好好喝一杯。暴君的酒量不错嘛，喝这么多，怎么一点醉意也没有啊？我真傻呀，朕喝的是水，当然不会醉了。皇兄，再喝。曹公公，把先皇给乐亲王的玉佩拿下来。没了这玉佩，乐亲王进宫可就没那么方便了。可以呀，终于知道把这玉佩收回了。不过先皇留给乐亲王的保命遗诏才是最令人头疼的。曹公公，让人把乐亲王送出宫。王爷，您醒了。喝酒误事，下次还是少喝点。王爷喝茶。说，你是不是拿走了本王腰间的玉佩？王爷，您从宫里出来时腰间就没有玉佩，属下没拿您的玉佩啊。难道是皇上拿走了？翌日。说够了吗？要不要朕给你们上点茶继续说呀？皇上，齐安他若真的回了户部，别人岂不是会觉得不公平？是怕别人觉得不公平，还是因为齐安收债得罪了你们，所以不想他回来啊？你们这些反对的人报复心还挺重，怎么担心齐安回了户部，你们以后不好再赖账，所以极力反对？中书省那边已经把官员都统计下来了，你们与其把心思放在这上面，还不如多担心担心官位能保多久。皇上，如今户部缺人，齐安回到户部只会有好处，若他做得不好，皇上再降罪也不迟。还是李丞相懂暴君啊，知道暴君好面子，不好直接让齐安回来，就赶紧给暴君递梯子呢。就按丞相说的办。皇上，那今年的三甲，此事容后再议。暴君叫他们留下，是想在乐亲王面前做戏吧？我若是没猜错，暴君就是在等乐亲王。我真是个天才，乐亲王被拿了玉佩，昨晚只怕都没睡好。很快，臣弟先回避回避吧。臣弟不是外人，就在这坐着。朕今日选你来，就是想问玉佩的事。皇兄请问。昨晚你同朕一起喝酒，非要把这玉佩给朕表忠心，朕想着这是父皇给你留的，并不打算收。可是你一直劝朕，朕只能收下，不然对不起皇帝你的忠心啊。暴君也学会一本正经胡说八道啦。乐亲王又不傻，哼，他现在心里呕死了吧？把玉佩给他表忠心。朕担心皇帝醒来不见玉佩而着急，所以特意传你入宫。你还怪体贴的嘞，嘿！皇兄，这玉佩，昨晚皇帝你说，只有心怀不轨的人才需要这玉佩，朕都明白你的忠心。不过那时呢，你喝了些酒，你若是现在不想给了，便把这玉佩拿回去吧。朕相信皇帝你的忠心，你又没有不轨之心，后悔了就把玉佩拿回去吧。不是，暴君，你搁哪儿学的察言察语啊？你这是走乐亲王的路，让他无路可走啊！之前还有人说王爷拿着玉佩随意进宫不妥，现在王爷把玉佩给了皇上，这些人定不会再胡言乱语。谢皇兄，臣弟说话算话，这玉佩本就该在去封地时给皇兄的，可是走得急，所以才拖到了这次回来。行，既然如此，朕改日再传皇帝你一起喝酒。现在我们要商议其他事了。扎心不是你这么扎的啊，只怕以后乐亲王都不敢喝酒了。瞧瞧他那敢怒不敢言的样子，估计后槽牙都咬碎了吧。臣弟告退。该死！王爷息怒。孟佑那边进展怎么这么慢？让他来见见本王。孟兄，外面有个姑娘找你呢。孟公子，我家小姐在酒楼等你，让我来叫你过去。你是不是在打什么鬼主意？在你身上我能打什么主意啊？一没银子，二没朋友的，
就是想带你来吃饭而已。六妹妹，你今日脑子没事吧？我吃的很多的，还喜欢打包。没事，你喜欢就打包喽。小姐，人带来了。小姐，孟公子来了，快坐。这位是？这是我哥哥，今日我做东。孟公子不必客气。原来是皇子，难怪看起来气质出众，只是不知道是哪个皇子啊。公子好。你和我妹妹怎么认识的？哎呀，哥哥，我就是请孟公子吃个饭嘛。公子，我做了一首诗，想请你帮忙看看，可以吗？诗？孟公子算是找对人了，我哥哥对诗颇有研究。四皇子一阵无语。算了，吃人嘴软。六妹妹说不定是想试试这人的才学，念来听听。尚可。孟公子是今年的状元郎，哥哥你确定是尚可？原来六妹妹喜欢这种文绉绉的。六妹妹性格和秦芊芊差不多，怎么会喜欢这样的人呢？是在下卖弄了，还不知姑娘是姓什么呢？哼，不是都一清二楚吗？还装什么蒜啊？是在下唐突了。一顿饭结束，你去让小二再做一些方便带走的菜。公子先吃着，我去结账。哎呀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了？孟公子，我的钱袋不见了，我还说要请你和哥哥一起吃饭的，现在怎么办呀？啊，姑娘别急。公子，我真的带了，不知怎么就不见了。可能是丢了，别哭了。哥哥，都怪我，说好自己会带银子，让你别带。现在怎么办呀？姑娘，你不要再哭了，在下去结账。谢谢公子，下次不会这样了。出了酒楼，今日多谢公子，改日。在下还有事，先行一步了。即便有下次，也绝不来酒楼。你什么时候让我别带银子？让你带，你也没银子呀，穷鬼一个。亏本宫还想提醒你，这个人不能要，你居然这么说本宫，好信没好报。走了。事情进展的怎么样了？回王爷，一切顺利，就是什么？就是还想再找王爷借些银子。怎么又没银子了？孟佑，这酒楼你是非去不可吗？在下也不想，是被公主叫过去的，还有一个皇子。可是四皇子，又是四皇子，你这样不知道要猴年马月才能得到六公主。你自己好好想想，什么办法能够尽快得到六公主，否则你的职务下来，想变更就难了。谢王爷指点。王爷，最后一次，您再借在下一些银子。他猛地记起，在乐清时，村里的姑娘被人污了身子，就必须嫁给污她身子的人，不如就这么做。宫里，皇上派去盯着六公主和孟佑的人，一字不落地把看到的一切告诉给皇上。继续盯着。去乐清接孟佑妻子的人到哪儿了呀？回皇上，明日便可抵达京城。所以孟佑这是被六皇姐和四皇兄宰了。乐清王估计已经气吐血了，接下来就该给孟佑施压，让孟佑尽快得到六皇姐。就在明日了，明日孟佑会邀请六皇姐去爬山，到时候借机对六皇姐动手。不过有暴君派人盯着，六皇姐肯定不会出事。皇上一阵无言。孟佑真是好大的狗胆，居然想玷污公主。记得书里就是因为这事儿，六皇姐才让暴君赐婚的。让六公主进宫见朕。不知父皇让儿臣进宫，所谓何事？完了，父皇不会因为这事儿给我赐婚吧？你可有喜欢的人呢？没有，父皇，你别给儿臣赐婚，皇兄们不是还没娶妻吗？不应该啊，六皇姐现在不是应该对孟佑生了情愫，怎么这么抗拒啊？哦，我知道，应该是在装矜持。洛儿又得瞎编了。要是不知道孟佑救他是故意为之，他确实是会有些好感。既然知道了，他脑子又不是有病，怎么可能还喜欢？他才不想跟吴姐姐一样被伤心伤身呢。你是公主，遇到喜欢的人，让你太子皇兄他们帮看看，别瞎和什么阿猫阿狗出去。哎呦，暴君变慈父了，怪不习惯呢。明日六皇姐就和孟佑出去，本来还挺担心六皇姐的，现在应该担心孟佑了。是。行了，你退下吧。父皇，儿臣可以带洛儿出宫玩玩吗？您放心，洛儿若是少了根头发，父皇怎么惩罚我都可以。抱去吧。六公主啊，您要去哪儿啊？去清远侯府。秦芊芊，
你怎么在这儿？那你来这儿干嘛？带鹿儿来玩不行吗？你说话小声些，别吓到鹿儿了。你怎么把小公主带来了？父皇非要让本宫带鹿儿出来，所以就带来了。六皇姐这傲娇的语气真欠揍。不对啊，她是在炫耀我，合着是把我当玩具炫耀了？你的性子和四皇子一样不着调，皇上会把小公主给你，你就是嫉妒本宫可以抱鹿儿。本宫是鹿儿的姐姐，抱鹿儿不是很正常的事吗？不正常，不然皇上也不会叫曹公公跟着你了。哼，那也比你强，你想抱鹿儿也抱不上，你说是不是？有你们俩在女主身边，女主的耳朵可真累，叽叽喳喳的吵死了。六公主来找我有事，我看她就是故意抱着小公主出来炫耀的。本宫就炫耀了，谁让你没有鹿儿这么可爱的妹妹呢？打住，别说了，先说什么事？还是轩姐姐好。轩姐姐，你这儿有没有什么迷药之类的？原来是为了拿迷药啊，还不是太笨，知道拿点药防身。不对，也有可能是用来霸王硬上弓的。六公主一阵无言。她在洛儿的心里面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形象啊？怎么感觉还不如四皇兄在洛儿心中的形象好呢？你拿迷药干嘛？怎么被人欺负了？你把小公主给我抱一会儿，我帮你教训那人。不行，想都别想，不抱也行。人我还是可以给你教训的，说说看吧，是哪家的小姐呀？我帮你掏麻袋。不是，你想什么呢？公主撒的时候自己别给吸进去了。谢谢玄姐姐。翌日，公主，皇上不是说不让您和阿猫阿狗出去吗？不出去怎么知道这个梦又想要做什么？姑娘，我们现在就出发吧。好啊，看错了吗？拉起暮雪跟了上去。玄姐姐，我好像看到六公主和一个男人，我们去看看。男人？你确定没看错？方才不确定，现在确定了。我们找辆马车跟上去。宫里去让三皇子跟上去。暴君这 CP 磕的可以啊，这就安排两人见面了，不愧是你。我也想去凑热闹，这次三皇兄去就能知道了女主为何会喜欢他，这种场面我怎么能错过呢？皇上一阵无言。曹公公，把小公主送去给三皇子，让他带洛儿去城外的白云寺祈福。让三皇兄带我去祈福？暴君真懒，自己怎么不带我去啊？哎呀，算了，祈不祈福的不重要，能凑热闹就行。反正梦佑他们啊，最终要去的就是白云寺。曹公公有何事啊？劳烦殿下了。无碍。严重的怀疑暴君让三皇兄带我去祈福只是借口，目的就是为了让三皇兄去处理梦佑的事儿，还有顺便让三皇兄和女主见面。果然啊，姜还是老的辣呀，一箭双雕。梦佑，郡主，殿下已经准备好了，还有香油钱也备好了。殿下，前面郡主和秦小姐的马车坏了。哎呀，这什么破马车呀，还这么贵！徐姐姐，你快看，那不是三皇子身边的侍卫吗？郡主，秦小姐，我家殿下有请。徐姐姐，走吧。殿下，郡主和秦小姐过来了。郡主和秦小姐要去哪儿？本宫送你们。谢谢殿下。哎呀，你们快别谢来谢去了，等会梦佑和六皇姐那边的好戏都开场了。六妹妹，梦佑，小公主也在。三皇子，您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去白云寺给洛儿祈福。你们是去何处？能去何处啊？追着六皇姐来的，结果马车坏了。徐姐姐，你和三皇子说我们是去哪儿？这个助攻可以啊。开口把他们看到六公主的事儿说了一遍，所以我们也不知道现在是去哪儿。姑娘，不是说要去爬山吗？方才还以为六公主备了马车可以和六公主一起坐，结果六公主说马车太小，让她跟在马车后。她跟了一路都快累死了。温公子，孤男寡女去爬山也不合适，听说这儿特别灵，进去上炷香吧。可是这儿人也太多了，在下有话对姑娘说，要不还是找个人少点的地方也行。人多才好啊，人多证明这是真的灵。姑娘难道不明白在下的心意吗？什么心意？姑娘同在下去人少的地方说。好啊，白云寺后面有一片竹林，我们去那儿说。哎呀，往里走了，快跟上啊，别等会儿跟丢了。六公主和那人在这儿，我们快跟上。说吧，这儿没什么人。你也退下吧。你现在可以说了。在下心悦姑娘，从第一眼见到姑娘，在下便想与姑娘生生世世。我要吐了！什么生生世世？明明是生生死死，好吧？鹿儿怎么来了？
我知道姑娘也是心悦于在下，不然也不会同在下出来。都说上岸第一剑，先斩意中人，梦佑真的做到了，完全不记得自己还有一个糟糠之妻。不过他也太自信了吧，不知道这自信是从何而来。孟公子可知道我是谁？无论姑娘是谁，在下都心悦姑娘。是吗？本宫堂堂公主，你为何会觉得本公主喜欢你？既然不喜欢他，为何要同他一起出来，故意耍他？你是公主？你不是知道吗？何必装模作样？本公主以为孟公子只喜欢作诗，没想到还喜欢看画本呢，以为把画本里的那一套用到本公主身上就能如愿以偿了。在下真是不知公主的身份，公主先喝点水。如果六公主乖一些，她就不必动用这加了药的水。想不到六皇姐还真挺有脑子，感情她之前都是故意在耍梦佑的呀，只怕之前梦佑都以为这是顺风局了，结果给她秒变死局。洛儿不是应该惊讶，然后夸她怎么知道这么多，或者夸她有勇有谋也行啊。公主，这水是我特意带的，没喝过。还没喝过，你敢喝吗？你自己留着喝吧。梦佑只感觉有粉末钻进了鼻腔，紧接着他整个人眼前一黑，晕了过去。公主，您没事吧？没事，有事的是他，让你带的绳子呢，把他绑起来，还有把那水收起来。准备的还挺齐全，居然连绳子都有。六皇姐真是虎啊！六妹妹，没事吧？这是怎么了？没事儿，梦佑想对我不轨，被我发现了。既然三皇兄你在，就把这人送去给父皇处置，别让他出来祸害其他人。难怪你要迷药，原来是用来对付这人的。不然呢？你以为我用来干嘛？你该不会以为本宫是用来做坏事吧？六公主，芊芊方才担心你，所以我们才跟来的。她担心我，信谁呢？好了。三皇兄，我们现在还不回宫吗？父皇让本宫带洛儿来祈福。祈福啊！轩姐姐对这熟悉，让她带三皇子去吧。我和六公主在外面等你们。秦芊芊真的是无时无刻不在助攻啊！郡主对这儿很熟悉，因为雪姐姐每年都会来这儿为一个十分重要的人求平安符，每年都来。秦芊芊这小嘴儿真招人稀罕，会说就多说点儿。芊芊，别说些有的没的。雪姐姐，你们来时是坐三皇兄的马车来的？我们马车坏了，所以搭的三皇子的马车。这样啊，三皇兄的马车可不是谁都能坐的，还是雪姐姐面子大。你未来皇嫂面子能不大吗？暮雪偷偷瞥了三皇子一眼，所以即便三皇子不记得他了，对他是不是也是不同的？那我们进去吧。施主，住持大师有请你们二人去厢房一趟。住持大师很会解签，殿下既然带小公主来，不如为小公主求上一签。帮我求签就算了，你和三皇兄把日子过好，比什么都强。这儿是你们俩感情升温的地方，那我不存在就好。二位施主到了，里面有请。哎呀，女施主别来无恙啊！不知住持大师让我们二人过来是有何事？女施主每年都来庙里求平安符，今日既然一起来了，难道就不想求一支签吗？这位住持有两把刷子，他话里的意思是知道女主求的平安符是为了三皇兄求的。住持大师您误会了，出家人不打诳语，难道女施主不是为这位施主求的平安符吗？抽一支吧，女施主也抽一支，签给老衲，老衲帮二位解签。二位施主的签可以说是上上签，也可以说是下下签，二位不必着急，且听老衲慢慢道来。二位前世就有姻缘在身，可是不知何故没能在一起。这一世二人遇到了贵人，按理说会在一起，可这位贵人的命数难料，所以老衲才说这是上上签，也是下下签。意思就是说，贵人在他们就能在一起，贵人不在他们就还是不能在一起呗。哎，不是，这贵人是谁啊？主持大师靠谱吗？住持大师突然朝他看过来。看我干嘛？难不成还能看出我和别人不同？我可是正规投胎出生的，不是黑户，也不是 bug。这位小施主也抽一支吧，不然下次说不定老衲不在寺庙里。住持大师的意思是让洛儿也抽一支。没错，抽就抽，我倒要看看你能说出什么花样。于一洛伸出小手，抓起一根签，他大致瞥了一眼，看不懂，看着大师一会儿皱眉，一会儿又盯着于一洛的。刚刚还觉得你有两把刷子，现在辨不出来了吧？是不是在组织语言，所以半天不吱声？
小施主的命格奇特，这签老衲只能解一半。那另一半呢？另一半看我师兄能不能解。不过我师兄不在庙里，也不知道何时会回来，所以只能等他出现才能解另外一半了。那周知大师先解一半吧。小施主与我们不同，他命格奇特，就是奇特在可以改变他人的命运。他本该出生就夭折的，如今活了下来，老衲不知是好是坏呀。说的有那么一点对，所以现在有些剧情不一样，是因为我活了下来。三皇兄怎么不高兴了？谢周知大师，告辞了。殿下，你在为小公主担心啊？我没事。郡主为何要为我求平安符？5岁那年，我第一次进宫和殿下见过，殿下估计已经忘了。之所以求平安符，是因为当年殿下看到我身上的平安符，说自己也想要一个，可没有人为你求。忽然涌入一段儿时的记忆。那日他被母妃打了一顿，自己跑到御花园，看到一个粉雕玉琢的小姑娘掉进了荷花池，连忙找了棍子把小姑娘救上来。小姑娘上来并没有哭，还笑着和他道谢，说是有平安符保佑她才能被他救上来，这是他娘亲特意为他求的。小姑娘把平安符挂到他的脖子上，奶声奶气地对他说：没有人给哥哥求平安符吗？哥哥想要平安符的话，以后每一年我都为你求一个，这样就有人为你求平安符啦。看三皇兄的样子是想起来了，因为一个约定，女主就求了10几年的平安符，甚至因为求平安符，女主连她母亲最后一面都没见着。后来她去了神医谷，神医谷离这儿这么远，就因为这儿比较灵，她1年不落的坚持来。你就是当年的小姑娘，抱歉没能认出你。是我没能第一时间告诉殿下，再说当年殿下也不知道我的名字。人家回来打算第一时间告诉你的，结果看到你把穿越女带了回去，所以就只能装作不认识啦。嗨，女主当时估计心里很难受吧。现在想起之前暮雪喝酒时说他是大骗子的话，原来是指他忘记了约定。当年我被送出去治病，师父不让我出来，每年求平安符我都是偷跑出来的，所以求了平安符没能送到殿下手上。这次回来本来是打算告诉殿下的，可看到殿下和个姑娘一起啊。对了，这是当年殿下掉的玉佩，玉佩我本来想还给殿下的，可是担心姑娘误会，所以没说。我和她没什么关系。这是故意给女主解释吗？嘴比脑子还快啊！我现在知道了，殿下说的我就信。气氛都到这儿了，你们俩要不亲一下？把我放在地上就行，我保证不哭不闹，只偷看。哎呀，你别推我呀！哎呀，那个，你们继续。六公主不知道跑哪儿去了，我去寻她。三皇兄，你们怎么去了这么久？六皇姐，你可真会找话题聊。带洛儿求签去了。什么叫带我去求签啦？我只是顺带的，你和女主的签才是最重要的，好吧？真是的，明明对女主不一样，人家小时候送的平安符还留着，现在装什么高冷呢？天气开始热了，就不能把暗恋变成甜甜的热恋？求什么签？姻缘？虽然不是姻缘签，不过也差不多了。六妹妹，六公主闭上嘴。殿下，等回去我会把平安符给你。六皇姐，秦芊芊，你们俩真的不是在光明正大偷听吗？眼睛是闭得挺紧，耳朵竖的快要赶得上兔子的啦。好。皇上这边，儿臣参见父皇。那梦佑是怎么回事啊？暴君真能装，明明都知道还问，也不知道梦佑的妻子到了没。父皇，那梦佑想对六妹妹不轨，儿臣和郡主还有秦小姐亲眼所见，所以特意把人送回来给父皇处置。没错，还好儿臣机智，不然这人就得手了。这种人实在不配为状元。父皇一定要为儿臣做主啊！去传朕口谕，让各位大人来金銮殿商议要事。王爷，属下听闻六公主和三皇子进了宫，现在皇上还让人传口谕，让大臣们进宫，会不会是梦佑得手了？莫不是六公主进宫让皇上赐婚了？皇兄都传了哪些人进宫？回王爷，凡是上朝的都去了，还有榜眼和探花。你继续盯着，有好消息告诉本王。宫里今日让众爱卿来，是想商议科考的前3甲。皇上，此事有变。来人，把人带上来。皇上不是对状元郎赞誉有加，
怎么把人绑起来了？莫不是状元郎得罪了皇上？给朕把他泼醒。怎么这么多人？皇上也在。孟佑，你可知罪啊？皇上，草民不知犯了何罪。哼，好一个不知罪啊！你意图对公主行不轨之事，朕还能错怪你不成？皇上冤枉，草民没有。冤枉？怎么冤枉你了？难道你没想对本宫图谋不轨？公主，草民救了您，不求您感恩，只求您放过草民。普信男要开始颠倒黑白了。皇上，六公主信约草民，还约草民去酒楼吃饭。草民之前不知公主身份，后来知道了自知配不上公主，没想到公主竟会因为草民拒绝了她，就这般报复草民。这就是语言的力量嘛！六皇姐从受害者直接变成了求爱不成的跋扈公主。孟佑是怎么说出这话不笑场的？他要是现在照照镜子，就知道自己有多狼狈了。本宫心悦你，本宫喜欢你什么？喜欢你瘦的跟个猴似的，还是喜欢你为攀附权贵故意设计精马冲撞本宫啊？不愧是暴君的女儿，六皇姐这嘴巴也挺厉害的。但凡你现在照个镜子都说不出这话，本宫又没眼瞎。六公主，草民自知配不上您，可您也不用如此羞辱草民。羞辱你？你设计精马撞本宫不说，今日还尾随本宫去白云寺，这些本宫可冤枉你了。傻眼了吧？又不是只有你会颠倒黑白。哎呀，本公子还真是病得不轻啊！口口声声说本宫心悦你，这简直就是毁坏本宫声誉。皇上明察，草民并未设计六公主，更没有尾随一说。去酒楼吃饭也是六公主为了感谢草民才去的。去酒楼吃饭时，吴姐姐也在，是孟公子做多。不过说来也巧，那日本宫和吴姐姐去参加姚府的赏花宴，出门就碰上了孟公子。这京城还真是小呢。草民只是碰巧遇到，并非是诸位想的那样。你说那是碰巧，那这个呢？孟公子不会说这是本宫爱慕你，给你偷去的吧？你把人家心里想的说了出来，让人家说什么呀？看了眼六公主手里的水囊，怎么不说话了？孟公子尾随本宫被发现，还热情的给本宫水囊喝水，也不知道安的是什么喜。你胡说，草民并没有尾随你，这也并不是草民的水囊。狡辩也没用，反正白云寺那么多人都看到了，你跟着本宫进了里面，还威胁本宫喝了这水。皇上，蔡泽上前一步，这水囊确实是孟兄的。杨建也说见孟佑用过这水囊。孟佑，你还有什么话说呀？朕钦点你为状元，你就是这么回报朕的吗？皇上，草民冤枉呀！水囊确实是我的，可草民也只觉得天气太热，好心给六公主水喝，可也不想遭此误会。把这水给他喂下去。孟佑此时心里肯定在大喊：你不要过来啊！原本以为的两人有戏变成了自己的独角戏，可还行？才喝下去一会儿功夫，他就感觉到自己身体的变化。皇上，草民真是被冤枉的。大臣们都是过来人，看他的表情就知道水里加了什么。畜生！禀皇上，孟佑的妻子到了。民妇参见皇上，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你可认识旁边被绑着的这人呢？皇上，此人是草民的表妹。夫君怎么能对皇上说谎？还表妹呢？黄花张口就来，把自己的妻子都说懵了。回皇上，民妇是孟佑的妻子，并非他的表妹。你好你个孟佑，居然还欺君！皇上，她真是我的表妹。她只是你的妹妹，白天叫妹妹，晚上一起睡的那种妹妹。洛儿说的这是什么虎狼之词啊？话本里都不敢这么写吧？需要时是妻子，现在不需要就成了表妹。表妹，你快给皇上解释。解释什么？解释你考了状元之后不要糟糠之妻。表妹，你胡说什么？我们是有口头婚约，可我与你还没有成亲，怎么就能自称是我的妻子了？我要是周芳，肯定二话不说赏他个大嘴巴子，看他还能不能说出这混账话。孟佑，你真是读书读成了混账，因为把银子都花在了你身上，母亲她生病都没有银子吃，就撒手人寰。你不问我好不好就罢了，母亲呢？你说母亲去世了？不对，我根本就没有拿走多少银子，怎么会没银子呢？你身上的衣服难道不要银子？母亲是孩儿不孝。孟佑再也听不进去其他话，当场嚎啕大哭起来。母亲没了，他考取功名和拥有荣华富贵又有什么意义？皇上，草
草民确实对六公主图谋不轨，不过这一切都是有人指使。打算把乐亲王供出来了吧？可惜没什么用呢。何人指使你？乐亲王。不应该啊，乐亲王现在应该出场了吧？有人来禀乐亲王求见。王爷别担心，孟佑应该不会把您供出来的。你还有脸说？你不是说孟佑得手了吗？王爷，皇上让您进去。臣参见皇上。哼，皇帝来的还真是时候啊！孟佑这边才说你指使他对六公主不轨，你就来了。可不嘛，人家还顺便去毁了下证据才来见你的。孟佑的盘缠确实是臣弟给的，可是指使他对六公主不轨这事儿，臣弟可不认。真是相信皇帝的，你怎么会做出这种事呢？孟佑，还不如实招来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草民说的句句属实，乐亲王之前有给过草民六公主的画像，还有六公主的喜好，皇上派人去草民住的客栈一查便知。还证据呢？证据在屋里等着你。看乐亲王一脸无所谓的态度，用脚趾头想也知道证据肯定没了。皇兄可以现在就派人去搜证据，还臣弟清白。来人，去客栈搜孟佑所说的画像。去客栈的人很快回来，自然是一无所获。皇上，属下去到客栈时，发现客栈起了火，房间都起了火，还好百姓们没事。是你吧？这客栈起火还真是时候啊！唉。孟佑，你休要再攀咬他人。乐亲王一闲散王爷指使你这么做，有何好处啊？皇上，草民说的句句属实啊！孟佑此人品行不端，欺君罔上，意图对公主不轨，科考成绩作废，交予刑部处置。皇上，您父可以看孟佑行完刑再离开吗？皇帝，不是朕说你啊，你下次就别这么老好人。你看这好心没好报，还被泼污水。朕是相信你，可是你这么接触科考的考生，始终不合适嘛。宝剑真是越来越差了，还会给乐亲王发好人卡。你啊，也别嫌朕啰嗦。都说无风不起浪，总归是你接触了他，才让他有机会攀咬你。长点心吧你。皇兄教训的是。皇兄真当他蠢，听不出他话里的敲打吗？原本以为孟佑是份大礼的，没想到一点水话都没有不说，还让皇兄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敲打他，怕是以后这些大臣都会离他远远的了，并重新钦点了状元。蔡泽听到自己被钦点成状元时，愣在了原地。谢皇上。今日诸位也辛苦了，都退下吧。嘿嘿，蔡县令，皇上给您5日的期限，5日后就赶往昌山县上任。咱家还有些事，茶就不喝了。这时间是不是太过紧迫了？儿子和儿媳才成婚没多久就要分开，换谁心里都不会好受吧？是有点紧迫，本来还打算等考完带倩儿四处游玩的，现在估计没时间了。我听闻那昌山偏僻，也不知皇上是什么意思呀？小厮进来说丞相来了。快请。爹爹，你娘很好，不用担心。圣旨收到了吧？我听闻皇上让你去昌山县上任，知道昌山县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吗？知道。你现在是不想去这个地方？岳父，我不愿去这个地方，并不是不满皇上的安排，是这个地方离京城太远。你也知道，我和倩儿才成婚没多久。你能为倩儿着想，我很欣慰，也证明皇上没看错人。蔡泽是聪明人，李丞相只是点到为止，他相信蔡泽能明白皇上的用意。你就安心准备上任一事，我会去求皇上，让倩儿跟你一起去。他不想李倩跟着他一起去受苦。我们夫妻一体，能一起去，我自然愿意陪你。可是没事，再怎么艰苦，不也是也有百姓吗？他们既然能生活，我为什么不能？既然如此，就这么决定了。那就劳烦岳父了。臣参见皇上。平身，李爱卿来，所谓何事啊？为李倩和蔡泽来的呗。你上旨上就说让蔡泽5日后去昌山上任，又没说可以带上李倩，人家2人新婚燕尔，肯定不想分开啊。皇上，臣是为蔡泽求一个恩典，不知是否可以准许他带家眷一同前往？必须的啊！昌山县就等着2人去改变，李倩的商业版图就是从昌山开始展开的。准了。皇上满意的点头。乐亲王那边回到王府后砸了不少东西，
心里还堵着那一口郁气。王爷息怒，是这梦又太没用了。皇上是敲打了您，可并未对您做些什么，要不还是联系一下姚将军那边。不可，沈玉那边怎么样？沈玉似乎疯得更加严重了，下人们把东西丢上地上，他直接捡着吃。再忍忍，等乐亲王出府，他就有机会找证据报复乐亲王了。不想这机会很快就到来了，是吧？也不知道王爷怎么想的，居然把这种人留在府里。唉，这样活着有什么意思？还不如死了清静呢。王爷心善，没办法，我们快走吧。可是王爷说要看他吃完，不然他饿死了怎么办？没事，一顿不吃死不了。王爷又不在府里。哎，我们快走吧。别光打趣我了，你上次不是说四皇子翻墙去找你了？之后呢？没有之后，四皇子那混蛋肯定是消遣我。谁消遣你？本宫没听错的话，你们是在说四皇兄？你怎么偷听人说话呢？什么叫偷听啊？本宫是光明正大的听，好吧？你是不是想对付四皇兄？本宫可以帮你啊！才不要！谁说我要对付他了？你不对劲哦！本宫知道，你知道什么？你是不是喜欢四皇兄？本宫才说要帮你对付他，你就这么着急？难道你俩就是画本里的欢喜冤家？你胡说什么？薛姐姐，你看他都脸红了，还说本宫胡说。哎呀，喜欢就喜欢嘛。凭本宫看了这么多画本的经验，肯定能帮你保得四皇兄归的。那他就努力的撮合两人吧，看他们在一起应该比画本有意思。你怎么突然这么好心了？是有那么一点不好的心在里面。其实本宫就是想看你和四皇兄在一起，在他和本宫拌嘴的时候，你就帮本宫就好，就这么简单。当然，真的，本宫不骗你。低声在秦芊芊耳朵旁把自己的计划都说了一遍。这不好吧？感觉不靠谱。什么不靠谱啊？你是不信本宫吗？你和四皇兄从小就认识，你既然不好意思告诉他你喜欢他，就逼他给你表明心意不就好啦？那就这么办。你放心，只要我成了你四嫂，肯定不会让你四皇兄欺负你的。二皇子，杜小姐，里面请。郡主，上次沈玉的事多谢了。阿言不必和表妹客气，不过沈玉的事什么事啊？杜小姐不用客气，以后都是一家人。表妹说的对。我把沈玉的事儿一字不落的对二皇子说了一遍。那沈玉那边有什么进展呢？乐亲王蛰伏了这么久，肯定不会轻易留下什么把柄的。况且沈玉看起来就不太聪明的样子，能成功吗？不知道，我并未和沈玉联系。乐亲王，这么看来，六公主的事也的确是他的手笔。没错，还有沈怀和乐亲王也有联系，只是父皇并没有确凿证据。三皇子那边可是等到了用过午膳，还未见暮雪前来。殿下，郡主来了。好，本宫这就去。你方才进来敲门了？属下敲了，估计殿下有心事，所以没听到，一副神游天外的样子，能听到才怪呢。郡主，让郡主久等了，里面请。真登对呀，也不知道郡主瞧不瞧得上我家殿下。是我让殿下久等了，因为表哥寻我有事耽搁了。无碍，我今日有无要紧事。屋里只剩下两人。殿下，这是这些年的平安符。谢郡主。殿下，如果上面有什么脏东西的话，就不要了。对不起，害得你当时受伤了。不碍事的，当年答应了殿下，自然该说到做到。三皇子却知晓这一枚枚的平安符来得有多不易。上次郡主说我是骗子，我承认。郡主不必为此道歉，我说的是实话。这些年我有找过你，可是没有找到。郡主先等等。郡主打开看看，画里是一个男孩和一个小女孩。那日天色较暗，所以我没有看清楚郡主的长相。殿下若是不介意，我可以把画补齐。好了，殿下看看如何？殿下，东西既已送到，我该回去了。郡主为我求平安符，是单纯为了不违背约定，还是心悦于我？郡主只需点头和摇头即可给我答案。殿下当真想知道答案？答案是肯定的。那我现在回答殿下，是。我知道了。皇宫里这么大好的时光被暴君困着，看他如何骂大臣。快，现在沈玉应该发现了乐亲王的秘密，三皇兄知道了女主为他做的事儿，应该也会开始对女主主动了吧？哎呀，这么多有意思的事儿都没有办法去围观，真的好痛苦啊！皇上，您先喝点茶。刑部今日是不是该处置孟佑了？暴君这次怎么不去听墙角啦？父皇，
儿臣想去刑部一趟，求父皇恩准。什么时候才能像六皇姐这样来去自由啊？那样就能哪有乐子去哪儿，还可以带上三皇兄，让三皇兄保护我。不对，等我长大，三皇兄估计就去保护女主了，没时间保护我。到时候忽悠暴君，把青荣或者清风给我也不错啊。洛儿想得真长远呢，路都还不会走，就开始惦记到处跑了。父皇，儿臣可以带洛儿去吗？六皇姐，你是我亲姐，爱死你了！暴君，你干啥呀？赶紧把我给六皇姐！你要是能带我出宫就更好啦。他若是不给，只怕洛儿得在心里叭叭个不停。六公主跑得比谁都快。梦佑，本宫来看你了。六公主是从何时发现我的意图的？其实一开始就发现了。还有，你太着急，本宫不是傻子，自然看出了你心怀不轨。若是我不知道剧情就信了。原来是这样吗？也有可能是你太想表现，所以让本宫感到不适。本宫堂堂公主，什么样的男子没见过？血亲王当真是小瞧了本宫。六皇姐，你就别装了，要不是有五皇姐拦着，恐怕你都进宫求暴君赐婚了呢。洛儿连这都知道，看来下次在洛儿面前得装得谨慎一些了。是啊，我怎么就听了乐亲王的了呢？后悔有什么用吧？世上没有后悔药。乐亲王擅长男人软肋，能被他拉下水也实属正常。六皇姐要去给秦芊芊出馊主意喽？不对，馊主意已经出了。笑死，两个恋爱小白，真是一个敢教，一个敢学。这孩子这是怎么了？齐大人散职回来，看到的就是这幅画面。又和四皇子和好了。哎呀，这次吵架的时间还真是长的，这么长时间才和好。爹娘，我决定了。决定什么？爹，我就说要比武招亲，您至于这么激动吗？芊芊这儿没出毛病啊。芊芊，要不娘去找个大夫给你看看。娘，爹，我已经决定了，我就是为了激死皇子。那万一不成功呢？不成功你真把自己嫁出去啊，可别怪爹没提醒你。您就不能盼我点好的吗？你别胡闹得太过了。女儿有分寸。哎呀，行了，别装了，想不想出去啊？你外祖父我今日心情不错，听说芊芊那丫头今日再弄个什么比武招亲，你要不要去凑凑热闹啊？秦芊芊这是有多担心自己嫁不出去，真能折腾。这死孩子怎么就不开窍呢？过年时我不是给你银票包红封，你没给芊芊那丫头啊？你怎么就这么……哎呀，罢了，你现在赶紧去秦家吧。我不去，他又不傻，肯定是为了好玩，不用管。你不喜欢芊芊那丫头，你这孩子怎么就这么死心眼呢？想气死我不成啊？外祖父，您就别担心他的事了，真的没事儿。陛下，娘娘让您现在随奴婢一同进宫。母妃有说什么事儿吗？不，完了，我都在混日子，肯定逃不过母妃的考核。那个，你先等等，本宫去换身衣服再随你进宫。走吧。你很冷，穿这么多件，不知道还以为过冬呢，也不知道让这臭小子进宫作甚。还好，外祖父，我先走了，见过母妃。外面有那么冷吗？穿这么多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没衣服。不知怎的，儿臣今日有些畏寒。去把多余的衣服脱了，本宫看着闹心。你不要脸，本宫还想要脸。母妃，您唤儿臣进宫有事。你和秦家那个丫头怎么说也是青梅竹马，她比武招亲，你心里怎么想的？母妃怎么同外祖父一样？秦芊芊什么性子我能不知道吗？这事儿能成才有鬼呢。母妃，秦芊芊这事儿肯定成不了，儿臣也没什么想的。难道儿子真的不喜欢那丫头？看样子也不像是在说谎。行了，本宫也没其他事了，你想去看的话可以去看看，你其他皇兄应该也去看热闹。那洛儿也在吗？太子殿下带着去了，你想见洛儿就去吧。这人也太多了吧，要的就是要这阵仗，给四皇兄点压力，省得他不知道你的好啊。是这样没错，可我好像看到了太子殿下啊。太子皇兄在哪儿？六皇姐怎么怂啦？太子皇兄这么温柔，你躲啥呀？太子皇兄是温柔不错，可做什么都讲究规矩，万一他去告诉父皇我在秦府胡闹，估计被父皇问责事小，被禁足事大呀。参见太子殿下。秦小姐请起，六妹妹也在这儿。好巧啊，
太子皇兄怎么也在这儿呀？来盯着你和秦芊芊的呗。乐亲王和暴君现在暗潮涌动，你们是生怕乐亲王没有机会搞事情，所以搁这卖力的给人家制造机会。还好现在暴君了解乐亲王的尿性，可以让太子皇兄来盯着。也不知道现在乐亲王去见缝插针了没有？这场比武招亲热闹喽！本宫受秦大人邀请来到府上，倒是六妹妹。那个，我是来给芊芊长眼的，是吧？芊芊，我不仅请了六公主，还有郡主也会来。既然是帮秦小姐长眼，怎么不出去？现在出去啊！太子皇兄的长相太具有欺骗性了，看着好相处，其实这也未尝不是一种疏离呢。太子殿下在这儿，三皇子会不会也在？郡主不必多礼。看女主这副样子，肯定是没休息好。三皇兄有真是的，喜欢就喜欢，不喜欢就不喜欢，说些模棱两可的话，折磨人干嘛？哎呀，算了，好饭不怕晚，等三皇兄自己发觉女主的好，再表白吧。这么随随便便就在一起，还真对不起女主上辈子的深情和付出。还是看别人谈恋爱有意思啊，别人恋爱我磕糖，别人翻车我骂娘。还好三弟听不到，不过洛儿这话还挺押韵的。洛儿，猜猜四哥给你带了什么？四皇子居然来了，这次来的还挺快，难道这馊主意有用啊？四皇子懵逼，什么馊主意啊？当当当当！洛儿快看，这儿怎么有一只小洛儿呀？哇，这娃娃真好看！没想到四皇兄你还会这呀，帮我雕一个嘛。哼，本宫没工夫给你雕，喜欢自己学。哦，以后谁说四皇兄一无是处，我第一个不同意，这完全是我的缩小版啊，爱死了。不过我记得四皇兄雕了2个，给秦芊芊雕了1个，手估计划得不轻吧？嗨，心里有丢丢感动是怎么回事啊？洛儿是你妹妹，我也是你妹妹啊。洛儿还小，你也还小吗？四皇子怎么来了？本宫来给洛儿送礼物，现在就走。荣国公是不是有个力大无穷的儿子？王爷，您的意思是要让荣国公的儿子去参加？怎么了？属下方才看到乐亲王去了荣国公府。好家伙，乐亲王不会是把元明忽悠来了吧？看秦芊芊这么惊讶，这下真的不好收场了。有元明在，其他这些公子都变成了小趴菜，四皇兄也不是对手啊。六皇姐估计得 emo 了，规则又不能随便改。元明来了，雪姐姐怎么办？人都来了，就只能按规矩来。秦府比武招亲谁都知道，袁公子也确实可以参加。若强制不让人参加，等于在打荣国公府的脸。太子殿下说的不错，这次的确是太过于胡闹了，且先等等吧，会有办法的。其实元明在似乎也是好事儿，如果最终是元明拔得头筹，让元明放弃，是比其他人容易些。乐亲王还真是闲得慌，一天天只知道四处拱火。按时间推算，现在沈玉应该发现了乐亲王的秘密不错，怎么还没有捅出来呢？乐亲王的秘密，中间好像有一些事儿，看来只能等了。芊芊，对不起啊，没事。他这么做，无非是想让秦家和荣国公成为亲家，只要元明拔得头筹，秦芊芊就得嫁。怎么了？三皇子不知怎么回事，差点撞到马车上。抱歉，太子皇兄。怎么回事？走在路上都能分神啊！谢太子皇兄关心，没事。因为郡主，算是吧。今日本宫去秦府时遇到了郡主，好似也没休息好。有什么事直接说清楚就好，反正不是和大臣们打交道，不必有太多弯弯绕绕。太子皇兄是在宽慰我吗？殿下，您笑什么呢？难道是郡主送殿下回来的？没什么。秦府那边有什么事吗？殿下，您不是出去了吗？秦小姐搞什么比武招亲呢？不过今日才开始初选，没什么意思。昨晚属下在门外听到殿下您……本宫怎么了？那属下就说了，殿下不能因此处罚属下。殿下，您昨晚似乎叫了郡主的名字，说什么不要，后来好像还哭了。门在那儿。属下这就滚。殿下，子阳敲门进来，看到三皇子蹲在地上，一副伤心欲绝的样子。您怎么了？本宫没事。怎么了？属下就想问问，您要不要去秦家那儿凑热闹？再说吧。三皇子从梦中惊醒过来，缓了缓，从床上下来，穿上鞋子走出房间，牵了匹马，
骑着就往清远侯府去。梦里的一切都太过真实，也许梦里看到的一切就是住持大师所说的上辈子。暮雪，抬手直接把暮雪揽入怀里。真好，你没事。殿下，你先放开我。三皇兄是不是受了什么刺激啊？瞧他刚刚这么着急，还以为是出了什么事儿，结果就是为抱女主。难道这就是直男的专属浪漫？不对啊，这转变真的太快了，我得缓缓。不会吧，不会吧？啊，会不会是三皇兄知道了上辈子发生的事情？肯定是这样的。刚刚他那担忧又缱绻的眼神，我不会看错。不过书里三皇兄是在女主死后才知道女主是他要找的小女孩，还有女主为他所做的一切。可惜人死如灯灭，知道了有什么用呢？我要不回避一下？没错，我们就可以回避。气氛都到这儿了，再抱一会儿也没关系。不用，我做了个梦，担心郡主，所以就过来看看。郡主没有被吓到吧？没事。郡主，我那日说的话是我没说清楚，说是郡主愿意，以后我想给郡主画一辈子的眉，陪郡主做想做的事。妈呀，表白了！还好今日被二皇兄带出宫了，不然岂不是错过了？郡主不必现在给我答案，我说这些话不是一时冲动，郡主可以看我的表现，收拾不满意可以拒绝我。表妹，既然他给了你这个机会，表哥就帮你好好考察考察的啊。二皇兄的算盘珠子都快崩我脸上了，自己现在还娶不到淑颜，就在女主面前拱火。郡主，您说若是奴婢不睡觉，就在那守着，这东西还会出现吗？今晚试试，好好养着，别养死了。真奇怪，前几日出现的都是郡主您喜欢的，今日怎么出现的是您最讨厌的菊花呢？晚上，郡主，奴婢就说守着不会出现，你还不信？休息吧，三皇子今日估计是有事耽搁了。元明果然没让人失望，明日好戏就该开场了。和元明对阵的这人，属下去打听了，他肯定不是元明的对手。秦芊芊和四皇子那边是什么态度？秦家那边除了着急，还能怎么办啊？四皇子就不必多说了，这几日都没有出现过。好，听闻其他几位皇子都去了，本王明日也去瞧瞧。真是一个能打的都没有。待会儿两人打起来，肯定是丑的那个，也就是元明能赢。你们先看看能不能拖一拖，我去找四皇兄。太子殿下，是本王的人不长眼，不小心冲撞了你的马车。狗屁的不小心，我看你就是担心太子皇兄把你挖的坑填了，所以故意搞这一出，以图耽误时间。可惜啊，太子皇兄早已派人去了秦府，眼下有的是时间和你在这掰扯，再不济还有四皇兄呢，反正你是不会如愿的。既然皇叔的人不长眼，不如本宫回宫，让父皇给你送一个长眼的过来。本宫皮糙肉厚倒是没什么事，可洛儿还小，经不起这么下。皇叔说是不是啊？没想到太子皇兄还有这一面，以为太子皇兄没脾气呢。还不快给太子赔礼道歉！今日确实是我的人冲撞了太子殿下和小公主，改日本王让你送礼给小公主赔罪。皇叔的好意心领了，礼就不必了。本宫还忙着去秦府瞧热闹，皇叔要去吗？他肯定要去啊，心里现在估计在美滋滋想着去看戏呢。秦府的事，本王也是方才听说的，那本王也去看看好了。弄得还很不情愿似的，真能装，都恨不得在秦家安个监控了，还说是方才听说的。太子殿下，马车被撞坏了。撞坏了，刚好可以坐乐亲王的马车，他不是也要过去吗？嘿，正好可以膈应膈应他。洛儿还真是鬼灵精，不过倒也是个办法。换马车的话，估计得耽搁时间。皇叔，既然你要去秦府，不如一起。本王的马车不怎么大，没事，挤一挤便好。太子皇兄装不懂也挺有一套的，乐亲王在委婉拒绝你呢。你别转了，转得头晕。芊芊，过来坐下，现在着急也没有用，你放心。无论如何，爹爹都不会让你嫁给元明的。秦大人、秦小姐稍安勿躁，太子殿下已经派人去找郡主，等郡主到，就一切都解决了。就是估计得让秦小姐受点罪。本官替小女谢过太子殿下。整这么一出，连太子殿下都惊动了，结果没惊动四皇子，所以不高兴了。爹爹说话可真扎心。四皇兄，快去救救秦芊芊！秦芊芊怎么了？
他不是比武招亲吗？结果那袁明也来参加了，今日是最后一场，袁明肯定会胜，所以那秦倩倩是会嫁给他是吧？我知道了，你回去吧。那你不和我一起去？我不是得想办法吗？平时也没见你这么着急，这事是你俩搞出来的吧？别杵着了，你先回去陪着秦倩倩。去哪儿呢？我交给你的任务完成了。臭小子，现在知道急了呀？之前不是很淡定吗？以为有多能忍呢？我回来再说。外祖父，我真的有事。去秦家？哎呀，之前让你去不去，赶紧去吧。都火烧屁股了，四皇兄还想着送花，到底知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啊？走吧。两人去到秦府。倩倩，四皇兄来了。秦倩倩，你是不是傻？知道你能折腾，可是没想到你连自己都折腾进去。秦芊芊只觉得心里一阵委屈，眼泪啪嗒啪嗒的往下掉。你哭什么？难道你觉得我说错了？别哭了，赶紧擦擦。你还好意思凶我？还不是因为你，不然我也不会把自己坑了。秦芊芊，你讲讲理好不好？拿着闻一闻。哎妈，又被再一次当成空气。还好女主路上马车出了问题，才有了四皇兄的表现之地。不过现在送花不合适吧？哦，明白了，秦芊芊花粉过敏。哼，四皇兄变聪明了，口是心非啊，算是让你玩的明明白白的了。之前穿越女哭也没见你第一秀去擦鼻涕眼泪。洛儿怎么又提这事儿？这不是都过去了吗？你故意的，明知道我闻了这个。他突然想到了什么，接过花凑到鼻子边上闻了闻。太子殿下觉得谁会赢？很明显，袁小公子明显是在玩，可惜了呀。听闻这秦小姐和四皇子是青梅竹马，也不知道四皇子知道会如何想。太子殿下，王爷，郡主在过来的路上马车出了事，不过四皇子已经有办法了，太子殿下不用担心。你去把这事告诉三弟，让他去看看郡主有没有事儿。哎呀，你不好玩。秦大人，这以后就是亲家了啊！爹，媳妇儿。哦，爹爹这就让明儿见媳妇儿。也不知道秦大人会不会愿意呢？袁小公子赢了，秦大人怎会耍赖？不然这比武招亲的意义何在？啊，去把小姐请出来。秦小姐来了，明儿快看，媳妇儿在那儿呢。看不到，看脸。本次比武招亲获胜者是袁明袁公子。芊芊，你掀开帷幕和袁公子说两句。丑八怪！爹，这丑八怪！荣国公啊，芊芊的脸虽然这样，可她有喝药，肯定能够治好的。什么丑八怪？你既然赢了，就得娶我。你放心，我这病可以治的。不要丑八怪！秦小姐这脸会好的，等好了就不是丑八怪了。爹，回去吧，不要丑八怪。哎呀，好，爹爹带明儿回家。真是蠢，秦大人。哎呀，犬子恐怕无法娶令千金了，你们秦府再重新选良婿吧。岳亲王心里的白眼儿，只怕要翻上天了。他想看的是两个人撕破脸，结果荣国公反而还给秦大人道歉，这不得气死他？最近这么多不顺心的事儿，也不知道王府里的东西够不够砸泄愤的。还是四皇兄这办法好，简单粗暴的同时又不破坏两家的关系。除了岳亲王，大家都皆大欢喜。别呀，我这真能治。毕竟袁明是傻子，他没办法和傻子说理。秦小姐，我带明儿我先回去了，实在抱歉。哼，可惜了，还以为很快就能喝上秦府的喜酒了。谁说不是呢？这么着急回去摔东西泄愤吗？满心欢喜的等着看戏，结果自己才是那个笑话。怎么样，我方才做得很好，对吧？厉害，本宫方才都以为你要真嫁了。几人瞬间笑成一团。这一次给大家添麻烦了，谢谢你们。真想变成丑八怪吗？知道自己麻烦，下次别这样。还有，不许和六妹妹同流合污。还没在一起就开始胳膊肘往外拐了，难道这就是爱情？你还笑我丑？算了，看在你帮了我的份上，想笑就笑吧。还有，你之前当别的女人的面凶我的事，
兄不和你计较了。芊，我对你好你记不住，对你不好你倒是记得清清楚楚。你怎么对我好了？我怎么对你不好了？还说我像你丑？是谁在10岁那年嚷嚷着要吃蜂蜜，我吩咐人要去买来，又说要树上摘的，因为这事我被马蜂蛰了。那时候你不也这样笑？还有6岁那年，你打碎了秦大人最爱的花瓶，担心被他责骂，是谁为你顶的包？还有你上学时被父子罚抄女诫，也是我给你抄的。11岁那年你来，哎呀，你别说了。四皇兄这么把我们当成外人啊？这可是人家秦芊芊的糗事儿，你这么直接大啦啦的说出来合适吗？这么回忆起来，你对我还真挺好的。本来就很好。过年时我还给你包了红枫，改日一并给你。真的？那你上次翻墙怎么没给我？当然是因为他翻墙掉下去喽。别说他武功不怎么样，就是二皇兄也没能避免翻墙坠落，更别说他了。打坏了我书房的花瓶，还嫁祸给四皇子啊！你挺有本事的呀。爹，芊，你没事吧？我来时马车在路上出了问题，后来听说你这边有四皇子，所以就回府给你配药去了。谢谢雪姐姐。雪姐姐的马车出了问题，人没事吧？我说三皇兄怎么中途不见了？原来是去英雄救美了呀。马车出了问题，二人一起回府。三皇兄是背着女主回去的呢，还是公主抱回去的呢？他既然有了前世的记忆，肯定不会放过这种表现的机会。洛儿怎么连这都知道？不知道的还以为洛儿有千里眼顺风耳呢。郡主就是崴了一下脚，多亏三皇子把郡主带回府，给郡主把脚复位了。这丫鬟还可以啊，会云多云，我爱听。本宫还有事，先走了。太子皇兄，父皇让我等会儿回宫，到时候我带洛儿回去吧。郡主，奴婢今日忘了把那菊花搬出去了。菊花？雪姐姐，你不是最讨厌菊花吗？怎么还养菊花？这菊花该不会是三皇兄这个大聪明送的吧？最近他不是在献殷勤吗？都有了前世的记忆，居然还能送错？三皇兄该不会是知道女主宫里摆了不少菊花，所以以为是她喜欢？人家哪里喜欢啊？她宫里那么多菊花，是因为穿越女故意弄去膈应女主，让女主看到菊花就想起她母亲的死。看书时有不少人都猜测女主自杀是抑郁所致。这一次，三皇兄你可别把人再弄抑郁了。哎呀，三弟追棋路漫漫喽。郡主，我没事，人总要学会成长。也是，人总要学会释怀。也许三皇兄能帮助女主走出这段不想回忆的往事也不错。太子已经提前把秦家发生的一切告诉给了皇上。老四这次做得不错，挑些东西给四皇子去吧。四皇子还给小公主送了木雕的木娃娃，那再加上白银1000两。皇上，三皇子来了。暴君叫三皇兄来干嘛？盘问女主和三皇兄的进展吗？估计是最近大臣们忙着学习，都没时间烦暴君，暴君这才有时间磕 CP 呢。父皇唤儿臣来，有何吩咐？明日蔡泽就前往昌山县，你同金将军一起护送他去。是，儿臣等会儿就回去收拾。去昌山的路是不太平，可三皇兄一个人护送就绰绰有余啦，怎么还让舅舅也一起去啊？这几年朕没少拨了银两去昌山县，可昌山县一直没有变化，朕怀疑是不是有人把这些银子收入了囊中？不用怀疑，很显然是被人贪污了，还是熟人手笔呢。所以父皇的意思是不要只护送蔡泽，还有银两。荣国公这老东西真没用，他儿子是傻子，他也是吗？此次蔡泽去昌山县，皇上应该会让他带着银子去，你让我们的人准备准备。王爷，属下方才打听到，皇上让三皇子和金将军护送蔡泽去昌山县。他还真是小心呢。既然如此，让昌山县那儿的人准备好。是。今日秦芊芊都那样了，你确定四皇子真的没出现在秦府？是，属下是指四皇子是从侧门去的秦府。哎呀，材料得罪你了。外祖父，我怎么出去一趟连魂都没有了？发现自己对秦家丫头不一样，心里接受不了。哎，我和你外祖母也是青梅竹马，
一开始我也不觉得自己喜欢他，还傻乎乎的给他和我朋友牵红线。哼，等我看着他们关系越来越好时，我开始慌了，就像你现在这样。那后来呢？是谁先开的口？谁开口不重要，你在心里想想为他做过的事，不就是证明他值得你才这么做吗？没有人逼你吧？第二日，三皇子，您不需要给郡主留话吗？不必了，郡主看到琴自然会明白。一把琴能看出什么呀？郡主，你醒了，你要是醒早一些，就能见到三皇子了，这是他给您的。三皇子来了，你怎么不叫醒我？还有，你手上抱着的是什么？奴婢想叫醒您，三皇子不允许啊。这是三皇子让奴婢转交给您的琴。三皇子有给我留话吗？三皇子说您看到琴就明白了，去帮我把我的琴拿过来。郡主，您的琴，没想到郡主您琴上的图案和三皇子的合在一起，居然是男子给女子描眉的画面。把琴放回去吧。其实穆雪很好奇，三皇子怎么知道他手上有这么一把琴的。四皇子啊，这些都是皇上给您的赏赐。这些都是父皇给本宫的。是的，四皇子啊，四皇子这是高兴傻了吧？是真的？不对啊，父皇为什么突然赏赐我东西啊？皇上知道了秦家发生的事情，有四皇子您的功劳，还有您给小公主送娃娃一事，奴才也告诉了皇上。曹公公，你真是个大好人。四皇子，你也不用太过感动。其实不止您有，其他几位皇子也有，您这儿没他们的多。其实你完全可以送完赏赐就离开的。算了，能有赏赐就知足了，其他皇兄多就多吧。皇上，东西已送到。四皇子什么反应啊？高兴。暴君想知道四皇兄和秦芊芊的进展，直接把四皇兄叫进宫问不就好啦？非得在曹公公身上旁敲侧击嘛？四皇兄现在应该在自我怀疑中，毕竟接受自己喜欢秦芊芊还是需要一个过程的。皇上一阵无言，人家不喜欢的都可以直接澄清，这都喜欢上了还需要过程，真是麻烦。算了，你下去吧。四皇兄这边你还真是上心，三皇兄那边也没见你这么上心啊。再过半个多月就是女主母亲的忌日，三皇兄表现自己的好机会，结果你倒好，直接让三皇兄去护送蔡泽。成山县的事儿牵扯还挺多，也不知道三皇兄和舅舅能不能查出来。若是能查清楚，估计不止暴君会被震惊到，就连岳亲王估计也想不到，当年他自请去岳亲，以为是赢家，其实他不知道的是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算了，担心这些也没什么用。三皇兄有主角光环，肯定能查出此事牵扯的关系。我这个奶娃娃就安安心心当好暴君的挂件好啦。洛儿就该多担心，这样他才能知道更多呀。我发行这些没什么问题吧？小姐，您今日起来梳妆好之后，已经问过奴婢不下5遍了。以前怎么没见小姐这么在意她在四皇子心里的形象？那就好。秦芊芊，我给你送红枫来了，你看看，我真没骗你，真包了红枫。那你也有，虽然给的有些晚。你怎么还戴着面纱？脸上过敏用了药，不是应该多通风吗？昨儿这么丑我都见了，现在你怕什么？所以你还是笑我丑了？那倒没有，只是你什么样子我没见过，这也不丑啊。哼，你来寻我就是为了给我红枫的，没有其他事了吗？你不说我还忘了，还真有。要不你先等等。秦芊芊又要搞什么？为什么要等等？反正你就等等，等过2日再说。你确定要过2日不后悔？就送你一个小礼物还得挑日子。秦芊芊，你可真难伺候。原来是给他送娃娃，他还以为是打算表白呢。什么？你不喜欢？没有，很喜欢。喜欢就好，六妹妹想要都没有呢。我回去了。这就回去了，都没有其他话说吗？你说他是不是傻呀？小芊芊，这么好的机会都不表明心意。方才小姐不是还说等过几日吗？好呀，你竟然打趣我！你家小姐我口是心非还不成吗？呀，什么口是心非啊？你们怎么来了？来看看你好了没？你不欢迎吗？才没有，这位姐姐这是舒颜姐姐，是二皇兄心仪的人，说不定你们以后都是一家人呢。到时候啊，等皇兄们都成了妻，
妍姐姐就是2皇嫂，雪姐姐就是3皇嫂。哦，原来是妍姐姐。以后若有人欺负妍姐姐，你就告诉我，我帮你教训对方。反正我凶悍的名声在外，也不怕。那就先谢谢芊芊了。不客气。怎么啦？是在为你和4皇兄的事发愁？我就想不明白了。4皇子今日来，我以为他会向我表明心意，结果就送了红枫和木雕娃娃。啊！4皇兄居然给你送了木雕娃娃！要不再等等？妍姐姐，你觉得呢？那我说了，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不会等，反而会主动表明心意。谁规定一定要男子先表明心意呢？对呀，我赞同，不然你不说，4皇兄也不说，岂不是白白错过？可是我说不出来啊。说不出来的话没关系，你可以用行动转达你的心意就可以了。这会不会不太好啊？感觉也挺有难度的。你要相信自己，反正就一个动作，很容易的。4皇子听到秦芊芊来，还有些诧异，这莫府还挺大呀。你又不是第一次来莫府，来找我干嘛？没什么事就不能看看你吗？这不是想看你学得怎么样了吗？我们去那儿说吧。你是不是又想让我给你弄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？我告诉你，我没时间。没有，我就是来看看你，真的。那个，你看那儿。趁着4皇子侧头之际，秦芊芊俯身在他侧脸上落下一吻。秦芊芊，你是女登徒子吗？怎么和妍姐姐说的不一样啊？于恒瑞，你等等我啊！你开门啊！你不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吗？喂，你说话呀！躲什么躲呀？我又不会吃人。现在是什么情况啊？莫老听完有些诧异。所以秦家丫头把恒瑞给弄害羞躲屋里了，这怎么还反着来了呢？罢了，既然秦家丫头这都这么主动了，这事儿啊8九不离10了。秦芊芊这边等不到4皇子开门，只能泄气的回到秦府。让你约纳杨欣，这事儿办得怎么样了？回王爷，杨小姐那边答应了，说是为了掩人耳目，去城外白云寺见。哼，还真是谨慎。备马车。杨欣那边收到乐亲王的邀约，才记起之前穿越女做的事儿，该来的还是要来。如果这样能帮皇上除掉乐亲王，那他觉得再付出点什么也没关系。欣儿，你要出去？杨欣点了点头。我去上香，很快就会回来，娘不用担心。好，上香好。杨小姐还真是寻了一处好地方。王爷过奖了，不知王爷约我有何事？不是杨小姐先对本王发出试探的吗？本王现在坐在这儿，就是给了杨小姐答案。杨小姐笑什么？王爷是想告诉我，您来这儿就是给足了我诚意吧？那我可能要让您失望了。本王不这么认为，杨小姐是聪明人，如果你想试探本王，那就不必了。通过京中的事，杨小姐应该知晓我现在的处境。别人都觉得本王身为王爷身份尊贵，可皇兄因为别人几句话就对本王产生怀疑，本王也是被逼无奈。我的确知晓王爷的处境，可王爷能给我提供什么？若是我真与王爷合作，肯定得有足够吸引我的条件，不是吗？正如王爷之所以来找我，也是看出了我身上或是杨家的价值。本王就喜欢同杨小姐这样的聪明人说话。杨小姐想要什么？我只求我爹爹能升官，其他不求。杨大人有个孝顺的好女儿啊，看来杨欣是不满意杨文现在的官职啊。谢王爷夸奖，既然我的要求提了，王爷的实力呢？用现在的安稳去冒险，我好歹得权衡一番，才能安心说服爹爹吧。杨小姐放心，本王肯定不会让你这么聪明的美人儿红颜薄命的。罢了，这事急不得，不行，还是得尽快知道这个矿的位置，再告诉皇上，不然真让乐亲王得逞，苦的是百姓们。哼，朕都怀疑他在乐清是不是去戏园子学戏了，戏怎么就这么多呢？别激动，杨欣又不是这一套。既然乐亲王找上了杨欣，就证明他现在动了造反的念头，希望杨欣能知道他的矿在哪儿，省得乐亲王啊真造反成功了。虽然被当暴君的挂件很苦，可比起小命不保，这样也还好。唉，真希望赶紧长大，好做那脱缰的野马。你退下吧，继续盯着乐亲王。沈玉那边
一定要好好看好。沈姨娘怎么会这样？你们都没人给她洗澡吗？姚夫人，是她不肯让我们靠近。是吗？去打水给沈姨娘洗洗，你给她好好洗洗，洗好回府。夫人为什么对她那么好？确认丫鬟离开之后，姚夫人这才拿出纸条，上面是用血写的几个字：乐亲王房间衣柜机关姚轩。沈玉难道想告诉他轩儿还活着？姚夫人在隔天就想了办法去支开乐亲王。岳母怎么来了？昨晚我做了一个梦，我梦到了轩儿，她说想王爷了，所以我不得来请王爷去给轩儿上炷香。好，本来这次就应该同岳母去看轩儿的，可惜本王现在身不由己，本王现在就让人备马车去白云寺给轩儿上香。谢王爷，我既然来了，想顺便去看看沈玉。你在门口守着，我帮沈姨娘看看她身上的伤。王爷已经被我支开，你有办法进入王爷的房间吗？否则也不会平白无故给他递纸条。姚夫人相信我就好，王爷的门口有守卫，我会想办法支开那些守卫，还有王府的其他人。至于你，先离开我的院子，找地方藏起来。好，你注意安全，我们在乐亲王的门口会合。放心吧，乐亲王都还没事，我会保护好自己的。起火了！沈玉关好门，找到了。待会儿无论看到什么，都别被吓到。过去吧，你想知道的都在这儿。你说这是轩儿？没错，我是看到地上他刻的字才知道的。轩儿，娘来看你了，你不想见到娘吗？你母亲冒着危险进来见你，就是想弄清楚一切。你还是看看他吧。是乐亲王做的。除了乐亲王还能有谁？乐亲王为何要这么对你？是你知道了他的什么秘密？姚轩点了点头，他的舌头被割掉了，没办法说话。轩儿别怕，娘现在就带你出去。他被锁住了，想带出去除非有钥匙，既然人见到了，先离开再想办法，再不走被发现就得不偿失了。正欲走，却发现姚夫人才站起身后就那么哭晕了过去。你最好好好活着，这样才有机会看到乐亲王付出的代价。皇宫里，你是说乐亲王把他的王妃折磨得不成样，关在了密室？姚夫人终于见到姚轩了吗？可惜啊，看到也救不出来。乐亲王真狠，就因为自己发现了姚家还未曾发现的矿，想占为己有，所以故意制造了，意图造反一事，假装被姚轩听见，再用这个借口一直折磨姚轩。现在姚轩清醒的时间越来越少，也不知道还能撑多久。哼，乐亲王还在白云寺和杨欣见面，没想到自己被偷家了吧？想尽一切办法把姚轩救出来。杨小姐，不知道你劝杨大人劝的怎么样了？王爷这边没有足够的实力，爹爹自然也得考虑，不然像沈怀或孟佑一般被王爷用完就扔，那多得不偿失。王爷说是不是？也是，那今日全当是闲聊了。王爷今日来为逝去的王妃上香，可不就是闲聊吗？本王约杨小姐出来，是觉得我们相谈甚欢。其实本王在想，若是能够娶到杨小姐，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承蒙王爷看得起，王爷无论是长相还是身份，都不是我能肖想的。那本王允许你肖想呢？杨小姐以为如何？不如何，我们是合作伙伴。王爷想消遣人，大可找别人，或者把心思放在其他上，我会更开心。回府吧。怎么回事？沈玉还真是能作，疯了还不知道安分些。你们说姚夫人在府上晕倒，怎么回事？姚夫人本来是要离开的，知道沈玉的院子起火，就让她的丫鬟一起去救火。等救完火，才发现姚夫人晕在了正厅。岳母怎么样？回王爷，大夫说夫人是忧思过重。王爷，一次是巧合，两次呢？反正现在姚夫人都自顾不暇了，不如把沈玉……你去做吧。皇上，沈玉已经带回大理寺，需要提审吗？先关着吧。是，臣告退。哦，想不到暴君身边还有人懂机关呢，笑死！乐亲王怀疑沈玉肯定会查看姚轩，等发现机关打不开时，表情应该很精彩吧？可惜啊，没办法亲眼看见。不过暴君在机关上动了手脚，还是没有办法把姚轩救出来啊。他脚镣的钥匙，乐亲王都是贴身携带，想拿到根本不容易。怎么把杨欣忘了？乐亲王这狗东西，不是想聊杨欣吗？可以让杨欣看看能不能拿到钥匙。洛儿，
是想用美人计吗？姚轩长得不差，都被乐亲王折磨成这样，杨兴长相还不如姚轩呢，这美人计能行得通？皇上，三皇子和金将军前日平安抵达了昌山县，这是他们递来的信。对哦，差点把三皇兄和舅舅忘了。还真是被人贪污了，真是好大的胆子。洛儿说此事是熟人的手笔，难道是乐亲王？想不到三皇兄和舅舅办事效率还挺快，这么快就查到了银子去往了何处。只是这些人都死了，真正拿走银子的人还藏着呢。乐亲王以为银子是自己的人拿走了，他不知道的是自己也被下面的蒙在鼓里。让我们的人都撤了，别给人当替死鬼。那王爷打算如何处置他们？以后再说。杨小姐怎么来了？听我爹说，沈玉被带到了大理寺，王爷这边是出了什么事吗？倒是没什么事。是吗？看王爷的样子，以为是遇到了什么事。既然王爷不想说，那就当是我多想了。大理寺打算审沈玉吗？我让我爹先不审，但不知道能拖多久。对了，听闻三皇子和金将军已经到了昌山，王爷手若是伸到了那边，就先撤了吧。杨小姐，不如同本王饮一杯。王爷想借酒消愁，我没时间奉陪。谁说本王想借酒消愁？本王只是想和杨小姐一起喝酒罢了，这样什么糟心事都没了。那王爷还是同我一起去游湖吧。好啊，杨小姐就穿这身出去吗？有什么问题吗？蓉蓉姐，你说杨小姐怎么又要去游湖？不是为了查探钥匙吗？估计是乐亲王身上没看到，等会儿我们见机行事，给杨小姐制造点机会。杨小姐在想什么呢？没什么。没事吧？没事，王爷去看看怎么回事。船再次被人大力撞了一下，王爷小心！姐姐把乐亲王推下了水里，听到扑通的声响，清风知道成功了。王爷，你等我下来救你！杨欣眼见着乐亲王往上游，扑通一声跳进水里面，把即将游上来的乐亲王又给砸了下去。确认荷包里面有自己要的东西。王爷没事吧？没事。王爷，先回府去换衣服。两人不是在游湖吗？怎么还真游到湖里了？王爷莫要着凉了，先回去换衣服，喝点热汤暖暖身子。你也早点回去吧，别着凉。东西拿到了，你拿去用了，再拿回来给我。好。杨欣厉害啊，我算是知道乐亲王的尿性了，他就喜欢对他爱答不理的。说起来，天气也还不是太热，他怎么就开始热脸去贴冷屁股了呢？果然啊，男人都喜欢得不到的。哎呀，这些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钥匙拿到了。到了晚上就寝时，才发现荷包不见了。难道是掉在湖里了不成？王爷，您怎么了？本王荷包丢了，那荷包是王妃做的。王爷，听说王爷的荷包丢了，我不是有意偷听，是我睡前发现耳坠子不见了，所以回来找。杨小姐找到了？找到了。王爷荷包是什么样的？既然遇到了，我可以帮王爷一起找。3个人一起找总比2人找快，更何况还是王妃留下的东西。王爷找不到，回去估计也没办法救起。3人在湖里面一顿找，找到了，是这个。既然这荷包这么重要，王爷以后好好保管着才是。本王送杨小姐回去吧。杨欣头也不回的拒绝。难道这就是欲擒故纵？那不得不承认，杨欣确实有手段。成功拿着钥匙的清风却把姚轩背出来，又把机关恢复成乐亲王打不开的样子。王爷，属下去打热水给您沐浴更衣。怎么样啊？此人身子亏损的厉害，全凭药吊着，臣无能为力。此人交给你了，好好照看着，嘴巴也严实点儿。臣遵命。皇上驾到！哎，突然发现了一个问题。从我出生就没见过暴君宠幸过谁，他不会憋坏吗？嗨，以前嫔妃们上赶着，暴君不屑一顾，甚至还斥责人家，现在一个个都安分起来。暴君估计想那啥也不好意思开口吧。不过他今天居然一反常态的把我抱回来顶娘亲，该不会是去偷吃了吧？爱妃的身子看上去好了不少啊。鹿儿差不多都是皇上您带，估计是这个缘故吧。暴君怎么突然夸娘亲啊？不对劲儿，他该不会是打算让娘亲侍寝吧？好，朕只是过来带鹿儿过去，爱妃该做什么就做什么。哎呀，赶紧把我带走！娘亲该打牌就去打牌，不然继续待下去，暴君改变主意又憋了这么久，娘亲岂不是惨了？
也不知道暴君有没有让人把姚轩带出来。姚轩那样子肯定是没救了，毕竟被折磨了这么多年，就算女主出马也无能为力。你去传穆郡主进宫，起来吧。这让郡主进宫是想让你帮看一个人。我就说嘛，三皇兄不在，暴君还让女主进宫，原来是让他帮看人啊？难道是姚轩啊？这么看来是我误会暴君了。暴君不是去偷吃，是去处理姚轩的事儿了。嘿，还好我只是在心里想，他不知道，不然肯定炸了。郡主，等会儿别被吓到啊！人家是女主哎，怎么可能被吓到？暴君，你是看不起谁呢？对了，暴君把我送回娘亲那儿，该不会是担心我被吓到吧？皇上，臣女只能想办法让他多撑些时日。他还能撑多久呢？最多3个月。姚将军看到自己女儿这样，估计会把乐亲王剁了喂狗吧。王府心里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打不开。王爷，您怎么坐地上了？如果你有一个箱子，但是钥匙不见了，这个箱子又不能劈开，你会怎么办？看这个箱子里有什么呀？若是没什么重要的东西，完全可以不管啊。去姚府看看姚夫人。结果姚夫人依旧没醒。王爷都来看夫人2次了，宫里也没见人来看过夫人。回到王府书房，现在他得做好2手准备。若是能够说服姚康，他就可以先打皇上措手不及，登上那个位置。若是失败，罪责也和他无关。哎，你身子不好，还是先躺着吧。对了，暴君有没有派人去看姚夫人啊？昏迷了这么久，也不知道清醒了没有。完了，乐亲王如果借此事挑拨姚康，肯定能成功。现在姚将军应该是在来京城的路上，那兵符岂不是也给了姚康？姚康因为士兵们常年见不到家人，心里对暴君早就心存不满，眼下有这种机会，肯定会同乐亲王狼狈为奸的。皇上，人带来了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姚夫人不是晕了吗？暴君搞这么一出，该不会是为了让乐亲王造反，再顺势除掉乐亲王？我就说嘛，暴君不可能这么没用。有人盯着乐亲王，怎么还能让他把密信送出去？原来是为了给他挖坑呢。陆儿也不是什么都知道啊。瞧瞧这惊讶的小表情，真招人稀罕呢。臣妇参见皇上，多谢皇上把轩儿带出来。起来吧，朕已经秘密召姚将军回宫，相信用不了几日，姚将军就会进宫见朕。谢皇上。皇上，今日没什么事的话，臣女先告退了。明日臣女有事不能进宫，还望皇上准许。人家姚夫人肯定有提起话和女儿说，暴君还不识趣些出去。对了，明日是女主母亲的忌日，暴君再继续把人留在宫中就过分了哈。也不知道三皇兄能不能赶回来陪女主。回到侯府。爹，您在这儿做什么？雪儿，你这是跑去哪儿了呀？爹爹是担心我又偷偷跑去看娘了吧？女儿只是有些其他事，所以出去了一下。是三皇子送你回来的？他之前半夜翻墙来府上，你当我不知道？爹爹，三皇子只是来给我送东西。什么东西非得晚上翻墙送？又不是见不得人。爹爹，就是一些简单的东西。我这还没说什么你就护上了。他若是真喜欢你，明日就应该陪你去见见你娘。还有，得问问他府上还有没有莺莺燕燕。2人口中的三皇子此刻正在拼命地往京城赶。殿下，这都第几匹马了，您就先休息休息吧。真不知道殿下发什么疯，这才到昌山县没多久，又着急忙慌地往回赶，这不是闹着玩吗？新将军也真是的，不帮忙劝着就算了，还任由着殿下胡闹。继续赶路吧，不然明日早上还抵达不了京城。可是马死了，我们怎么赶路啊？殿下，您不会想让我背您吧？本宫是让你用轻功赶路，赶紧的，等会儿别跟丢了。还是来晚了一步吗？殿下，您别告诉我，您这么着急赶回来，就是为了见郡主？原来殿下是为了郡主疯啊！可是这么狼狈，适合见郡主吗？你先回宫去见父皇。不是，我和雪儿来看你了，还带了你最喜欢的点心和花。娘，女儿来看您了。女儿不孝，当年郡主。殿下，你怎么来了？今天是你娘的忌日，我希望陪着你，让你别那么难过。可是殿下回京，皇上知道吗？郡主不必担心。您好，我是三皇子，谢谢您生了这么好的女儿，你放心，我会好好保护她，陪着她。
不让她难过。雪儿，你跟你娘说说话吧。侯爷，三皇子若是想消遣雪儿，那侯爷，我是认真的，绝无任何消遣郡主的意思。好话谁都会说，看你表现了。如果你能让雪儿开心，我呢也不是那棒打鸳鸯之人。娘，以后女儿每年都会来看您。方才的人您也看到了，女儿心里不知该不该接受。雪儿，你和三皇子先下去等我，我有些话想单独对你娘说。好。以前你在时啊，都不许我喝酒，那时候我还嫌你管着我，现在啊，想管我都管不上了。哎呀，你看这许久不喝都被呛出眼泪了。哎，方才那小子你看到了吧？你放心，我肯定不会让我们女儿吃亏的。怎么说也得让三皇子献殷勤一番，不然啊，皇上肯定会笑话我的。今日这风真大呀，风沙迷眼，还挺难受的。三皇子一起吧，让他滚进来。儿臣参见父皇。三皇兄真是为爱冲锋的勇士啊，还真是从昌山县赶到了京城。瞧把暴君气的，也不知道暴君气啥，撮合三皇兄和女主师，比谁都起劲儿。现在眼看人家就要双向奔赴了，他反而不乐意了。为何突然回京啊？这昌山县的事有进展了？昌山县一事太过复杂，儿臣回京是想当面禀告父皇。禀告朕？朕可不是住在山上。这么风尘仆仆赶回来，清远侯那家伙乐坏了吧？儿臣知错，回京也确实是想跟父皇言明昌山一事。难道三皇兄查到了之前的每一任县令都死了这事儿？此事确实牵连甚广，三皇兄估计想抓人，也只能抓到乐亲王的小虾米。乐亲王这次还真是挺冤的，以前都是他让人背锅，这次自己倒成了背锅侠。之前儿臣以为父皇剥去昌山的银子都进了昌山县县令的兜里，查了才知道昌山县自警卸任的县令都被杀害，丢在了一处山洞。凶手可有眉目啊？不曾找到凶手，封国百姓也说不曾见这些县令接触过什么人。这么看来，朝廷剥去的银子都落到了凶手手里，这些银子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啊！此人拿着银子去做什么呢？可不嘛，人家不仅拿了你的银子，让乐亲王背锅，还把昌山的壮丁也骗去了帮他打工，不然昌山也不会只剩下一些老弱病残。儿臣也是这么认为的。这些人的家人也不清楚他们都去了何处。能去何处啊？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若是现在他们还未曾转移阵地，那八成啊就在县令们尸体旁的另一个山洞里造兵器呢。还造兵器，真是好大的狗胆！此事确实非同小可，那些银子落到歹人手里，恐怕不妙。你明日立即返回昌山县，仔细搜查。是，儿臣今夜就启程回昌山，务必给昌山百姓一个交代。还是殿下厉害啊，几句话就转移了皇上的注意力。殿下，今夜启程会不会太赶？你先回府休息，本宫还有事要处理。殿下怎么来了？怕郡主心里难受，所以过来看看。谢殿下关心，我没事，殿下也没事吧？没事，郡主没事，我才能安心回昌山。殿下赶来时未曾休息好，今日又返回昌山，会不会太赶？我爱郡主，现在可以陪我去一个地方吗？郡主，您从回来到现在还不曾用膳呢。郡主，我一路赶来还不曾用膳，你可以同我一起用膳吗？郡主可以陪我去一个地方吗？可是殿下您不休息吗？我爱，走吧。看着眼前宽阔的草地，还有上面奔跑的孩子和天空中各式各样的风筝，殿下来这儿放风筝，你看看喜欢哪个？来这儿放风筝的都是大人带孩子，像公子您这样带夫人来的还真是头一次见。你们看上去啊，可真登对呀。这个怎么样？好，殿下不放吗？我没银子了，所以只能买一个。那殿下同我一起放吧。小心！夫人，您没事吧？小宝，赶紧给夫人赔不是。姐姐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对不起。姐姐没事，小朋友，你快去玩吧。飞起来了。郡主，你等等我。他站在暮雪身后，抬手剪断风筝的线。有人说，风筝飞得越高，剪断引线，让它自由地飞，会让晦气与痛苦随之而去。谢谢殿下。郡主现在心里可舒坦了。
我没事。秦芊芊，你是小孩子吗？不是小孩就不可以放风筝了吗？你要不想陪我就回去。居恒瑞，怎么了？你可别像上次一样。随后抬起一只手撑在树上。上次那样怎么了？你还觉得你吃亏了？那倒没有，只是你一个女孩子这样不合适，对你名声不好。树上的三皇子和暮雪，你不说，别人怎么知道？我就直说了。你还是别说了，我心悦你。之前嘴欠喜欢和你斗嘴，以后不会了。四弟终于开窍了，我就知道你是喜欢我的。结果俩人身子不稳，直接从树上掉了下来。你们怎么拍一下树还拍出个人来？三皇兄，你们怎么在树上偷听啊？你不是去昌山了吗？什么偷听？是我和郡主先来的，听到你们的声音就好心给你们腾位置。谢谢三皇子和徐姐姐。秦芊芊也不扭捏，心里美滋滋的想着她离成为小公主的嫂嫂又近了一步。四弟，方才本宫都已经听到了，你别想要耍赖说不作数，男子汉大丈夫得有担当。什么耍赖？我就是心悦秦芊芊。再说了，我是这样的人吗？秦小姐听到了吗？你们继续，本宫和郡主先回去了。本来还担心徐姐姐的，现在有三皇子在，肯定轮不到我担心。王爷，现在怎么办？他都想劝岳亲王去拜拜佛了，简直是和京城犯冲啊！你问本王，本王问谁？不是都让这群蠢货撤退，怎么还被三皇子抓住？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不如让姚康那边行动快些。反正姚康杀进京城，京城大乱，皇上可就没有心思管其他事了。正好金将军也被派去了常山县，这是好机会。运粮草给姚康，不需要时间吗？属下思虑不周。属下担心的是，姚康那边收到了粮草，反而反悔了。姚康这么轻易就答应，总感觉王爷又要栽跟头了。反悔？你也太不了解姚康了。对了，姚夫人那边还昏迷着吗？真是太没用了，这么轻易就被吓到了。参见皇上。姚夫人起来吧。皇上，康儿他不会做出这样的事，这肯定是误会。儿子孝顺有加，又是老爷亲手培养，怎么可能会造反呢？暴君也真是的，让人家去北疆宰这么多年，又不许回来。姚康这人重情重义，不忍看将士们受苦，这才答应了岳亲王。他不知道岳亲王把自己的妹妹折磨成这样吧，不然也不会恼羞答应岳亲王。朕也相信姚将军教出来的孩子。谢皇上。暴君这玉佩应该很值钱吧？高帝也给我整一块挂着呀，那都有牌面。我去，拽不下来，怪我力气太小了。罗儿，想要这玉佩？废话，不想让我扒拉他干嘛？都说见这玉佩如见暴君，我要是真拿到了，岂不是可以随便进暴君的藏宝阁搬宝贝？去找根红绳子，把这玉佩给小公主戴脖子上。哎妈，暴君真的把玉佩给我了？给我也好，我帮你保管着，省得你没出息弄丢了，被人拿去加以利用。开心，三皇兄过几日也该回来了，能救出百姓，查到那人的手下已经很不错了，再查下去也不会有进展。估摸着那人应该要回京了，毕竟他也得报复岳亲王当年对他的欺骗呢。皇上，姚将军来了。哇，姚将军终于来了，暴君怎么不太开心的样子啊？不是他自己召姚将军回京的吗？不知皇上急召臣回京，何时有什么要紧事？你随朕来。将军，暴君有没有想过，突然把姚将军叫回来，等他知道姚轩的事儿，肯定会杀到岳亲王府上去的。先不说岳亲王，还有先皇的保命遗诏，就是没有，他一个臣子闯入王府去杀王爷也是大罪。哎呀，夫人，将军一路来辛苦了，要不要先吃点东西？夫人为何会在宫里？床上的人又是何人？床上的人是我们的轩儿。轩儿？轩儿居然还活着，这为什么夫人哭了？女儿还活着，不是应该开心吗？还有岳亲王是女儿的夫，女儿为何会在宫里啊？哎，轩儿，是爹爹，你看看爹爹。将军，轩儿她不太好，轩儿别怕，你爹爹不会被吓到的。无论轩儿如今怎么样，你在爹娘心里都是最好看的姑娘。轩儿，爹爹特意跑回来看你，你看看爹爹，看清楚姚轩的脸，到底是谁干的？老子现在就去杀了他！将军，是岳亲王，他一个王爷，不是你能随随便便杀的。
姚将军，朕知道你心里不痛快，可是你这样跑去王府杀人，不仅不能为你女儿讨回公道，还会牵连姚府的所有人。皇上，臣不怕。你不怕，那金老将军呢？如果你觉得因为你的冲动牵连金家也无妨，那朕拦不住你。哟，暴君还挺会。姚将军最敬重的就是外祖父，直接拿捏啊！皇上，臣鲁莽。叶亲王做的事，朕心里有数。放心，朕只看证据，不管他是谁。哦，对了，他还想挑唆你儿子谋反。姚将军该不会以为暴君把信拦下来了吧？多谢皇上。倒也不必，朕让人复刻了一份，送去给你儿子。曹公公，给姚将军看另外一封。哼，暴君你这个老六，把姚将军给整不会了。皇上，臣现在就去前往北疆阻止这逆子。不用，就是暴君肯定是想抢乐亲王的粮草，你去阻止了，他还怎么抢啊？可以，暴君让人抢乐亲王的粮草，三皇兄那边搜刮了那人的武器，只有乐亲王和那人受伤的事件达成了。你先在宫里住下，朕会让大理寺去王府拿人的。咦，青天母妃居然没有去打牌，是3缺1了吗？臣妾参见皇上。起来吧，朕带洛儿过来喂奶。娘亲还是爱我的，没有因为打牌忘掉我这个小可爱。皇上，臣妾来吧。多和谐。等会儿暴君应该会出宫去看戏，我饱了才有精神同他去看戏。饱了。吃饱了可别尿你父皇身上。这我也控制不住啊，不过我尽量吧，在外面还是得给他留些威严的。哎，小公主身上怎么带了块玉佩呀？皇上，您怎么把您的玉佩给洛儿了？洛儿喜欢，非要去拽，朕就给了。爱妃别担心嘛，洛儿能看上这玉佩，证明她眼光好，朕重新挑一块戴就是了。那是，这玉佩没有这用途，我还不要呢。哎，娘亲别摘我玉佩啊，放在哪都没有放在我这儿安全。放心啦，我知道玉佩的重要性，不然也不会帮暴君保管的。洛儿既然喜欢，就给她带着，反正有父皇在，会帮洛儿看好玉佩的，对不对啊？到底是谁帮谁啊？皇上，杜大人求见。进来说，口供可拿到了？皇上，臣现在是不是可以带人去乐亲王府核实了？你现在即刻带人前往王府，朕随后到。不好了，王爷，杜大人朝这边来了。什么？去找杨欣。杨小姐王爷怎么来了？给杨小姐的话。王爷怎么想着给我送副山水画？看来杨小姐不喜欢呢。是不喜欢，不过既是王爷送的，我自当好好保管。王爷最近似乎很忙，所以杨小姐是关心本王，还是抱怨本王不曾约你？王爷倒不必消遣我。王爷，我们这是要回去了吗？二位大人，王爷，沈玉说你把自己的王妃囚禁在了府里，我们大理寺特意来核查是否属实。两位大人真有趣。世人都知道本王的王妃在3年前就去世了。沈玉还说王爷屋里有机关，乐清王妃就被关在里面，乐清王妃是否还活着？下官搜一搜王府便知。杜大人，本王的王府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搜的。王爷，我们大理寺是奉皇上之命前来调查，莫非是皇上的命令，王爷您也不遵从？杜大人说是皇兄的意思，那圣旨呢？朕的口谕难道还不能搜皇帝的王府吗？来的正是时候。皇兄，臣弟不是这个意思。既然不是这个意思，杜大人还不去搜？皇帝放心，若是那沈玉说谎，朕会还你清白的。谢皇兄。皇上，乐清王的房间确实有机关，只是这机关打不开。暴君特意搞的，你能打得开的话，还让淑妃来干嘛？本王的房间当真有机关？上辈子是垃圾袋嘛，真能装。待会儿机关被打开，看你还能不能继续装。去看看吧，皇帝你放心，淑妃擅长机关术，朕可以让她帮你看看怎么回事。乐亲王因为机关打不开才松了口气，你这么一说，他的心不又得被提起来了？暴君绝壁是故意的。王爷放心，本宫一定会帮你打开机关的。淑妃，你是懂补刀的啊？王爷衣柜里的这机关看上去有些老旧，大概是王爷建府时就存在的了。还有这机关的隐蔽性，其实也不算太好。说话间，机关已经被打开。皇帝还真是粗心大意啊！
你每日拿衣服，竟不曾发现自己衣柜里还有机关。哎呀，也不知道里面是否也和沈玉说的一样了。皇上，臣带人进去看看。皇兄是不信臣弟，轩儿是臣弟的王妃，臣弟怎么可能会囚禁她？皇帝，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！让朕告诉你，你为什么囚禁姚轩，当然是因为姚家的矿了。皇兄怎么会知道这事？谁告诉皇兄的？说起矿的事儿，暗卫不是说乐亲王去给杨欣送了东西？那东西该不会是暗藏玄机吧？好家伙，难道是矿的地图？乐亲王该不会自作聪明，认为最危险的地方是最安全的地方，所以把重要的东西放在了杨欣那儿？要真是这样，就有意思啦。什么矿？臣弟不知道皇兄在说什么。皇上，这是在里面找到的东西。怎么会只剩链子？姚轩呢？足够了，现在人赃并获，把乐亲王先押入大理寺。皇兄，臣弟不明白什么叫人赃并获。看来皇帝现在明白了，姚轩已经被朕的人救到了宫里。皇兄，父皇说过你生性多疑，所以给了我一道遗诏。我是囚禁了姚轩不错，可这是我的家事，你不能因为这件事就把我关到大理寺吧？哎呦，这就搬出先皇啦！遗诏确实是个麻烦，不过嘛，又不是只有你有遗诏。你自己当年也答应了父皇，难道现在想反悔不成？先皇还真是把暴君拿捏得死死的呀！看乐亲王嘚瑟的样子，估计先皇把暴君写的保证也给他了。暴君是不能反悔啊，但舒言身边的大佬手上的东西可以让乐亲王领盒饭。杜舒言身边的大佬，他身边不是只有老二吗？这位爱卿无事可奏？一个个忙着背书呢，自己都自身难保了，哪还有心思管乐亲王的事儿啊？考核的事儿不是敲定好了吗？他们现在不背书，等着考核不过，你让他们回家种地啊？皇上都说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更何况姚轩是姚将军的女儿，不能寒了北疆将士的心呐。曹公公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是大人们递上来的折子，都是和乐亲王相关的。看来大臣们是想利用乐亲王的事儿避过第一次考核，还真是会另辟蹊径啊。这不是高高在上的乐亲王吗？高高在上的王爷怎么也进来了？哼，沈玉，你以为发现了本王的秘密，让本王进来就能除掉本王？没错，你以为我为何能被你带回府？皇上既然把你关到这儿，你就别指望着出去。本王能不能出去，不劳你操心。王爷，皇上有请。皇上，人带来了。皇帝这是不装了呀？都撕破脸了还装什么装啊？他现在笃定自己不会有事儿，不然也不会如此平静。皇兄都已经把我关到这儿了，我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也是，曹公公，给他看样东西吧。他给姚康的密信怎么会在这儿？朕复刻了信出去，否则怎么会知道皇帝你这么财大气粗？也不知道你的第二批粮草现在送到哪儿了呀？宝君还想去抢第二批不成？是你劫了我的粮草。所以你放心，姚康是进不了京的，你的算盘落空了。小将军，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吗？你们想不想回京？既然想，我就带你们回京。小将军，是皇上召我们回京了吗？那北疆没有我们驻守，百姓们怎么办啊？小将军，如今将军不在，您别做傻事。难道你们真的想待在这儿吗？还有你们手上的冻伤和远在京城的家人孩子，你们都不在乎吗？小将军，我们知道您是为我们不平，我们是想见到家人没错，可是北疆的百姓也有家人，若是我们真的离开了，那他们呢？北疆环境恶劣是不错，可总得有人在这儿守护，没有我们也还会有别人的。没错，手上的冻伤虽然会疼痒，可看到百姓们的笑脸，这一切都值得。小将军，我们不怨皇上，每个地方都需要人驻守，这是职责所在。是啊，将军把兵符交给您就是信任您，您不能因为我们毁了自己的前程。是啊，小将军，京城来人了，不知京城为何派大人来啊？小将军看看这个吧。闯入眼里的字让姚康手有些颤抖，妹妹的字是他教的，他再熟悉不过。这是轩儿的字迹，大人，你为什么会有轩儿的信呢？小将军看完信的内容，
自然就会明白怎么回事。姚康看完信，愤怒的把信捏成一团。皇上那边会安排人来北疆，届时将士们和小将军都能回京。乐亲王现在也被关在大理寺，小将军就静候佳音吧。主人，阿玉被三皇子抓了。无妨，我相信他不会出卖我们的。可是什么？因为他是你弟弟，你想去救他。你是聪明人，应该知道什么叫做大局为重。属下不敢。外面还没有动静吗？并未听说皇上如何处置乐亲王。处置？暴君是觉得在折子上骂不过瘾，所以把人叫来面前骂。这些大臣也真是的，在折子上一个个说的天花乱坠，到暴君面前就怂了。怎么，一个个哑巴了？乐亲王贵为王爷，又是皇上您的弟弟，不能如此草率就把他关进大理寺。哼，知道的当你是朕的臣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乐亲王的狗。朕不把他关进去，难道等着他谋反，把你们都关进去吗？皇上，姚将军带来了。臣参见皇上。起来吧，朕和大臣们讨论乐亲王的事，事关姚将军，你不在也不合适。是你自己骂累了，所以找个人来继续骂吧。还有，你没有讨论吗？明明就是你单方面碾压他们。皇上，臣等只是觉得乐亲王对王妃那么好，所以觉得还未问清楚就把人关进去不合适。对王妃好？我女儿都被折磨成什么样了？你若想乐亲王也这么对你女儿好，你就把你的女儿送过去。姚将军，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，可事情总得讲究证据不是？这也是我国的律法。难不成我女儿被折磨成那般还不够？大人这么清楚我国的律法，是不是也该知道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？你说未问清楚就把人关进去不合适，难不成大人您去烟花柳巷之地时也会如实告诉自己的夫人？又或者你杀了人，你会四处嚷嚷说你杀了人？姚将军的嘴啊，当个将军真是屈才了，每一句都对到了点上。这些文官完全不是对手啊！姚将军，你是诡辩！求皇上为小女做主，治乐亲王的罪，为小女讨回公道。朕自会为姚将军做主。朕知道你们心里的小九九，不就是想接乐亲王的事，拖一拖考核的事？朕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们，不可能。对了，把乐亲王意图挑拨姚康谋反的证据给他们好生看看。皇上恕罪。行了，都滚回去看书吧。乐亲王待不住了吧？估计被沈玉烦到了，想出天牢打暴君的脸。臣想提审乐亲王，可他手上有先皇遗诏，不仅如此，还有皇上您的承诺书。这承诺书一式2份，另一份也不知道在谁手上。好家伙，先皇这老登还真是会坑儿子啊！他这是担心暴君不遵从或者把乐亲王的遗诏毁掉，所以还给乐亲王留了后手。哼，心真的是快偏到天上了。他现在要是知道他讨巧卖乖的小儿子想要江山，不知道会不会从皇陵里爬出来呢？暂且先不审，好生看着他即可。有什么好审的？审问了也不能处死他，有什么用呢？还不如赶紧让舒颜去风月楼找老鸨这个大佬呢。这是怎么了？杜夫人不解地问。是乐亲王的事进行的不顺利。那乐亲王手上有先皇的遗诏，别说动他，就是想审他都难。先皇的遗诏简直就是一道保命符。皇上下旨也不能动乐亲王。皇室祖训不能违背遗诏，违背者人人得而诛之。那没有其他办法了。外祖父，外祖母，我出门一趟。小姐，妈妈让你去风月楼叙旧。好。妍儿来了。妈妈，抱歉，回去有些忙，忘记回来看你。我知道，你现在回到正常生活，这地方本就不该再回来。有心事？外面的事，妈妈应该也有所耳闻了。乐亲王的事，本来以为他进了大理寺就能定罪，结果事情有变。听外祖父说，那姚家小姐现在人不人鬼不鬼的，真是愚蠢。不是骂你，是骂先皇呢，识人不清。妍儿，你现在回去告诉你外祖父，或者求见皇上，让皇上在文武百官面前审问乐亲王。可是按照我说的做就好，其他的不用管。妈妈不是开玩笑的人，难道她有办法处置乐亲王？说是这样，那真是再好不过。杜小姐，进去吧。
臣女参见皇上，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起来吧。谢皇上，臣女有一事相求。说。臣女想求皇上当文武百官的面审岳亲王，替姚小姐讨回公道。杜淑妍突然说这话，难道是老鸨让她说的？好家伙，瞌睡来了就有人送枕头，暴君这是走了什么狗屎运哦！皇上一阵无言。杜小姐回去转告杜大人，3日后在金銮殿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提审岳亲王。他没听错，皇上居然这么好说话。谢皇上。为什么要3日后啊？3日后是什么好日子吗？杀人诛心还得是暴君啊！3日后是岳亲王的生辰吧？还有到时候三皇兄和舅舅应该也回来了。妍儿，皇上让你进宫，所谓何事？你说了，所以你被皇上训斥了。岳亲王这事儿本就复杂，你直接让皇上在文武百官面前提审岳亲王，这不是当众打皇上的脸吗？哎呀，皇上答应了，并未训斥我。嘿，你说皇上答应了？对，皇上说3日后审。妍儿，你怎么就那么信他呢？外祖父只是觉得此事非同小可。外祖父不必担心，皇上心里肯定也有所打算。本王就说你高兴得太早，你若是乖乖的继续装疯，本王兴许还能留你一条命。我不认为这就是结局，那就拭目以待吧。杜小姐是来看本王的，王爷看上去似乎很好。托杜大人的福，一切都很好。杜小姐应该挺失望的吧？失望吗？那可未必。3日后皇上会在金銮殿提审王爷，希望到时候王爷也能这般好吧。杜小姐就这般希望本王出事，若沈怀送过来的是你，你和本王兴许还是一家人。王爷还是保留着体力，3日后为自己喊冤吧。你说的是真的？我什么时候骗过你了？善恶到头终有报，不是吗？那就好，你是在暗讽我，这不是很明显吗？总不能因为你让岳亲王进了大理寺，你和你母亲对我的伤害就能一笔勾销吧？所以你今日过来是为了说这些？算是吧，顺便看看你还有多少时间可活。现在看来没几日了。你还挺了解我，不过你别得意，虽然沈怀最后确实对我不怎么样，但终究是我赢了。你若是觉得你赢，就你赢吧。皇上身边的能人多，不如让爹爹把话给皇上，看看会不会有所发现。爹，我们去书房说。爹，这是岳亲王送来的话，女儿觉得可能暗藏玄机，可是研究了几日无果，所以想请父亲帮忙转交给皇上。你怎么和岳亲王扯上关系？岳亲王这人心狠手辣，你这不是让爹爹和你娘担心吗？下次再做什么事，先和爹娘商量，这万一有个好歹，爹娘怎么办？女儿知道了，下不为例。爹，我可以去看看岳亲王吗？也许会有意外收获呢。反正他被关着，也不能对我怎么样。王爷可还好？王爷的魅力还真是大，这又是去哄骗了哪间小姐为你一颗芳心暗许？挺好。杨小姐怎么来了？杨小姐，原来是杨大人的千金。杨小姐可得擦亮眼睛了，别到时候落得跟那个姚家小姐一个下场。沈玉，你闭嘴！我为什么要闭嘴？这牢房又不是你家的，你们说你们的，我说我的，不想听你就把耳朵捂上。多谢关心，我同王爷有事要说，打扰到你，不好意思。这人脾气真好。多谢王爷送的话，我听我爹说了，王爷不会有事，所以不曾来看王爷。不过什么？那话看着普通，没想到暗藏玄机。怎么会？那话就是普普通通的话。估计是看话本多了，看到有些地方墨比较淡，我还以为有什么。那话是王爷的，王爷说没有就没有。放本王出去！好什么？吵死了！突然发现岳亲王就像游戏里的野怪，每一次都能爆出不一样的东西。被灌酒那次爆出玉佩，和杨心油壶爆出钥匙，现在直接连矿都爆了出来。岳亲王估计现在肠子都悔青了吧？要不是他自作聪明把话给杨心，矿估计也不会丢。哎，不对，丢还是会丢的，哼，只是不会丢这么快。杨大人先退下吧。暴君叹什么气啊？明白了，这种知道话有玄机却没办法窥探的感觉，估计就和太监逛青楼的无力感是一样一样的。曹公公应该很清楚这种感觉。这时守卫进来禀告：皇上，郡主求见。快让人进来，劳烦郡主了。
三皇子和金将军应该快到京城了吧？是的，皇上，三皇子和金将军大概明日就会抵达京城。宝君真会玩，故意问给女主听的吧？把人家曹公公这个工具人都给整懵了。人家三皇兄指不定想偷偷回来给女主惊喜，结果你倒好，直接就给抖了出来。哦，对了，听闻郡主对字画这些颇有研究，朕这儿有一幅画，郡主帮看看吧。画此画的人估计才学了没多久，上色不均匀不说，画技也比较粗糙。除此之外，郡主并未看出什么。茂君有些失望的样子是怎么回事啊？人家虽然是女主，可又不知道剧情，肯定不能一眼看出。我倒是知道画里是什么，可惜不能说话。皇上，这画是用特殊的药浸泡过的，容臣女试试看，能不能恢复出它本来的样子。郡主需要些什么？朕让曹公公去准备。只需把画平铺在桌上即可。曹公公，快把瓷瓶里的药水洒在画上，画上便显现出被隐藏起来的地图。这似乎是地图，准确的说，是一幅被打乱的地图。乐亲王还真是小心谨慎呢。不就和拼图差不多嘛，没什么难的。乐清那么大，这是人家姚将军家地盘的一部分，与其在这儿研究，还不如让姚将军来把地图拼好。哎呀，还是洛儿这个小棉袄好啊，平时说话是比较扎心，可是关键时刻能说到点儿上啊。得，自己烦就去娘亲宫里混吃，可别把你的负能量传给娘亲。正好我也饿了，回去可以喝奶睡觉。臣妾参见皇上。洛儿大概是饿了，朕带她过来喂奶。你自己不也饿了想蹭吃？娘亲已经吃过了，你好意思自己吃吗？皇上是不是也不曾用过晚膳？一时忙忘了。你别瞎说行吗？人家曹公公一直提醒你，你自己不吃，还说忘了。我知道了，宝君在御书房说不吃，就是等着在娘亲面前装可怜博同情，真是诡计多端的男人。唉，算了，宝君也不容易，爹不疼娘不爱的小可怜，外加皇室的工具人，就让你装一次惨吧。正好臣妾也不曾吃过，同皇上一起吧。娘亲真的被暴君装到了，明明吃过了，还说没吃。爱妃不必陪朕，朕知道这个时辰你肯定用过膳，再陪朕一起进食，夜里少不得会难受的。奇怪，怎么感觉突然有种很温馨的感觉？哎呀，雨一洛，你醒醒！暴君目前算是个合适的君王，也勉强算是个合适的父亲。对比起先皇，可他绝对不是一个合适的夫君。没错，他不是合适的夫君。等我长大了，有了公主府，就让娘亲陪我去公主府住。翌日，今天这早朝下的是真早，没看到暴君和大臣们斗智斗勇，还怪不习惯呢。皇上，姚将军来了。你看看这地图，能不能拼出来，并告知朕是乐清的什么地方？皇上给臣笔墨，臣就把它给画出来。这画是乐清王送人的，莫不是这就是乐清王的矿所在位置？等乐清王一事结束，朕会命人陪你去乐清查看情况。轩儿别哭，等这件事情结束，我们就回府让轩儿好好养身子。放我出去！明日朕自会放你出去。你凭什么关本王？乐清王拿出身上的遗诏，难道你连父皇留下的遗诏都敢不遵从？是你自愿来大理寺的，这关遗诏什么事呢？你现在放我出去，是我自己进来的不错，我现在要出去。朕放你出去，让你继续用手上的矿给朕制造麻烦吗？杨欣把画给你了，杨欣还真是你的人，你拿到画又如何？地图朕已经拿到，也不知道明日提审你，朕又会得到什么惊喜呢？暴君是真把乐亲王当成会掉装备的野怪了。地图还给我！父皇说的不错，你果真冷血无情，难怪父皇不喜欢你，你母妃也不疼你。即便你坐上这个位置又如何，还不是一个没人爱的可怜虫。你说的不错，朕是不讨父皇喜欢，可那又如何呢？朕依旧是皇上，而你再怎么讨巧卖乖得父皇喜欢，也不过是个王爷。对了，朕若是没记错，父皇是觉得你的性格像他喜爱的女子，所以才纵着你。
难怪上次要跑回京，原来是有家人等候。我就说玄姐姐怎么突然愿意陪我们出来了，原来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！看来芊芊今日心情不错，都开始调侃起我了。郡主，别看了，殿下回来了。这是给郡主带来的特产，昌山那边的茶我就不喝了。这么多都是给我的，殿下，这太多了，不如你给其他殿下还有公主们分一些，我拿一点便好。放心吧，他们也有，这些都是给你的，种类很多，慢慢吃。我得回宫复命了，先走了。不是不喝吗？玄姐姐，三皇子这么快就走了？太渴了。玄姐姐，你喝吧。玄姐姐，你很热吗？今日也不热啊。这些是三皇子给的，三皇子带来的，说是昌山县的特产。怎么了，玄姐姐？三皇子一片好意，真懂玄姐姐，知道玄姐姐喜欢吃甜食。芊芊不喜欢吃甜食，舒言，你喜欢吗？不喜欢也没事，我看看其他的。最后三人看着桌上全是甜食的黄油袋子，笑出了声。看来我们是吃不成喽。三皇子真贴心呀，方才他笑的样子，真的就像个妖精般勾人。你快别打趣郡主了。二皇子是玄姐姐的表哥，所以你就帮玄姐姐是不是？上次四皇子不是和你表明心意了？别提了，四皇子他脑子里也不知道装的是什么，他忙也说不定啊。你想见他，可以主动去找他呀。你们说有他这样的吗？还说我是女登徒子。估计是四皇子脸皮薄，害羞了。皇上，三皇子和金将军回京了，让人进来。暴君从见乐亲王回来后一直很开心，不会是受刺激了吧？在大理寺的时候不在意是装的嘛，看来还是在意先皇和他母妃的。回父皇，儿臣捉到了一个人，此人是个死士，捉到不曾问话就咬舌自尽了。放心吧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，这人的主人啊现在就在京城，看这人这么谨慎，也不知道明日会不会出现。此次你和金将军辛苦了，虽然不曾查出幕后之人，可解救了昌山百姓，都有赏。三皇子同蔡大人心思细腻，臣是沾了他们二人的光。金将军不必自谦，想必你们也听说了乐亲王一事。北疆那边确实是朕考虑不周，朕打算让北疆的将士回京和家人聚聚，所以臣自请暂驻北疆。嗨，舅舅真是一个闲不住的人，不过暴君还挺听劝的嘛，居然会承认自己考虑不周，有进步啊。听说昌山县的特产糖酥不错，也不知道三皇兄带没带回来。现在他相当于是考察期，不可能错过这么好的表现机会吧。想吃糖酥。父皇，这是给洛儿带来的糖人。感动，三皇兄没有忘记我这个小可爱，还记得给我带这么可爱的糖人。洛儿只能看不能吃哦，等你长大了想要什么，皇兄都给你买。皇上，臣带了点东西，劳烦您让人帮臣转交给贤妃娘娘。舅舅也好好，娘亲收到舅舅带回来的东西一定很开心。合着谁都好，就他这个父皇不好呗。朕会拿给贤妃，你们退下休息吧。一个唐人就把你收买了。别把我发型揉乱了啊！知道三皇兄没给你带礼物，你有情绪，可你不能拿我出气。算了，看你今天被乐亲王戳心窝子，糖给你吃一口吧。洛儿是要给父皇吃？不等他有回应，就低头咬了糖人一口，看着没了头的糖人怒了。暴君是什么血盆大口啊！我的头，呸！还我糖人的头！走，给你娘亲去送吃的。是洛儿饿了吗？暴君每次过来，不是我饿，就是他自己饿了，难怪娘亲会问出这话。每天的生活真是3点一线，娘亲的寝宫都快成了暴君的食堂。这个给你。这是舅舅给娘亲你带的特产呀，不是暴君给的。金将军让朕给你的。谢皇上。朕若是给爱妃带了吃食，爱妃是不是不会收啊？这不是很明显吗？娘亲就是不想和你谈感情，担心你对她生出其他想法。臣妾收过不少皇上送的东西。皇上，洛儿的糖人是谁给的？老三给的，糖人是朕吃的，不是洛儿。现在知道尴尬了，害我差点给你背锅，还让娘亲担心，明明就不喜欢吃糖，结果一口吃这么多，真怀疑暴君是不是故意的。洛儿喜欢吃糖吗？喜欢，可是没有牙齿，好气啊！主人，明日提审乐亲王，
需要属下去安排吗？姚康那边怎么回事？看来明日这个热闹是没法光明正大的看了。翌日，皇上驾到！杜大人，让人把乐清王带进来。皇兄，臣弟已经提醒过你，你竟真的还想要违背父皇的遗诏吗？乐亲王都出现了，端王怎么还不出现啊？难道他不想恢复自己的身份了？不应该呀！今日这么好的机会，既可以恢复身份，又可以见证乐亲王领盒饭。端王当年同其他几位王爷意图谋反，结果事情败露，被先皇下令处死，怎么可能还活着？不会是太久不回宫，找不着路了吧？又或者是睡过头了？好像是开始的有点早，要不是暴君，我估计还在呼呼大睡呢。按理说，端王现在应该出现，把当年造反的错都推到乐亲王身上，然后恢复身份。没错，我的确是把姚轩关了起来，可那是因为他神智有问题，我的家事用不着皇兄你来插手吧。蠢货，你可赶紧说吧，不然以后就没机会说了。都已经无路可走了，还这么猖狂，好像也不是无路可走啊。嘿，还有死路一条呀！你挑拨姚康造反，这也算你的家事吗？遗诏不是给你这般用来草菅人命的。萧轩不是还活着吗？臣弟并没有草菅人命，倒是皇兄你是皇上，自然说什么就是什么。把人带上来。王爷，您一定要救小的，是您吩咐小的杀了常山县的县长，再把皇上拨下去的银子拿走的。你们胡说些什么？王爷啊，小的是想照您的吩咐做的，可那些被杀的县令和银子真不是小的干的。本王不认识你们。皇上，我们说的句句属实啊。帮人背锅的滋味不好受吧？乐亲王的脸呐，现在真堪比调色盘，也不知道学人家端王培养死士，这样就抓不到把柄了。想当年把人家端王耍得团团转，现在却反了过来。哎，话说端王怎么还不出现啊？这个点还不出现，是不是暴君弄得守卫太森严了？天哪，我怎么把这点给忽略了？比起泼乐亲王脏水，等乐亲王死后死无对证，似乎更方便他恢复身份啊！完了，端王估计是看情况不对，改变了主意。这样他若是洗白成功，搞起暴君不是更方便了？还想洗白？做梦！常山县一事，乐亲王是插手了，可背后之人却是另有其人。我有一种预感，暴君肯定又在憋坏，不然怎么不给乐亲王安罪名呢？来了，那个小太监是端王吧？搞这么一双行头来看戏，还真是不容易。他偷偷抬眸看了眼皇上，却发现对方正朝他看过来。难道被发现了？不知这背后之人，三皇子可查了出来？不曾，不过此人骗常山百姓去打造兵器，想来是想谋逆。本宫猜测，此人和乐亲王认识，他似乎很了解乐亲王。不可能，他们都死了。皇上，那个小太监，奴才觉得有些眼生。派人盯着他。曹公公眼睛还挺好使，赶紧好好盯着，别把到嘴的鸭子都放飞了。乐亲王，常山的县令虽不是你杀的，可你确确实实挑唆人去行草菅人命之事。还有，你给姚康送的密信，诸位大臣也看过，这些事真可是冤枉你了。哎呀，皇上，人跟丢了，奴才吩咐人封锁宫门，想来这人逃不出皇宫。得了吧，你当端王傻呀？逃不出去，他回皇宫来自投罗网。没错，你没有冤枉我，可那又如何？我只是写了封密信，难道你能因为这件事定我罪？皇兄想定我什么罪？斩了我，又或者把我囚禁起来？开始破罐子破摔了吗？厉害呀！即便是破罐子破摔，也要努力摔最响是吧？对了，怎么不见荣国公啊？作为和先皇一起并肩作战的人，暴君写的2份承诺书，另一份估计就在他的手上。荣国公此刻还在陪自己小妾吃饭，完全不知道此事。爹，你怎么还在吃饭？皇宫出事了。出什么事儿了？皇上要处置乐亲王，同我们有什么关系呀？先皇不是给了你1份承诺书，你忘了？皇上不会已经把乐亲王给砍了吧？砍了也不能怪他呀，他年纪大了，忘记这事儿也正常。马车我已经准备好，爹，你快上马车。哎呀，皇上，皇上，乐亲王不能杀呀！笑死，荣国公，你是来保人还是来拱火的？
老臣参见皇上。这是先皇交给老臣保管的承诺书，皇上应该认得吧？认得。但乐亲王做的每一件事都足以让他脑袋搬家。丞相，你给荣国公说说事情经过。皇上，乐亲王也是一时糊涂，好在并没酿成大错，就放了他一条生路吧。荣国公说的轻松，乐亲王自己都不辩驳。您听完他所做的一切，居然说都是这种话，按他这么对您女儿，您还会放他一条生路吗？老将军，你先别激动嘛，先皇没说不能把乐亲王关起来。乐亲王现在是不是脑子嗡嗡嗡的，心里肯定在想，荣国公这个老邓不是我这边的吗？父皇怎么找了这么一个不着调的人？是嫌我处境太舒服了吗？皇上以为如何呀？荣国公不会觉得自己的办法很完美，抠字眼这种事儿啊，暴君比你擅长多了。乐亲王干了这么多可以让他掉脑袋的事儿，暴君只是把他关起来，那姚家会满意吗？大臣背后肯定也会觉得暴君无能。皇上，臣认为这个处罚太过于轻了。丞相说的有理啊，按照我天齐国的律法，理应废除乐亲王封号，收回封地，并处斩。处斩？皇兄，您若是不知道违背遗诏的后果，我可以告诉你。能处置了你这种祸害，违背遗诏又如何呢？关键人物怎么还不出现啊？暴君，你也别瞎逞能。现在虽然很帅很霸气，可以后想谋反的人逮住这件事搞事情，天齐会麻烦不断的好吗？皇兄真是好大的口气，你当真敢把我处斩了？为何不敢？哦，来了来了，能让乐亲王领盒饭的大佬来了。皇兄这皇宫还真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了，现在一个烟花之地的老鸨也能来这金銮殿掺一脚了。阿猫阿狗，这剑你认得吧？那剑很厉害吗？哎呀，你没看见那剑柄上的龙纹吗？你是武林第一美人凤仪，这是先皇的御剑。暴君都不认识凤仪吗？你父皇的初恋白月光你都不认得，不应该呀。没错，这剑的作用需要我告诉你吗？为什么会有父皇的御剑？废话，当然是你父皇送的。你父王被人家所救，对人家一见钟情，这不就把自己的剑给了人家？哦，对了，就连凤仪也给了人家，可惜人家无心进宫。这不，先皇这个老登连皇后都不曾立，暴君当年贵为太子，母妃也只是皇贵妃而已。这么一看，先皇这老登还挺痴情。咦，这一对比，暴君已经立了2任皇后了，厉害厉害！当然是你父皇给的。凤仪像是看傻子般的看了乐亲王一眼，又拿出了凤印。这个也是你父皇给的，难不成王爷觉得是我抢的不成？哎呀，乐亲王怎么不说话了？哑巴了吗？刚刚不是很猖狂吗？小样，以为没人能治你是吧？哼，还想用遗诏嘚瑟，能嘚瑟过人家凤仪手上的剑吗？皇上，今日我来就是为了归还这2样东西。皇上，乐亲王所犯的罪的确该处斩，请皇上处斩乐亲王，平息众怒。嘿，荣国公真是能屈能伸啊！乐亲王瞪着荣国公，不帮他就罢了，还煽风点火。东西既已归还，我就先走了。杜大人，把人带回大理寺，签字画押，明日午时处斩。乐亲王的事儿结束。皇上，人抓到了，参见皇上。看着端王，私闯皇宫，谁给你的胆子？皇上，这人不能说话，属下问什么他都闭口不言。还挺谨慎，是担心声音暴露了身份吗？想的也太多了。别说声音，暴君估计连你长啥样都快忘了。父皇，儿臣试试，此人戴了人皮面具，昌山县的背后之人就是你吧？掏出身上准备的烟雾弹扔在了地上。嗨，到嘴的鸭子果然飞走了。即日起，全力通缉端王，凡是见他现身，直接就地斩杀。收拾东西，离开京城。主人，似乎出不去了。我去烧一壶热茶过来。主人，您这是让你去你就去，很快到我脸上。主人，属下不敢。让你到你就到。父皇，儿臣也想出一份力。四皇兄又得自取其辱了。暴君不派任务分给你，你心里还没点数吗？
父皇，不如就让四弟同儿臣一起去吧，多个人多双眼睛总是好的。父皇，有儿臣在，绝对不会让一只苍蝇飞出去。不让苍蝇飞出去，让端王出去是吧？行，你同太子一起，别添乱。你也退下吧。谢皇上替轩儿讨回公道，臣告退。两人闻言，又是抱着痛哭了一顿。姚小姐，你当真要这么做吗？可他发现姚轩的身体不仅没有好转，甚至还越来越差。那就是姚轩把药给倒了，与其活着折磨自己和家人，不如解脱了好。你先把这药喝了。乐亲王不是还没斩吗？听说你哥哥过几日也会回京，难道你不想见见他？小口小口的把药喝完，为了哥哥，就再忍忍，能见到哥哥就可以彻底解脱了。作为医者，我本该劝姚小姐你的，可你既然心里有了打算，我也不便多说什么。与其痛苦的活着，不如死了，反而得到解脱。对了，姚小姐还是告诉姚夫人和姚将军一下，让他们有个心理准备。哟，我们高高在上的王爷怎么不说话了？难道是皇上要处置了你？你说这端王不是死了吗？怎么又活过来了？现在满京城都是他的画像。你们回来，给我说清楚。所以长山下的一切都是端王做的。端王藏的还真是深呐。主人，我们这样肯定能顺利出去的。太子皇兄，你看看那两个人。四弟，你别这般盯着人看。你们都盘查仔细了，连粪车也给我打开检查。你们两个到这边来。没错，就是你们二人到这边来。四弟，你做什么？你们这是要去哪儿？我和哥哥脸被烫伤了，回老家去找土方法治治。你们这烫的还挺严重的。你们走吧。等等，你们二人找个面巾挡挡脸，免得吓着别人。哎，好嘞，我们备了。可看官爷们在盘查，所以摘下来了。皇上带小公主去喂奶了。几位殿下和金将军先等等。二皇兄、三皇兄、金将军，你们都有收获吗？我们这边也没有收获。我和太子皇兄连粪车都盘查，结果还是一无所获。本宫说是哪儿来的味道啊？没想到是四弟的。我身上哪儿臭了？又不是我亲自盘查的，监工懂吗？行了。太子打断两人，会不会是我们遗漏了什么？可那也不是我们呀，我们那边就有两个被烫得有些瘆人的家伙，比较奇怪。我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疼呢。四皇兄说的还挺起劲儿啊，有没有一种可能，那两人就是端王和他属下？端王当年为了活命，连他的心腹都下得去手，现在为了保命，毁自己的脸，也不是没有可能啊。进来吧，你和老四盘查被烫伤的二人是什么时辰呢？50。其他人显然也是想到了一处去。父皇，是儿臣盘查的不够仔细，求父皇责罚。父皇，是儿臣的错。责罚你们也于事无补。端王肯定也是意识到京中不能待着，才兵行险招，也要出城。若不是听到洛儿的心声，他只怕也不会认为那人是端王。就是啊，责罚有什么用？端王对自己也真是够狠的，听四皇兄的形容都觉得疼。四皇兄现在估计都想抽自己一个大嘴巴子，毕竟他还挺体贴的，提醒人家戴面巾呢。四皇子简直是欲哭无泪呀。翌日，缓缓地闭上眼，静静等待着刀落在脖子上的那一刻到来。哎，乐亲王的眼神怎么回事啊？他不会真的喜欢杨欣吧？猎人把自己玩进去了。醒醒！回到皇宫后，得了吧，端王又不傻，他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，怎么可能暴露自己被抓回来啊？现在他手上既没有兵器，也没有兵马，估计先会蛰伏起来，找合适的机会再来搞暴君。皇上，杜大人求见。让人进来。皇上，沈玉被杀了。被杀？同沈怀、杜陵一样吗？皇上英明，正是如此，现场还是什么都不曾留下。凶手这是和沈家有仇啊，现在直接把人家一家人都送去团聚了。奇怪，之前为何不杀沈玉，现在才杀？这人还真是多此一举。沈玉本就打算等乐亲王的事儿结束了就了结自己。你先退下。这么看来，此人确实是沈怀的仇家，每次都是直击目标，不伤害无辜。不对，有什么不对？你说的不错。如果真的是沈怀的仇家，那我为何没事？外祖父没事的。你就听外祖父的。杜大人虎着脸，你舅舅也没什么公务，可以让他跟着你保护你。外祖父，你想想，大理寺都挡不住这人，杜府的守卫能挡住吗？老爷，门口有个姓封的人说要见小姐。哎，快把人请进来，这人你肯定认识。抱歉，之前瞒着你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，您不必抱歉。你们二人怎么样了？挺好的。那就好，这样我就放心了。我把你当女儿，
希望你可以开开心心的。那你以后有什么打算？要不不用了，我打算把风月楼盘出去走走。出去走走也好，您保重。妍姐姐，你怎么了？你们怎么来了？今日本宫心情好，请你们去酒楼吃饭，银子管够，你们随便吃。若是不够，就让几个皇兄来付银子。反正他们在意的人都在这儿，肯定不会不管我和吴姐姐的。怎么了？他不是被处死了？怎么会？芊芊，你误会了，这是杨大人的千金。这次乐亲王的事，多亏了他。不是，那明明就长得一模一样啊，是不是六公主？忘了你不认识了。你说的那人已经被处死了，先看看吃什么。真的很像啊，简直一模一样。乐亲王被斩了，难道不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吗？我们这儿差不多都是被乐亲王霍霍过的人，为此庆祝一番多好。你别扫兴啊。儿臣参见父皇。有事吗？三皇兄怎么不吭声啊？难道是想告诉暴君他和女主的事儿？说呀，暴君肯定很乐意的。只要清远侯和女主愿意，暴君这边完全没问题。哎，不是，就说有喜欢的姑娘，这话烫嘴吗？父皇，儿臣想带洛儿出去玩。带我出去玩，用酝酿这么半天，以为你憋什么大的，结果就这。你当真是要带洛儿出去玩？该不会是想和女主约会，怕尴尬带上我吧？我很乐意的。六妹妹想见洛儿，六皇姐想见我，直接进宫不就好啦？还让三皇兄传话。哎，不对呀，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？奇奇怪怪的。朕同你一起去。几人的表情有些精彩啊，到底是在搞什么？参见父皇。小六不是要见洛儿吗？走吧。三皇兄，你怎么把父皇也叫来了？你知道本宫不擅长撒谎，我怀疑三皇兄你就是故意的。本宫没有你想的这么卑鄙。你没这么卑鄙，你怎么知道我想的是什么？二皇兄，你不担心杜小姐？本宫有什么可担心的？倒是四弟，再不快点进去，万一父皇看到秦小姐发酒疯。好家伙，原来是六皇姐这个醉鬼想见我，还以为是有什么事儿呢。三皇兄安的什么心啊？主打一个我媳妇儿醉酒失态，你们的媳妇儿也得在父皇面前失态一次吗？洛儿，来，一起喝。哎呀，我这小胳膊小腿的，能抱得动吗？六妹妹把酒坛放下，父皇来了。父皇？你说他呀？他不是父皇。我要和洛儿喝酒。我也要和小公主喝酒。是这个酒坛子太大了吗？嘘，你们别告诉父皇，我带洛儿出来喝酒了。还不把人带走？我不走，我还要和洛儿喝酒。喝！把他打晕，带回公主府。等六皇姐酒醒了，估计得找个地洞钻进去吧。我不回去，还没看够戏呢。把人都送回去吧。走了，送你回去。不能喝酒别喝。你嫌弃我？没有。那你怎么不来见我？我现在不是来见你了吗？你小心点楼梯。那你想怎么样？你自己走吗？你背我。殿下，您就送秦小姐回去，马车属下先驾回去，到时候再去接你。上来吧，背你回去。四皇子背着秦芊芊，听着他嘴里的碎碎念，穿过热闹的街道，很快就到了秦府门口。杨瑞，怎么了？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？你说。那你先答应我。好，答应你。你以后能不能不和其他姑娘亲近？我说的是其他人，不包括洛儿和你母妃。洛儿是你妹妹，你亲近她我不会不开心。你母妃是生养你的人，我也不会生气。秦芊芊，你到底有没有醉啊？你才醉了。我要是真醉了，还能背得动你这个醉鬼吗？睡得还真是时候。哎呀，现在的年轻人真是有爱沾冠呐！这姑娘简直比芊芊还不害臊呢。杜大人，秦大人。哎呀，这怎会是四皇子？哎，四皇子，您怎么在这儿啊？秦小姐喝多了，本宫送她回来。秦小姐不坐马车。秦大人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，放下人后转身离开。看来芊芊是真的得偿所愿了。淑妃娘娘那边是没什么问题，我这皇上下次说话得注意点了，不知道四皇子有没有听到。
只怕秦大人比起你也没好到哪儿去。每个人性子不一样，我听言儿说，这秦小姐性子很好，老爷你不能因为这事儿轻看人家。我是那样的人吗？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。便见二皇子抱着杜淑妍进来，快叫个大夫过来给杜小姐看看脚。妍儿这是怎么了？没事，就崴了一下脚，外祖母别担心。杜大人，杜夫人，二皇子，你是一路抱着妍儿过来的？杜大人放心，本宫如今还没有未婚妻，只是看杜小姐疼痛难忍，所以顾不上其他的。您若觉得不妥，本宫可以求父皇赐婚。天齐国民风开放，没有什么不妥的。多谢二皇子送妍儿回来。杜大人客气了啊！想骗走他的宝贝外孙女儿，错梦。杜小姐没有什么大碍，本宫也就放心了。三皇子那边，俩人此刻在热闹的集市上闲逛着。这位公子啊，给你夫人买一只簪子吧。这只怎么样？哎呦，公子真是好眼力呀！这簪子和令夫人真相配呀。好，俩人回到清远侯府，把东西都送回郡主屋里。今日你二婶来寻你，你不在，她就走了，也不曾说有什么事。是。侯爷，二夫人过来了。侯爷不用了，我用过了。过来是有事想拜托郡主。二婶您说，你堂兄今日回府后，整个人就魂不守舍。我问了丫鬟才知道，他是见了杨小姐才这般。哎呀，我想邀请杨小姐到府上做客，可担心她拒绝，所以才来请郡主帮帮忙啊。正好我同杨小姐认识，我会和她说说，到时候让人转告二婶。麻烦郡主了。堂兄的心里还有杨家小姐吗？既然这样，为何还要娶妻？哎呀，你堂兄年岁也不小了，我担心他因此事走不出来，想着有了新人忘了旧人。儿子是个孝顺的，在他的逼迫下同意了下来。他以为一切都会随着好的方向发展，谁知今日儿子见了杨欣，又恢复成之前那般。翌日，公主，您怎么了？完了，他完了！到底是哪个混蛋把父皇叫过来的？不对，父皇见自己耍酒疯，那秦芊芊和杜淑妍岂不是也被自己连累吗？万一父皇因为这件事情对两人产生了不好的看法，二皇兄和四皇兄会找自己算账的吧？你快收拾点东西，他得找个地方先避一避去，不然不仅要被父皇训斥，还得挨二皇兄和四皇兄揍。事关两人的幸福，他可不敢保证二人会不会发疯。公主，您没事吧？本宫没事，你赶紧去收拾东西。收拾东西去哪儿啊？来得真及时。六皇姐是打算收拾东西跑路吗？父皇，您怎么来了？儿臣参见父皇。父皇，您不上朝吗？难道父皇为了训斥他，竟然连早朝也不上了吗？早朝还是要上的，这不刚下早朝就来你府上了？我就说嘛，暴君今日下早朝怎么如此快？原来是为了这事儿啊！看来是想起昨日的事了，丢人都丢到酒楼去了，还要同洛儿喝酒。父皇，儿臣知错。不是要收拾东西吗？打算收拾东西去哪儿啊？六皇姐怎么不吭声啦？是从四皇兄那儿得到了什么秘诀吗？起来吧，今日起在府里好好抄佛经，什么时候抄完，什么时候能出府。啊，父皇！再多说一个字，加一本。暴君真严厉，还好我酒量和酒品都很好，完全不会发酒疯。自己抄，谁也不许帮忙，抄好朕会亲自检查的。吴姐姐，到底是哪个丧天良的把父皇叫来的？三皇兄，你们当时为什么不把我打晕啊？把我打晕带回来就好了。没想到现在说什么都晚了。这哪是抄佛经啊，明明就是毁灭我自由的开始。皇上，北疆的将士们已经抵达了京城，和家人见上了面。姚将军携儿子姚康求见。皇上，臣有罪，求皇上责罚。会这么想，听着都疼。姚家守护北疆多年，有功该赏，此次的事也确实该罚。臣甘愿受罚，功过相抵，罚1年俸禄，以后好好守护北疆。怎么，嫌朕罚得太轻了？谢皇上，臣以后会誓死守护好北疆，护百姓安宁。你重情重义这点，朕很欣赏。
可若是被有心人利用，这便成了你的弱点。谢皇上提点，臣惭愧。回了杨府，娘，妹妹，娘，孩儿不孝，让娘亲担忧了。康儿，快起来！皇上的处罚下来了吗？娘看到那密信的时候是不信的。皇上惩罚你，你就受着，别心里生怨。这些年在京城，皇上不曾亏待过我们姚府，这次也多亏了皇上，否则娘都不知道还能不能见到你们。还有轩儿，也是皇上的人救出来的。娘，孩儿鬼迷心窍，差点连累了姚家，孩儿该死啊！你这是做什么？皇上对你作何惩罚？皇上说罚俸禄1年。没了。轩儿呢？轩儿，哥哥回来了。哎呀，妹妹别哭，是哥哥没有保护好你，哥哥该死。在纸上写完字后，姚轩举起纸，我没事，哥哥别哭，真的没事。哥哥听轩儿的，不哭。轩儿是有事要说吗？郡主说的不错，他是应该给爹娘说上一声的。我好累，想休息休息。那轩儿先休息，我们等会儿再来看轩儿。爹娘，哥哥，我命不久矣，想尽早解脱，你们就当我在3年前就死了，好不好？如今乐亲王已死，哥哥也回来了，他再也没有什么遗憾。与其等后面神志不清死去，还不如现在清醒着离开，这样至少他不会忘了家人。三人红着眼眶，紧抿着唇不语。轩儿，你……我知道我很自私。不，轩儿不自私。曹公公，哎呦，皇上，奴才在呢。你觉得针对姚康的处置是不是太轻了呀？曹公公此刻战战兢兢的样子，像极了被抽起来背书的我。在皇帝身边伺候也真是不容易，人家无聊想唠嗑，你不仅得陪着唠，还得在保证他开心的同时保住自己的脑袋。哎呀，皇上仁德，那姚小姐本就命不久矣，您这般处置姚康，其实是不想让姚将军一下子失去2个孩子。退下吧。轻罚姚康不仅会让姚家感恩戴德，更重要的是姚将军对北疆地势熟悉，若真处置了姚康，姚将军受打击一病不起，相当于一下子失去了2个得力助手。舅舅是厉害，可不能一直在北疆驻守啊，毕竟端王这个隐患现在还不知道跑到哪个犄角旮旯去了。暴君考虑的还挺长远，不错不错。把太子和几位皇子都传来御书房商议要事。皇上每次进后宫不都是去贤妃妹妹那儿吗？来他这儿做什么呀？臣妾参见皇上。看淑妃的寝宫这么干净，就知道她最近没研究什么乱七八糟的玩意儿，估计是打牌打上头了。皇上来寻臣妾有事。皇上不会是想让她当皇后吧？那可不行，现在掌管后宫只是管着作妖的妃子，若真是成了皇后，那事情一个接一个，她想想都头疼。皇上，这封印是皇后才能拿，臣妾拿不像话。给你管理后宫用的，暂时放在你这儿。后宫你管理的不错，继续保持。暂时放在臣妾这儿。现在没皇后，暴君多自由啊，他肯定不会立个皇后来折磨自己的。都起来吧。几个人看上去精神状态不错嘛，这是又幸福啦。那日暴君把我带走，害得我都不知道后续如何，遗憾呢。该说不说，这顿酒喝得挺好啊。除了六皇姐被罚抄佛经以外，其他几个人感情绝对进步了。嗨，可怜的太子皇兄，没人疼没人爱，就是那地里枯黄的小白菜。父皇，不知您传我们来，可是有要事相商？太子以为如何呀？之前北疆将士几年见不到家人，如今这般安排，不仅可以让北疆将士隔年便能见到家人，还增加了他们每月的炭火和俸禄。父亲此举必定会让北疆将士高兴不已。太子皇兄所言极是。父皇，过几日迎舒太妃回宫一事，儿臣已经安排妥当。舒太妃就是给先皇那个老登守灵的舒太妃吗？上一届的宫斗冠军，这是要杀回来了呀！太子皇兄已经安排妥当，真是非接回来不可了。要说舒太妃能活到现在，全靠她那炉火纯青的演技，装着对缺爱的暴君好，苟活到今日。也不知道她回宫后，暴君能不能看出她的伪装。像我这么聪明的，都差点被她骗过去。如果不是看了后面的剧情，估计会一直认为她是个老好人。嗨，上天给了我知道剧情的金手指，却不能说话，我知道这剧情有何用啊？你办事朕放心。太子殿下，您还有事吗？父皇，儿臣有要事禀报。禀报就禀报嘛，看我干嘛？
我还能偷听不成？偷听了我也说不了啊。要是我能说，我就告诉你们，舒太妃不能接回宫了。防着我这么一个奶娃娃，真的有必要吗？我拿你们当亲人，你们竟然拿我当贼防，心痛。皇上和太子一阵无言。曹公公，洛儿送到贤妃宫里。可恶，你们俩密谋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呢？竟连我也都防着，我不是贴心小棉袄吗？父皇，儿臣能听到洛儿的心声，所以书你也能听到洛儿的心声。父皇，你也能听到。去把老二他们几个叫回来。他命人去把5公主、6公主也召进宫，让人进来。参见父皇。人都到齐了，真让你们来事关洛儿。洛儿怎么了？父皇整这么严肃，怪吓人的。你们是不是都能听到洛儿的心声呢？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，结果居然都能听到。洛儿常常都在心里面编排他，其他皇兄岂不是都听了去？真是丢死人了。父皇和太子皇兄也能够听到，不错。父皇，既然我们都能够听到，那贤妃娘娘作为洛儿的母妃，是不是？来人，去请贤妃过来，不用带小公主。臣妾参见皇上。我们都能听到洛儿的心声，贤妃你也能听到吧？皇上，洛儿只是个孩子，臣妾不知为何会这样，求您别处死洛儿。父皇，别处死洛儿。哼，谁说朕要处死洛儿了？小棉袄是有些漏风，他也不至于狠到把他处死，他又不傻。如果没有洛儿的话，他现在恐怕不会好好坐在这儿。都起来吧，洛儿这事儿谁也不许往外传，说是谁走漏了风声，让洛儿处在风口浪尖上，不管是谁，朕都打断他的腿，特别是老四还有小六，少喝点酒。难怪父皇让他抄那么厚的佛经，他是一点也不冤枉。说是酒后把听到洛儿心声的事儿给说了出来，岂不是给洛儿招麻烦吗？连洛儿也不许告知，他知道了便不会再说了。是。过几日太子会去迎舒太妃回宫，你让淑妃先着手安排一下她的寝宫吧。是，臣妾会转告淑妃姐姐，让淑妃安排宫殿时安排个偏一点的。皇上这般提醒，莫不是洛儿心声提起了舒太妃？你快回去吧，省得洛儿看不到你担忧多想。既然都能听到洛儿心声，你们几人心悦谁，朕也不再插手了。至于你们母妃那边，找个机会都给他们透露一下。行了，你们都退下吧。哼，娘亲是不是觉得我的睡颜太美？不对啊，娘亲是坐着的，没有陪我睡，该不会是把我哄睡着了去打牌吧？洛儿睡醒了。暴君和太子皇兄太可恶了，两人说是居然防着我。我这么小，能有什么坏心思呢？真是越想越生气，与其防着我，还不如防着舒太妃呢。如今宫里多自在，几个皇兄皇姐关系和睦，等舒太妃回来，后宫啊恐怕就不会这般太平了。嗨，人家怎么说也是上一届宫斗冠军，真害怕娘亲吃亏。小公主真是奴婢见过最好带的孩子。洛儿确实好带，你把这儿收拾一下，本宫带洛儿去寻淑妃姐姐。快让贤妃妹妹进来哟！一边嗑瓜子一边聊天，这小日子还挺惬意啊。贤妃妹妹，皇上今日怎的把洛儿给你带了？和太子皇兄密谋事，把我丢给母妃了。下次再想抱我去，我就闹！哼！皇上那边在商量接舒太妃之事。哎呀，洛儿，姨姨抱你。抱抱，淑妃姨姨对我和娘亲这么好，随便吧。洛儿真可爱。舒太妃去年去接不是被拒绝了，今年怎的又答应了？皇上并未说。去年拒绝那是不知道端王还活着，如今知道端王还活着，且蛰伏的时间够长，这不就想着回宫给端王铺路吗？那他住哪儿？我过来正是寻淑妃姐姐你告知这事的。皇上让你安排个偏僻一点的宫殿，舒太妃喜欢安静。这个好办，方才我还同德妃姐姐说，皇上突然把封印给我，是不是为了气你？结果你就过来了。淑妃姐姐当真是想多了，皇上大抵是觉得有封印你更好管理后宫。淑妃妹妹，你一定要认真安排呀，最好别影响我们打牌。笑死，德妃你真的让我说什么好呢？现在还惦记着打牌呢，人家舒太妃也喜欢佛经，你不是该担心人家会不会找你探讨佛经？放心吧，肯定不会的，不仅不让他影响我们，更不能影响咱们洛儿，是不是？淑妃姨真好，爱你哦。
小家伙是听得懂吗？这般开心。你别说，我还真听得懂。姚小姐怎么样了呀？暴君，你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。没看到人家姚将军眼睛还红肿着吗？劳皇上挂心，小女还是那样。姚轩想自我了结，你赶紧让人家姚将军回去吧，反正该说的事儿已经说了。老爷回来了。轩儿等齐了吧？都是我们轩儿爱吃的。一顿饭吃下来，几人都味同嚼蜡，转身进了自己的屋里，而后狠心的把门合上。他哭了一会儿，终于解脱了，终于不用再受记忆的折磨。轩儿，娘后悔了，轩儿。夫人，轩儿解脱了，咱们应该为她高兴啊！时间转眼到了舒太妃进宫的日子，暴君搞这么隆重，意欲何为啊？是记挂着小时候舒太妃的关怀，还是想捧杀舒太妃啊？怎么还没到啊？晒死了！我不想被晒成黑炭啊！哎，舒太妃到，哎，终于来了！乔淑妃姨都快睡着了。皇上真能折腾，一个太妃至于这么大阵仗吗？父皇，儿臣幸不辱命，已经接回舒太妃。父皇这般阵仗，只怕大臣们心里已经开始对舒太妃不满了吧？看似尊重太妃，实则把人架在火上烤。请恭迎太妃娘娘回宫。皇上，我只是一个宫里的魏王人，怎能让大臣们跪我？你快让他们起来。太妃这些年为父皇守灵，难道还不值得他们跪迎吗？你们有意见吗？他们又不傻，有意见也只敢在心里有啊。他们没意见。皇上，你若不让诸位大臣起身，我便长跪不起。第一回合平手，不愧是上一届的宫斗冠军，没有因为暴君弄的这一出得意忘形，成功挽回了在大臣们心里的形象。哎呀，太妃起来吧。来时听百姓们说，皇上添了一位小公主，很是浴血可爱，想必就是这孩子了吧？滚，别扒拉我！太妃一路舟车劳顿，朕带你去寝宫休息。小时候承蒙太妃照顾，太妃就莫要推辞了。太妃，臣妾听闻您喜静，所以安排了处比较安静的住处，不知您可否满意？不满意能怎么样？人家可是忍者神龟，一个住处罢了，不影响他搞事情。现在是淑妃掌管后宫，朕告诉她太妃喜静，太妃若是不喜欢，这让淑妃重新去安排。难怪洛儿说伪装厉害，确实厉害啊！不高兴的情绪都藏得这么好。这儿挺好，皇上有心了，难为你还记得我喜静。太妃满意就好，你若是有什么缺的，尽管让人告诉淑妃。太妃，不枉您当年对皇上好，皇上心里还是念着您这个姨母的好。今日这么大的阵仗，可是太后才有的待遇。绿儿，你还是太年轻，你都知道这是太后才有的待遇。皇上这般做，真的是念我好。奴婢还以为皇上是为了太妃好，那这偏僻的宫殿也是故意的。可太妃您为何不生气？为这点小事生气不值得。第二日，皇上，丞相大人求见。让人进来。臣参见皇上。丞相大人有事吗？明知故问，暴君该不会是打算死命的对舒太妃好，这样大臣们就会越发对舒太妃不满？皇上，舒太妃回宫一事，您做的确实过了，让太子殿下亲自去迎太妃回宫已经足够了。您昨天整这么一出，大臣们都认为您对太妃太过在意，恐以后舒太妃干政。这话也就丞相你敢当朕面说，丞相连这都看不出来吗？哦，原来皇上是故意为之啊，他的担忧倒显得多余了。奇怪，舒太妃现在还没有开始出手吧？暴君能未卜先知不成？怎么就想着对付舒太妃了？不过李丞相担心舒太妃摄政，这个担忧啊，过于多余了啊！舒太妃这次回宫就想弄死当年参与那件事的所有人，光这事儿就够他忙活了，怎么可能还有时间去摄政啊？洛儿说的参与那事儿，又是什么事儿呢？是臣杞人忧天了，这是昌山那边递过来的折子。好啊，朕允了。要想富，先修路。反正现在有乐亲王留下的矿，有钱可以随便造作，最好再修一条水路，这样等蔡泽发现昌山适合种荔枝时，以后便可以用上。还有李谦的生意做大后也有用处。再修一条水路，
银子不够，朕会拨下去的。哟，暴君是不是被打通了任督二脉啊？这么有先见之明。臣这就传信回去。臣参见皇上。姚将军请起，寻朕何事啊？乐清的矿，皇上可想好让谁同臣一起前往？金将军明日回京，朕让金将军与你一同前往。好，臣告退。姚将军不必勉强，谢皇上体恤，臣无碍。姚轩真是个苦命人，也不知道同样命苦杨欣那边怎么样了。明明相爱的两人，因为穿越女爱而不得，唉。挑些东西送去给杨家小姐。杨小姐啊，郡主里面请。郡主来寻我，可是有事啊？二婶想邀请杨小姐去幕府做客，可担心贸然登门不好，所以让我来当传话人。至于去不去，皆由杨小姐自己做主。劳郡主跑一趟，我自是愿意的。好，那我去回了二婶。心儿，这是怎么了？女儿在想去幕府时穿什么样的衣服。郡主今日来我们府上，便是为了这事。心儿若不想去，回去了就是。女儿和沐尘的感情，他们都看在眼里。如今沐尘已经娶妻，女儿去了，岂不是在伤口上撒盐吗？爹娘不用担心，女儿已经应下了，没事的。爹娘，女儿吃饱了。那女子是谁啊？那是杨小姐，夫人请她来府上做客的。走，去前院看看。这穆夫人还怪体贴的嘞，担心自己一家人会让杨欣不自在，还特意让女生带些杨欣熟识的姑娘过来，省得杨欣有压力。造孽呀！好好的姻缘被穿越女硬生生给毁了。仙儿来了，快过来坐。薛姐姐，你可真是好人，带我们来凑热闹。仙儿，这就是晨儿的妻子小小。哎妈，这算不算修罗场啊？嫂嫂好，之前常常听表哥和姑母提起你，我比你年长，你既然叫我一声嫂嫂，我便唤你仙儿妹妹，可好？好，这是给嫂嫂和穆大哥的新婚礼物。你们成婚时我还未来京城，原本打算等到京城补上的，结果一直不得空。现在给穆大哥和嫂嫂补上，祝嫂嫂和穆大哥白头偕老。这得有多大勇气才能祝福自己心爱的人同别人白头偕老？穿越女真的太可恶了。沐尘怎么来了？刚刚杨欣说的话都听到了吧？估计颗心都碎成了渣。按杨欣现在的态度，估计还有更狠的话等着他呢，有的受了。少爷，您不能……抱歉，不知母亲有客人，失礼了。穆大哥一起吧，这都是郡主的朋友，本宫同郡主熟识，穆大人不必拘泥啊。晨儿来的正是时候，仙儿方才补送了你和小小新婚礼物，仙儿妹妹送的啊。不客气，今日我来还想和穆大哥和穆府说声对不起。仙儿为何要说对不起？结亲之事本就是你情我愿。其实我一直把穆大哥当哥哥，几年前年纪小，误以为这是其他情谊，后来才明白，好在如今穆大哥已经有了嫂嫂，不然我真的无颜来穆府。伤敌1000，自损800呀！旁边坐着的沐尘都快碎了。既然你把晨儿当哥哥，我又没有女儿，仙儿你若不嫌弃，就做我的干女儿。仙儿妹妹可以常来穆府玩。孩儿身体不适，现失陪了。星儿说只把他当哥哥。我去看看表哥。表哥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你回去陪母亲。姑母不用担心，表哥大抵是不曾休息好。今日谢谢公主、郡主、秦小姐、杨小姐客气了，快些回去吧。杨欣的三观真的没得说啊，太让人心疼了啊！我就不懂了，明明相互喜欢，为什么不在一起？世事两难全，人生总归是有遗憾的，这话你别乱说与别人听。姑母和表哥说话吧，我去看看晚上吃什么。娘，您怎么来了？晨儿，今日仙儿的话你可听到了？娘，您也知道我心里只有心儿。小小是个好姑娘，仙儿对你没有感情，你就不能怜取眼前人吗？娘，孩儿出去一趟。杨兴这边才回府没多久，就听丫鬟进来说穆公子来了，在府里。穆公子说有东西给小姐。穆大哥，听说你有东西给我。心儿当真对我毫无情意。是。心儿当真只把我当哥哥。是。所以心儿没有骗我。穆大哥知晓，对你我从来不说谎。嫂嫂人很好，穆大哥既然娶了她，便好好待她。这是真心的。是。从喉间溢出一个好字，而后转身离开。是啊，心儿对他从不说谎，
他该明白的。暴君去舒太妃那儿干嘛呢？送东西？搞事情？五皇姐累了吗？难道是我太胖了？给五皇姐擦擦汗。难怪父皇成天抱着洛儿，洛儿也太懂事了。我们进去寻父皇。好家伙，暴君跑这儿投降了。禀皇上太妃，五公主带着小公主过来了。哎呦，闹得还挺欢，隔老远就听到那咯咯的笑声。我还以为是哪只鸡在下蛋呢，难怪让五皇姐带我出宫，自己在这儿调情。1、2、3、4、5啊！好家伙，一下5个，真是会享受。怎么不一个喂葡萄，一个剥葡萄，一个端盘子呢？洛儿的小嘴真能说。洛儿来了，来，父皇抱。雨一落在心里冷哼一声，哼，跑到这儿投降还想抱我，继续和这些莺莺燕燕调情啊！太妃缺什么尽管提，朕带洛儿先回御书房了。你们也回去吧，太妃要小气了。臣妾明日再来看太妃娘娘。太聒噪了，他们跑到您这儿来，巴结您有什么用？几个蠢货罢了，无妨，他们想来便来，蠢是蠢了些，利用起来更方便，不是吗？小家伙气性还挺大呀。我是担心你沉迷于温柔乡，落入舒太妃的陷阱。比起乐亲王那种空有好名声的，舒太妃这人在宫中多年，帮了不少人。她若想搞事情，完全不用自己动手。曹公公，奴才在。今日在舒太妃宫里的那几人，你让人给他们送些香去，越香越好。还有，明日起每日挑点东西送去给舒太妃，阵仗越大越好。刚刚那几人已经够香了吧？还熏，再熏，估计都得入味了。宝君真坏，明日几人再去舒太妃那儿，舒太妃还敢呼吸吗？皇上驾到！翌日，启奏吧。又是说舒太妃一事吧？从舒太妃回宫后，上朝说的都是这事儿，耳朵都快听起茧子了。皇上，自古以来后宫外戚不得干政，您对舒太妃这般好，外界已经有了流言。之前舒太妃为父皇守灵，你们一年上几次折子，让朕把太妃接回来。如今朕听了你们的，把人接回来了，你们又不满意，难道你们是想让朕把人送回去？怎的现在对舒太妃这个姨母还孝顺上了？皇上，臣等并非是这个意思。此事朕自有分寸，你们可还有其他事奏啊？姚将军、金将军昨日已经回到京城，你今日同他一起出发去乐清。臣遵命。曹公公，今日给太妃送的东西现在送去吧。哎，又开始送温暖啦！暴君这么搞，只怕要不了几日，舒太妃便要闭门见客了。毕竟她只想当一个人畜无害的小老太太，好背后掌控全局啊！是，也不知道他们用的什么香料，奴婢都快被呛死了。把东西收起来吧。太妃，皇上这么做是想试探您吗？试探？他如今这么做，是在变相把我推到风口浪尖。我去皇陵守灵这么多年，头发白了，皇上也变了。在奴婢心中，太妃您即使头发白了，也是最美的。这些年多亏你在我身边，苦了你了。奴婢不苦，当年若不是您救了奴婢，奴婢早就死了。奴婢这条命是太妃您给的。今日那几人可去了舒太妃那儿啊？去了，不过奴才听说没待多久，就被舒太妃打发走了。人这么小，舒太妃她又不是傻的，肯定会把人打发走啊。去醉花宫。你们都听说了吗？皇上今日又送东西去给舒太妃了。这舒太妃也挺安分的，从回宫后便未出过她的寝宫。你没听说过会咬人的狗不叫吗？还有，越是喜欢佛经的人越狠，当然不包括我。对了，先皇虽有爱慕的人，可对舒太妃不错。你们想想，一个没有孩子傍身的妃嫔，还能得到帝王的宠爱，能简单吗？德妃姨看得真准，先皇对舒太妃确实不错。男人估计对温柔的解语花这一卦毫无抵抗力吧，即便不喜欢，也会有些怜惜。这不，舒太妃身边还有先皇留的暗卫呢。宝君真傻，先皇临死前对他生了一些愧疚，便想着把暗卫给他，结果他倒好，就这么拒绝了。若是当初收了这暗卫啊，便不会落到舒太妃手上。德妃姐姐花糙理不糙，我们小心些准没错。特别是贤妃姐姐，一定要好好看着小公主。也不知皇上听了多久。臣妾参见皇上。他们真是会享受啊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好姐妹的聚会。宝君是不是羡慕啦？
私人小分队这是找到了新的乐趣，不打牌改成吐槽舒太妃了吗？起来吧，都坐。柔品怎会在这儿呢？回皇上，臣妾听闻贤妃娘娘这儿点心好吃，便厚着脸皮同德妃娘娘一起过来。鹿儿饿了吧？臣妾先给鹿儿喂奶。皇上要抱鹿儿回去了。别啊，我才来，你们的吐槽大会继续啊。德妃都有截然不同的另一面，贤妃呢？她的另一面又是怎样的？晚膳朕会在舒太妃那儿用，你不用等朕。什么都可，会害了你们的。皇上过来原来是为了这事儿。哎呀，也不知皇上有没有听到我说的话，下次说话注意些。德妃姐姐别怕，我之前做了那么多丢人的事，你想想心里会不会好受些？皇上驾到！皇上，太妃快坐。太妃吃不惯吗？指不定在心里想你过来的目的，哪里还有心情吃饭？晚上少食惯了，皇上过来可是有事。儿是承蒙姨母照顾，这些年朕心里一直记着姨母的好。今日听曹公公说，姨母让朕别送东西过来，可是这些东西姨母不喜欢呢。皇上一片真心，我自是喜欢，只是如今我老了，这砚台也用不上。姨母喜欢就好。后宫的妃嫔们知晓姨母你喜爱佛经，便让朕到你这儿来帮讨一份恩典。暴君是懂抓重点的啊，专挑自己喜欢的听。该说不说啊，舒太妃表情管理的真厉害，这要是换个人，估计得表演变脸了。恩典？什么恩典？他们想来姨母你宫里抄佛经，求你指点一二。朕知道姨母不喜吵闹，朕会让他们安静一些。皇上离开后，太妃你为何要答应皇上？皇上铁了心要让他们来，你觉得我拒绝得了？你下去吧，我乏了。出来吧。娘娘，可查到都有哪些人参与？此事参与之人较多，再多也给我查出来，我会让他们血债血偿。是，这是属下目前查到的。清远侯府、莫府，好得很。终于病倒了，那几个妃嫔估计都快超吐了吧。本以为吭哧吭哧抄佛经就能见到暴君，结果是吃了曹公公坏的大饼。暴君是不是又想去表现自己的孝心了？曹公公，去把太医院的太医都传去太妃那儿。姨母可好些了呀？朕已经让太医过来，等会儿就到。老皇上挂心了，一点小风寒不碍事。朕不该让妃嫔来打扰姨母的。皇上，太医到了。快，林太医，给太妃看看。回皇上，太妃只是感染风寒，喝一副药，好好休息便可恢复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朕就放心了。快去给太妃准备药。这么多太医都来这儿，不知道的还以为舒太妃要打了呢。姨母啊，你好生休息，朕让妃嫔们过来给你施疾。不用了，多谢皇上好意。舒太妃是有心理阴影了吗？对了，舒太妃身边的暗卫现在应该已经查到当年的事儿，回到了宫里，接下来恐怕会有所行动。皇上用茶。暴君又是皱眉又是沉思的，这是阴谋了吗？我要是会说话，当底给你剧透一番。明明当年端王造反，先皇只是贬责了萧府，留了萧府人的性命，结果萧府在暴君登基后便开始搞事情。暴君本就对先皇留着萧府不满，萧府还跑出来蹦跶，这一蹦跶把自己给蹦跶没了。舒太妃也真是偏激，分明是萧府先撩者贱，陷害清远侯府不成，反而让自家团灭。她倒好，竟然还想把参与萧府灭门的人都赶了，好可怕的女人！一心只想给萧府那人报仇，却不知那人其实还活着，也不知道这萧世泽到底长啥样，能把舒太妃迷得五迷三道。为了他，甚至不给先皇生孩子。萧世泽，洛儿确定没弄错吗？这萧世泽是端王的舅舅。舒太妃真的是走在时尚的前沿呐，老牛吃嫩草，吃得这么上头。这么看来，先皇比暴君还惨。暴君算被绿了，但孩子确实是他自己的，也不知道现在先皇坟头的草是不是更绿了呢？吃了这么一个大瓜。清风，皇上，今日起，小公主在哪儿，你便在哪儿。
切记不可让小公主受伤。属下遵命，定不会让小公主受分毫伤害。转告青荣，让她也一同保护小公主。皇上，属下能感受到舒太妃身边有暗卫，属下同青荣都去保护小公主了。您这边，虽然你这么做我很感动，可2个厉害的暗卫都给了我，这不太好吧？放心吧，舒太妃不会有时间对付我这个奶娃娃的。哎，等等，我是不是发现了什么不得了的东西啊？洛儿又发现了什么秘密啊？清风说他能感受到舒太妃身边的暗卫，不应该啊。属下僭越了。难道现在舒太妃身边的人便是萧世泽？不然那暗卫比清风还强，清风怎么会轻易感受得到？所以真的暗卫是在萧家被满门抄斩时便和萧世泽偷梁换柱了。难怪看书时常常写暗卫的手，原来是伏笔啊。萧世泽想利用自己的死让舒太妃更尽心的替萧府报仇，万万没想到自己会因为这个决定嗝屁。哎呀，好激动啊，期待这段剧情的到来。他也期待这段剧情的到来了呢。一点小风寒不碍事，你们啊不用过来看我。太妃没事就好，皇上若是真关心你，就不会让这些莺莺燕燕来吵你了。绿儿姐姐药来了。太妃，这药放心吧，绝不会有问题的。不过这些妃嫔来了几波，倒是4妃一个都不曾来过。参见德妃娘娘、淑妃娘娘、贤妃娘娘，都起来吧，妹妹们，这是打太妃那儿来。回德妃娘娘，臣妾们确实是从太妃那儿过来，看你们有说有笑，想来太妃是没什么大碍。回淑妃娘娘，太妃是感染了风寒，应当是无大碍。几位妹妹身上的香味倒是好闻，香是皇上上的，难怪这么香。我们还要去看太妃，妹妹们快些回去吧。还没到吗？你这身子也太弱了，我们3人都没像你这般。你和德妃姐姐会晤不累不奇怪，可我为什么连贤妃姐姐都比不上？我真是个废物。我们来看太妃。太妃，贤妃、德妃和淑妃、柔嫔来看您了。让人进来。听闻太妃病了，我们几人过来看看。一点小风寒，快坐。我这儿伺候的人少，恐会照顾不周啊。太妃若是觉得人少，臣妾回头送几个过来。我喜欢清静，谢淑妃好意。听闻德妃也喜欢佛经，和我倒是兴趣相投，有时间可以来我这儿坐坐。臣妾有时间一定来。德妃姐姐怎么了？舒太妃总是有意无意的看我和淑妃，她也看我和贤妃姐姐了呀，是吧？贤妃姐姐不一样，她让德妃姐姐去，德妃姐姐也不是非得去。唉，既然舒太妃病了，我们便可以安心打牌了。此时陈美人几人就跟主子回去吧，太妃已经歇下了。主子，您就别和他们几人往太妃那儿跑，不如学学柔嫔。那柔嫔有什么可学的？学她去当德妃几人的狗？我可学不来这些。您想想，与其在太妃身上浪费时间，不如和贤妃走近，这样见到皇上岂不是轻而易举？是啊，他怎么没想到？难怪柔嫔成日和几人在一起，想来也是这般打算的。走，去找柔嫔，希望柔嫔在德妃那儿。主子，您找柔嫔做什么？我上前看看。德妃这么大一个宫，竟无人看守，哼。看来真是人善被人欺，这宫人怕是看德妃和善，开始消极怠工了吧？4人围坐在一起，手上是他再熟悉不过的叶子牌。怎么了？似乎听到有声音，去看看。看门的人呢？娘娘，奴婢肚子疼，去上茅房了。下次别2人一起去，进去吧。啊，好险，差点就被几人发现了。主子，您怎么了？我没事，回去再说。贤妃几人完了？完了！主子，这话不可乱说呀。哼，我看到贤妃几人在打叶子牌。翌日，绿儿姑娘，我是真的有急事找太妃。太妃，陈美人说有要事对您说，奴婢看她似乎挺着急的。带进来吧。听绿儿说陈美人有事，臣妾去德妃宫里，无意间看到德妃几人竟然在打叶子牌。陈美人，这话可不能乱说，我今日就当没听过。你回去吧。臣妾说的句句属实，臣妾是真的亲眼所见。后宫的事可以交给淑妃，陈美人在我这儿说毫无意义。绿儿，送陈美人出去。
太妃，那淑妃也在其中，臣妾去找她又有何用？太妃，您当真不管？这淑妃给您安排了这么一处宫殿，不如借此机会。我小憩一会儿，你等会儿告诉皇上，我手上的佛经看完了。是，奴婢这就去告诉皇上。绿儿姑娘找皇上。太妃让奴婢告诉皇上，她的佛经看完了，劳烦曹公公去禀告皇上一声。哎，好，皇上，方才太妃身边人说太妃手上的佛经看完了，开始行动了嘛？之前逼暴君如蛇蝎，现在居然自动凑上来了。去舒太妃宫里。太妃不是要小憩吗？睡不着，你去泡壶茶来。皇上驾到。果然，绿儿泡好茶提过来，便听皇上驾到。听说姨母的佛经看完了，姨母看这般快，仔细伤了眼睛啊。暴君，你想说人家没看完就直说嘛，还说什么仔细些眼睛？谢皇上记挂。不知姨母此次想要什么样的佛经呢？暴君难道对佛经还有所研究不成？是薄的还是厚的呀？于一洛吐槽：我说天这么晴了，原来是被暴君整无语了。皇上，太妃，陈美人求见。有请舒太妃的枪杆子隆重登场。让陈美人进来。臣妾参见皇上、太妃。起来吧。陈美人来我这儿倒是勤，坐吧。能不勤吗？不勤怎么当你的枪杆子啊？让我看看陈美人这杆枪会指向谁。臣妾没有打扰皇上和太妃吧？不打扰，我手上的佛经看完了，正和皇上在说佛经一事呢。佛经？宫里属德妃娘娘那儿佛经最多，太妃可以去德妃娘娘那儿挑一挑。好家伙，这是想搞德妃姨呀？不对啊，娘亲今日似乎去了德妃姨那儿。陈美人搞这么一出，不仅仅是针对德妃一役，是想把娘亲们的私人小分队全部除掉啊！上次暴君见德妃打叶子牌时，已经提醒了一次，这次会放过他们吗？舒太妃这老狐狸，陈美人知道这事儿，肯定第一时间来找了他，按他的尿性，定是明着拒绝，而后再让人去告诉暴君，手上的佛经看完了，暴君已经许久没来他这儿，自然会亲自过来。至于陈美人，舒太妃不帮他，他也绝对不会放过这个机会，所以无论如何，他都会去御书房，借御书房之行，知道暴君来这儿了，再顺势来舒太妃这儿，一切看似和舒太妃无关，却能让陈美人达到目的。好家伙，当真是杀人不见血啊！德妃那儿当真有许多佛经啊，对，朕过来正是想说这事儿，也好带姨母亲自去挑上一挑啊。陈美人高兴得太早了吧？暴君顺势往下说，显然是看出了什么，难怪出来时还特意交代看门的侍卫，有人寻他，便说他来了舒太妃这儿。哎呦，舒太妃以为自己聪明，请君入瓮成功，其实是暴君主动入局。既然都主动入局了，不反将一军，说得过去吗？我这身子骨还未好全，劳烦皇上同陈美人帮我挑一本送过来可好？姨母好好休息。走到皇上面前跪下。陈美人这是……臣妾想请求皇上，去德妃娘娘寝宫时，能否别让人通传？德妃在寝宫做了什么不成啊？朕答应你就是。哎妈，陈美人这脑子真是够空的啊！走了一路，居然还是用最蠢的办法。既然暴君是主动入局，那不知等会儿会如何为娘亲几人开脱啊？他进寝宫，皇上驾到，臣妾参见皇上。这怎么会？德妃娘娘，你们居然在打叶子牌！娘亲，你们别紧张，暴君是友军，一下子处置了3个妃位的娘娘，哪会这么容易？也只有陈美人这个憨货才会觉得能把你们一起除掉。哼，好啊，都起来。好。是他听错了，还是皇上被气得说错话了？皇上，这是叶子牌，德妃他们在宫里聚众打牌，是无视宫规啊！陈美人这是在指责朕吗？皇上，臣妾就是有天大的胆子，也不敢指责您啊！他们打叶子牌，朕知道，是朕授意的。怎么会？可是宫里规矩是不能这么做的。暴君可以啊，要不把锅甩给舒太妃？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朕特意让德妃几人学习叶子牌，去同太妃一起打，帮太妃解闷，不想倒让他们遭此误会了。舒太妃真是人在家中坐，锅从天上来。上次是德妃甩锅给二皇兄，这次暴君甩锅给舒太妃，莫
契啊！暴君居然和我想到一处去了。暴君还挺聪明，这么做不仅可以表现出对舒太妃的孝心，还可以借此机会把叶子牌处理掉，免得以后节外生枝。皇上特意交代不让外说，想给舒太妃一个惊喜，不想要让陈美人误会。想来陈美人是吓坏了吧？好在已经解释清楚了。娘亲同暴君配合的还挺默契的嘛。德妃啊，朕同陈美人来是给太妃挑佛经的，你挑一本给陈美人送回去给太妃吧。劳烦陈美人送过去，说太妃不满意，本宫再让人多送些去给她老人家挑。等人离开，把叶子牌收起来，带回朕的清心殿。德妃，朕上次装作不曾看见，以为你是聪明人。皇上，臣妾知罪，求皇上责罚。朕责罚你们，岂不是自相矛盾？好自为之。太妃，这是德妃娘娘给您挑的佛经。同皇上一起不开心，那就是在我这儿不开心。劳烦你帮我把佛经送过来。太妃，臣妾同皇上去德妃寝宫，看到了几人在打叶子牌，可这居然是皇上授意的。皇上怎么会授意？是真的。陈美人把皇上的话转述一遍，看着舒太妃，皇上当时就是这么说的，还把叶子牌拿走了。我罚了，你回去吧。这死老太婆，每次只要想让她帮忙，要么就和稀泥，要么罚了。守灵这么多年，还没睡够吗？主子，别乱说，仔细被人听去了是会掉脑袋的。皇上明显就是为了帮病几人，把太妃您当挡箭牌。谁会信？绿儿，你也退下吧。是。出来。娘娘有何吩咐？萧世泽被他盯得有些不自在。娘娘，可查到了端王的下落，当初护不住萧家和那个人，那便护住萧家唯一的血脉端王吧。回娘娘，属下无能。没有消息也算是好事，至少说明端王是安全的。翌日，宫里便开始流传，皇上为了给舒太妃这个姨母解闷，授意德妃几人学叶子牌。人家德妃喜欢的是佛经，皇上这不是强人所难吗？还有贤妃，人家喜欢的是花花草草，淑妃人家忙着捣鼓些玩意儿呢。舒太妃那死老太婆，简直是在浪费皇上的一片孝心。皇上对她这般好，她竟然不想着借机会报复淑妃，给她安排寝宫一事。若是皇上对我这般上心，我在后宫又岂会被淑妃打压？皇上驾到！是皇上，皇上居然来他这儿看他了，多久了？哎，这陈美人是不是又在幻想有的没的呀？臣妾参见皇上，皇上驾到，臣妾有失远迎，还望皇上恕罪。谢皇上。陈美人，外面的事你可听说了？你让人都传遍了后宫，怕是舒太妃自己都听到了。不过她心里估计早有预料，听到肯定也不会太惊讶。臣妾都听说了。现如今宫中流言四起，你就好好闭门思过吧。明明是德妃几人打叶子牌，皇上不责罚几人就罢了，居然还让他闭门思过。主子，这样也好。好？哼，被关禁闭还好。主子，您还不明白皇上为何罚您吗？皇上授意几位娘娘打叶子牌，那是按着来的。结果昨日您那么做，这事便只能被搬到明面上来。更何况现在流言四起，昨日在场的就您和皇上，皇上和几位娘娘肯定不会让这事传出去，所以便只能是您了。青儿，你知道的，我也没往外说。不行，我要去找皇上解释。主子，是不是您说的不重要？昨日这事儿被您捅破，就等同于打皇上的脸。现在这个处罚已经是轻的了。他以为是天上掉馅饼呢，结果是一个裹着牛粪的饼。